女孩惊奇地发现，外婆留下的木箱里居然藏着一方小世界。她往里面撒了一壶水，瞬间解决了连续3年的旱情。倒进去一勺米饭，立马救活了整座城的灾民。数万鸡民因吃了太多的观音土就要胀死了，她仅用1瓶开塞露，便将所有人都救了回来。因此，这方小世界的所有生灵都尊她为神明。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眼中的神明其实只是个情场职场双失意的 loser。回老家决定躺平后，他便开始收拾外婆走后闲置的房子。可他刚打开杂物间的房门，里面放着的一个木箱子居然自动打开了。怀着一颗忐忑而又好奇的心，秦墨探头朝箱子里面看去。当看清里面的场景后，他整个人都僵住了。异常干旱的微缩沙河造景里，居然有一队穿着古代士兵铠甲的小人在活动。队伍的中间还有一个黑布盖着的木龙车，很明显他们在押送着什么。视力接近半瞎的秦墨看不清细节，掏出手机打开相机对准那群小人。这时就见一个骑马的小人从远处跑来，到了队伍近前喊道：“韩队帅，前面有情况。”那里的村民听信了方士的妖言，准备宰杀童男童女祭天祈雨。为首的一个帅气小人眉头一蹙，骂了一声愚蠢，便吆喝了几名手下准备去救人。而这时有个像是监军副手的人跑出来阻拦：“韩队帅，我等领受皇差，押送异兽回洛阳才是第一要务。前面的升龙谷传言几年前有黑蛟化龙飞升上界，乃神异之地，说不定他们祭祀真能求来甘露缓解旱情。”秦墨在向外能清楚地看见说话之人脸上的恶意和不耐，显然他不想去多管这档子闲事，对活人祭祀是赞同的。这让秦墨在心里瞬间就给这人贴了个不是好人的标签。那个被称为韩队帅的男人并没有理会他，直接带人冲了出去，剩下的队伍则继续押运那个木笼子。这时秦墨挪动了一下脚步，准备换个角度继续观看。咔嚓一声，他明显感觉到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秦墨狐疑地低头看去，那是一个长着爪子的蛇形绿色骨架，头上还长着小小鹿角，但此时已被秦墨踩碎了小半。秦墨脑子一抽，黑蛟化龙飞升上界，一时间他拿着手机的手都开始不自觉地抖动起来。良久，秦墨深吸了一口气，稳住，别慌，要以科学辩证的思想去探索未知事物。给自己上了一层唯物主义光环撞挡后，秦墨推了推眼镜，开始了更加认真的观察。他敏锐地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不管怎么变换方位，他看箱子的视角都是固定的，仿佛是在用平板看视频。而这韩队帅就一直处于视频的中心。秦墨微微一笑，这就是主角吗？而这时正策马奔腾的韩队帅突然扼住缰绳，猛地仰头望向天空。看到他的举动，秦墨顿时生出一种自己被他察觉到了的感觉。韩队帅，你怎么了？他背脊僵硬，眉头紧锁的语气迟疑道：“没什么，我们赶紧走吧。”随即他一抖缰绳，继续纵马奔驰起来。很快，秦墨便看到很多衣衫褴褛的人正跪在干裂的大地上，十分虔诚叩拜祈祷着什么。而众人前方那个有4层楼高的台子上有个黄袍小人，他的臂弯中抱着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忽然黄袍小人猛地抬头：“神啊，您在看着我们吗？请您收下这个金童吧。”接着他便将手中的襁褓朝着高台下灌去。见状，秦墨的心跳都漏了半拍。卧槽！他爆出一句粗口，一只手本能的就朝箱子里抓去。可就在他的手即将探入箱子时，指尖却顿时传来被电弧打了一下的感觉，接着就有一阵微妙却强烈的拉扯感传来，就像是这箱子要把他拽进去。秦墨一惊，嘶了一声，赶紧把手缩了回来。然而就在此时，就见一支利箭急射而来，正好将襁褓钉在了高台的木柱上。紧接着悬在半空中的襁褓里传出哇哇大哭声。秦墨看得真切，这一箭射得极为高明，只定住了襁褓的一角，并未伤及里面的孩子。还未等秦墨松口气，他愕然发现所有的小人都仰头看向他，原来他的影子清晰地投进了箱子里，遮天蔽日的。见此异象，高台上的黄袍道人立马传来癫狂的笑声。神灵说：“卧槽，卧槽！”他像是领悟了神明的意思，双目赤红的仰天一指道：“只要我们献祭人生，神便会赐予我们卧槽与丰饶。快献祭！”短暂的寂静过后，山谷中顿时沸腾了起来。黄袍道人的徒弟不顾幼孩的哭喊，将他们像猪仔般驱赶到了一起，欲要宰杀后祭祀。一时间哭喊声震天。住手！这时韩风猛然惊醒，抽出腰间的佩刀就准备冲过去救人。高台上的黄袍道人见状连忙疾呼：“拦住他！”山谷中的村民纷纷不要命的出来阻路，一下就将韩风等士兵团团围了起来。眼见惨事就要发生，韩风心中万分焦急。然而就在此时，他自幼挂在胸前的那颗黑色珠子却突然一烫，接着就在他的胸口处落下了一块鲜红印记。随即他的耳边便传来一道清晰的女声：“放屁！老娘才没要祭祀！”随着这一声没个神样的抱怨，天空中倏然探下一根通天彻地的木柱。黄袍道人起初还很高兴，可很快他的笑容就凝固了。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那擎天木柱直接挥向了黄袍道人，他的身体顿时被拍成了许多零件散落在地，场面也变得一片死寂。所有小人都呆愣愣的仰头望着天空。这时韩风耳边又响起话音：“那个小人，对，就是你，别愣着了，快去救孩子啊！”秦墨收回捏着筷子的手，见到上面还粘着一小块血迹，便一脸嫌弃的将这临时的凶器丢进了垃圾桶。而这时箱子里的小人们也都反应了过来，瞬间乱作一团，有疯癫乱跑的，也有跪地讨饶的，一时间竟发生了踩踏事件。秦墨赶忙对着箱中的韩风催促道：“快动起来啊，去管事！”他从这韩队帅的种种反应来看，这个小人绝对能听见自己说的话。事实也确实如秦墨所想，他催促的声音仿佛就贴在韩风的耳朵旁。闻声，韩风心中虽有诸多疑问，但还是去照做了。他迅速上前将一位老者从地上拖起，以免遭到踩踏，然后带领士兵维持秩序。黄袍道人有几个死忠的信徒恨极了韩风，觉得就是他那一剑破坏了仪式才让上神大怒的。这几个信徒一边口中嘟囔着什么，一边疯癫的高举尖刀向着韩风扑来。韩风见状也没妇人之仁，手起刀落，
很快便将几人砍翻在地。随后他一个纵身，直接将被钉在高台上的襁褓解下。而此时山谷中的人已经跑走了不少，留下来的都是在饥荒中饿得站都站不起来的老弱病残。秦墨见状不由得叹了口气，放眼望去，箱子里的小人就没几个站着不晃悠的，看来他们现在急需饮水和食物。于是秦墨决定尝试着客串一下降雨的老龙王，他准备给箱中世界的小人们整点雨水。离开箱子旁，他顺便将脚边那堆被自己踩坏的碎骨头装进了一个盒子里。要是没猜错，这碎骨应该是箱中渡劫化龙的胶，只可惜千辛万苦的飞升，竟只是从箱子世界里爬到了民宅的杂物间。没过多久，秦墨找来了一个浇花的喷壶，等他灌进去一瓶矿泉水回到箱子旁时，他惊愕地发现，在他离开的这一小会时间里，箱中世界竟然已经到了下午，满山谷的老弱都瘫软在地上，犹如在那等死。韩风则从水囊中挤出最后几滴水，都滴在了怀中婴孩的嘴皮上。韩风，你莫要妇人之仁！之前被秦墨判定为不是好东西的那人正气急败坏地跳着脚，你别忘了我们的任务是护送异兽当户回洛阳，为贵妃治疗眼疾。你现在与其浪费时间在这些贱民身上，不如赶紧回洛阳，将神灵现世的意象上报给朝廷，说不定还能换得一场富贵。接着他又讥讽道：要我看，方才你便不该阻拦祭祀救这个孩子，还不如当时就摔死，少在这里活受罪。韩风闻言灰眸一凝，刚准备发作，胸口却又感觉一烫，接着耳边又响起了说话声：去准备些接雨的东西，本神先给你们弄点水。对了，秦墨又补充道，等会一口也不许这个混蛋喝。韩风闻言浑身一震，他留在这山谷里等的就是这个神秘声音，猛地仰头看向天空，可那道巨大的影子却并没有出现。站在一旁的监军董洪见他突然抬头，还以为神灵又
接着快速的升上了天空。他仰起头，一脸的手足无措。上神，我呢？秦墨将瓶盖缓缓的收了回来。你先待在乡，待在这个世界里，我还有事需要你做。听见还有任务，韩风呆愣片刻后，又赶紧拱手应道：诺。其实秦墨压根没想过收他这个祭品，将他弄出箱子来干什么？当宠物养在火柴盒里吗？就算是异兽当护鸟，要不是听他们说这小玩意有治眼疾的功效，他也不会要。毕竟自己的眼睛受外伤就快失明了。秦墨将关着当护鸟的笼子上面的黑布慢慢揭开，牙签粗细的木笼里蹲着一只夹着翅膀的怪鸟。那苍蝇般大小的怪鸟见秦墨不断的靠近，开始疯狂的撞击笼子。秦墨脱了脱眼镜，转头问韩风：怎么用当护来治疗眼疾？韩风给出的回答只有简单粗暴的一个字：
点了点头。云武郡城轰然一炸，投下水与饭食救世的神肯定了韩风的话，他确实是代行神的意志。云武郡中真的有良而不放，郡守大人做事无数人疾苦绝望而死。若天上神隐未出现，郡守还有一分辩驳的余地。可现在大颗大颗的汗水从他额头滑落，他却浑身发凉。快掉头！郡守使劲拍打车夫的肩膀，打算先远离这是非之地。但韩风是已开了头，哪容他走脱？他又大声质问：郡守大人方才说，上神所赐之物应当尽献入洛阳，敢问您来此是要从鸡鸣口中夺食吗？郡守哪敢答话，他不迭声催促车夫：本官命令你马上掉头送我回府。可车夫没有动作，缓缓转头，一双赤红眼睛看着郡守。饥荒是不会单漏掉某一个人的。御车的车夫家中饿死了一个妖女，在郡守的咒骂中，车夫一抖肩膀甩开郡守的手，跃下车原摆明了立场。郡守又急呼郡兵来护卫，可士兵们都是当地征募的戍族，闹饥荒的这里是他们的家乡，他们站定不动，仿佛耳聋。郡守毛骨悚然，想退缩回牛车车厢，却有块棋子大的石头从人群中投来，正好砸在他的颧骨上。站在箱子外的秦墨看得分明，是一个很眼熟的男孩子，第一个丢出了10块，是韩风从菜人铺子救下的孩子，肩上还披着韩风的外衫。在这孩子身侧还有一个同样眼熟的断臂老者。在一片寂静中，这老者眼唇阴恻恻喊了一声：谁也不能抢我们的救命粮。打罢喊罢，这一老一小看了一眼韩风的方向，悄无声引入人群。可他们的举动和话却彻底将局面搅乱。待郡守回神，呵斥之声还没吐出口，又一块石头砸来，这一次砸在了他的太阳穴，鲜血四溅，顺着圆润的脸淌下来。郡守被砸得脑子发懵，他从没想过这些下贱梨树敢对他动手。你们这些贱骨！啪！未尽之言被又一块石头砸回嘴里。郡守右眼赤红，再一抬头，满天飞石朝他砸来。在这场夺命的石头雨中，骨断筋折，郡守不成人形的尸体跌下车辕。拉车的黑牛跑动，巨大木轮碾过郡守的尸体。箱子外，秦墨看到爆浆的胖墩小人，有些犯恶心。他将视线落在韩风身上，开口道：是你的安排吗？好一出借刀杀人计。听他突然说话，韩风知道他被看穿，心中惶恐时又听他带着些赞许道：干得不错，继续。韩风霎时心一定，上神似乎并不计较他的卑鄙。在群情激愤时，韩风再次站了出来。先前分米他作为指挥者，加之本身性子正直却不凌人，已得了很多人的拥护，后又立誓得了秦墨这神的认可，声望十分高。他走马而出，只扬声喊了几句，现场便安定下来。郡守的尸骸零零碎碎躺在地上，跟随郡守而来的郡兵们默契投到韩风手下听调。郡守死了，分米继续。又过了一小会，郡守府的官吏主簿们也在士兵的驱赶下来干活。有那傲慢瞧不起韩风5人出身的，被刀架脖子上压去看郡守的尸体后，也一瞬间洗心革面。有这些官吏的配合，韩风顺利接手了郡中存放5倍甲胄的武库和粮库。见粮库里堆积的粮秣，韩风死死咬紧牙关。箱外的秦墨看这些细小的待客粟米，想到了那堆积饿死者尸体的狭长暗巷，他抿着唇，有一瞬间后悔，刚才他应该寻根粉刺针，亲手扎死那个胖墩小人的。顿了顿，他道：召集匠人和医生，我给你们带了些药。匠人？韩风不知道要和匠人之间的联系，下意识问。秦墨语气微妙：你等会就知道。关于药怎么喝，还有开塞露怎么用，怎么让另一个世界的人用正确方式使用开塞露呢？这是个好问题。秦墨一路想过很多种方法，都在推演的过程中遇到了点难事。鉴于乡中世界小人们的体型，首要问题是怎么用药。他晒得脑门子冒汗，想过注射器，想过通心粉，想过3孔奶茶吸管，但最后都否决掉了，大小不匹配。就算3孔奶茶吸管拆开，单孔也足够让乡中小人的菊花爆成向日葵。想了许久，上神也没得办法，只能叫韩风召集乡中世界的工匠自力更生。一时半会做不出像样的，空心细竹枝糊弄着用，也是一样的吧，大概。外头再分米。韩风一人独自跪坐在郡守府右角望楼，手边一支笔3、4根竹简。秦墨那十分不肯定的语气，让他记录的动作都慢了很多。上神喜欢碎碎念，声音真好听。上神的世界还有筷子已经很接地气，现在上神想给他们这些凡人一种塞进定年子的药。上神真贴心还是仁德？韩风脑中糊里糊涂，不知怎么形容，一滴冷汗顺着他的脸颊滑落。反正凑合着吧，你们要学会自己开动脑筋。秦墨最终拍板，不能双手向上，什么都找老天爷要。秦墨话音刚落，韩风的对郑尚林站定在远处，韩队律、大夫和将工都找到了。闻言，秦墨止住话头，韩风收拾起地上记载了神谕的竹简，
随上林去了郡守府后院。莫看箱子里的小城土黄土黄，饿死无数人，官署陈旧不堪，但后院的郡守住处却是画栋雕梁，花树带金，油亮瓦顶在整个城中黑亮奢华的格外瞩目。这里原本住着郡守的家眷，郡守身死后，这处院又险些被愤怒的饥民冲进去夷为平地。幸而寒风阻拦，他明白这些愤怒的百姓冲进去会对妇孺犯下恶行，因此将郡守的家人老小护住，暂扣押保护起来，留作后手。这大片的楼台院又空了出来，临时征集医士和工匠，用作收治病人的地方。寒风一进去，便见医士匠工们缩作一堆。天上神隐点头，认寒风为意志代行者。他的声望具象化早已达到敬畏水平。面对他的征召，在场的医士工匠都很是忐忑。最终一个头发胡子白花花最老的老大夫走了出来。寒风领着这老大夫进入一闭人处后，同老大夫耳语几句。老大夫神色变幻数次，捻须不语。见状，寒风问可有为难之处，谁料老大夫突然摇头，上神所说的工具其实有。此言一出，不仅寒风，旁听的秦墨都是一愣。老大夫苦笑看寒风，韩大人从洛阳来，有所不知，云武郡地处西北，百姓以粟、黍、麦为食，贵人们却喜食犬羊，长此以往，难免有些大便不利的毛病。云武郡气候干燥，降水少，百姓吃糠咽菜，但爱吃肉食的贵人们就很容易患点便秘的小毛病。除了服药那条，贵人们也有珍贵的外用药。韩大人是玉衡军士卒，理应晓得由林训。听了老大夫的问话，寒风微微一愣，旋即蹙眉沉思。由林训春生于潮湿之地，只需轻微挤压即可分泌大量油脂。由林训清香独特，加之只有春季才生，是十分珍贵的食用油。听到这，老大夫点头又摇头。韩大人不知，由林训在我们这云武郡还有旁的用处。老大夫突然一撩袖摆，做了个比较粗俗但易懂的手势，贯通便。寒风闻言默了。洛阳备受追捧，用由林训制成的春日宴似乎带上了点别的味。箱子外的秦墨听得一愣一愣，又是一个他没听过的东西。这箱子世界的土特产倒是多。老大夫最后那粗俗的手势有些毁形象，但好歹解决了工具问题。他命要铜取了一只灌油的竹筒来看，这东西竹制尖头，跟大号的针筒没有太大区别，只需命郡守府工匠紧急仿制110根，足够用了。珍贵的春生油林训难寻，但上神能给一池子淹死人的开塞露，又解决一事。秦墨看了看时间，外头已经快要天黑，他还有一堆事情要做，总不能一直跟着箱子耗着，赶紧完事，该干嘛干嘛。郡守府前庭其余的排场未撤，秦墨催促寒风去烧一炷香。寒风手指捻香，正要叩首，突然记起他还不知秦墨的神名，正要问时，天已经黑下。郡守府看守手里的长戈失手滑落，神又出现了。他本想这么喊的，但后半句话哽在喉中，像是被掐住脖子的鸡尖叫一声，因为他看见神正朝着郡守府伸出手，张开的五指阴影笼罩了整个郡守府。神要毁灭郡守府。郡兵连滚带爬跑开，却看见云层中探下一样东西，一块像是上过浆般硬挺的巨布，卷成筒状，正好悬在郡守府上方。这巨布五颜六色，上面有比人高的字，还有些画。郡兵大字不识，哪认得出这种神界的字？线儿有识字的。一个人影像是被狗追一般窜出，花白头发散落的郡中李主簿，一改往常金贵清高，疯了一样仰头看天，是上神启示。李主簿双目圆瞪，辨认那巨布上的极为规整玄妙的文字，他想记录下来，奈何出来得及，无主简无笔墨。他心一横，一指张嘴仰头看天的郡兵，你过来。一脸憨直的郡兵看天又看他，立时摇头不去。李主簿往常用鼻子眼瞧他们这些郡兵，现在换他过去必无好事。被拒的李主簿气急，跳脚骂道：混账东西！但郡兵不过来，他也无法，最后只得一撩衣摆，撕下一截自己的里衣，举着手指迟疑了一下，这才龇牙咧嘴咬下。他本想以血记录，但怕藤没咬开，便又去瞪那郡兵。憨直郡兵看他模样，晓得他要以血记录神文，灵光一闪，走了过来。见状，李主簿还道他是来奉献鲜血，嘴上夸道：算你识时务。下一秒，李主簿枯瘦的手被郡兵捏着，在长戈刀刃上一划，李主簿的手指肚破开一个小孩嘴长的伤口，鲜血小喷泉似的呲出来。憨直脸的郡兵还笑：您不用谢我。李主簿面皮抖了两下，最终暗骂了一声：比其娘之。他垂头，在撕下的米黄里依上记录神文，因巨部卷起加上角度问题，上边的字李主簿看不全，只勉强记下几个。李主簿小孩嘬奶嘴一般，把冒血的手指头放在嘴里含着，解读琢磨这些缺笔少画的字。重拾自信，一展雄风。郡兵凑脑袋看了一眼，但不认识。他正要捅咕李主簿问神下了什么指示时，
只听一阵哗啦啦的声音，第一粒，第二粒，生米独有的香气飘散，半人高的米粒汇聚成瀑布，从天上落下，尽数堆积到了郡守府后院。震耳欲聋的声音盖过了满城百姓的惊呼。很快，郡守府后院中便被堆积的巨大米粒淹没。还捻香站在供桌前的韩风整个呆住。上神是有急事吗？他香都还捏在手上呢。一脸憨直的郡兵见米粒汇集的潮水朝着大门处涌，他大嗓门扬声高喊：快关门！李主簿被他的大嗓门惊醒，呸一下吐出含在嘴里的手指，望着倾倒进郡守府后院的米，他突然双目蓄泪。云武郡原本是西北大郡，如今凋敝至此，又岂能怪郡守一人？他们这些沉默者受益者同样助纣为虐。李主簿伏地忏悔痛哭，想我年少时心怀壮志，要改变这黑暗的世道，然岁月流转，我谋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大义，竟忘了初心与坚定之人，沆瀣一气。李主簿默念了一遍神启，重拾自信，一展雄风。百米，时之根本，育生活之资。重拾自信，秦墨眯着眼睛想找始作俑者，但从他倒米开始，城中就一直传出细细碎碎的声音。等很多人都加入喊这个乱七八糟的口号时，他已经找不到源头了。哪个王八犊子带头乱喊的？他嘴上抱怨一句，但视线瞟过自己手上的药店促销单，又觉得无话可说。他的抱怨被韩风听得真切，他神情一凛，劈手夺过身侧郡兵手中长戈，大跨步走上郡守府前庭筑土树立的福司，长戈一舞，敲响悬挂着的铜钟，铮然钟声打破了现场谜一样的狂热，也打断了众人无厘头的喊声。脑门磕得区青的李主簿被人扯了一下，现场逐渐安静。统统住口！韩风立在铜钟旁，一声怒吼。李主簿还捧着他写的血书，嘴一歪，不服问道：为什么？只是不等韩风回答，天空的神隐颔首。李主簿满腹委屈顿时咽了下去。箱子外的秦墨见喊声停，颇为满意，他这才继续他的行动，投放白米，饮用水，量没算，总之能让这箱中世界稳一阵了。秦墨把补液盐和消炎药等按的儿童用药比例兑温水装在减了一半的纸杯里，然后把纸杯掉进箱子里，放到了郡守府的望楼旁，这样纸杯刚好比望楼矮一些，箱子里的小人就可以像打井水一样，用绳索和铜打药水服用。如何用药，秦墨已全部交代给韩风，他只管哗啦啦往里放。云武郡人只见天上时不时便又掉下来点东西，眨眼间，云武郡郡守府前庭便被几个一次性纸杯占了大半。夜渐深，深巷之中隐约传来一声接一声的呻吟。张家没灯可点，黑暗中张家老二蜷缩侧睡，突然一阵敲门声，张家老二猛然惊醒，也不知三更半夜会有谁登门。从门缝露出些火光，他心中咯噔一下，白天时砸死郡守的石头有他一份。张家老二出了一身冷汗，门外却有人喊：开门，放药了。声音熟悉，是他们的里长。张家老二开门一看，先被火把的光晃了一下眼睛，无需问话，里长一看张家老二挺老高的肚子，就侧不让开。一个中年医士跃众而出，张家老二木头人一样，被灌了好几盏甜的苦的药水，没等他回过味，便见火把的光照的医士的脸半明半暗，脱裤子，撅屁股。熬夜加班人心情大多不好，开始时还有耐心解释，到了后来却都是让郡兵直接按倒用药。张家老二还没反应过来，便被按在了自己院子。等干神啊！一声惊叫没能让里长动容半分。叫什么？观音土拉不出来，胀死怎么办？里长倒是颇为负责，小的张家二郎还有个老娘，多亏了上神所赐的药。闻言，张家老二面色稍缓和，他支吾道：上神还管这个？他这话，里长和医士郡兵早听了无数次，开始还有觉得怪异，后来却一个赛一个麻木。里长道：别废话了，帮着把你娘送郡守府去治病吧。言罢一指身后一辆木板车，车上已躺了一个人，挤一挤正好够。听见说去治病，张家老二瞬间忘了疼，系好裤子便帮着将他娘送上板车。走到半道，他突然腹痛如绞，忍着进了郡守府后已是满脸煞白，最后即一头扎进了茅房。这一夜，郡守府后院兵荒马乱，这些秦墨没什么兴趣看，告知韩风他隔一段时间会再回来。回收纸杯水瓶后，他合上箱子锁在衣柜里，把泡在漂白剂里的床单等全部打包处理掉，吹着吱嘎吱嘎的老旧电风扇，继续收拾他带回来的行李。晚上7点，秦墨坐在梳妆柜旁研究鞋盒里那具迷你龙骨，普普通通的鞋盒子都因这具零碎的骨架增加了些神秘感。他用细包夹着一片细鳞在灯下看，突然一阵窗外传来一声猫叫，还有一个老人的声音：肉肉，什么东西把你吓成这样？夜里正研究神秘生物，突然的猫叫饶是秦墨也被吓得一哆嗦，他急忙收起那副龙骨塞回床下，打开窗探头一看，就见他家楼下站着一个老人，脚边蹲着只飞机耳的大胖橘，橘猫双瞳竖起，正死死盯着秦墨的窗户。
秦墨开窗正与他对视，橘猫一惊，不顾老人的呼喊，一溜烟逃向远处。认出老人是邻家阿婆，秦墨忙来开门。邻居石婆婆现年73，精神矍铄，腿脚利索。见秦墨往秦墨手里塞了一个大碗，碗里一荤一素的菜。你昨天点外卖，今天中午也点外卖，我就知道你肯定还没开火做饭。石婆婆不愧是街道情报站站长，没有她不晓得的事。她道：吃这个别老吃外卖，多不卫生。秦墨无奈笑，老家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谁家有点事根本藏不住。他捧着温热的碗，心里却还是一暖。石婆，进来坐。石婆一摆手，不进了。肉肉今天有点怪相，是被什么吓到了？我得去找找。说罢，小老太太急匆匆就走。秦墨捧着碗，望着橘猫肉肉逃走的方向，若有所思。一夜，秦墨睡得很不踏实，不知道是太热还是发现了新东西，太兴奋，一直做着古古怪怪的梦。梦中嗅到焚烧白茅草的气味，听见了许多细细碎碎的声音的耳畔低语。醒来，秦墨却又很清醒精神，像是梦里吃了什么大补之物。早上修空调的师傅上门，总算把坏掉的空调修好。秦墨出发去本市的一家私人眼科医院。临出门前，他从衣柜里搬出那口箱子，本想看一眼就走，谁知一开盖子，他就听见箱中传来哗啦啦的雨声，鸽灰色雷云笼罩天空，紫电如蛇穿梭。但怪异的是，秦墨的视线并不受雷云遮挡，依旧能清楚看见云下的城池。在云武郡城前有个约莫拇指大小的白鹿，用头上生着的4只鹿角撞击城墙，而城中小人站在墙头与这4角白鹿作战。箭雨泼洒到城下，将白鹿砸得好似小仙人球一般。箭雨越急，4角白鹿发怒，悠悠仰头长鸣。只听得一声响雷，箱子里雨势越大。韩风立在城墙上指挥，不停射出手中箭矢，便是带着护手双指，也已鲜血淋漓。秦墨有些纳闷，这箱子里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倒霉地方？先是大旱，随后是这种怪东西踏着雨水来攻城。见那4角白鹿还在撞击城墙，城墙摇摇欲坠。秦墨忙去拿东西来阻止。这时距离中午12点还有5分钟，大雨冲刷着云武郡城的城墙，伴随暴雨来了位恶客。暴雨哒哒打在守城士兵的甲胄上，豆大的雨水冲刷的人眼睛都睁不开。再让那畜生撞几次，城墙会塌。韩风身边的士兵脸上都是水，不知是旱还是雨。韩风立在城上，按着女墙的边缘向下看，轰隆，闪电将黑沉沉的天都照亮了一瞬。就这一瞬间，韩风与城墙下对峙的那巨兽对上视线。巨兽身长3丈有余，周身皮毛雪白，形如驼鹿，头生4只鹿角，正是异兽伏诛。伏诛昂首看着城上的韩风，喉中发出低沉的咆哮。有伏诛的地方就会大雨，若伏诛暴怒或是情绪激动，则会引来风暴，因此伏诛也被视为水患风暴的象征。照常里大旱时，伏诛是绝不会出现在这的。可伏诛察觉异象，他踏水奔驰几日，来到了云武郡城下。伏诛向后退了10几丈，4蹄加速朝着云武郡城的城墙撞来。伏诛头顶4只巨大的鹿角是他的武器，最是坚硬不过，砰的撞上城墙，城墙上裂痕越发扩大，雨水进入缝隙中。韩风深吸一口气，右手因频繁拉弓射箭，鲜血淋漓，混合着雨水顺着掌缘淌下。他望向城墙西侧的箭楼，墙弩还没修好吗？韩风身侧的是云武郡都尉徐谭。听见韩风的问话，徐谭愤然摇头。城防墙弩弓弦以异兽染夷背部大金制成，需专人每日涂油维护。1年前，郡守以油脂昂贵为由，将弓弦维护由1日1次改为1月1次。16架城防墙弩弓弦全部疲软，虽命匠人紧急维护，但那珍贵的弓弦究竟能不能修复，谁也说不清。现在伏诛已经堵在了城门前。徐谭浑身发冷。多数异兽藏匿深山荒原，但也有不少凶恶灾兽会攻击人类城池，掠食滋扰。城防墙弩就是对付这些灾兽的最强武器。言语间，伏诛4只坚硬无比的鹿角再一次重重顶在城墙上。只听一声闷沉的响，城墙上的裂缝越发扩大。徐谭急得双目赤红，忍不住怒骂郡守。郡守那杂种！韩风冷肃着一张脸，对那位郡守他同样深恶痛绝，但现在骂一个死人毫无用处。若是这异兽进城，必要生乱。韩风在拉弓，瞄准伏诛的眼睛。张弓射箭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他每一块肌肉都酸痛的好像会脱骨垮下，但他的动作没有半点晃动。一滴雨水顺着他的睫毛坠下。就是现在，韩风手指一松，白羽箭急射而出，在伏诛短暂疏忽的空档正中他的眼球。以伏诛的体型而言，这支羽箭细如牙签，可扎进眼睛这种要害也是能造成巨大伤害的。鲜血喷射而出，伏诛的一只眼睛染得通红。他抬头望向站在城上的韩风，如交配季的雄鹿，喉中发出暴怒吼声，巨大的脑袋一摆，再朝那城墙猛地一撞。只听一声闷响，那段城墙终于缓缓倒下，露出个缺口。
到了此时，夫珠倒是不急了，他缓缓踱步，像狗一样甩了甩身体，小刺一样扎在他身上的剑和雨水全都甩掉。夫珠眨了眨眼睛，眼睛上扎的那根小剑也掉了下来。他走到城墙的缺口处，仰头看寒风，脸上人性化的露出恶劣戏谑。你瞧，你们拦不下我。对夫珠的体型而言，城墙的缺口不算宽，他跨步应声将自己挤了进去，蹭的两侧墙砖哗啦啦又垮掉一大截。进了城中，夫珠一摆鹿角，两侧的建筑顿时垮塌了大半，屋顶的瓦四处飞散。一个浑身湿透的士兵躲闪不及，被飞射的碎瓦击中大腿，他惨叫一声，朝前扑倒在地，大腿弯折成一个弧度，鲜血崩裂。夫珠似玉一般洁白的蹄子踩着城中轻时的走过去，他低下头去，带着腥臊的气息喝在倒地的士兵身上，随后恶劣以极慢的速度张嘴去咬，想要看看人恐惧的模样。瘫在雨中的士兵已失去了反应能力，石头一样躺着等待死亡降临。就在此时，一道银芒刺破雨幕，夫珠灵巧一闪，一柄长枪多地扎在青石地面，木柄枪杆受不住力炸开。夫珠仰头，恰见寒风收回手，这异兽智商与人类相当，小的记恨伤了他的人，足下一顿，转个方向，要将寒风挑死在鹿角上。小心！城墙上的士兵纷纷惊呼。寒风低声对徐谭道：伏诛洗脚戏最是好斗，我引开他。言罢他拔足在城墙上狂奔，远离了身边的士兵。他想试着将这异兽引走，见他还敢跑，伏诛一声怒鸣，当真朝他追逐而来。雨越来越大，周身的甲胄严重拖累寒风的速度。他正欲从断墙处跃下时，突然脚步顿住，悬挂在他颈上的珠子发烫。寒风猛然抬头望向乌云笼罩的天空，天上乌云仿佛被什么搅动，出现一个巨大的气旋。在夫珠的鹿角将要挑中他的背心时，云层中猛然探下两根巨大木柱，就像筷子。夫珠也被这奇景一惊，四蹄打滑，竟摔倒在地。下一瞬，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肆虐于城头的夫珠被天上探下的两根木柱夹住。夫珠惊恐发出的悠悠鹿鸣响彻云武郡城，他四蹄挣扎，被天上神影像夹菜一般夹住，带入了乌云中。夫珠的叫声消失瞬间，暴雨骤然变小，化为牛毛细雨，伴随一阵清风拂过众人面颊，天上乌云顿时散去。寒风从先前的紧张中回神，这才发现自己的手因拉弓而鲜血淋漓。所有守城士兵一道跪下朝天叩首，谢上神相救。与此同时，在极西之地无尽的黑暗中，一双血色巨瞳赫然睁开，带鳞的鼻孔呼出两柱白雾，一个低沉的男声带着些疑惑响起：预知灾祸伏诛消失了。这撞开城墙不可一世的四脚白鹿僵直着身子，被一双超长的火锅筷夹在筷子间，丢进了什么东西里。这是哪里？眼前这巨大的女人是谁？伏诛瘫软下去，秦墨举起黄桃罐头的空瓶子，先谨慎将瓶盖拧紧，这才看被他用筷子夹到瓶里的小东西，应该撞不破吧。秦墨不太确定这小玩意战力如何，想寻胶带多绑2圈加固，但他注意到这在箱子世界耀武扬威的小白鹿装进瓶子后就一动不动。秦墨不由拿到近前看，夹的时候力道没控制好，给夹死了。他摇了摇罐头瓶，随着他晃荡瓶子的力道，瓶子里的夫珠在玻璃瓶壁上撞了一下，随后惨烈的咩咩声闷闷地回响在瓶子里。秦墨不知这鹿怎么吓出了羊叫，他更不知他那双吃了当户后黑白分明水汪汪的眼睛给夫珠带来了多大压迫感。夫珠一改之前嚣张模样，晃悠着4条腿在玻璃瓶里乱跑，玻璃瓶底部光滑，他四蹄打滑乱撞，一头磕在了玻璃瓶上。秦墨被他突然的活泼吓一跳，下意识摘了右脚上的拖鞋指着他：你别乱撞啊，要是这玩意撞出玻璃瓶，就先一拖鞋拍死，免得惹麻烦。对夫珠来说，秦墨的拖鞋无异于一座大山，有人举着座大山威胁你，你能怎么办？当然是吓到半死啊。夫珠又咩咩叫，瞬间天空一声轰雷，黑沉沉的乌云突兀堆叠在天空。坐在柜台后织着毛衣的红衣一哆嗦，他搁在柜台上的手机恰好正在播放一个采访。气象局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言语间满是自信。本市持续高温，经过研究讨论，决定进行人工增雨降温。此次降雨将发射降雨弹160枚，降雨火箭弹39枚。红衣的手机上，气象局的局长介绍着他们的人工降雨计划，播放着同步外场情况。红衣坐在柜台后，看不见外边突然暗下的天，他一边听手机新闻，一边重新拿起毛衣针。稀奇道：这人工降雨还稀奇嘞，才看见打上去就下雨了。他没将刚才的雷声当回事，尾指朝绕着红毛线，刚织了一针，外头突然传来阵阵喧闹：下雨了，快跑啊！红衣站起身朝外头看，登时被淋了一脸细雨。红衣丢了毛衣针，赶紧起身去关门搬东西。他吆喝一声，喊他男人来帮忙。两口子一出商店门就是一惊，
漫天雷云黑沉沉压在头顶，好像马上就会整块压下来。犹豫的功夫，狂风大作，雨势更大，巨大气旋在天空成型，人站在风口，被雨水打得喘不过气。便是红衣沉默寡言的丈夫，也边搬运东西边吐槽了一句：“娘的嘞，是神仙渡劫啊！”相比起修仙派的阿叔，红衣是科学派，他呸呸吐掉扒在他嘴上的一片树叶子。修个屁仙，这肯定是气象局那什么蛋打多了。手机里气象局局长哪晓得发生了什么，被一捧雨淋得发懵。这人工增雨的增雨弹是这种效果吗？且不说他如何怀疑自己的专业性，整座城市因为突然的暴雨乱成了一锅粥。等把外头的货搬进来，红衣丈夫一拉卷帘门，很有经验搬来了挡水的木板。古城基建插下水岔，一下雨就会被水淹，大家都熟门熟路。红衣昨天才烫染的发型早扁塌塌，染发剂掉色脸上一道道红。他突然一拍大腿，火急火燎朝家2楼跑。恰好一阵疾风骤雨，夹在晾衣架上的紫色蕾丝边裤头脱离了夹子，与红衣的手指擦身而过，像一面小旗子在风中翻飞。儿喽，我的摇裤！红衣扶着窗户冲飞走的裤头喊出了家乡口音：“我的衣服啊！”秦墨攥着玻璃瓶，眼睁睁看着他晾晒的衣服从窗户飞走，手里玻璃罐晃动越严重，雨势越大。他还没意识到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从高处望去，雷云以秦墨的家为中心旋转，这里也是雨势最大的地方，像是核爆炸开了一朵蘑菇云，已经不能称之为雨的水柱朝着秦墨家浇灌，巨量雨水汇聚一处，朝着秦墨家楼顶冲刷。听见楼顶的声音，秦墨慌了一瞬，随即镇定下来。遇到事情先别慌。他把手里的黄桃罐头瓶连带着里头的孵珠一股脑丢进了装着龙骨的鞋盒里，自己火急火燎去关窗户。下到1楼时，水已经从门缝里灌了进了，若不是重建房子时抬高地基重修下水，1楼早就水漫金山，满屋飘拖鞋。秦墨跑到杂物间搬出防洪的膨胀沙袋，堵住全部门缝。这老城下雨就淹的尿性，秦墨再清楚不过。担心外婆独居时出事，家里该准备的东西都有。防洪沙袋遇水膨胀，恰好堵住了门的缝隙。秦墨来不及心疼家具，想起隔壁石婆家。石婆儿女都在大城市安家，逢年过节才回来。石婆一个人带着猫独居，秦墨心一颤，急忙打电话给石婆，但电话一直没人接。秦墨怕他出点什么事，顶着风压出门去。只一眨眼，秦墨淋成落汤鸡一般，脸被大雨砸得生疼。石婆！随着他的呼喊，天空忽而一声轰雷。秦墨这辈子没听过这样响的雷声，他的耳朵嗡嗡作响，有一瞬间都听不见声音。接到积水已经深及大腿，秦墨甩了甩头，淌着水朝石婆家走。秦墨家中2楼，床下鞋盒中，孵珠背部紧紧贴着玻璃罐头壁，汗水浸湿了浑身的皮毛。异兽孵珠身为灾兽，情绪激动时便会引来暴雨，可现在他盯着不远处的龙骨，已经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异兽之间都会生出感应，孵珠的本能不停向他示警。他正直面真正的恐惧，那具遍布雷击痕迹的龙骨残骸，只静静躺在那里，便叫孵珠脑中一片空白。最终他两眼一翻，四脚朝天昏厥过去。在孵珠失去意识的那一瞬，天上的暴雨骤停，艰难趟水走到石婆家门口的秦墨一顿，仰头看去，乌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散去，露出湛青色的天空。一束光从天上泻下，恰恰好照在秦墨的头顶。他落汤鸡般站在积水中，一时无语。再回望街道，已是一片狼藉。喂，秦墨啊，电话里传来石婆的声音。我在外头打麻将呢，刚刚没注意电话。哎，碰！街尾的麻将室也被水淹，但对打麻将的人来说，天塌了也要打完这一局。打麻将的一桌人脚泡在水里，都没停手的打算。石婆在电话里淡定答道：淹了就淹了，多大点事，你不用担心我。秦墨听见电话那边麻将的声音，闻言无奈叹口气。外头街道淹成那样，医院是去不成了。秦墨回家冲了个澡，换身衣服。箱子里的云武郡城，郡守死后，韩风在众人的默契中，自然成为了临时的决策与调度者。秦墨本还担心他搞砸，但旁观了一阵后，他发现韩风干得并不差。前头那个云武郡郡守本来就是花钱捐来的职位，自大又贪婪，正事一点不干，全靠幕僚运作。这郡守换条狗都能干好，更不必说本就脑子不差的韩风。再者，郡守府的幕僚在李主簿的带领下都投靠过来，现在的韩风与正牌郡守只差一个朝廷的任命罢了。云武城中的小人清理断掉的城墙，救人自救。窗外淅沥沥的雨又变大了，医院去不成，箱子里的小人也会看腻。秦墨索性继续昨天的大扫除工作，期间他看过2次鞋盒子里的4脚白鹭，见着小玩意挺尸似的躺着，他放下心，就是孵珠这没出息的样，导致秦墨一点也没把外头的雨和他联系在一起。到了下午，全屋大扫除的秦墨累得腰酸背痛，他洗了个澡，他拉着拖鞋来到箱子边，打开一看，发现箱中土黄小郡城的有些热闹。火柴盒大小的门上悬挂着郡守府招牌，
大门洞开，不少小人聚集。前庭居中摆设了一张供桌，一个无字神位，神位前置草席，草席上摆着好些迷你食玩式的猪羊祭品。秦墨的鼻尖拂过一股淡淡的烟气，回忆了下，它很肯定是白茅草焚烧的气味。白茅草在古代巫术祭礼中有2种用途，一是编成草席放置祭品，二是扎成树过滤祭祀的酒渣。这种过滤酒渣的动作叫缩酒，种种举动都与祭祀神明有关。秦墨住的老城里有很多古建筑，其中最出名的当属一座矗立1000年的木塔，全市的牛鬼蛇神都集中在那附近，替人捕食疑惑打小人。秦墨小时候还被外婆带着去叫过魂，因此他认得白茅草，大致猜到箱子里的小人在行什么异鬼。见状不由失笑，真的将我当神。他声音渐渐弱下去，发现情况不对劲，焚烧白茅草的味道越发浓烈，箱子雕花像是活化一般，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色。本就极致繁复精美的雕花，在金光浮出后更显美丽。秦墨耳边听到一些细细碎碎的声音，好像有无数人在倾诉祈求和感激。在他觉得烦躁时，那些声音又全部消失，只能听见那个叫韩风的小人用极为虔诚的声音感谢上神又一次拯救了云母郡城。在他的带领下，聚集在湘中郡首府的人挨个跪下，香烛的烟气和焚烧白茅草的烟气丝丝缕缕溢出箱子，拢成一团白雾。须臾后，白雾散开，在箱子前赫然出现一张拇指节大小的白茅草席，席子上是装在漆盘里的3升酒水祭品，超级迷你版，看着真实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食玩祭品。秦墨险些飙出句脏话，幸而有点上神包袱，及时闭嘴。箱子里正庄重举行祭典呢，神骂的脏话响彻天地，这多不雅，多伤人心啊！他虽将话咽下，但动静却引起了箱中韩风的注意。上神！秦墨没有回答他，注意力全被眼前的祭品吸引，静静躺在箱子前的草席上，有烤制的金黄的猪羊牛，席子边角压着黄铜小香炉，黑瓮装的醪浆和一些小白饼，都小得可爱，尤其小白饼比芝麻粒还小一点，应该是米粉所制，被秦墨喝出的气吹倒，散落在白茅草席上，独留一个玲珑可爱的高足陶碟。秦墨觉得他需要点时间来消化这件事，他合上箱子，屏气把那张小草席移到了书桌上，不知道能不能吃。仔细看了看细节后，秦墨拖着下巴做了一个比较缺德的决定。他决定用刚刚抓到的小生物试毒，细雨如丝在才擦净的玻璃上汇聚成滴，模糊了窗外的世界。龙骨和细鳞静静躺在鞋盒里，秦墨坐在书桌前，单手拿着罐头瓶打量，罐子里的4角白鹭4脚朝天将躺在罐底，还是那不知死活的样子。但他故意吐着小舌头，但舌尖不停地分泌着透明的哈喇子，在罐底积了一滩，还有腹部急促的起伏，暴露了一件事：这家伙在装死，智商很高啊。秦墨屈指弹了一下玻璃罐，心中有了计较。他猛将脸凑近，发出魔鬼似的威胁：别装了，起立，否则宰了你炖汤。话音落，窗外轰隆一声巨响，雨势忽然变大。不等秦墨惊讶，心情起伏带动天象变化的伏猪一激灵爬起来，他脚边积了馋出来的口水，4只蹄子滑冰出溜树下才站稳，颤颤巍巍飞机耳，低着脑袋小心翼翼抬眼看秦墨。秦墨看了一眼外头的暴雨，对4角白鹭微微挑眉，外面的雨似乎和这家伙有点关系，他不太敢确定，掏出手机对准罐中的奇异生物拍了几张近照。随他动作，外头刮风带响雷，十分热闹。秦墨缓缓勾起唇，攻击人类城池，造成大雨，你该当何罪？他这试探性的问话，却让伏猪陆心都快从嘴巴里吐出来。前蹄一软，就这般在罐子里跪下，悠悠几声，4辩解又4求饶。秦墨听不懂陆语，但从这鹿的神态，他清楚知道了一件事：这鹿能听懂人话，并且很害怕他，哪还有在箱子攻击人类城池时的嚣张气焰？且他留意到一件事，对拇指大的4角白鹭来说，偌大的黄陶玻璃罐，他只站在边缘，试图远离什么。循着方向看去，秦墨看见了那只鞋盒，答案昭然若揭，这小鹿在害怕鞋盒里的龙骨。秦墨缓缓直起身子，唇角勾起一个浅浅的笑，他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起细胞夹，将鞋盒中的龙骨头颅单独夹起，玩笑似的举到罐中小鹿的面前。我有个小玩意，你要不要看看？雷击黑横贯穿龙骨，龙角叮一下撞在了黄陶罐头瓶上。伏猪鹿眼一翻，又要昏厥过去。之前他听见秦墨的话，把龙骨当成小玩具把玩的女人，低语道：还敢引来雷霆风暴？伏猪尾巴一翘，吓得撇出了好几粒芝麻大小的疙瘩屎。他鹿眼一眨巴，瞬间委屈的哭。伏猪生在水灾中，所在之处必然下雨，心情激动便会引来风暴，这是生来就有的天赋和诅咒，他控制不了。伏猪委屈的要死，抽抽噎噎跪在地上，自己哄自己不许再哭。窗外暴雨顿时小了一些，秦墨脸上笑容越发扩大，他满意点了点头，是个听管教的。
福珠闻言，小心中带着点窃喜，看来被强大的存在夸了爱，有点开心。窗外雨势又变大，福珠急急收敛心神。秦墨将龙头骨放回鞋盒，视线不停打量着福珠。这小鹿皮毛散发微光，四只鹿角似白玉，好看，他想要养。他笑得越发和善，念在你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大错，这次。在福珠忐忑的目光中，秦墨道：这次就先饶了你。没等小鹿高兴的悠悠叫，秦墨竖起手机，把刚刚拍摄的福珠照片展示给他看。不过你的魂灵已经被我定下印记，你还不臣服？秦墨这话纯粹是哄小傻子玩。不料福珠听见臣服二字，突然支棱，仰头看着秦墨，两只眼睛瞪老大。怎么不愿意？秦墨脸沉了下来。如果这能引发风暴的白鹿桀骜，他不可能就这样放他回到乡中世界，也不可能关在身边让老家天天被水淹。唯一的办法就是人道毁灭。秦墨并不是什么心软的人，眨眼间已经在思考人道毁灭的方法。不料福珠突然发出一串悠悠的声音，随即垂头，头顶四只玉石的脚在罐底一碰，三跪九叩，能把龙骨当把剑，还有人类香火祭祀的大佬要他臣服。这种好事福珠挨天雷也没想到过。他学着人类拜罢。秦墨讶然发现小鹿身上雪白的皮毛浮现出一团一团的淡金色纹路，和乡中祭祀时箱子上出现的纹路一模一样。这些似卷草的经文如花绽放，最终汇聚于福珠的鹿角中央，形成一抹金痕。而后一道四叉鹿角的白色虚影从额心浮出，直直穿过玻璃罐头，悬停在秦墨面前。乖顺如小狗，只待人来接。秦墨犹豫了一下，终究缓缓抬手，那印记飘来乖顺，投入他的掌心，化为一行字符。这是一种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拖着这行古老的文字，一种极微妙的掌控感充盈全身。他看懂了这些字：鳌岸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白鹿而四角，名曰福珠，见则其意大水。屋中一片寂静，只听细雨敲窗。秦墨睫毛微颤，长出一口气，那行小字隐没再无痕迹。福珠听见自己的名字，浑身发软的福珠将头深深埋下。秦墨拧开罐头上的马口铁盖子，将福珠从罐子里抖出来。福珠浑身是水，也不知是天生皮毛湿润，还是被吓出的汗。他哆哆嗦嗦站在书桌上，一脸无措。秦墨一指放在旁边的迷你祭品，要是没毒就给你吃吧。听见秦墨叫他吃香火祭品，福珠犹犹豫豫走过去，在香中世界献祭的三生祭品上纹纹绣绣。他先是摇了摇头表示无毒，然后胆怯看着秦墨，这上面附着着香火和信仰，是人类献祭给上神的，真的给他吃？秦墨又点头。福珠似提的绕着席子转了一圈，探头先叼起了装着醪浆的坛子，上下牙一合将坛子咬开，仰脖将碎陶片和里头的醪浆一同咽下后，发出酒鬼似的舒畅长叹，看着是食草动物的样，但福珠对肉也是来者不拒，又去咬烤制的金黄的烧猪，咀嚼出脆生生的声音。他吃的摇尾巴，秦墨托腮在旁边看。就在气氛最为和谐时，楼下的门突然被敲响。秦墨中气十足的喊声差点让啃猪拱嘴的福珠梗死，也让看吃播的秦墨一下惊醒。一个中年人穿着黑雨衣站在前院，即便上了年纪还这样狼狈。这中年人依旧是十分帅气的，面部轮廓一看就知道跟秦墨是亲戚。秦墨从2楼窗户探头，舅舅你怎么来了？秦墨的大舅秦志国站在雨中，看他活蹦乱跳，长出口气，你没事吧？秦志国是刑警大队的，恰好手里有起极恶劣的分尸案。前天在湿地公园晨跑的人发现公园里的白鹿在泥滩上刨，这人忙拿手机想拍视频，结果白鹿没拍到，拍到湿泥里半拉死白的人头。警察出现场，在湿地公园的水域打捞出了不少剁成块的尸体，都是煮熟了再抛尸的。警方努力几日，但烂泥地里的尸块像是怎么都捞不完，受害者或许并不止一个。这件案子太可怕猎奇，引起不少骚动，上头下了死命令，刑警大队忙得焦头烂额。今天刚开完会，秦志国一拍脑门，想起他大外甥女回老家了。照理说秦墨那么大的人，他打个电话问问就行，但秦志国知道秦墨的眼睛情况很严重，随时都有失明的可能，只是打电话问，他肯定是风轻云淡的说没问题糊弄过去。怕他出事，秦志国找了辆自行车蹬着上门来了。你好好待着。秦墨把罐头瓶子倒扣在福珠身上，指着他叮嘱了一句，就下楼去开门。舅舅你不是有钥匙吗？快进来。秦志国2天没睡觉，头发被烟味和头油浸的打绺又淋了雨，看着狼狈的很。秦墨忙让他进来，你吃饭没有？我给你弄点什么吃的，家里有几袋大米，再汤水去买点小咸菜火腿肠什么的，凑顿简单的饭应该没问题。秦墨那厢盘算着，秦志国却站在门口没进去，反而蹙起2条浓眉。你戴隐形眼镜了，不知道自己眼睛有伤。他知道秦墨的眼睛受伤，见他鼻梁上空空，还以为他戴的隐形眼镜。
秦墨眼睛的情况哪经得起折腾，真想瞎了不成？他没将这扎心的话说出，只是对秦墨道：“赶紧摘了。”秦墨不好跟他解释什么乡中世界，什么治疗眼疾的益寿当户，一将后笑道：“我就是想着做家务方便，等会就摘。”秦志国探头往屋里一看，见已经打扫得很干净，顿时更气：“你好好休息养伤，叫家政公司就行了，我给你报销。”秦墨扯了个借口，之前预约了家政，可雨太大，人家来不了。他这借口找得挺合理。秦志国暂且带过此事，蛇身回自行车旁，提了2大袋子东西来。气象局整什么鬼的增雨，搞得全城被水淹。我给你买了点吃的。秦墨打开一看，有菜有肉，有砍好的排骨，还有好些零嘴。他先是道谢，随后眼神犹疑了一下，犹豫要不要问问舅舅那只箱子的情况。秦志国那么多年老刑警，瞬间察觉到他的细微表情。有事？秦志国眉毛一挑。秦墨最终还是没问，扬起无辜的笑回道：“没有，这不是看见您还当我小孩，给我送零食，心里觉得高兴吗？”说着，他扬了扬手里的奶茶味棒棒糖。话说到这，秦志国倒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把自己外甥女当犯人审。深深看了一眼秦墨后，他道：“我还有事要忙，你别抱个破手机，天天玩。”秦墨知道他的工作性质，没说什么留饭之类的假客气话，站在门前送他。将要跨出前院门时，秦志国突然回头：“对了，明天早上10点，你记得去古城文化馆报到。我知道你不缺这点工资，但这工作室少离家近，说不定你……”秦志国欲言又止，顿了顿后道：“总之，你去了就知道。秦墨，我可是设下老脸才争取到这次机会，好好听舅舅的话。”说罢，他看也不看秦墨，骑着自行车离去。看着他的背影，秦墨若有所思。秦志国所说的工作是文化保护研究所文员，每月工资比要饭多一点，就是个混吃等死的闲职。唯一优点是离家近，步行8分钟就能走到古镇文化馆。但就这一点，似乎并不需要秦志国设下老脸去争取。争取？秦墨回味了2遍这个词，生出点兴趣来，把秦志国提来的菜肉归类放进冰箱。秦墨抱着大半袋零食回到2楼卧室，书桌倒扣的罐头瓶子里，夫猪已经吃光了祭品，别说3升老酒，就是白毛边的小席子都给嚼了，只留下几个迷你棋盘。吃完，他四仰八叉躺在倒扣的罐头瓶下哼哼。见他乖顺，秦墨夸了他一句，不料夫猪一咕噜爬起来，没发出一连串的咩咩声。在彻底臣服后，夫猪对秦墨的畏惧并未淡去，反而在龙骨旁享用祭品时，将畏惧升华为崇拜，又转化为自得。万事怕脑补，对夫猪而言，旁边鞋盒里的龙骨就是秦墨强大的证明。他看着天花板上亮起的灯，都能脑补出点什么。现在看见秦墨乖顺的不可思议，屁股后的短尾巴摇成了风车，笨拙学人发出一长串谄媚的歌功颂德，但他的心意注定被辜负。秦墨没听懂他那些彩虹屁，只觉得这玩意真吵。停！秦墨竖起手指示意他停下。夫猪急急闭嘴，感觉夫猪似乎确实没有恶意。秦墨小心将罐头瓶移开了一点，伸进一根食指轻轻触碰它，视觉上油光水滑的雪白皮毛并不像秦墨想象的那般滑溜，而是带着一种微微湿润的感觉，好像皮毛上沾了水，潮乎乎的。福珠垂头，将他最宝贝的鹿角主动递到秦墨的手指下，四叉鹿角如白玉，只是摸着就沾了一层润润的水汽。秦墨暂时没想好该怎么处理这只小东西，他决定先找韩风，得到更多关于那个世界的情报，再决定下一步的动作。打开箱子，箱中世界已是晚上，满城寂静，只有高的不合常理的城墙处仍有火光。这箱子里的世界、文化风俗等等都极度类似秦墨所认知的汉朝，但也有差别。比如箱中世界的城墙修筑得更高更坚固，秦墨初见这土城时，视线就被突兀的高墙吸引。箱子的云武郡城整座城土黄破败得很，城墙却是突兀的高，这并不太符合生产力规律。秦墨原本心中不解，直到他看见了印以头顶4角将城墙撞塌的白鹿夫猪，趴在整个云武吸血的郡守被乱石砸死了。夜幕降临后，城墙不必像以往一样吝啬灯油，城上点起1线火盆，城墙塌陷处更是插着无数火把，保证光能照亮每一处黑暗，免得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趁着黑暗溜进城去。快点！曾和韩风一起与夫猪对峙的俊都未虚谈，嘴巴上都是黑红的裂口。接连几日，他每日都只睡了3个时辰，早就累得身子发软，但他精神亢奋得很，没有半点睡意。城中最健康的青壮都被调集来修城墙，百姓尚沉浸在天降白米、被神眷顾的喜悦中。只有韩风等人晓得，云武郡中情况远没有表面那么乐观。他们的城墙垮塌了，防备异兽侵袭的冉夷强弩弓弦报废了。现在整座云武郡城就像是个孩童，没有任何自保能力。这个时候若有异兽来犯，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必须尽快修复断掉的城墙，重建城防。徐谭只觉得像有一柄寒光凛凛的尖刀抵在他后心，让他半点也不敢停。
他回首看只修复了1/4的城墙，忍不住舔唇催促：“大家再加把劲！”话音未落，长街尽头传来车轮滚动的声音，一辆辆载满木桶的推车行来，桶中是熬得稠稠的，有厚厚米油的精米粥。推车的是妇人和些半大孩子，脸色都很差。但这要紧的关口，城里还能动的都起来干活。这些推车的妇孺力弱，得5、6个合力才能推动满载粥食的车子。推车没到，粥米香先顺风飘来。徐谭狠狠咽了口唾沫，领了几个人去接。板车上插着火把，借火光朝板车推来的木桶里一看，徐谭腹内咕咕直叫。云武城中缺粮不是1天2天，就是徐谭这郡都尉也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领头的中年妇人精神头不错，捂着手里的勺子一声吆喝：“还等什么？快来领粥，吃好家把地干活！”众人就等着这一声了，立时一拥而上。半个人脑袋大的陶碗挨个发了一个，大勺顺着木桶底一捞，稠稠的一碗粥米便热乎捧到了手里。徐谭最先接到一大碗后，忙让开身边的位置给下一个人。他没穿鞋，一脚高一脚底走到墙根，凑嘴到碗沿吸溜了一大口。下一瞬，一声声满足的喟叹响起，带嘴里那股热气下去，稍一回味。众人咂摸着嘴：“娘的嘞，咱们也是过上好日子，吃上咸粥了。”不知是谁大嗓门感叹了一声：“能在这饥荒中活下来，还能起身干活的，都有2把刷子。”放粥的妇人个个利索，闻言骂道：“快些住嘴，赶紧吃了一碗，再来打一碗，填饱肚子，加紧干活。”挨了一句骂的众人没一个回嘴的，劫后余生吃上带咸味的米粥，已让他们感觉幸福的要死。这回谁也吵不起来架。徐谭也是大肚汉，一吸溜又下去半碗粥米，一抹嘴长长呼出一口气。他正要再打一碗，突然耳朵一动，他猛搁下碗，跑上城墙。他突然的行动让所有人警觉。徐都尉怎么了？一个郡兵问。徐谭立在城上比划了个噤声的手势，右边断眉一挑，望向黑暗。云武郡城外是一大片荒林，在饥荒时，外围的野林子树皮都扒得干干净净，这些没了树皮的树在大旱时干得蔫巴巴，树干上大片裂口，林中簌簌作响，有什么东西擦着树干过。他伏在黑暗中朝着城墙这边望，一双幽绿色的眼睛随着眼睛开合小灯笼似的忽明忽暗。徐谭饱食米粥，酸软的手脚生出力气，他估量了一下黑暗中趴着那东西的体型，朝地啐了口唾沫，压低声喊道：“取我弓来！大的来欺负就算了，这小的也敢来！”一丈弓递到徐谭手中，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张弓搭箭，箭矢尾端白羽如一道白链，划破黑暗。但听得一声野兽的呜咽，一只黄狼大小的玩意吃痛从林中滚出。徐谭冷笑一声，对手下道：“拖来看看是什么，咱们说不得有口福呢。”听说有肉，3个郡兵结伴嘻嘻哈哈去捡。只是下一瞬，同时响起他们惊慌失措的喊声：“徐都尉！”他们将那被插羽箭的小兽拖到城下火光中。徐谭瞳孔一缩，勃然色变，只见方才被他射死的东西一身鬃毛，像鸡又像兔。这玩意徐谭和云武郡中人可太熟悉了。这场几乎将所有人杀死的大旱降临前，村民在野外捕捉到这种小型异兽，村民不知是什么，只当是稀罕玩意拿到集市想售卖。不料一到市集傻了眼，这种玩意竟便皆都是。请来有见识的村老看，那村老当时就吓得绝过去，等人掐人中又泼水就醒来。村老第一句话就是：“快蓄水储粮，这是灾寿。”说这种东西平常不见踪影，然一旦要发生大旱，就一夜之间遍布野外，在旱灾发生后又消失不见。村老很有先见之明，可晚了些，天上再也没下过一滴雨，火把被风吹得呼啦作响。徐谭看着这似鼠又似兔的玩意，浑身肌肉紧绷，牙齿咬得吱嘎作响。难道大旱还要继续下去？难道就没有一条活路了吗？他突然打了个颤，仰头看天，喃喃道：“上神在，我等定有生机。”徐谭捡了支火把，丢在这一兽鼠上，鼠此物极怪异，身上毛发似干稻草，一点就燃，眨眼间化为一团火球。徐谭定神，见左右人面色惶惶，他一声暴喝：“怕什么？上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洒落人间的米，一粒够一户人家节省着吃半年，有什么怕的？”闻言，只听所有人齐齐松了口气。徐谭一摆头道：“该干什么干什么，先打砖修筑城墙。”待人各忙各的，他走到无人处，叫来一个士兵。士兵本还傻乐，却看见了徐谭铁青的脸。徐谭以极低的声音对着士兵叮嘱道：“速去，将此事告知韩队帅，告诉他大旱灾还没完。郡守府中一片热火朝天，为郡守打造家私楼台的匠人们都被征召来修筑储米的粮仓，石磨吱嘎吱嘎转，为金饲料的驴将养几日贴了些标，黑布蒙眼拉动磨石，石匠用凿子凿开半人高的巨大米粒，送进磨石中磨细。最后这些米粉被送去郡守府中的厨房熬粥。专供给重病虚弱之人，
全城的医士聚集一起，为灾荒中病重的人集中治疗。在这繁忙中，韩风独身一人进柜，坐在一角望楼。他当然不是在放风看风景，而是在与秦墨这位上神进行沟通。大夏吗？秦墨喃喃道。禀上神，是的。韩风卸甲解剑，跪在坚硬砖石上，回答的态度谦卑恭顺，只是内心思绪杂乱。方才上神问了他很多常识性的问题，上神好似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他是才苏醒还是新生？韩风不敢深思揣测，垂手等着秦墨的下一个问题。箱子外，夫珠在秦墨的掌心里打滚，狗似的露出肚皮，谄媚又讨好，将秦墨的掌心滚得湿漉漉。外头的鱼果然因为你。询问过韩风这乡中土著后，秦墨这才知道伏珠沉浮时出现的那行字中见则其意大水的真正含义。这样小米米一只，竟然能因情绪的变化引发那么大的风暴。秦墨没把后半句话说出来。这四脚白鹭现在看着温顺，是因为巨大的体型差和信息差，所以他畏惧秦墨。但信息差优势消失，会不会惹出大麻烦呢？搞个生态箱把这小东西养起来玩的美梦是破灭了。伏珠所在之地会一直下雨，这是他的半生能力，他自己也控制不了。要是一直养在箱子外，秦墨所居住的城市将会终年浸泡在雨中。秦墨举起手掌，拖着掌心的伏珠看，想到些什么，他突然眉眼舒展，高兴一笑，眼底却是一片幽暗。伏珠被他笑得恍然四顾，蹄子发软。秦墨点开手机，笑道：让我来考考你，东南方向将有大风暴要来。秦墨大脸凑近，给拇指大小的伏珠指了一下地图，把风暴转移到这个岛国去。秦墨一颗红心闪闪，伏珠却茫然一歪头，不是，他只是一头那么小的小鹿啊，干涉东南将要到来的那团巨型风暴，这是他能干的事。伏珠呆愣愣一双芝麻眼看着秦墨，嘴角大滴大滴淌下些哈喇子来。秦墨生的明媚艳丽，上挑杏眼一赖，不高兴道：真是个废物，要你有什么用？打算让伏珠回到乡中，恐他撒丫子跑掉一去不回头。秦墨开启了 Pro Air 贬低模式，他一脸恶女相，叫伏珠嘴巴翕动，羞愧垂下头去。第一次被这样责骂，委屈又害怕的淌下两管泪水。外头一声雷动，雨下得更大。秦墨故意啧了一声，再不说话。伏珠反倒越发忐忑，一会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无能，一会害怕没用的自己被一掌按死。如此反复几次，他一咬牙闭上眼睛，听从秦墨的话，真的去拉扯东南方向的那团风暴。同一时间，东南沿海气象局发布最高等级红色风暴预警，所有人都严阵以待。但监测的气象部门眼睁睁看着即将登陆的风暴，以见了鬼的诡异轨迹漂移转了个弯。伏珠四蹄一软，瘫在了秦墨的掌心，泪只是一重，更多的是害怕。他没能做到上神的命令，把风暴转移到那个岛国。伏珠又自卑又忐忑，眼泪并着汗水，出水量极大，淌了秦墨一掌心。改风暴轨迹的话，本就是秦墨随便一说，他压根没指望这小玩意能做到。又转与乡中的韩风沟通，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他询问起韩风对未来的打算。韩风腰背挺直，急忙回答：卑下，打算待云武郡安定后便回洛阳。说着，他双眼有些茫然。韩风很清楚，现在他手中的权力并不是长久的，大夏政局还未乱到杀了郡守就能取而代之，甚至如果不是上神多看他一眼，他还是那个望着黑暗无能为力的小小队帅。听出他的迷茫，看着跪在屋顶的小人，秦墨微微挑眉，他可不需要一个没权力的代行者，他想唆使韩风同那郡守一般捐个官当当，得到一方土地，然后这贵妃害喜幻眼几比大汉还重要的狗屁朝廷，直接反了个屁的。一颗反心耳后两块腻骨的秦墨，生动演绎了什么叫看热闹不嫌事大。他缓缓起唇，想和韩风说道造反这件事，但一个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话。屋里看守在远处的郡兵一声厉喝，叫来报信的士兵畏缩站定。韩风急急叩首告罪。秦墨坐在书桌前，翘着二郎腿，拇指夹着拖鞋一搭一搭，坐姿懒骨头，他语气却是装模作样的很。无妨，去干你该干的事。秦墨并没有离开箱子旁，视线依旧跟随着韩风。他把伏珠放回玻璃罐子里，俯视韩风一路出郡守府，到了城墙上，保护整个云武郡城的城墙。在秦墨看来，也不过是3指宽的一个小土圈，但对乡中世界的人而言，显然极为重要。韩风走进城墙角楼，铺着瓦的屋顶挡住了秦墨的视线。韩风刚踏进角楼，便有人压低了声音急迫：韩队帅，灾寿鼠再次出现了。秦墨闻言一愣，心说又是个新玩意，这鼠又是什么？与韩风说话的人接连抛出了一连串问题，便是全城动员，修葺城墙也需好几日，强弩弓弦是冉仪备部大惊，我等需上书朝廷申请。但徐谭一脸颓丧，强弩弓弦都是猎杀冉仪鱼才可获得，极为珍贵，云武城要补足16架强弩弓弦，
便需16条背经。以当今朝廷之势，恐怕是做梦。郡中灾情严重，有大量流民群聚攻杀大户抢粮，沾了孽债的流民已成了匪患，盘踞山头，需尽快出兵镇压。还有郡守死了的消息一直是捂着的，总有捂不住的一天。届时若朝廷追究，徐谭发愁的搓揉了一把脸。韩风手按城墙，同样神情严肃。一片沉默中，上神轻咳2声：“那什么？我简单说两句。”这句话出现在特定场合，能达到很好的进场效果。韩风抬手竖起食指，示意徐谭晋升，随后面东跪下：“上神。”徐谭见他眼神望向一处，做侧耳倾听状，即识时务的同韩风并排跪下。作为手养新人，拿着什么玩什么。秦墨掂着黄桃罐头瓶摇来摇去，夫珠在里面像是做摇篮，跟着晃来晃去。城墙我想办法，比起以人力开采石料，再肩挑手气的修，秦墨觉得他解决这事会更加便利。脑子里将家里能用的东西过了一圈，脑中已有了城墙修复计划，但能不能成他没把握，因此也没说死。闻言韩风神情一动，正要叩谢时，又听秦墨道：“把强弩的弓弦拆下一根给我看看。”听他们对话，秦墨知道这弓弦是冉仪这种生物的背部大筋，很是珍贵稀有，但既然能用作弓弦，应该是坚韧和弹性同时兼备的东西。他琢磨着弄一根来做个样本，测测强度拉伸度，看可不可以用橡皮筋做平替，要是不行就试试复合弓的弓弦。至于流民匪患，那就需要韩风他们自己解决了。听秦墨有意将最要紧的2件事情揽去，韩风长出一口气，他深深道：“谢上神。”话落，心中却升起无尽羞愧失落。上神如此仁德相助，他们可以付出奉献的却微薄得很。一头一兽当护一些祭祀的牛羊，于上神而言微小如尘埃，实难抵偿神对他们的帮助。相较于索取，更愿意付出的韩风越想越觉得惭愧至极。他小心问道：“上神，您想要何物祭祀？”想要何物祭祀？秦墨微微愣神，做这些都只是顺手的事，这箱子里的世界对他来说实在太小。索取金银，大夏国全部黄金珍玩收拢起来，也只小小一堆。若要说想要什么，秦墨想到了自己的眼睛。现代医学都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一盅当护益寿炖的汤就治愈了他的眼睛。他又看在罐子里摇得舒服了，昏昏欲睡的夫珠，开口道：“我不要人参猪羊，若有一兽一草就送来。”想到那些烤熟的迷你3升，秦墨补充道：“尽量要活的。”韩风精神一振，瞬间找到拼搏奋斗的主心骨似的，眼神坚定道：“谨遵君命。”一旁的徐谭不明所以，但韩风拜他也拜。见韩风叩首起身时的面色，徐谭一喜，有法子了。韩风对他道：“走，帮我拆下一根强弩的弓弦。”徐谭高兴的直搓手，听这意思，上神连强弩弓弦也能帮他们解决。他是个实惠人，扎扎实实磕了9个响头。2人一同进到教弩台，一进门嗅到淡淡的腐臭味道。3人高的巨弩稳坐在台基上，这就是大夏用以应对强大异兽来犯的冉仪弩。弩上应当呈现白玉质地的弓弦，因疏于保养发黄发臭。嗅到这气味，韩风面色难看。徐谭嘴脏些，加上此处无外人，他又将已被乱石砸死的郡守并着他18代先人一齐抬出来骂。2人合力把2丈的弓弦拆卸下。韩风照着和秦墨的约定，将弓弦搭在教弩台的窗户上。随后韩风下达了一个命令，命全部百姓以及城墙上值守的士兵都撤到远处。临去前，依照秦墨的指示，将断成处的火光全部熄灭。随后所有人就这般背身而坐，静静等待。四周夜色如墨，无月无光。徐谭总觉得后背如被人用针扎般麻痒，也不知是因为背后发生了什么，还是因为看不见疑心生暗鬼。他后脖梗细细生了层白毛汗，忍不住举手抓挠，抠得满指甲油泥。在那弹指甲时，身后突然传来清脆的碰撞声，磕托磕托。虽位于上风口，但所有人都嗅到了一种从未闻过的气味，刺鼻酸苦，闻着像是鼻子里头的鼻毛化成一只小手在搔痒。此起彼伏的喷嚏声响起，可谁也没抬手掩鼻，甚至有小机灵鬼如徐谭，小的背后是上神仙加手段，还不停深呼吸，想吸点灵气。韩风不由提醒，以衣物掩住口鼻。修城的百姓和戍族这才不舍得用袖子挡住口鼻。只是云武大旱，他们好些人很久没洗澡换衣，身上衣裳气味也不怎么好闻就是了。身后的磕托磕托的声音持续了一小会，空气中刺鼻的味道越发浓烈之时，忽听一阵呼啸，一阵烈风从上方吹来，呼哧呼哧将不少人吹得一个踉跄。幸好韩风早有预警，众人相互扶持攀住，才没被这烈风吹成滚地葫芦。风刮了估计有小半刻钟，又忽地停住，身后的动静消停下去。韩风后背也出了一层汗，却听见耳边一个清脆的声音道：“行了，等会试试强度。”这声音好像是在他耳朵边响起似的。韩风愣了愣，旋即脸庞发烫，
上神的声音真好听。这念头方起，他猛然醒神，手按腰间佩刀，抽出半寸，将拇指抵在刀刃上一按，自罚般借疼痛，将这般天打雷劈的大不敬起念甩出脑海，心中忏悔800回。恰好这时天边现出一线白，天亮了。众人转身朝着城墙处走，有属这种灾兽畜生出现，今日温度应该异常的高。一轮橘红太阳从地平线上浮起，将天空照成绚丽渐变彩色。绕过了拐角，前面就是断城处，一道柔和的光芒晃了下他们的眼睛。身边云武郡人此起发出鄙夷的俚语惊叹，大多都是脏话。徐唐缓缓张大了嘴，看着10丈开外的城墙，一整体的巨大玉壁矗立。这些巨大玉壁两两垒叠，恰好堵住了城墙断裂处。接口处的液态白宝石半透明，虽散发刺鼻气味，但难掩其美丽。第一个第二个，人们纷纷跪倒在这从天而降的奇迹面前，叩拜。玉壁上巨大的图腾，从郡守府赶来膜拜奇迹的李主簿一眼认出巨大图腾是见过的神界文字。他愣着看了许久，忽地身子一软，浇花般哭倒在半干的泥巴地上。是神界的中字，赤色之核心，天地之正气也。一片寂静中，李主簿尽情解读的声音传遍长街。轰中，神启示我等不急不躁，领君子之仁德。箱子外，秦墨收回山峰的塑料小扇子，是他去买药时在路上接的。扇面上印着治疗不孕不育的广告。他喃喃道：对不起，外婆，把你的麻将拿来修城墙，拯救世界了。淅沥沥的雨声中，秦墨直起腰，用麻将修城墙，听着简单，操作却难。他不敢伸手进箱子，怕自己被扯进去。他现在有钱有闲的，那个世界灾难不停，危机重重，若是不小心被扯进那方乱世，不如抹脖子死了清净。因此他的操作都靠家里的不锈钢烤肉夹子辅助完成，清理掉断墙附近的瓦砾烂泥，把边缘修整齐，然后用装修房子剩的环保玻璃胶把麻将粘上去封边，别手别脚折腾半天，最后用扇子扇风加速环保胶干燥。期间还得分神提醒箱子里的小人，别呼哧呼哧去闻胶水味，再怎么环保无毒害的玻璃胶终归是有些刺鼻的，可别闻出个好歹来。秦墨一共垒了8块麻将，用料足足的。为了图个吉利，他特意把红红火火的红中垒朝里，绿色麻将被朝外，却没料到这小动作让箱子里某个戏精小人又解读出了深意。秦墨听见箱子里又整齐喊起了口号，无奈叹了口气，割下小扇子，揉了揉发酸的脖子，把箱子盖上，断绝里头整齐但离谱的让人尴尬的喊声。他低头看面前餐巾纸上橡皮筋似的玩意，这就是韩风他们从护城墙弩上拆下的弓弦，易受染夷的背筋。从外表看，这条珍贵的弓弦跟断开的橡皮筋区别只在颜色和味道。秦墨凑近闻，能闻到油脂变质和东西腐坏的鱼腥。他用纸巾包着，拉扯一下又掐了一下，怎么都觉得这玩意就是没弹性的橡皮筋。秦墨把这根背筋用纸巾包起收好。无良上神已经忘了他对夫珠的考验，只有4脚小鹿还记挂着自己的使命，再一次次尝试拉扯远方那庞然的风暴团，只是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白鹿夫珠十分沮丧，却不知多国气象局对这诡异的风暴动线害怕的想报警。秦墨正思考晚上是继续点外卖还是自己做饭，手里的电话突然响起，以为是超市送货的，他接起电话喂了一声，电话笔端一直沉默，只有一个呼吸声。在他挂电话前，听筒中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秦墨，闹够。秦墨心道果然，一种膈应蔓延开来，他面无表情道：滚。简单一个字打断了对方无意义的屁话。随后他挂电话拉黑，一气呵成。在他的手机黑名单里躺了一大串号码，外卖促销各式电话都有，还有一些不想再接触的人。名单最底端是一个人名枫木，若有人对财经板块感兴趣，会发现这个名字登在上一期财富杂志上。这名字就像是扎进肉里的刺，让人膈应，让人痛。秦墨素来最爱自己，遇上脏东西抽身速度十分快，他深吸一口气，忘掉那种膈应感，决定自己做饭，否则对不起他舅汤水抽空送来的菜。做饭时他带上了装着夫珠的罐头瓶。秦墨的外婆生前是个爱美食的老太太，爱吃也爱做，因此在重建老宅时特意改了1楼的布，口水滴答的将鹿脸紧紧贴在罐头瓶上，馋到变形。秦墨做饭是跟外婆学的，一道拍黄瓜，一道红烧排骨，都是很家常的菜式。看夫珠那样，秦墨想了想，把它放出罐头瓶，用个小胃叠丝了点肉给他。夫珠吃东西习惯不好，嘴里炒菜一样吧唧吧唧，屋里只听见他吧嗒嘴的声音。秦墨莫名觉得家里空落落的，就点开手机听个音。手机恰好刷到了一条视频，标题名也很有趣，怎么会有城市桶这么大篓子？秦墨开始还笑，听着听着笑容僵在脸上，嘴里包着口饭，点开评论区最顶端的评论说：气象局一出手
就是惊天动地。评论下还贴了张图片，图里一张紫色蕾丝边裤头飞舞在疾风中。秦墨画拉评论的手越来越慢，终于他停下来看向福珠。福珠津津有味嚼着那丝排骨肉，红烧这种味型对他来说简直惊为天人。秦墨缓缓收回视线，再看视频里，气象局局长两只手交握在胸前，样子老实巴交。他辩解道，人工增雨和强对流天气关系是不大的，那场暴雨跟他们没关系。但是这科学的解释压根没人信，评论区都是哈哈哈哈。秦墨心中默默生出一丢丢愧疚。就在这时，屋中突然响起一串高昂的咩咩叫。秦墨扭头看去，福珠吃到了好吃的肉，两只耳朵欢快摇成螺旋桨，一边吃还一边好奇地看手机，颇为享受。随着他心情起伏，秦墨又听见了外头猛然加大的雨势，他忍不住嘶了一声，割下筷子去找烤肉夹。这小鹿不能再留在身边了。烤肉夹无情将福珠夹起，在福珠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将他放回了箱子中。饭也吃了，你走吧。秦墨还有点责任心，把他丢回去前叮嘱了一句，不许再攻击城池，有时间去帮人类降雨缓解灾情，做好了以后还给你肉吃。福珠嘴里还叼着一丝红烧排骨的肉，只觉眼前一花，他被烤肉夹着从云层中坠落。等福珠回过神，他已经离开了古怪但美好的神界，重新站在干巴荒芜的土地上。福珠浑身一颤，嘴里还叼着肉，朝着天上的云咩咩叫。上神，他可以再试试让风暴转向的，别不要他。天上哗啦啦激起乌云，大雨无情落下，顺着福珠梳水的皮毛滑落。在雨中站了一会，福珠萌把肉包进嘴里嚼，望着远处的云武郡城墙，迈着极有信念感的步子走了过去。作为异兽，福珠从来与人类不两立，但是话又说回来，有肉吃，福珠也可以谈，他也可以爱人类。没了福珠影响，整座城市的雨停下。次日时，淹没街道的积水退去，在古城独有的潮乎乎的水汽中，秦墨挂着黑眼圈起个大早，先打开衣柜，瞟了一眼箱子里，箱中正是中午。那方小小世界的云武郡城逐渐恢复活力，街道明显繁荣，有人气了些。小土城四四方方，像是一个从汉墓中挖掘出来的陶制模型，看起来古风古韵。小人们各自忙活，活生生的摆景图。就是秦墨之前丢下去的矿泉水瓶有点突兀，瓶中水已经用尽。云武郡中百姓在空瓶边上祭祀跪拜，俨然将空水瓶当成了圣物，供奉了好些东西在四周。有人不停对着塑料瓶子诵念，隐约听了两耳朵。务实派的秦墨不由皱眉，这些人将希望与未来寄托于祈祷神明施舍，实在不是什么好苗头。他打定主意，晚上夜深人静时，把这空瓶子和郡守府中的一次性纸杯都回收。小人们跪地祈祷歌颂不是生产，倒不如去扫大街，去参加运送赈济粮的队伍。正想着时，天上突然乌云密布，乡中世界下雨了。是福珠。被秦墨送回箱子的四脚白鹿赖在城门口不肯走，他收起敌意，四处遛弯，为在与云武郡城中的士兵发生冲突。人类不许他进城，他便适应力不错的赖在了城墙下，泥桌般给自己挖了个泥坑。成日里在搅拌的黏糊糊的泥水里打滚。到了吃饭的点，他嗅觉灵敏，闻到城中蒸制饭食的味道，便走到城下咩嗷的叫。他不敢动粗撞击城墙，只是震动喉部，不停发出高亢叫声扰民，吵得满城鸡犬不宁。韩风安排人手送了些米从城头上推下，福珠荤素不忌，有口吃的什么都能将就。这些有他小半脑袋大的米粒被他一口口啃下，饼干一样嚼吃下去。彼此试探一番后，韩风披着蓑衣，攀着麻绳下到城外。福珠见他双眼一亮，从泥潭中站起身，他身上皮毛疏水，泥浆顺着雪白皮毛淌下，一点也不沾，缓缓踱步过来。雨水打在韩风的蓑衣上，他仰头望着这大家伙，一下肌肉紧绷。一人一兽就这样站在雨幕中对视，最终还是福珠厚脸皮先垂下头来。钢蓝色的陆幕看着韩风悠悠两声，他福珠大爷奉上神之命来干活了。韩风握在刀柄上的手缓缓松开，试探着与这二皮脸灾兽商议一番。从此云武郡多了个边外兽，福珠在云武郡中行走，带去雨水缓解旱情，尤其保证农业生产用水，每3日回来一趟领取米粮酒肉。这次谈判对双方而言都十分有意义。一心争表现的福珠没有还价，他举起沾满泥浆的蹄子，与韩风虎口生着后茧的手拍了3下为约，随后坏心眼原地一跳，崩了韩风满身泥水，这才傻狍子一般哒哒跳着离开。韩风好脾气的抹了脸上泥浆，长出口气。秦墨看城下那只大吃大喝的鹿，有些好笑，摇了摇头，移开视线，又见韩风领兵出发，看样子是去讨伐匪患。士兵行军没什么看头，秦墨合上箱子，他今天得听他舅舅的话，去文化馆看到底是什么工作值得他舅舅这样重视。绕路去买些皮筋，或者找点别的东西来代替冉姨母的弓弦。
文化馆距离他家就是步行几分钟的事。秦墨不紧不慢洗漱，一开门恰好看见家门右前方站着好几个街坊。最显眼的是石婆婆，老太太昨天麻将桌上耍完一天，不知听到了什么八卦，正跟人分享，时不时啧啧出声。在她左右的都是街上有名的热心人。秦墨不想被几个老姨围住，问他工作，问他什么时候结婚，趁着他们不注意，悄无声溜走。石婆察觉到些什么，扭头却只看见秦墨消失在街角的背影。古镇的文化馆位于古镇木塔后方，全市的牛鬼蛇神都聚集在这附近。左右仿古街里有卖工艺品的，卖姜糖乐器的，整假古董坑人的，当然最多的还是提着小马扎沿街揽客的神棍们。大六人、六爻、梅花艺术、四柱八字子微斗数，相面看手纹，看鸡腿骨测流年的，边角还有一两个玩塔罗牌看水晶球的。总而言之，乱七八糟。这条老街原本是鱼龙混杂地，以前诈骗盗窃重灾区，后来扫黑除恶严打好几波，风气才好转了一点，但也只是一点。秦墨踏上这条街，便有无数视线望来。有个大婶从他的小马扎上站起身来揽客，幺妹，代打小人不？秦墨摇了摇头，不用了，谢谢。虽然前任糟心，但秦墨觉得没必要花钱打什么小人，他不配。他回答时说的本地话，代打小人的大婶一听就晓得这桩生意做不成，无趣的坐回他的小马扎上。穿过这条街，秦墨站在一扇黑桐油的木门前，这里就是秦墨此行的目的地。门前坐着个套着松垮保安服的老头，老头抱着手机，里头的面如银盘的主播正甜蜜蜜笑着喊哥哥。见秦墨来，老头哎了一声，10点半开馆啊，现在还不是参观时间。他当秦墨是来参观的游客。说话间上下扫了秦墨2眼，没等秦墨解释，突然一拍大腿，你是秦家那小丫头，一眨眼都长这么大了。说罢站起身，热情招呼道，来来来，你舅舅已经给我说过了，老街上随便拉个人一聊都是熟人街坊。秦墨实在没想起这老头是谁，只礼貌的笑笑套用了万能公式，爷爷好。这老头将秦墨往里引，7拐8绕走到了一个办公室前。这办公室门前一棵10分粗的大槐树，楚褐色门窗年代感十足。你进去坐着，带秦墨来的老头一直里头，进去多看看多留心。他给秦墨使了个眼色，就转身离开。多看看，细琢磨这句话，秦墨挑了挑眉，他这是来找工作面试，不叫他好好待着，而是让他多看看多留心。秦墨垂眼踏进办公室，办公室进门左手边是几张老旧的木头办公桌，办公桌后是一列又一列的展示柜，展示柜上满是灰尘，各种盒子罐子摆放的乱七八糟。秦墨脚步一顿，他闻到了很淡的福尔马林的气味。福尔马林的气味很独特，秦墨自信绝不会弄错，这地方怎么会有福尔马林的味道？他朝着味道传出的展示架漫步找去，越过4张办公桌，秦墨来到一列列展示架前。他探头一看，后面还有很大的空间，越往里越暗，只有几个巴掌宽的天窗透下些光，落在满是灰尘杂物的地面。秦墨仰头看了一眼头顶的吊扇灯，他环视左右墙壁，没有找到灯开关。这时从某个货架上发出一声短促的磕脱声，什么东西掉到了地上？玻璃罐。秦墨回忆方才的声音，喃喃自语，没有摔碎，落地后滚动了几圈。为了验证自己的推断是否正确，他朝着声音传来的地方走去。前行几步，他发现福尔马林的味道也越来越明显。一束光从天窗投下，秦墨站在一个展示架前，这架子上满是灰尘蛛网，乱七八糟堆放着很多旧报纸和资料，资料上还有个金发乱蓬蓬掉了一半的芭比娃娃。秦墨没有伸手去拿，这种半秃芭比娃娃出现在这本身就很诡异，多憨的人才会去碰。他不但没碰，反而警戒后退了一步，情况不对，先撤为妙。展示架下的空隙中，肉色皮质的东西一闪即逝，咕噜噜，一个3指粗细蒙满灰尘的玻璃小瓶滚了出来。安静的屋中，玻璃在地面滚动的声音听着有些瘆人。最终那只玻璃瓶堪堪停在秦墨面前。秦墨现在的视力极佳，昏暗光线下，他清楚看见脏兮兮的瓶中发黄的液体荡漾，在这液体中泡着一个团小小的标本，头骨4肢保存完好，清晰可见，保留着人的形态。不细看大概会本能根据常识认为这是一个摊标本。借着现在的超好视力，秦墨清楚看见泡在瓶中的东西，心中咯噔一下，瞬间有种穿越时空缝隙的凝滞错位感。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是一个摊开双手的小人，有秦墨的食指般长，皮肤、肌肉、毛发都保存相当完好，是男性。淡褐色微微发胀的脸上可以看见五官，看见他额头如兽脚般肿起的鼓包。秦墨没有多余动作和犹豫，转身就走。几个巧合撞在一起，秦墨脑中出现无数种阴谋论。他速度极快，眨眼间已经跑到了办公室门口，只差几步就要踏出门时，后面传来喊声，哎，别跑回来。闻言，
秦墨头也没回，跑得更快。不是，你别跑，老刀拦一下。那声音刚落，一只手臂突然横在办公室门前，一个黄皮寡瘦的中年人阻挡住了去路。别跑二字都还没说完，秦墨一把攥住了他的手臂，扶开他拦路的手臂，顺势曲肘给他肋侧来了一记狠狠的肘击。老刀倒吸一口凉气，还没从自己突然挨揍的事情中回神，眼尾余光看见秦墨手臂一抬，手肘又朝着他的下颌撞来。这死丫头出手真狠，老刀心中暗骂两声，勉力后仰却没全躲过。秦墨手肘擦过他的下颌，他的嘴里顿时泛起一阵血腥味，后退2步。秦墨两击得手，越过他朝着外头跑，全程没回头，也没管被他肘出一嘴血的老刀死活。越过那株大槐树，秦墨迎面撞上了一对提着奶茶纸袋的青年男女，男的戴着黑框眼镜，女生扎着个低马尾，两人模样气质十分板正，女生年纪更小点，沉不住气，讶然道：什么情况？后面又传来气急败坏的喊声：秦墨，你别跑了，瓶子里的东西是假的，假的！秦墨脚步一顿，急刹在原地。槐树下，秦墨坐在条凳上，手里捧着杯奶茶，瓶子里是个模型，拖着标本瓶的老头看着挺显老，一头白发梳成大背头，他右边肩膀蹲着只堪称肥胖的灰老鼠，肉色尾巴垂下一扫一扫。肥老鼠很害怕秦墨，把脑袋埋在主人的衣领里，露出一只大耳朵。老头转头看了一眼在旁边用温水漱口的老刀，又转回头看秦墨：你是胆子不大，力气不小啊。这话秦墨不好接，皮笑肉不笑道：家里长辈说过，遇到危险回头看的是傻瓜。老刀掏出一块蓝手巾擦拭嘴角水渍，问道：你刚才胳膊肘我那2下是黑龙18手吧？老武警的擒拿术，9几年就因为杀伤力太大给禁了，谁教你的？秦墨捧着奶茶一口没喝，诚实答道：小学的时候被人欺负，我舅舅让我跟局里一个老叔学的。怪不得。老刀揉着下巴，拖这张凳子坐下，手真黑。秦志国这王八蛋至于吗？谁家好人教孩子这个？存的什么心呢？亏他还是警察呢。老刀一边抱怨，一边猛嘬了口奶茶。听他说话像跟秦墨的舅舅是熟人，喝奶茶的动作有点大。老刀嘶一声捂住肋下，他嚼着奶茶里的珍珠，对白头发老头抱怨：老苗，你有什么话赶紧说，我得去趟医院，肋巴骨可能裂了。被他称为老苗的老头一正色，向秦墨介绍道：我叫苗立新，是文化保护研究所的所长。接着他给秦墨介绍了大名刀宏伟的老刀，以及被使唤出去买奶茶的2个小年轻，男的叫文浩，女孩叫尹敏敏。介绍了一圈后，老苗嘿嘿一笑，把手里那只装着福尔马林的标本瓶递给秦墨，里面就是个小模型。本来想说试试你好奇心重不重，胆子大不大的，没想到的是眼前这姑娘漂漂亮亮，被吓到却是武斗派，浑身牛劲。秦墨望着标本瓶里细节逼真的小人，他问：文员是一份需要好奇心和胆量的工作吗？谁家文员有这种要求？从单位名字到聘用方式都很不正规，就是外头打螺丝也没听说过靠算8字入职的。围坐在槐树下的其余4人神色各异。老刀对老苗说：你看你折腾什么，好好办个手续就完了。稍年轻点的文浩和尹敏敏也朝老苗投来莫名视线，他们都经历过这一遭。标本瓶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一连串吓唬人的阴招。当时他们没有像秦墨跑得那么果断，可是遭老罪了。尹敏敏不爽附和道：确实很不正规，我以为我是正经公职人员来着。文浩扶了扶眼镜没说话。老苗被下了面子不高兴，怎么就不正规了？探索古文化最重要的是也要尝尝咸淡的好奇心求知欲。所有人都没回答，就这么看着他。老苗更气，倔驴一样要撂蹶子。老刀跟他认识很多年，哎呦一声呼痛，行了，赶紧说吧。他以为秦墨是因为这件谁都对的样，是因为老苗的行为，劝道：秦墨，你舅舅为了你费了大功夫，继续听听，脾气别太硬。本来秦墨也没打算走，否则以他的行动力，这会功夫前脚都踏上出租车了。他顺势叹了口气，对老刀道：听您说话应该和我舅舅有交情，那2下对不住了。老刀倒是洒脱，捂着肋骨一甩手：怪不着你。有了老刀的调解，秦墨坐回凳子上，虽还是早上，但太阳已有些毒辣。文物馆里多数阐发出一阵又一阵让人心烦的噪音。在这噪音中，老苗嘬了一口奶茶，问秦墨：你知道《山海经》吗？秦墨神色不变，依旧维持着那种万事有把握的讨厌笑容。知道，但没细读过。难道还有单位专门研究《山海经》不成？没错，就是我们。老苗眯着眼睛嚼珍珠，对文浩道：浩子，去拿一本书来。文浩起身回办公室，不一会拿着本全译白话文版的《山海经》递给秦墨。老苗放下奶茶，直直看来。《山海经》全书原文32650字，一共分为18卷，大致成书于战国初年到东汉初年，由多人历时多年增补修订而成。曾经人们认为《山海经》是一本志怪古籍，但老苗顿了顿，
用一种前所未有的神情道：“书中那些山川道理、神怪未兽，真的是古人夸张虚构吗？”秦墨一言不发，垂下眼睫。那些异兽是不是真的，他还不清楚吗？见他沉默不语，似是不信，老苗决定给他透点底。你手里的那个标本，是我根据实物还原的仿品。秦墨垂眼看标本瓶里毛发根根分明的小人，实物，所以你们有一个真的标本。老苗说这标本瓶里的东西是根据实物还原，那就意味着老苗在某个地方见过这种小人。以标本的形式，秦墨把那本《山海经》搁在膝盖上，开口问道：“这个标本在哪？有活体吗？那么珍贵的标本？”当然。他问话的态度和语气太过自然，老苗下意识回答了半句，才意识到不对劲。不对啊，谁是领导？珍贵，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后，秦墨微微一笑。尽管老苗话没说完，但他大概能猜到些东西，没藏着掖着，半试探一般把自己的推断说出。这小小的标本都能称作珍稀，说明你们现阶段所掌握的东西很少，活体估计是没有了。每说一个字，秦墨都观察着老苗等四人。他没系统学习过微表情心理学，但没有人可以他在面前撒谎，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秦墨5、6岁就主动藏起来不被任何人知晓的天赋。视线在老苗四人身上扫过，秦墨自顾自道：“果然是没有。”举起标本瓶晃了一下，瓶里微黄的液体荡漾。标本珍贵，却没有任何保密措施，这样大喇喇仿制出来作为试探新人的道具。秦墨认真的时候，那种动彻人心的眼神让人坐立不安，后背发毛。文浩和尹敏敏都不知觉避开视线，只有老苗和老刀对视一眼，都看见了对方脸上的惊喜。老苗期待催促，继续说。秦墨不愿被他牵着鼻子走，反问：“我可不可以将这假标本视为试探？你想要证明什么？找到什么？”话音落，老刀感慨的一声笑。秦志国那狗东西果然没说错，真是干刑侦的好苗子。老苗安抚着那只很害怕秦墨的肥老鼠，他第一次露出点靠谱的样。这世界藏着无数的秘密，山海经中的记载有一部分是真实存在的，你相信吗？怎么不信呢？昨天异兽伏诛还躺在秦墨掌心湿漉漉的打滚。标本本体在哪？他问。老苗冲他一挤眼，现在可不能告诉你，等你达到一定等级，或许能亲眼看见。如何？这工作你干不干？他低头逗肥耗子玩，把选择权交给了秦墨。静默片刻，听见秦墨叹了口气，干。老苗深沉模样一收，哈哈直笑，8字骗不了人。你命逢华盖，注定与神秘事物打交道，就算你不找事，事也会来找你。回想床底下的龙骨和衣柜里的那只箱子，秦墨默然无语。老苗交代尹明明给秦墨办手续，肩上蹲只灰耗子扶着老刀去医院。见他走了，自来熟一点的尹明明挽住秦墨，走，我带你逛逛。话音未落，刚刚离开的老苗又折返回来，对他们3人道：对了，昨天那场雨来的诡异，风暴中心居然在老城，你们去街道走访一下，一定是什么异常事件。他交代完就走。尹敏敏冲他背影一瘪嘴：异常？青天白日人口密集的地方能有什么异常？你说对吧，秦墨姐？他转头问秦墨。秦墨笑容有点发僵，答道：对啊，确实不是异常事件，是异兽呢。在老苗走后，尹敏敏带着秦墨来到一间办公室。文浩内向不爱说话，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尹敏敏比秦墨小2岁，才24，他的办公室不大。一开门，秦墨就看见了挂在墙上的东西，是一面萨满鼓和一套五彩斑斓的神装。尹敏敏有点不好意思，这是我家传下来的东西，咱们这是古文化保护所嘛，挂着也没关系的。解释了一通，尹敏敏拉着秦墨给他办了手续，签了合同。秦墨看见合同上的工资数字，有些牙疼，幸好他不是真指望工资过活，不然上吊死了算了。尹敏敏在旁笑道：是很低，不过来这工作大家都不是为工资待遇啊。秦墨不由问：那图什么？尹敏敏闻言惊讶：墨姐，你不是为了治眼睛的东西吗？他这才留意秦墨并没有戴眼镜，奇道：我听老刀叔说你眼睛受了很重的伤，现代医学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秦墨面不改色道：今天戴的隐形眼镜。尹敏敏跟他不熟，不知道他的情况，被糊弄过去。难怪小姑娘年轻性格好，笑弯了眼睛安慰秦墨：没事，过段时间你的眼睛就有救了。他用手指指着心口：你别看我现在活蹦乱跳，其实我之前有很严重的心脏病，床都下不来，后来是在所里治好的。秦墨神情微动：怎么治的？尹敏敏张了张嘴，但发出一个音节就立刻住嘴。他双手合十，对秦墨歉意一笑：涉密我不能说，以后你就知道了。见状，秦墨放弃从他这打听，转而询问起另一件事：我平常要干些什么？秦墨这文员的工作原本就不难，处理一些上头的文件，接待来访人员，管理档案之类。不过根据尹敏敏说，几乎没什么重要文件需要处理，也不会有什么人来访。鉴于他现在的眼睛状况，他目前只需要做一些寻访之类的小工作。对此秦墨很高兴。处理完杂事，
尹敏敏本想说跟秦墨去吃一家新开的臭豆腐，但秦墨婉拒了，他预约了检查眼睛。听说这事，尹敏敏忙让秦墨快去，明天再来上班。秦墨踏出文化馆的大门，回望了一眼门上的牌匾，刚刚接触下来，除了寻访神秘古文化这一点，所有人都很正常，并没撒谎或者欺瞒，没有人发现秦墨的小秘密。不过他心里并没有觉得轻松，出门拨通秦志国的电话。秦志国叼着烟，正好在开车。电话里，秦墨先主动交代了今天的情况，然后直入正题：舅舅，1楼杂物间里，外婆的衣柜里有个木箱子，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箱子，秦志国先是一愣，随后解释道：那个是你外婆留给你的，以前我外公打仗缴获了一块好木料，传到了我妈，也就是你外婆手里。去年老太太病重，一直惦记着要给你留点东西，就让我请人做只架状箱子给你，我放在杂物间里头，忘了给你说。怎么你自己找到了？秦墨若有所思应了一声，找到了，雕工很好，舅舅一定花了大价钱吧，我不给你。补什么？你真要道谢的话，不如买2条烟送我。说到这，秦志国呛了一下，突然撕心裂肺咳嗽起来。秦墨有点担心，舅舅，你怎么咳得那么厉害？秦志国没当回事，一手握着方向盘，刚刚呛到风，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不等秦墨让他少抽烟，他已经先挂了。秦墨摇了摇头，先去眼科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秦墨2眼珠子健康的像是新长出来的，连检查的医生都惊奇扶眼镜，想问秦墨保养眼睛的秘方。昨天还是半瞎的他厚颜无耻道：少看手机，多做眼保健操。回家路上，秦墨去超市买了很多零食菜肉，把他能看见的和橡皮筋有关的东西都买了2包，捆扎东西的橡胶橡皮筋，乃至于5颜6色缀着小彩珠的发圈。他想着把这些东西全丢进箱子去，让韩风他们自己试究竟哪一款能做平替，要是实在找不到，就再想别的办法。秦墨回到卧室，手刚按在衣柜门把手上，他先闻到焚烧白茅草的味道，箱子里的人又在祭祀他。秦墨拉开衣柜门，被涌出的烟气呛得咳嗽一声，这什么情况？他侧头摆手扇开烟气，待烟气散尽，只见箱子雕花上经文熠熠，散去的烟气中摆着好几扎植物树，叶子层层叠叠，簇着通红的果实，都迷你的好像微缩食丸，散发着与体积不符的浓烈香味。箱中传来韩风的声音：上神，这些是卑下收集来的瑶草。卑下还收到情报，出城往南300里有异兽猩猩出没，时之善走。待卑下安顿好郡中事宜，便出发抓捕猩猩。韩风跪在望楼中，干劲满满，一副马上就准备出发的样子。秦墨看着他那一身牛劲的样子，许久没有说话。现在这口箱子对他而言比较鸡肋，他顾虑这口箱子可能带来的麻烦，但也无法抗拒对这箱子的好奇。听着韩风老实巴交的细数，准备去拿给上神寻异兽，秦墨终是长叹一声。船到桥头自然直，可能如老苗所说，他命逢华盖，天生好奇心重，注定与这些东西结缘。他对韩风道：别忙，你先试试这些东西能不能替代强弩弓弦。言罢，把买回来的各色橡皮筋全用烤肉夹夹了，放进郡守府中。箱子里，韩风听见秦墨回应，正觉高兴。下一瞬，他便看见无数花花绿绿的金锁从天而降，竟将郡守府前庭都淹没了小半。多谢上神，他不由结巴起来。秦墨用细胞夹住一根瑶草，对比搜索出来的瑶草资料，换来匠人挨个试试，哪一种能用或者全都不能用，最后告诉我就行。箱中韩风老实点头，是。堆在前庭的金锁约有100条，花花绿绿，其中不少缀着颜色十分艳丽的透明珠子，不知是何材料制成，近看无色透明，在阳光下却熠熠生辉，美丽异常。韩风心中不由在感慨，上神还是如此慷慨，又有些大喇喇的。他心中赞着内外奔走，联系徐谭和负责保养弓弦的老匠工。保养强弩弓弦需专门的油脂，和世代从事此行业的弓弦匠户，如何融化油脂，如何涂抹油脂，几分厚几分力道，全看匠人经验。养护的好的弓弦越用越是强韧，如洛阳城的弓弦，便是历代匠工带着剪子的手Masa 保养了200来年的老筋，可是2丈长的巨茧。换做别处，弓弦匠户都是宝贝，唯独这云武郡郡守花钱郡的官位，只想着尽快把买官钱捞回本，再续下一期。没错，大夏的郡守是包年制度，3年时间一到，不给金中天子交纳够足够的钱财，便得收拾滚蛋。因而在任上的郡守一个比一个捞得很。眼见3年之期将至，上任郡守胆肥到克扣保养强弩的油脂。他本计划的很好，先凑钱续上官，再想法子贿赂上头的人，悄悄弄一批弓弦。他计划的很好，奈何半路生出变故，死在了实行下。云武郡中的弓弦匠户姓吕，今年也有50了，干了大半辈子的工作，被遭温郡守给革职。老头气的，要不是人死命拉着，
他就吊死在教母台前了。经此一遭，又遇上大旱。老吕头本想着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谁知峰回路转，被人敲门通知去郡守府看宫闲时，他心脏都跳停，不由问：是朝廷下拨了新的染衣大京。老吕头鼻中呼哧呼哧，周身血液沸腾，只想再一展身手，不料被来敲门询人的郡兵迎头浇了盆冷水。不是啊，面相憨直的郡兵说话也直啊，他就知道年轻人到底还是年轻。老吕头按着心口的手一抖，两眼一翻就要晕过去，谁知那郡兵又一脸耿直道：是上神赐的。什么？老吕头一个立定站稳，上神赐的上等躯壳精密，一粒便有半人高，皇帝老子也不一定吃过。上神赐的滑溜溜药，更是让不少吃了观音土眼见着要撑死的人活命。虽说得用竹筒强灌进钉眼子，用药的姿势比较不雅观，但总比用细条子硬抠好啊。若无上神赐的药，硬抠弄得到处是血长头脱出，还要烧烫了鞋底，一边敷一边把长头揉回去，以后一辈子只能放松屁喽。可有上神给的滑溜溜药，那可就顺当太多了。受益百姓念着上神给出这样的神药，还想再混策给上神立神位祭拜。老吕头精神振奋，不迭声催促道：那走啊，等什么？言罢，他迈着步子朝郡守府跑，那面相憨直的郡兵跟在后头追。这时候竟没跑过这老汉，带进了郡守府。老吕头先被闪了下眼睛，然后看着前院的橡皮筋小山，他深吸了一口气。郡兵在后催促：您走啊！下一秒，老吕头双眼一翻，气血翻腾朝他倒来。现场一度混乱，郡兵们拥上，按人中的扇嘴巴子的，好歹才将人救醒。老吕头半边脸肿着，从地下爬起来就奔那堆橡皮筋去了，抱住一根少女粉的发圈不撒手。极品啊，粗细剪开后的长度都恰到好处，虽还没试过，但以他的眼光，这堆里这个一定最合适。老吕头抱着那根有他手腕粗的皮筋，凑到嘴边狠亲了一口。且不说郡守府中如何鸡飞狗跳，箱子外秦墨拿了一个保鲜盒，把韩风献祭给他的瑶草装好。这种植物香味浓烈，过手留香。只这一会，秦墨的卧室已经满是香味。收好祭品，他吃着薯片，跟随韩风的视角逛大街。云武郡城和秦墨所知道的汉代城市采用了差不多的格局，不算大，因地处西北边境，通体看着土黄，地面也只有中心一条主干道，铺设了石板，其余都是黄泥路。秦墨曾见的堆满尸体的巷子和那些菜人铺早已被清理干净，但人血极腥，这些地方还是残留着一股子搅拌进泥浆里的臭味。韩风一路行走，竟与很多人都熟。老丈，道上不让摆放货物。韩风话是这么说，人已经弯腰去帮着售卖席子的老者将成卷的帘席移开。城中死了很多人，大多数买不起棺材，都是一张席子卷了埋掉。这老者买卖好做，难免自意了些。韩风客串完了城管，又见一个小孩垫脚在挂白纸灯笼，他手臂一探，帮人挂上。一路走，他像是接了任务的主控，手就没停过。秦墨都不得不赞一声，他真是眼里有活。待走过街尾，秦墨像是亲自进行了一次沉浸式逛街。他喊道：等会，左转，那是什么地方？秦墨看什么都新鲜，见一处建筑前有人排队，粘土为向前呈叩拜。秦墨以为是大夏本土的什么庙祠，韩风依他指挥朝那边走去，只是还没靠近，他嗅到了些不好的气味，脚步猛然一顿。怎么了？秦墨以为他发现了什么，不待韩风回答，秦墨已经听到那些人在白白祈祷啥。箱子外的他捏着薯片的手一顿，他问韩风：所以我的第一个神位是侧神啊？他倒没什么好生气的。韩风后背却是霎时间浸出一层冷汗，他沉默了半晌后，对天意拱手，低声道：卑下定立即下令断绝此种行为，并查处祸首。秦墨嗯了一声，倒也不必如此严肃，想说虽然向他祈求拉屎顺畅这种事情很埋汰，但大方的他从不计较细枝末节，不用处罚什么祸首。他话没说完，城墙角楼突然传来急促的钟声。韩风侧耳听，钟声三长三短，有外敌。当当当当当当，云武城东门角楼上悬挂的铜钟上，住客一脚一足的兽形夔牛，沉重的铜钟，无需敲钟人拖动沉重的钟杵便自发晃动，发出沉浑的响声。这响声能传到极远的地方。韩风赶到时，守城的戍卒正四处奔走，合力将城门关上。一个士兵看见韩风，顿时像找到了主心骨，急忙迎上来。对帅，夔牛钟响，有外敌。韩风神情一动，道：关紧城门，派个人去郡守府通知徐都尉，因秦墨送来好些橡皮筋，实验强弩弓，嫌徐谭这郡都尉自是要去的，只是没料到就这短短时间城外竟生变故。得了叮嘱，士兵急步去报信。韩风按键疾步走上城墙，一直旁观的秦墨这才问：夔牛钟是什么？你们怎么知道有外敌？
韩风一手按在城墙上，向远处眺望，答道：禀上神，夔牛钟是以夔牛骨为柴铸造的铜钟，有敌意者靠近便会发出鸣响，检测敌意。秦墨心一动，决定待会问问韩风能不能帮他搞一个夔牛钟，当做小挂件挂在身上，遇见敌意自鸣。秦墨的安全系数一定飙升，心中想着，他道：我看看是什么来了。以云武城为中心，箱子范围内秦墨都有视野，这一看，他下意识咦了一声，城外有人在被异兽追杀。云武郡地处大夏西北，干裂的黄土地因夫珠带来的雨水，刚冒出几根翠绿小芽在风中舒展，忽听一阵嘶嘶声，一只满是黄土的牛皮快削踏来，将这新生的小芽踩得一歪，随后又有数只大脚踩来。林校尉，再坚持一下。3-5个壮汉穿着统一的黑色皮甲，扛着一个中年人仓皇大步向前。这中年人面如紫薯，血淅沥沥从他皮甲下滴落，地上的翠芽接触这些黑血，立时像是被泼了浓硫酸般升腾起一阵黑烟。在这群人的身后追逐着一群肥蛇，约有100数。这种怪异的蛇好像被恶意拼接版，2条肥蛆似的短胖蛇身共用一个脑袋，却长着6足4翅，覆盖着鳞片的蛇头歪曲类人，密密麻麻簇在一堆追逐猎物。密集的嘶嘶声听得人头皮发麻。撒！被几个壮汉扛着的林校尉嘴唇翕动，发出一道气音。担着他左边胳膊的是个8脸汉子，一气道：我们不会丢下你的，咱弟兄死也死一块。被他扛着的林校尉喉中咯咯。右边一人骂道：蠢猪！林校尉让你撒出熏草粉驱开肥夷。说不出话，气得翻白眼的林校尉弱弱点了点头。哦，8脸汉子这才反应过来，在后腰一探，摸出个皮口袋，向后扬出一把淡黄色奇臭无比的粉末。追来的肥夷已在3步之外，突然被这淡黄粉末罩住。肥夷凶猛，可隔百里追踪猎物，嗅觉发达，十分发达。被这粉末扑脸，先是一呆，随后便向外逃，逃到半路，满嘴白沫子昏厥过去。后面的肥夷也纷纷避开这阵臭风，与前面几人拉开了距离。那几人不敢大意，依旧拔腿往前跑。又一波箭雨袭来，方才死绝。城门前腥臭无比，死蛇遍地。云武郡郡守呢？城门内，8脸汉子一声喊让，左右陷入短暂的沉默。他心中着急，对此一无所知，犹在催促。快叫医士来，林校尉中了蛇毒。他应当话极密，又转头看韩风：你不是领队押送当护回洛阳吗？怎在此地？韩风现在无暇回答，他蹲身查看林校尉的伤势，循着腥臭，将林校尉身上皮甲和他被血浸透的裤子，露出大腿上约拳头大小的咬伤。城门后的所有人都侧手避让开散发的臭味。再看那林校尉，安全后泄了强撑的那口气，已昏厥过去。先送林校尉去郡守府治伤。韩风一声令下，左右士兵从瓮城取了担架来抬。见他指挥这些守城士兵，其余人都察觉到了不对，只有那8脸汉子连连点头，并跟韩风讨水喝。给我们点水喝，一路跑来渴死了。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摘了头盔，脑门顶上都冒烟。韩风也有话要问他们，命人将林校尉送走后，领着几人来到了城墙上。诸位，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肥夷？肥夷见之则预示着大范围旱灾要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肥夷集结，追逐人类闻所未闻。大嗓门8脸汉一抹嘴角的沫子，气道：我们还想问云武郡城外怎么那么多异兽集结？韩风从前跟他共事，晓得这是个没啥脑子的。视线落在另一个神情精悍的中年汉子身上。武二哥，名叫武二的男人左右看看，叫陌生士兵退开，这才压低了声对韩风道：有大麻烦了。这次的大旱背后有东西影响，黄土被污血浸透，扭曲的蛇尸陈横，肥夷长相丑陋，蛇牙有毒，但肉可驱虫辟痢，也就是治疗麻风病。一而确认再没有肥夷追来后，云武城的戍卒纷纷手持长戈到城下清理。遇见还没死的肥异兽群逐水而来，武二久未喝水，嗓子像是被砂石磨过。韩风给他递了水来，他没着急像8脸汉般狂饮，而是捧着大碗继续道：我们在抓捕肥匪的路上，无意寻到一口怪异的棺材，内有旱魃，虽还未成型，但已极凶悍，可控灾兽袭人。我们一路逃出来，只剩10来人。本想借云武郡城中驿站往洛阳报信，谁知云武郡各处竟然都有异兽活动，其中象征旱灾的灾兽更是对他们穷追不舍。说完，武二才一仰脖，把水碗里的水全部喝光。我们得尽快将消息传回洛阳，请玉衡君出去旱魃，否则这干旱当真永无休止了。武二话说完，箱子外的秦墨也听懂了。他没把老苗送的山海经带回家，但手机可查，前面出现的属和追着这些人来的肥夷，在监狱记载时都有共同点，那就是见则大旱，都是旱灾的象征。而旱魃的记录就比较多样，但综合武二口中所说的棺材和旱魃尸，感觉这里这个旱魃并不是原版记载，而更类似
子不语中的成长型旱魃师，而不是皇帝之女女魃。乡中吴二哪知倒霉郡守早已被百姓乱石砸死，还在催促韩风快去通知郡守。韩风一拱手道：郡守在前些日子被百姓乱石砸死了。他轻飘飘一句话，让站在城墙头喝水的几个人齐齐一呛。嘴最快的八脸汉子叫王昶，本在吃随水送来的米饼，他大吃大嚼，还在琢磨着云武郡当真阔气，竟有这样好的米可吃。听了韩风的话，险些被一口饼梗死。他捶胸顿足，把那口饼吐出，当真是疯了。武二更是脸色铁青，云武郡郡守的官位是向陛下捐官买来的，不管如何无能，任上被杀必要给朝廷一个交代。湘甘人等只怕走脱不了干系。他在洛阳时和韩风私交不错，不由生出些担心。韩风却不慌，他道：云武郡郡守贪婪无比，民不聊生，我已经收集了很多他贪腐的证据。武二却摇头：十官九贪，嗨嗨。他自觉失言，打岔道：只怕还不够。韩风也知道这点，正要说话，耳边突然响起了秦墨的声音：让那郡守背锅。秦墨坐在箱子外，没吃完的薯片又拿了起来，他咔嚓咔嚓吃着薯片道：把旱灾和旱魃出现的缘由全归罪在郡守身上，都因他无德，导致旱魃出生，天下大旱。能卖官的朝廷干净不到哪去，从云武郡可见天下，想来别处也是白骨遍野。韩风听见上神轻笑两声，笑声悦耳，却恶意满满。推个死人出来顶包挨批判，狗皇帝不用下罪己诏，他定会开心的。对了，记得把丢失当护鸟那事一并推给郡守，他也不差这点罪名，大不了晚上你给他上炷香说谢谢。秦墨敢教，韩风却听得生出一层细汗。他性子中正，让别人替罪这种事情从未想过。嘴巴嗫嚅之际，吴二注意到他的不对，像是发呆，又像侧着脑袋在听谁说话。吴二不由喊道：阿烈，你怎么了？韩风猛然回神，不知如何应答。秦墨算是看出来了，他找的这个代行者脑袋不笨，就是要脸。可这年头谁还要脸啊？乱世之中要脸还怎么往高处爬？秦墨命令道：就这么办，跟着我说。韩风倏然挺直背脊，而后脸涨得通红，照秦墨教的说道：郡守失德，因此天降责罚各州大旱，当护鸟也因郡守之故。听他说郡守无德，吴二几乎秒懂，双眼一亮，这是个好办法。韩风这小子何时这般懂变通了？吴二顺势也甩锅：对，但因郡守无德旱魃现世，我等也损兵折将，抓捕哭哭任务失败，有了可以甩锅的渠道。吴二松快一截，猛一拍韩风的胳膊：你小子长进了，等你后年籍贯时，二哥定送你匹好马。韩风抢笑一声，先谢过武二哥，城上无事，我们去看看林校尉。方才留下是怕肥役后还有异兽来袭，现下已经无事，便去郡守府看看伤者。他们走下城墙，一直旁听并捕捉到关键字的秦墨才问韩风：明年籍贯你多大了？韩风低声答道：禀上神，今年19。箱子外的秦墨险些将手上薯片捏碎。不是，这大兄弟竟然才19，是不是有点显老，胸肌略浮夸了？之前大大方方欣赏胸肌的秦墨顿时生出点不好意思。他想说点什么时，手机震动弹出条信息：二舅，秦墨，听说你回来了，晚上来我家吃饭。秦墨没犹豫，拿起手机回复：不去。秦墨回复的很快，态度很是坚决。对面回的也很快，嗖嗖弹出好几条语音。他一句不用听，大概也能知道他这二舅秦志洲要说些什么，大概就是什么亲情啊，为他好之类。秦墨手指翻飞，在手机上打字：上一次你想算计我，大舅先一步打断了你的腿，我赶上没机会加你好友，是因为外婆重病，我不想她走得不开心，并不代表原谅，自己心里有点逼数。秦墨从来不介意用语言攻击所有敌人，在对面还没反应过来时，他发送了一个滚蛋的表情包，然后拉黑了对方。秦墨两个亲娘舅性格天差地别，大舅秦志国正直负责，除了太爱工作和脚臭没啥太大缺点。二舅秦志洲是个平平无奇的混子，早年跑货运，钱赚了也惹一身油滑，总想走捷径。早些年这王八蛋二舅掐算着秦墨的年纪，把他当作资源介绍给一个二世祖。秦墨不是个脾气多好的人，在那个二世祖提出1万块包养他时，泼了那人一头咖啡，转到运动商店买了根棒球棍去他二舅家。但是晚了一步，他二舅已经被他大舅打断了左腿。在秦墨外婆的亲自监督下，那是老太太气得很久没搭理二儿子，一直到外婆重病，怕老人不安心，秦墨又才勉强与二舅家往来。想到他又当又立的二舅捧着手机气半死，秦墨就舒坦了。乡中韩风领着武二等人去郡守府，没什么看头，他索性拿起手机，知道这个世界有人在寻找神秘事物，他就不能一直潦草的把这箱子随意放在卧室。秦墨家3楼有2间客房，他可以改造一下，给这个箱子设计一间专门的安全屋，从乡中事件拿到的东西需要一个专门的房间摆放，
比如孵猪，未来说不定还会有这样的小玩意过来。若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它可以养着，得做间生态养殖屋和储藏间。秦墨一边想着，一边照习惯看箱子之余，分神打开记事簿，将自己的想法记下，在好友中搜索了一下，点到一个机器人头像，把想法发过去。秦墨，改建我老家的3楼，明天出张设计图，面积户型图你有？没等多久，对面回复了：阿才，滚呐！5个感叹号足以表达阿才对秦墨的厌恶，并且一直显示正在输入中，想来还有甜言蜜语在酝酿。秦墨，加急，加钱。阿才正在输入中。阿才撤回了一条消息。阿才，好的莫姐，没问题，莫姐。阿才，我是您最忠诚的仆人，小狗抱大腿。Chief。秦墨，滚！阿才妈妈溜溜的归安滚蛋了。秦墨扭了扭脖子，又看看箱子里，他耽误这回功夫，正好够韩风一行人回到郡守府。秦墨探头看，恰好听见齐齐整整的骂街。郡守府中，以52为首的一行人站在堆满皮筋的前院，此处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异兽被筋？52站在这堆橡皮筋山前，道都走不动。秦墨给的发圈上都是质量很好的，好些上边镶嵌了水钻之类的亮晶晶玩意。郡守府的人在李主簿的监督下，用双人用的拉锯将皮筋锯开，摘下这些亮晶晶的塑料宝石，点检入库。2次超目睹神迹，有2次解读受启发。现在的李主簿早已洗心革面，握着竹简，明笔润墨，在上边记道：太阳11，一颗还是1块。在技术单位上犹豫时，只见在他旁边一个影子一闪，八脸汉子王昶双手环抱住一颗人造钻石，先是哈了一口气，然后用他脏兮兮的袖子擦光亮。竟有如此珍宝，都是上神赏的吗？他们来的路上，韩风简单说了神灵现身就是一事。王昶也是个实在的，在李主簿呵斥前，他一转身跪地，咚咚磕了9下。上神，以后我王昶就是您最忠实的信徒，您有机会也赏我一颗宝石吧。他朴实的说出了自己愿望。贼人安敢！李主簿这才反应过来，提脚便踹。只是王昶常年在外猎手，一身坚实腱子肉，好似石头，一脚踹去，王昶动也没动，李主簿反倒崴了脚脖子。韩风这时才蹙眉上前，对王昶道：莫要不敬。王昶被他这玉衡军中小辈呵斥，还觉得面子挂不住，可看韩风脸色，也不敢造次。平素仗着资历使唤倒算了，真到搏杀时，他敌不过这小子，面色不大好看的讪讪起身，说笑也。在韩风的注视下，他默默住嘴起身，我不说了，只假作轻松般去看那些橡皮筋。52太清楚他脾气，扯着他的手低声道：莫要生事，你这蠢猪！他指着落成小山的橡皮筋，这些你可能认出是什么异兽的大筋。被骂惯了蠢猪的王昶习以为常，他细细打量那些橡皮筋，摇头道：不知，我也参加过染衣狩猎，不是染衣的筋，染衣的背筋一整条，没有这样环形的。陷入大筋世界观的52又问：那你观这些异兽大筋，可能猜测取下来前主人的体型？王昶人蠢，但经验足，想了想，倒吸一口凉气。他一手指着这些橡皮筋，这些都是上神狩猎的，这种可怕体型的玩意，杀了那么多。他张大了嘴仰头看，血手。他本想说血手神徒之类的混号，被52削根跺在脚面一撵，顿时撕得比外头的肥衣还大声。52警告看他：闭上你的狗嘴！王昶连连点头。韩风见状，面色缓和了一些，询问李主簿送来救治的林校尉在哪后，领着他们过去。还没靠近，他们都嗅到空气中弥漫着的肉烂掉的臭味。众人心知肚明，那是肥衣毒发作，正好与一个猛着脸的大夫撞上。那大夫见韩风，顿时着急：韩队帅，干旱前4处都闹肥夷，郡中少药，我这也无法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郡中的大夫就算在妙手回春，缺药他也无法。老大夫为难地擦了擦脸上的油汗，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城中大夫都被郡守府征召过来，为郡中居民救治。他已是连轴转了一段时间，头发打绺，面膛发黑。在52，尤其是王昶张嘴前，韩风侧行一步，拱手给老大夫深深一，被他哭丧的心烦，从后踹了他一脚，滚一边去。韩风抬起一点的脚尖放下，他又转头看老大夫，其他东西能代替吗？在洛阳时，韩风得了林校尉颇多照顾庇护，他抱着一些希望问道：瑶草可有效用？郡守司库中最珍贵的就是几株瑶草，韩风绝大半献给了秦墨，只留了一株在手边以防万一。老大夫并未直接反驳，捏着稀疏的胡须，眯眼沉吟片刻后，遗憾摇头：瑶草祛百病美容颜，可解肥衣蛇毒须蝉酥，拔毒强心脉。他突然眉毛一跳，想到些什么，若有异兽属，或也可行。异兽儿属其形如鼠，兔首弥身，以其尾而飞，食之愈百毒。相比起上古凶兽蟾蜍脓油里的蟾酥，抓耳鼠这种稀有的小异兽也显得跟喝凉水一样简单了。王昶一咕噜从地上爬起，
耳鼠，这个倒是可以试。他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环视寒风5、2几人，2颗豆大的泪水从他眼角挤出。这7月间河西地界去哪寻耳鼠去？且不说云武城外聚集的异兽和耳鼠稀少，只说时机完全不对。耳鼠从来只在冬天活动。王常抹着眼泪又蹲下去哭丧。林校尉啊，他哭得真心实意，却让人莫名想打他。5、2咬牙盯着他的天灵盖，拳头捏紧又松开数次，最终愤愤一甩手，背开脑袋也掉了几颗男儿泪。韩风却抿紧嘴唇，寻到李主簿。李先生，郡城中有不少大户，可能求得耳鼠。至于蟾酥，洛阳皇家内库或伐越之家才能有，倒不如想想更实际的耳鼠。李主簿点数着手中竹简，脑子里思索了一圈才道：段氏或许有。恐韩风这外来人不熟悉情况，他解释道：段氏为云武9姓之首，祖上出过万担的太尉，是地方豪强。若问谁家有资历豢养耳鼠这种药用异兽，只怕还得看段家。李主簿莫看胡说八道时疯疯癫癫，但事情若跟上神无关，他还是很理智专业的。得了准信，韩风心中一松，谢过李主簿便要离开，但身后传来李主簿的声音：段氏虽没落了些，却不改骄矜。韩队帅若只以队帅之身上门去，只怕对方不会太友善。这种半没落的大家族最是傲慢，看人啊，看的是头上戴的官帽，看的是出身。李主簿不知韩风底细，但估摸着门第不会太高，接触段氏这种豪族时身份低太吃亏。李主簿斜了一眼堆放在前庭的那些橡皮筋，似是无意般说道：自饥荒起，段氏移居云武城南5势力的铺务，若能得些金锁制弩自保，想来对方是愿意做这个买卖的。韩风跟随他的话语，视线扫过秦墨给的一院橡皮筋，他忽而摇头，毫不犹豫转身离开。城防重器岂能旁落？这些地方豪族本就像是一只只趴着吸血的臭虫，韩风绝不可能违背原则，用城防重器跟谁做买卖？他步子迈得大，打了个呼哨号令士兵集结。当对方不是可以好言好语说服的对象时，武力也不失为一种办法。李主簿微微挑了挑眉，摇头自去清点宝石金锁，只唇盼一个莫名笑意。年轻人就是气盛，他忽又轻笑：气盛好，不气盛怎配被上神眷顾？韩风径直来到后院，简单对5、2几人交代了一句。5、2等人对世家德性再清楚不过，听说他要去段氏求要，纷纷担心。5、2不放心叮嘱道：这些世家盘根错节，你小心。韩风答道：我知道。顿了顿，他突然看向王昶，5、2也看王昶。王昶摸不着头脑道：看我做神。韩风和5、2默契对视一眼。5、2道：你跟着去一趟，大嘴巴的蠢蛋有时也能派上用场。王昶倒无所谓，听见要他去，颠颠的去找人讨水和米团子，左右不能遏制自己。韩风则进了满是药味的屋中，林校尉躺在草席上，有要同用洗米水熬的干艾草给他擦身。韩风看了一眼人事不知的林校尉，转身离开。他领着王昶点了20来骑士兵跟随，径自出了云武城，往段氏宝物而去。蟾酥，蟾酥，上古凶兽，万年肉汁。王昶的话听得箱子外头的秦墨一愣一愣。无论从哪个角度听，箱子那个大嘴巴莽汉嘴里说的凶兽都跟秦墨所知道的癞蛤蟆相符，只是王昶哭得绝望，搞得他也不自信起来。眼见韩风要去大户求药，秦墨寻思着，不若做2手准备吧。现在是下午4点，时间还来得及。秦墨找到本市中医馆、中医院电话，挨个电话联系。他本以为要费些功夫，不料第一个电话就打通。询问后得知那家药房有蟾酥锭，秦墨高兴得很，立即换衣服准备出发。刚一出门，他正好遇到石婆。你做什么去？石婆问。我家吃饭去。秦墨同他打招呼后抱歉一笑，今天去不成，我马上出门买点特别急用的东西。什么东西？石婆本能打听。秦墨一边锁门一边道：去中药房买点蟾酥。你买那玩意做什么？石婆从衣服口袋取出手机问秦墨。有点急用。秦墨一笑糊弄过去，我先走了。他刚走半步被石婆拽住。别慌，这点事还需要你亲自跑。石婆看秦墨的表情无奈得很，我有人脉，你等我问问。言罢，不等秦墨反对，他拿着手机眯眼拨弄，很快打通一个电话。喂，老王，是我，上次不是听说你儿子被人骗，开了个蛤蟆基地？石婆婆拿着老人机，说话的声音半条街都能听见。秦墨本来要走的，听见他说蛤蟆，顿时一喜凑了过去听。石婆婆安抚拍拍他，什么叫我戳你痛处？那不是你麻将桌上自己说的吗？少废话了，问问你儿子手里头有没有蟾酥，我要买点急用，这不是照顾你家生意吗？听见说买卖，电话那边的老王停了抱怨。好，你赶紧联系，3分钟之内给我回个话。对了，你别糊弄我，卖假东西试试。一通话后，石婆婆潇洒在屏幕上一摁挂断电话。等3分钟，秦墨在旁崇拜道：石婆的人脉还是这么广。石婆谦虚一笑。只过了2分钟，电话打回来了。
石婆接起和对方说了2句后，捂着话筒问秦墨：“你是要缠酥什么？定冻干粉要不要？”秦墨想了想，都要一点。石婆电话中一番讨价还价，最终秦墨微信转账360块，对方送货上门，应该是比较珍惜这桩生意。卖缠酥的不到10分钟就骑着小电驴送货来了，把手里的塑料袋递来，临走时，一脸老实巴交的中年人还道：“绝对是真货好货，用好了多照顾生意。”秦墨笑着应下，打开塑料袋一扫，袋子里装了些小袋的缠酥锭和冻干缠酥粉，或许为了显示自家卖的是真货，还多给了2只干蝉，粗加工的干蝉，晾晒的干巴巴，仰天死不瞑目的样子，瞧着格外狰狞。秦墨东西到手不多耽搁，诚心对石婆道谢。石婆摆手叫他快去，自己则继续跟人唠嗑，约好麻将桌上血战通宵。从秦墨出门到他拿到缠酥时间20分钟不到。石婆深藏功与名，秦墨提着缠酥靠近箱子旁，他箱子里场景又变化了。离开云武郡城后，像是俯拍视角的画面拉得极高，久旱后苍凉的大地上满是裂口，午后的阳光穿透云层，以近乎垂直的角度倾泻而下，整片大地像是镀上了一层金色。一座宽广4层的雾壁坐落在片荒凉之中，这就是雾壁。秦墨趴到了箱子边，大厦和他所认知的汉代十分相似，民间百姓住宅1堂2内，有庖厨，让段家务壁前的韩风惊了一瞬，上神又在看着他了。见他要行礼，秦墨道：“就当我不存在，自然一点，不要表现出异样。”如果可以，秦墨更愿意观察乡中世界人最自然的生存方式。韩风闻言立时定神，远望段家务壁上带着布曲的人：“我没有恶意，只是听说段家豢养儿鼠，想来求取一只救人。”韩风话音刚落，又听见秦墨一笑：“好话说，李主簿并不肯定段家有儿鼠。”韩风说有，只是为试探而已。果然，对面传来惊疑不定的声音：“你听谁说的？”还真有。秦墨撑着脸颊笑，听韩风长出一口气：“你听谁说的？”务必被人炸出的那个声音，紧接着哎呦一声。从秦墨这可以看见，方才沉不住气搭话的那个小人后脑勺挨了一巴掌，他捂着脑袋，无措看着扇他的人，他的亲爹。韩风这边听见段家人的回答，队伍中的王昶立刻嚷嚷起来：“他路上在马背上，吃饱喝饱，声音洪亮，那还不快帮帮忙？我们等着救人呢！”有他这粗神经的打头阵，倒是破了僵局。韩风一手拽着缰绳，也扬声道：“韩某并不白拿儿鼠，愿以珍宝来换。他用以交换的东西是剩下那株瑶草，理论而言，瑶草的价值要远高于儿鼠。段家若是点头愿意换，他们并不亏。”韩风上前2步，展示了一下他放在马背上的匣子。路上他们斩杀了2波来夺的异兽，方才护送着来到此处。匣子未开，但瑶草的香味十分霸道。远远的站在段家务壁上的一个年轻人嗅了嗅，父亲似乎是，到底是有底蕴的大族。大门挑梁上的年轻人叫段毅，轻松认出了韩风带来的是什么。正要说话，被他的父亲段晨再次打断：“闭嘴！”段晨低声喝道，手按在挑梁栏杆上：“瑶草珍贵，交换不放在明面上。段家低调得了一株祛病的瑶草，关键时也是一张底牌。”韩风的深意和诚意，他都看见了。可是，段晨苦笑，示意他的傻儿子退下，拔高音量朝务陛下喊：“韩队帅，您的诚意我们感受到了，只可惜……”老者态度较为亲和，斟酌了一下，道出缘由：“只可惜儿鼠今日已入药，被我长子服食了。”听他前言，韩风还高兴了一下。听到后话，他心略沉了沉。他缓缓收起瑶草，按在马鞍上的右手缓缓摸索安侧的环手刀。韩风没说话，但他特意带来的王昶开口了：“胡说八道！”八脸又多嘴的粗莽汉子一手指着墙上骂：“怎地就这要巧？今天给吃了！我看你们就是不想给。”常被2个鼻孔看，王昶对这些高门也膈应得很，以为被摆了一道，大声嚷嚷起来：“你们好生无礼！我们诚心诚意来，便是不换大大方方说了便是，何必编瞎话骗人？”韩风带他来，本就想让他做这出头鸟。闻言脸一沉，段氏当真傲慢。他扯动缰绳，坐下那匹黄鬃马，打了个响鼻。云武城中粮草充足，磨碎的精米4位，城中军马才养壮了一些。蹄子踏在段家务壁的石阶前，韩风又道：“我等诚心而来。儿鼠其实只有除毒一个功效，大户豢养多是以防万一，平常确实派不上用场。用一株祛病的瑶草，换一个平常派不上用场的东西。”一路护送到门前，韩风自认诚意是够的，但对方却傲慢得很，编出这样荒诞的瞎话。务壁前气氛逐渐凝滞，一帮莽军汉进来我段家门前耀武扬威。段毅沉不住气，便要命令部曲放箭驱赶他们离开。胡闹！喝止他这莽撞行为的是段晨。大灾之下，段家退守务壁，但云武郡城中的变故他们还是知道的。对韩风，众人猜测纷纷，但有件事情很明确，
现在云武城做主的是这小小队律，段晨是不耐和这些军汉打交道的，但此时不得不按下性子。韩队帅，切勿动怒，且听老夫一言。段晨一捻胡须，带着些试探道：韩队帅，若不信，可进来一看。我长子还卧病在床。段晨到底老道，又将问题抛还给了韩风。进去看看。韩风耳边传来上神的指示。进去后，若遇上危险，尽量来到能看得见天空的地方，我会保护你。秦墨手里捏着烤肉夹子，承诺道：要真的遇上危险，他就用烤肉夹去扒拉烂段家的房子。听他这样说，韩风顾忌进去，命随行士兵守候在外后，将瑶草交给王昶保护，自己翻身下马。你一个人去，王昶惜才爱才，死死攥住装瑶草的盒子。韩风颔首道：没错，你们在外等候，若有变故，不要慌张，立刻回云武郡城报信。言罢，他大步朝着段家务壁而去。好胆色！段晨收敛皮笑肉不笑表情，换了一张笑脸。开门。随着他一声令下，段家务壁沉重的2扇大门缓缓打开。韩风微正衣冠走了进去，时不时听着秦墨的指示，微微调整步伐和角度。秦墨也得以看见了这务壁内部的场景。平心而论，这务壁对比现代建筑并没多恢宏，叫人赞叹。可当韩风一步步走进去，他可以看清瓦当时，秦墨忍不住生出一股微妙的激动。要不是这些砖瓦，拿出箱子。段晨颔首，是矣。良几日，山野中异兽越来越多，四处都有肥夷出没，被咬伤者甚多。韩风听得心发紧，这次出现的肥夷毒性很烈，若这些肥夷游荡四处，可不是谁都有段家公子这样好命有儿属救命。想到还身处旱灾中的百姓，韩风掀开段家公子包扎的布，再确认是肥咬痕后，猛直起身子告辞。儿属既已没了，在下就此告辞，此番打扰多有冒昧，是定后再来告罪。在段晨还没反应过来时，韩风一路急走出了段家。在他的耳旁，秦墨道：马上回去，我会给你们一些蟾酥，看能不能用。得马蹄，溅起蓬松尘泥。韩风等人一路烟尘滚滚往云武城赶。秦墨并没有离开，借着韩风这支骑队的前行，像是开地图一般看到了沿路的风景。他视线扫到一处，突然皱眉：韩风，右前方的林中有东西，数量很多，黑汪汪一片聚在林中，看着像是什么飞虫或者可飞的异兽。以你们现在的速度，秦墨闭一只眼，用手比划了一下距离，2分60息后就会遭遇5958。他的倒数声无形间让气氛紧张了些。扯着缰绳纵马的韩风忽而一声呼哨，骑队马速骤然降下许多，被火石火油，准备接战。与韩风随行的除了王昶，多半是原本随他押送当户的部下，默契十足。即便是王昶那8脸憨憨，也无需质疑他的能力。韩风命令方下，裹在烟尘中的重骑齐齐发出一声低沉的应和。控马同时自马鞍侧取出火油，专门皮囊中装的火油是异兽油脂熬制，添加了一些毒物，不会凝固，十分耐烧。微黄的油脂沿刀脊一淋，随后火石在刀背上一刻，点点星火惹得制式环手刀爆燃，火光跳跃在韩风等人的眼眸上。在绕过一处荒林后，前方涌动的黑雾映入眼帘，这些雾由一个个拇指尖大小的黑虫组成。这种猛虫算不得异兽，但数量汇集如此多时，能将所遭遇的牛马人兽生生吸干。王昶一边控马一边低声道：这些虫子来势怪异，一般而言，虫群行军飘忽，没有目的，可横挡前方的虫群却好似有目标一般。韩风剃了胡须的脸，轮廓锋利，双眸凛然，不闪不避，带着骑队直直冲撞进了猛虫群中。作为最锋利的枪头，韩风一下健硕臂膀肌肉滚动，像是一台机械，燃烧的环手刀在他手中舞动。从秦墨的角度只看得见黑蒙蒙虫群中如烟花般次第闪烁烈焰刀芒，耳边虫群振翅的声音，还有浴火燃烧的噼啪，以及呼啸的刀锋。在韩风领队将虫群杀散时，又霎时间一静。秦墨不由揉了揉自己的耳朵，干得不错，他不由夸了一句，相当帅气。恰好甩去刀上余焰的韩风，头盔下的耳朵像火一样烧起来。哪里？他低声谦虚。韩队帅。王昶顿了顿，以官职相称。他道：你在和谁说话？问完他不等韩风回答，自顾自道：虫群不对劲。这种猛虫大量聚集后，杀伤力远超一般异兽，所过之处只留下一具具枯柴似的干尸。这些猛虫单独个体十分弱小，几乎不会有成群成灾的机会，除了……韩风知道他要说什么，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密集铺在道路上的虫尸，除了有大型尸类灾祸出现，而这云武郡目前所知的尸类灾祸，除了旱魃不做他想。韩风将王昶的后话说完，削根一颗马腹，先回去。方才放慢速度的骑队再次加速朝着云武郡城去，途中他们遭遇数波袭击，都是肥夷蛇。这些古怪的蛇类大喇喇盘踞在驰道上，箱子外的秦墨视野较高，能看到的林中都有异常，只是不知是肥夷还是什么。
及至云武郡城下时，半边天都黑下。王昶长出一口气，幸好赶回来了。野外遇到那些玩意可不是好惹的，我要好生吃点东西。这人思维跳跃，想一茶是一茶，叫韩风借水囊给他喝一口。他仰脖狂饮时，突见10数丈之外城墙方向有光亮起，这种碧绿的光折射成数，瞧来蹊跷。王昶嘿了一声，这云武郡灯油挺足。后半句话卡在嗓子眼里，他喉中咯咯颤抖，手指着发光的巨大城墙。他外公的云武拿玉璧修城墙，那可是一整块无瑕的，有山那么高的绿色玉璧。嗨，这得值多少钱？他仰头看着哈喇子都快淌出来。韩风无心应付这活宝，探手去将他缰绳牵住，扯着他的马走。这是神恩。至于为何会发光，盖因李主簿张罗着，把郡守府中米谷树移植到了城下。米谷树的花朵夜间光华照耀四方。李主簿言道，只有这般华光异彩，才配得上上神赐予的图腾。简而言之，人为天家的光污染彩灯。王昶擦了一把嘴角，又和韩风商量信仰上神，上神能不能给他块宝石的事。但一阵接一阵的呻吟打断了他。腐臭味道从城门打开的缝隙中传出，王昶脸上憨相进去。进了城门，他们看见了城门洞中躺着的人，平民打扮，都如林校尉一般，面色青紫，只是林校尉中的毒药更烈更毒血。徐谭疾步从城头走下，韩队帅，你们今日离开后，被肥蚁咬伤的人增加许多，都来到郡城之中，想碰碰运气。借着火光，韩风看见有不少人伏在伤者旁，虔诚叩拜祈祷，祈祷着上神再次显出身影，拯救世间。韩风道：安心。徐谭微一愣后，长出口气，如此便好。他垂手默念了一句：谢神恩。他们的对话，秦墨一直听着，那些虔诚的祈祷，他也听见了。不，应该说他听得更清，像是小虫粘在他的耳垂振翅，细细碎碎。若是细听，可听见无数祈祷之声。秦墨心念一动，聆听这些祷告和哭泣。他忽然心念一动，生出一个猜测，或许他对乡中世界的影响会因为他接收的信仰而加深。秦墨神情微动，在看韩风进入郡守府后，他拿起了一旁用以投放铲，寻思着找个机会得去买点合适的工具。每次往箱子里放东西，不是卷宣传纸就是烤肉架，未免有些没排面。箱子中，回到郡守府的韩风等人先去看了林校尉。半日过去，林校尉状态更差，鼻下一股悠悠凉气。若不是他们这些玉衡军体质极佳，想来早已死去。但情况依旧很糟，老大夫还未休息，在米谷花做成的灯下翻阅医书。见韩风等人进来，他未有多少喜色。即便段家肯给一针数，这全城30来号同样被肥蚁咬伤的人，依旧莫要死路一条。更不用说异兽在云武郡肆虐，不知还有多少伤者。韩风上前来取了米谷花，走到他们熬药的小小中庭，他将散发冷白光芒的米谷花放在庭院中间，随后喊道：解剑、解甲，全力跪迎上神。先前还不解的人纷纷跪下，尤其王昶跪的最为虔诚，吴二等人也将信将疑跪下。风吹过庭院，周围一片死寂。就在王昶想挪动一下屁股时，他赫然发现天空中多了什么，满城悄无声息。郡守府中只听伤者病者细细的呻吟，浓黑暮色下，视线所及的范围都被一团巨大的黑影占据，给人一种天都被这黑影压得低了3分的感觉。这具影子来得悄无声息，毫无征兆，好像只是一晃神的功夫便悬在了他们的头顶，是来自更高维度的俯瞰。王昶他嘴巴没把门的，但他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心大。一直以来他暗自自豪于自己的胆魄，可现在他仿佛能听见血液流淌、心脏蹦动的声音。仰望天上的黑影，一种名为巨物恐惧症的情绪将他牢牢捕捉。莫说他，就是见过几次，甚至已经是最虔诚信徒的韩风，见夜幕中的巨影都呼吸凝滞了一瞬。吴二等人更如石头一般，僵直跪在回廊横铺的地板上。在满城百姓的注视下，秦墨的影子笼罩整座城池，他手里卷起的药店宣传纸筒正好悬在韩风等人所在的天井上方。缠苏定在秦墨看来只是小指甲盖般大小的扁圆粒，但在乡中世界的人们看来无异于大块的磨石。咚咚咚，仿佛天塌的动静中，秦墨倒下的小半把缠苏定堆了天井口半边屋子。声响渐渐停下，王昶哆哆嗦嗦软倒在地。是这种神啊！他初听神明显灵，想的是轻鸟半飞的仙神自云中缓缓步下，挥一挥衣袖降下米山雨水。现在挥一挥衣袖可能有了，但这压迫感却险些将他吓个半死。这当不是什么上古吞天凶兽吗？这不敬的念头不自觉浮现出王昶的脑海，他浑身肌肉痉挛似的，自己也无法控制。天上又传来一阵声响，像是风吹过风帆。王昶下意识抬头，却看见天上降下2道黑乎乎的影子，是万岁肉直。喊话的却不是舌头喉咙都僵硬的王昶，而是武二。这老异兽猎人瘫坐在地，头发倒竖，
发髻都无形中高了一小截。他已认出从天而降的那巨大玩意是什么了。他喉头尖色上下滑动，确实是万岁肉汁，不，准确点说是万岁肉汁的肝。那种栖息在极南沼泽中，所到之处白骨遍野的凶兽，竟被制成了干皮。便是集合军队猎杀了万岁肉汁，也只是采收而后毒献，再切零碎后分批运回洛阳皇家府库中，也只能见到碎开的蝉皮。以人族目前的体型和工艺而言，将万岁肉汁制成如此完整的干皮是绝无可能的。能晒制蟾蜍这般凶兽的上神，定然会是通天彻地，如传说中的夸父巨人一般。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逐日的巨人，单手抓起凶兽蟾蜍扒皮风干。这种意象又贴合的脑补画面，让武二灵魂出窍一般，脑中嗡嗡作响。天井中狭小，两只巨大的干巴蟾蜍皮被秦墨道道插了进去。干制蟾蜍皮瘪塌，死不瞑目的巨大眼睛死死盯着跪拜的众人，叫众人齐刷刷倒吸一口凉气。秦墨哪晓得他随意举动，吓得人裤裆微湿。他又掏出之前送饼干碎的那个矿泉水瓶，扯着细棉线旋掉了一矿泉水瓶盖的冻干蟾酥粉下去。最后秦墨拍着自己手上不小心沾着的蟾酥粉，临消失前顺带收走了城里的空矿泉水瓶。众人以为他已离开，只有韩风听得到他在耳边催促的声音：快让老大夫试药，看能不能用。韩风闻言深吸一口气，他去扶了瘫软的老大夫起身，劳烦先生试药。老大夫一辈子行医救人，但他哪见过这阵仗。两大块头朝下倒插在天井的凶兽皮，瞧着死相凄惨。老大夫忍不住别开头，觉得后背凉飕飕。韩队律，你扶我一把，我是真害怕。见状，韩风也不敢掉以轻心，将老大夫扶坐下后，自去天井撕下衣上下摆包了块摔碎的蟾酥锭，又包了一小把蟾酥粉。一转身就看见老大夫闭着眼睛，往自己脑门上扎了好几根绣里的银针，手指拈动，涨红的脸方才缓解了点。他垂着胸接过韩风递来的蟾酥，叹息道：没想到我有一日能接手这样的稀世奇珍。老大夫忽而亢奋，顶着一脑门的针便走。带老夫试试。说是试，其实心中早已信心十足，上神给的东西绝不会差。快至香台祭祀。回廊上又是一声喊。洗心革面后格外敬业的李主簿夜里没回家，在郡守府加班。许氏刚用了碗仆，他一边跑一边打嗝，张罗着祭祀感谢上神。不必了。秦墨听得真切，急忙婉拒，告诉他平常不用这些虚礼，他可不想家里成天一股焚烧白茅草的味道。听他指示，韩风急忙拦住李主簿，他未直接说自己得了秦墨这上神的指示，只是道：李主簿别急。但李主簿此时处于亢奋状态，眯着眼睛看天空，气得捶胸顿足，露出半截炉柴胳膊，可有神谕，可有信图腾。该死啊，他为何没来这呢？越想越气，李主簿格越打越急，眼见着就要翻白眼。韩风见情形不好，忙去掐他人中，又在他胸口一拍，将李主簿胸口梗着那口饭拍下去，同时也将他拍得双眼一凸。行了，你想杀了老夫吗？缓过口气便翻脸不认人的李主簿绕过韩风，自去看那蟾蜍凶兽。和他一起的还有王昶。初初的恐惧在秦墨影子消失后便消退了些，他搀扶起武二，两人一起站在蟾蜍皮下研究。胆儿颤着在皮上摸了一把，略干的皮约有一个巴掌厚，硬邦邦的。二哥，是在这矗立的巨大干皮前，王昶这大嘴巴子也不敢说蟾蜍的名字，总怕这鼓着一双磨盘眼的玩意会活过来。武二口干舌燥，观察半晌肯定道：是。与此同时，屋内传来老大夫的声音：当真是蟾酥。堪比黄金的蟾酥在他们面前堆了一座小山。王昶深吸一口气，忽而嘎的一声倒在了武二怀里。秦墨给的蟾酥能用，故而城中找紧，开始救治中了肥医毒的人。进出的郡兵将中毒者悉数转移到郡守府中，交给老大夫救治。听说上神方才现身，是为赐药。城中又响起一阵阵哭声祷告声。郡守府屋顶上，一张蒲席，一囊清水，一大摞米粉烤的饼。韩风拘谨正坐，准备吃他晚了很久的碗府。身侧是一只托在元气盘中的米谷花，散发着冷白亮光。这会发光的是什么花？听见秦墨的问话，他急答道：禀上神。停。秦墨叫停他要起身行礼的举动。这种情况就不要那么多礼节了。自从知道韩风才18，秦墨看他不自觉蒙了一层小狗滤镜。虽然这小狗块头有点大，放松点，说话时自称我就好，不必成日卑下。韩风神色一变，不容他多说半个字。秦墨拍板道：就这样。他无措跪着，虽只能看见头顶，但那仓皇样子更像小狗了。要不是怕这箱子把他扯进去，他多少得伸出个手指头摸一下头。秦墨压下自己扬起的嘴角，他仿佛夜里贴身的女鬼，笑声就靠在耳边极近的位置。韩风搓了搓自己发烫发痒的耳朵，答道：这发光的花朵叫米谷花，是米谷树开的花朵。米谷树，秦墨心中默默记下。
见韩风还是不动，他道：“你不是要吃东西吗？快吃吧。”在秦墨的催促下，韩风垂头开始啃饼子。这些饼子是秦墨投下来的白米做成，那些半人高的米粒，石匠用凿子凿开，再有人持着木锤捶打成小块，其中一小部分取去用石磨继续磨碎，熬给病患喝，另一部分则送去厨房蒸后，团成盘式的圆饼，再烤干水分，极耐储耐饿，也极为干巴。秦墨先还听韩风嚼饼的声音，后来越听越替他噎得慌，忍不住道：“你就吃这个。”他冷不丁说话，韩风险些被口中碎扎呛了一下。秦墨说的话他倒都听，点头的模样老实巴交。禀上神，这些够的。秦墨嗯了一声：“你等下。”上神。韩风不知他要做什么，喊了2声，没有得到回答，胸前的木珠子也渐渐凉了下去。秦墨让他等，他就像是得到指令的小狗，乖乖待在原处，连饼也没吃。一小会，胸前突然一烫，黑暗的天穹中无声无息出现了一团肉粉色的东西，比韩风整个身子还大一圈，瞧着颜色十分不妙，但韩风嗅到了一阵香喷喷的肉味。火腿肠，分你一点吃吃。秦墨说的就真的只是一点，火腿肠掐了小拇指节那么大一点，用烧烤夹轻轻放到了韩风面前。上神，请问这火腿肠是太岁的一种吗？韩风看着眼前这散发浓烈香味的粉色肉块，第一时间从颜色联想到的自然是太岁这类东西啊。太岁，这小伙子脑子里奇思妙想挺多。秦墨吃着剩下的半截，给他解释道：“不是太岁，只是普通的食物，吃吧。不吃肉怎么有体力？蛋白质摄入不足，肌肉量会掉的。”秦墨的声音和他明艳外表不同，是带着些冷感的。当他用这种略冷感的声音关心人时，韩风忍不住又摩挲起自己的拇指。谢上神担心，我踟蹰了1秒，韩风还是对秦墨道出了他最大的秘密：我曾食过麒麟肉，身体很强壮。他垂眼看手掌，起事时他曾以刀刃割开掌心，但那道伤第2日就收拢成白线。这强悍的身体就是麒麟肉带给他的。麒麟，秦墨乍听见这词微微一愣，在他们世界的观念，麒麟也是吉祥强大的瑞兽，这种瑞兽在箱子世界是食材。念头一起，秦墨顿时生出一股荒诞之感。你从哪得来的麒麟肉？韩风还有什么奇遇不成？秦墨竖起耳朵想听故事，不料韩风老实交代道：是我家中祖传的一块麒麟肉干。等会。秦墨微挑眉，这半道捡来的小狼狗莫不是还有什么隐藏身世？不然谁家祖传块麒麟肉干？秦墨还想追问，就听见一阵啪嗒啪嗒的脚步声，米谷花的光中，八脸汉子王场走上来。什么味道？他狗鼻子灵光，顺风闻到了香味，直冲到屋顶那块火腿肠前，咸水滴答。这是太岁吗？什么品种的太岁如此之香？他好歹保持着理智，晓得这里突然出现块人那么高的香肉，必与上神有关，因此不敢造次上嘴上手，但2只手扭捏攥着衣角，只恨不得衣服抠个洞。秦墨都能听见他咽口水的声音。让他吃吧，这大馋汉子。秦墨无意的吐槽让韩风心中一闪，上神好生有趣，同自己这些凡人没什么区别。他摇了摇头，对王昶道：是上神赐的肉，上神让你吃。得了准话，王昶一整个扑了上去，不知从何处摸出把巴掌长弧度微弯的解刀，一探一收给自己割了一块。感谢上神。他先咽了好几口唾沫，朝天上喊，然后将那拳头大小的火腿尝几口咬了吃下肚去。哎，吃太快没尝出什么味。他嘿嘿笑着，又舔着脸去割。韩风晓得他是个什么德行，无奈摇头。王兄找我什么事？王昶塞吃的塞得2腮鼓鼓，听得问话，强行把嘴里的东西吞下，喉咙咕咚的一声闷响，就是箱子外的秦墨都听得替他噎得慌。咽下嗓子里的东西，王昶这才捶着胸口道：我这不是想来问问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吗？被蟾酥吓晕过去这种事情实在丢脸，虽没人笑话他，但醒来后王昶走路都捂着脸。他就来找韩风，想讨个活干，找回场子。韩风也不跟他客气，直言道：四处都有肥夷，劳烦王兄护送云武郡兵四处发放治蛇毒的药，有了大量的蟾酥，老大夫带着药童加班加点的治驱蛇药和解毒药，只等天亮便出骑兵紧急发放到各个道里，以保一方平安。王昶除了有点憨，是个干活很利索的人，一声得令后扭头就走。看着他离去的脑门顶，秦墨先感慨道：这大馋汉子好皮实一人，白天被肥夷追得像狗，又跟韩风去段家务堡讨药，晚上还这么活蹦乱跳，也是厉害。韩风微一愣怔，考虑到秦墨从前问过的那些常识性问题，料想秦墨对这个世界了解真的不多。他解释道：通过秘法辅助服食异兽，可强化人体，能通过玉衡军选拔的人都曾食用异兽，因而玉衡军军士身体强横，胜过寻常百姓。大夏朝国祚以980年整，是正经的巨无霸。这王朝修修补补快1000岁，
虽已重击缠身，但端坐洛阳的统治阶级依旧不可动摇。维系着巨大统治机器的就是异兽，养殖、抓捕各类珍奇异兽，培养起一个强大的军团。韩风等人所属的玉衡军就是其中之一。与拱卫皇城的羽林卫不同，玉衡军司职为大夏王朝搜罗天下奇珍，羽林卫中多勋贵子弟，而玉衡军则是天下良家子皆可入伍，全看能不能熬过强化那关。10个活人进去，能成功1个出来算是不错。食用异兽肉会死很多人吗？秦墨这才迟迟意识到自己先前吃当户的举动有多莽。韩风侧了侧头，他敏锐察觉到上神的话音中怎么有点不对。他是个心细的，联想到那只当户，忙解释道：治疗与强化是不同的，治疗乃是补缺，而增强是在秘药作用下强行改造身体。如当户，患眼疾者食肉治眼疾，无病无痛者食之，反倒有风险。秦墨暗自松口气，随即注意力转移向他感兴趣的地方，秘药强化。什么秘药？韩风却摇了摇头，我只是区区对绿而已，接触不到秘药。不过他察觉到秦墨对秘药感兴趣，思索了一番后道：上神若是想要，带我回到洛阳，想法子为您取来。打造军队的秘药必然是机密中的机密，但只要上神要，他便想尽办法去找。韩风不爱将困难挂在嘴边，秦墨看不见他的模样，只听他话音坚定，不是撒谎，以为这秘药属于努把力能得到的东西。随口应下，又聊了一些玉衡军中的情况。湘中世界天已大亮，林校尉用过了蛇药，但他中毒太久，又一路颠簸逃命，只吊着一口气，还不知何时能醒来。天亮后，韩风便要急急忙忙组织队伍往云武郡送药驱蛇。看他忙了一阵，秦墨这头时间到了晚上8点，他活动活动酸痛的脖子，合上箱盖，手边有个巴掌大的小本，是秦顺路从超市买来的，前面几页都记满了湘中大夏王朝的情报。他随手翻到第2页，在其中一个关键词上画了一个圈，巨人。在文化馆看见那个标本屏，直觉告诉秦墨，福尔马林中的那具尸体与湘中世界同源，所以他一瞬间脑子塞满了阴谋论，准备跑路。然而与老苗等人接触下来，他又发现老苗等人对此一无所知。老苗告诉他，标本屏里的应该是山海经记载的小人族境人，但夫珠在秦墨手心打过滚，夫珠和福尔马林中的标本体型差不多，放到箱子世界绝对是地道的巨人。秦墨曾问韩风湘中世界大人国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比较无语。900年前，大夏国力最强时，曾出海船数千，征东海之外，见记载于大荒东京的大人国和矮小的晋人，都被大夏权贵抓捕为奴。巨人拉车修城墙，矮小的晋人当珍奇豢养，两族的纯血早就全霍霍光了。几百年过去，血脉混杂成一团，只凭外貌已经分辨不出什么巨人晋人了。秦墨的笔一圈一圈在这词上画，被迷雾笼罩的滋味实在不好受。想要探索真相，意味着他必须从箱子里和箱子外同时获得情报。长叹口气，他撕掉笔记前10页，一张一张点燃焚烧殆尽，将灰烬倒在后院光秃秃的院子。翌日，秦墨9点半醒来，湘中世界和昨天没太大区别。韩风等人四处驱赶肥夷和异兽，秦墨洗漱好，掐着点出了门。作为踩点新人，他历来信奉不该把美好的时光浪费在学校，一秒也不行，因此他从来都是踩着铃声进班级门。现在上班更不会有多积极，踩着9点59分来到文保所，迎接他的只有蓬头垢面的尹敏敏。工资实在是少，尹敏敏又有点自己的小爱好，索性住在办公室省钱。踩点来上班的秦墨，面对的就是追了一夜剧的他，不知道是看了什么悲情剧，这姑娘双眼肿得像悲伤蛙，说话都带着鼻音。墨姐，老苗说上班时间不科学，早上要静养阳气，中午要好好休息，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下午才工作。秦墨听得直呼好家伙，这帮家伙给摸鱼找了相当合理的借口。他选一间空置的屋子当办公室，尹明明给他钥匙后摇摇晃晃回去补觉。秦墨选的这间办公室，推开窗正好可以看见千年木塔飞起的条角，屋里潮乎乎的一股霉味，只有一张瘸腿的办公桌。不过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秦墨也没什么好挑剔的。他拿着抹布拖把把办公室打扫干净。快到12点，文浩才穿着黑色行政夹克走进来，看他夹着公文包的架势，一点不像摸鱼到这回才来上班。见秦墨，他友好打了个招呼，问要不要去他办公室坐。秦墨想着能从他那打探点什么，只一进他办公室忍住不扶额。眼前的屋子与其说是办公室，不如说是一间游戏室，满墙的游戏主机和手办、投影电视俱全，靠屋角还有满满当当的零食柜跟饮料立柜。文浩一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用一种正直的表情道：想玩什么吃什么，请随意。秦墨忍不住挠了挠下巴，感觉这不是玩不玩的问题。文浩友好的递来一个手柄，问他要不要玩新出的民俗恐怖游戏。上班玩耍当公子小偷的感觉实在诱人。秦墨犹豫了1秒，
就在他抬手去接时，种着槐树的院里突然传来喊声：“有没有人？”文浩一惊：“来人了！我们这2年没见过活人。”文浩眼睛后的眼睛瞳孔巨震，他看秦墨如看珍奇，老苗没说错，果然得有个命逢华盖的人加入，才能给我们找事。姐，牛逼！秦墨也不晓得文浩是夸他还是骂他，扯了一下嘴角，我就当你是夸我了。话说着，院里的人乙等不耐烦，朝着这边大步走来。3号文保所的人呢？3号。秦墨暗自记下，和文浩一起出去，正好看见一个抽烟的男人。这男人大热天穿着一身夹袄，抽烟的样子极狠，拔一口烟吞进肺里又吐出来。见秦墨和文浩，他将烟夹在指间不耐道：“有人介绍我来找苗立新，我摊上怪事了。”突然上门的男人隔着老远都能闻到他身上的烟味和酸臭味，说话时的脸色和态度也很不好，但文浩对待他如待贵宾。尹敏敏听见动静，探头看了一眼，一声尖叫后缩回头去，屋里乒乒乓乓一阵，他很快穿着深色小西装跑出来，满眼都是工作热情，要不是他脚上还穿着粉红猪拖鞋的话，真挺像个事。文浩和尹敏敏把那个男人迎进了一间看起来像会议室的屋子，男人站在门口，看着满桌的旧报纸和乱七八糟的零食杂志，眼中满是怀疑。尹敏敏一个虎扑，尬笑着收拾桌面：“文浩，快去给这位先生泡茶。”秦墨刚入职，一句话没说，自觉去寻了抹布来擦桌。文浩面带难色，嘀嘀咕咕出去，很快抱了几瓶冰可乐回来。显然这根本就没有待客的茶叶，勉强算是收拾干净的桌边。呲呲响起几声可乐开瓶的声音，来找老苗的男人狠狠抽了口烟，视线在尹敏敏的粉红拖鞋上扫过，终于问出声：“你们真的靠谱吗？”此话一出，文浩不停推眼镜，尹敏敏更是心虚的视线游移。靠谱的。尹敏敏说话很不自信：“老苗出去办事了，电话打不通，要不你先说说发生什么事，回来我们转告他。”有种人属贱货。一听尹敏敏这话，又见她是个年轻姑娘，顿时朝着她发癫：“你转告得了吗？人命关天的事，一句转告就完了。”男人被香烟熏成蜡肉黄的手指险些戳到尹敏敏脸上，文浩脸色一变，忙将她护住：“你冷静点。”“我冷静个屁！”男人打断文浩的话，喷了他一脸唾沫星子：“老子要被你们害死了！”话说着，他狠狠将烟按在秦墨才擦过的会议桌上，跟警察一样，都是废物。男人带着口臭的唾沫星子横飞，还想说什么时，头上一阵冰凉，凉飕飕的液体顺着头发衣领滴落到衣服里。会议室一片寂静，秦墨面无表情，握着一瓶空掉的可乐，要放混滚出去，他随手一抛，可乐瓶精准丢进门边垃圾桶。秦墨双手环胸，居高看着这个男人：“别逼我抽烂你那张破嘴！”他生的艳丽，竟身高170，看人时气势凛人，身上一根剑筋的人，遇强则弱，遇弱则强。见秦墨不好惹，调转矛头去骂尹敏敏，这就是公职人员的态度。他抹了一把后颈粘稠的冰可乐，还要兴师问罪。只听秦墨凉凉道：“我是今天才入职的合同工，我抽了你大不了走人。”秦墨突然轻笑，一指男人的脖子上青紫的掐痕：“等不了的是你，真不怕哪天自己掐死自己吗？”闻言，文浩和尹敏敏还有些懵，男人却瞬间面色惨白，他僵硬转头看来：“你怎么知道？”秦墨不答话，指节在桌面上轻轻扣了2下，指着暗灭在桌上的烟屁股道：“弄干净。”男人胸膛剧烈起伏2下，终究不敢发作，老实的用手掌抹掉烟头。尹敏敏和文浩松口气，同时转头看暴毙坐下的秦墨：“我来问，你们记录。”秦墨也不知道他们的办事流程，随意指点了一下。尹敏敏连连点头，他拉着他的粉红小拖鞋跑出去拿东西，门外传来他兴奋的尖叫声：“咱们这地总算来了个靠谱人，姓名……”屋中光线不佳，秦墨把亮起的台灯转向被询问的男人，被光晃了一下眼睛的男人手心还有烟灰，这回倒是老实了，低声回答道：“张涛。”大声点，没吃饭呢。秦墨略提高了音量，莫名的氛围感让名叫张涛的男人忍不住手腕相对摆在了会议桌上。他大声道：“姓名张涛，多少岁，哪年出来的，来这有什么事？”秦墨如审犯人，一通逼问在场人，倒也没觉得哪里不对。今年46，前年4月出狱，来是因为我遇上事了。有人说让我来第3文保所找苗立新。大声回答完毕，他手动了动又停住，望向秦墨问道：“我口袋里有介绍信，我能拿吗？”得了秦墨许可，他才从兜里掏出一张盖着红戳的介绍信，双手递来。秦墨接来扫了一眼，这信居然是警方出具的。他转手递给尹敏敏和文浩查看，是真的。文浩又推了推眼镜。秦墨嗯了一声，继续交代：“张涛。”张涛立刻挺起背：“是。”窗外蝉鸣吱吱喳喳。张涛将自己遭遇的事一股脑道出。秦墨家几代警察，蹲过大牢犯过事的人，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如他所想，这张涛以前涉黑入狱，出来后一把年纪游手好闲，
走关系得了个污水处理厂晚上巡检的工作。他自述他工作认真，秦墨静静听，没揭穿打断，只露出一抹讥讽的笑。张涛说，怪事是从1个多星期前开始的。那天他巡夜，突然听见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在初级处理区的格栅附近徘徊。格栅是处理污水的第一步，用于除去污水中较大的漂浮物，如树枝、塑料袋等。要是人卷进去，绝对是有危险的。还想吃这碗饭的张涛打着手电筒就朝那处去。等到了近前，他看见一个矮小的影子徘徊，弓背勾腰，像是个老太婆。张涛晚上喝了2两猫尿，以为是拾荒的跑来这勾塑料袋，顿时一声怒骂，追了过去。谁知岸边的影子被他的骂声惊扰，竟像后一样跌进了污水池中。张涛吓得一身冷汗，以为摊上人命。污水表面都是漂浮物，看不清情况，他也没那胆下水去捞，最后吓得赶紧走了。他本想上报，但又不敢，就想着等人发现尸体再说。秦墨一直观察着他的脸，听到这时又挑了挑眉。污水厂一直没有发现尸体，反而张涛冷酒热汗发了一被窝，第2天就病了。他躺在床上半梦半醒的，梦里突然觉得喘不过气，正当他几乎要窒息却怎么都醒不过来时，他只觉有人掰住他的手腕，紧接着一盆凉水朝他泼来。张涛一身热汗从梦里醒来，发现同宿舍的几个保安死死按住他，合力才硬将他的手从他脖子上掰开。原来他梦里险些自己将自己掐死。从那天起，每天张涛睡觉时身边都离不得人，一旦没人看着，他就会自己掐住自己脖子，发出一声接一声如夜宵似的笑声，嘀嘀咕咕喊杀人偿命。张涛表达能力并不那么强，但他脸上真切的恐惧和回忆时的结巴停顿，都为他平平无奇的叙述增加了真实性。尹敏敏一激灵，视线在会议室里扫了一圈，默默搬着小板凳坐到了秦墨旁边。他的小动作没引起任何关注。张涛发黄的双眼死死盯着桌面被烟头烫出的一点焦痕。文浩不知何时举起一个看起来就很落伍老旧的 DV， 对准张涛拍摄。秦墨则微微侧头，一瞬不瞬地观察着张涛。他留意过张涛夹烟的右手，他的食指第一个关节上有个已经变色的戒字纹身，并且缺了一个指节。倒退20来年，这种纹身在混混身上很常见，虽然没屁用，但是纹戒字要么戒毒，要么戒赌。看张涛脸色没有吸毒药鬼的面黄肌瘦，再加上短一截的摸牌食指，张涛涉黑赌鬼的过往呼之欲出。秦墨泼张涛冰可乐时就注意到他的脖子上面一对交叉的掐痕，指印青字，那指印痕迹大小都和张涛手掌形状相符，右手食指同样缺损了一个指节。再结合张涛说他遇到了怪事，秦墨这才说他是合同工可以走，等不了的是张涛。发现尹敏敏偷偷坐过来，秦墨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眼神。这时张涛从恐惧中挣脱，抖手又给自己点了根烟，继续说起他来这的经过。都说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张涛哪怕是个社会边缘人，也不想轻易去死，因此他1天之内虔诚拜遍了市里的道观佛寺教堂，主打的就是谁救他他信谁。但是这种临时抱佛脚一点用没有，张涛还是那样在睡梦中死死掐着自己脖子。他虽没意识，但每次醒来都要面对亲友恐惧的眼神。在烈士陵睡了一夜还是老样子后，张涛一咬牙决定去自首。按照他们道上的说法，警察身上有官气，左右他只是喊了一声，主观并没有杀人的意图，就算判也判不中。张涛的自首牵扯人命，还是很受重视的。警方封锁污水厂，打捞排查了几天，什么都没发现。最重要的是，调监控后从始至终只看见张涛一个人，证据链缺失，程序上以张涛喝醉产生幻觉结案。但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张涛在拘留期间总要睡觉，他只要一闭眼就会自己掐自己，发出阴恻恻的笑。同监2个搞诈骗的被他吓得哭爹喊娘，当场交代悔改。看守所的心理医生检查后发现，张涛这孙子确实没有演戏，他几乎是眼皮一合就进入深层睡眠，周期也比正常人的长几倍。事情自此没法查，张涛被释放。就在绝望时，送他出狱的给他一张介绍信，让他来第3文保所碰碰运气。张涛已经绝望的要跳护城河了，又被这消息扯回点求生欲，屁颠就来了。张涛说罢，会议室中一片沉默，所有人都不由自主朝秦墨看来，好像在等他发号施令。秦墨一手撑住下颌，纤细手指搭在线条流畅的脸颊旁。张涛的话里有几处在撒谎，抛开他爱工作之类无伤大雅的小谎话，问题比较大的是他在叙述黑影掉下格栅跟他上报这2处。张涛盯着秦墨，像是等宣判的囚徒，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下位感。心慌意乱之下，全凭本能。秦墨扫了一眼文浩正拍摄的老旧 DV， 发现他很上道，镜头从始至终只对着张涛后放心了些。秦墨轻敲桌板，你在叙述黑影掉下格栅和上报时撒了谎，为什么？空空的会议室横压一根木梁，凭空增加不少压迫感。
张涛喉中发出一声痰音，还没开口辩解，又听秦墨道：“为了减轻罪行。”张涛脸上惊疑恐惧夹杂，倏地抬头对上秦墨黑白分明的眼睛，他喉头动了动，终究不敢硬抗，低声道：“我确实撒了谎。那天看见徘徊的黑影时，喝了几口猫尿的张涛并没存什么好心思，对生活的戾气在看见佝偻疑似拾荒老人时，被一股脑勾了出来。因此张涛那天不但喊话了，还远远地砸出了他手里拿着的电筒，就想着拾荒老人好欺负，正好犯事误入，趁机戏耍威胁一番。在砸出电筒后，他其实有看清那黑影的样子的。张涛嘴唇哆嗦，似在回忆那个炎热的下午，是个拾荒的老太婆，露出来的半边脸都是疤，有点像污水处理厂附近一个流浪疯婆子。秦墨面无表情，顺手操起旁边的空可乐瓶砸过去。王八蛋，这种信息你也瞒？要不是遇上怪事，你压根就没想过上报，心存侥幸等尸体被发现吧？秦墨的话显然戳中了张涛的内心，他脑袋挨了一瓶子气都不敢喘，只小声辩解道：“那老太婆经常来附近翻垃圾，弄得到处伤水水的，我只是想吓唬一下，而且监控里只有我一个，那老太婆早就不是人了。”话说到这，秦墨发现真的没什么还要盘问的，对张涛道：“你去门外等着，我们商量点事。”张涛夹着尾巴一声不吭出门去，顺带的还把门给关上了。秦墨示意文浩关上 DV， 这才问：“平常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不问还好，一问尹敏敏和文浩两个面面相觑。文浩咳嗽一声，不好意思道：“我调来2年，没遇上过案子。”尹敏敏小心举起手，示意他要说话：“我才来5个月。”一看这两指望不上，秦墨又问：“老苗和老刀呢？”老刀在医院。这个问题尹敏敏倒是知道，他答道：“他们手机关机，估计是在医院玩没电了，抠门没扫充电宝。”说到这，秦墨想起老刀怎么住院的，不自在移开视线。那好吧，我们先稳住这个人。好容易开张，看尹敏敏和文浩两个的表现就知道，这些事件应该挺重要。秦墨道：“能安排住处吗？让张涛在这住一宿。”他本来想说大家一起看看这恶鬼索命到底是什么，但想到了他家里那口箱子，箱子里状况百出，他得回去看一眼。于是话音一转，变为：“我回家一趟，然后回来跟你们一起看着张涛。”擅自去查这种事情，秦墨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尤其文浩和尹敏敏看着比他还指望不上的前提下，他话音刚落，便顾突声，门外传来一阵咯咯声，就好像谁被掐住脖子发出的气音。会议室中3人对视一眼，齐齐跑出门去。下午的阳光从院中那株大槐树叶间洒落，文浩先一步出会议室门，险些踩中躺地上的张涛，再一细看，瞬间倒吸一口凉气。只见张涛背靠着墙，不停朝地上出溜，两只手交叉，死死扼住自己的脖子，脸都青紫，应该是一开始蹲在门口，却不小心睡着，然后迅速进入这种状态。如此情况下，还能听见他喉咙里不停发出的气音，杀人偿命。纵使青天白日，秦墨3人还是吓了一跳。随后他们反应过来，忙上前去掰张涛的手。张涛手指都险些被掰断，方才撒开了手。不过手松开也不见得是好事，他嘴角咸水滴答，眼睛张开了一条细缝，黑沉沉的眼珠子一转，朝秦墨看来。杀人偿命，这一次他手没扼住脖子，臭烘烘的气喝出，黑洞似的嗓子眼让秦墨一览无遗。秦墨本要侧头回避这股夹杂着口臭的味道，奈何他现在眼神太好，清楚的看见什么东西缩回了张涛的喉咙深处，看着像是一根绿生生的藤蔓。这怪异一幕让秦墨下意识向后仰，试着远离，手上力气松了点，张涛立刻又将手掐回了脖子上。尹敏敏拉都拉不住。秦墨见状一愣，初见时的害怕退去后，他心里竟然生出一股求知欲，那藏在喉咙里的玩意究竟是什么？他忽地站起身，大步回到会议室，在桌上操起一瓶可乐，随后回到门边，扬手一泼。张涛的动作顿住，紧掐着自己脖子的手缓缓松开。他左右看看后，一阵绝望漫出眼底。在这被他视为最后希望的地方，他竟然一不留神睡着了。他一言不发，垂下头。见状，秦墨以为他还没醒，蹲下身在他身上找了一圈后，伸手在他肋骨下狠狠一拧。张涛疼得倒吸一口凉气。秦墨没管他，转头看向文浩和尹敏敏：“你们知道老刀在哪个医院吗？”尹敏敏愣愣点了点头。秦墨道：“正好，我们去医院找他们。”“谁有车？”听他问话，文浩默默举手。“好，走。”秦墨把张涛从地上拉起来。“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别睡着，我们去一趟医院。”他的话音太坚定，张涛心中的希望重新点燃，连连点头。文浩去拿钥匙时，秦墨跟着他一起进去，在他的小吃饮料里拿了几条巧克力和3瓶咖啡。张涛没睡着时，行动倒是正常。4人一起上了车，文浩开车，尹敏敏拿着 DV 拍摄，张涛则在秦墨的注视下
一口气闷了3大杯咖啡，正往嘴里塞巧克力。古镇的石板路很窄，街道上被违规摆摊的小吃摊占了小半，常有小孩窜来窜去。文浩开的不是很快，到了街口，恰好一辆大巴停在路旁，让游客下车。几个阿姨就站在牌坊下，披着围巾合影。文浩不得不降下车速。就在这时，尹敏敏带着哭腔惊呼一声：“莫姐，她是不是不对劲？”秦墨转过头，发现刚刚才灌了3大瓶咖啡的张涛竟含着巧克力眼皮子打架。秦墨下意识抬手，狠狠给了他一嘴巴子。他是断掌打人很疼。张涛嗯一声醒来，迷糊道：“不对啊，我怎么那么困？我不是喝了咖啡？”秦墨举手朝他脑门上呼了一巴掌，急问道：“你咖啡过敏？”但秦墨没在张涛露出的皮肤上看见红疹之类。张涛也含糊道：“我不过敏啊。”他也不是没喝过咖啡，怎么今天过敏了？这念头只想了半截，他又开始打盹，倒好像什么东西正坠着眼皮，让他快点睡。从后视镜看见的文浩心急，降下车窗朝挡路的人喊：“麻烦让一让。”他太有礼貌。忙着凹造型的那群阿姨没一个搭理他。见状，秦墨先给了张涛一嘴巴，让他醒来，然后把头伸出车窗大喊：“车上有重症病人，死了全算你们的。”这话很有效，肩膀上搭着丝巾的阿姨们瞬间让开。车子重新启动，路过时他们还探头看，就见坐在后座的秦墨正酷酷扇张涛的嘴巴子。医院不算远，10分钟车程。路上文浩电话联系了医院，走急诊通道，有人来接。一开车门，医护人员看见张涛那张肿胀的脸，先是一愣，还以为他这大头是因为摔了脑袋水肿，问道：“颅脑损伤？”秦墨活动着生疼的手掌没回答。下一瞬，张涛猛向后一靠，长长呼出一口气，随后他2只手臂诈尸般高高举起，狠狠掐住自己的脖子。这一变故，尤其他从牙缝里挤出的那声喊，让全部医护都后背发凉。现场安静了一瞬，要不还是医护人员有医德素质高，他们忽视这种不科学的地方，七手八脚拥来。秦墨和文浩想去帮忙都没挤进去。很快，张涛被医用约束带把手绑在了担架床上，掐不到自己的喉咙，张涛嘴巴越张越大，在担架床上活鱼似的蹦跶。看他这狂躁的样，医生转身要去拿镇定剂。秦墨留意到，急忙喊停：“医生，先不忙，他现在镇定剂过敏，现在镇定剂过敏。”医生没想到这样乱糟糟的时候他会说这样逗趣的话，正要询问到底是什么过敏，不料他听见身后哗啦一声，他下意识回头看，下一瞬腿一软，只见担架床竟被张涛折腾散架。张涛2只腕子绑着约束带，嘴巴大张朝着他爬来，那模样拉去丧尸片现场都不用化妆。急诊医生到底见多识广，慌神一瞬后，唰的从旁操起一个不锈钢消毒盘：“你要干什么？别激动啊！”可张涛哪管这个，手脚并用，像是什么野兽般扑来。没等医生挥出盘子自卫，他被一把薅开。秦墨敏捷上前擒住张涛的手臂，把他用手肘别在了背后。奇怪的是，刚才还奔着医生去的张涛顿时消停。秦墨当了几年社畜，体力下降不少，也很久没锻炼擒拿生疏了。见他消停，正想喘口气，不料张涛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下表演了个绝活，他将自己的脸拧向后背，秦墨正好和他的麻花薄肿脸对上视线。张涛嘴一张无声嚎叫，一根藤蔓从他喉咙深处弹出，贴着舌根朝秦墨喷了一股极淡的灰雾。秦墨下意识躲闪，却还是被这口带着一股中药味的雾喷了个正着。他只觉世界都重影了一瞬，但他很快清醒，一记右勾拳朝着张涛的脸揍去。变故发生的太快，文浩这才扑上来帮着秦墨按住张涛。尹敏敏手抖合上 DV， 尖叫着用他的粉红猪拖鞋在张涛脸上踹了2脚，许是他的尖叫声太有穿透力。一个随人群来看热闹的老头吓掉了手里举着的2根烤肠，他踮脚朝人群里看，喊道：“敏敏，是你不是？”尹敏敏，苗立新爱吃烤肠，他还背着躺医院的刀宏伟偷偷吃，只给被秦墨肘出脑震荡的老刀买了一盒白米饭。但现在他的烤肠啪嗒掉在地上，被听见骚乱来支援院医警踩扁，游资半米远。老苗没功夫心疼烤肠，他趁机跟拿防爆叉的保安后头挤进了人群，一眼看见正对秦墨3个殴打地上的张涛。打得最狠的是秦墨，老苗只跟他见过一面，乍一看没认出来，但老苗认出了文浩和尹敏敏，下意识揉了揉眼睛：“快停手！”几个带着防爆叉的医警一拥而上，他们先架住秦墨，然后把文浩和尹敏敏拉开。这时看热闹的人已经围成了一个圈，围观群众看着躺在地上脸扭到了后背的张涛，齐齐整整倒抽一口凉气。这他爷爷的，是把人脖子拧断了，一个出了车祸，脑袋上满是血，在急诊排队的大哥龇牙咧嘴说：“谢谢这大哥多嘴。”扭着秦墨胳膊的2个医警更用力，险些把秦墨按地上去。尹敏敏和文浩也被控住，正要解释时，老苗疾步走上前去：“怎么了？
见他一老头子过来，衣锦正要后退，地上的张涛突然弹了一下，像是被人钓上岸的鱼，垂死但有力的扑腾了一下。别看他躺着像是无处借力，这一弹居然翻了个身，改为胸口朝上，脸朝下，周围突然一片死寂。张涛翻了个身还不算，反拧到后背的脖子，以一种让人惊异的肉感缓缓转回来。随着脸回到正面，他长长喝出一口气，方才还镇定点评，打算打开手机发个视频。大哥手一滑，手机险些掉地上，随后他捂着脑袋上止血的纱布嗷了一嗓子，尸变了。都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他这一嗓子成功让整个急救室炸了窝。衣锦也不知发生了什么，只举起防暴盾将张涛团团围住。秦墨一脸晦气的坐在医院警务室，手腕上冰凉凉的扣着双银手镯。殷敏敏和文浩两人也带着同款，一脸天塌了的表情坐在不锈钢长椅上，看着他们的警察神情严肃。这时另一个警察推门而入，没事了。那男的是个精神病，练瑜伽贼溜的精神病。秦墨三人手上的银手镯解开被放了出来，还穿着病号服的老刀站在门外，看见秦墨，老刀冲他比划大拇指，不愧是命逢华盖之人，这摊上市的速度真不是盖的。秦墨抢笑一下，旋即转回他最关心的话题上，张涛的检查怎么样了？秦墨从来不会用看错之类的借口骗自己，他确实看见了张涛嗓子眼里有东西，这才带着张涛来医院。被带走前，秦墨让老苗立刻带张涛去检查一下体内异物，显然老苗照做了。秦墨一行人在老刀的带领下来到9楼长廊末端的一间病房，病房里除了老苗还有一个看起来上年纪的医生。张涛四肢被4个手铐靠在病床上，正发出一阵如雷的鼾声。见秦墨他们来，老苗站起身，眼睛里全是喜悦，大跨步上前就要跟秦墨握手。多亏了你啊。秦墨总觉得不是什么好话。这时张涛的检查结果送来，在那2张 CT 片夹在关片灯箱上时，就算是没有半点医学常识的人都能看出不对劲。张涛的身体内部一种藤蔓似的赘生物密布皮下，与血管神经伴生，难以想象要是掀开张涛的外皮，里头会是什么场景。殷敏敏畏惧缩在老苗身后，他是不是冲上了？他家学员员下意识想到了撞鬼撞邪之类。老苗没回答，一改之前看着很不靠谱的样子，眉头紧蹙，从怀里掏出一个红胶皮小本本，翻了几下，最终道：不像是，更像是寄生。蹙眉看片子的医生科学了一辈子，退休前来了这一下都怀疑人生。对老苗道：苗立新，可被你遇到真家伙了。老苗强行按捺住激动，取出 DV 道：我们再看看拍摄到的内容。末了他抽空给秦墨介绍道：这是市医院的谭院长，老苗他们用的 DV 用的还是录像带，显示屏画质很差。谭院长不由吐槽：你们用台手机拍也行啊。这人脸都糊的。老苗小声道：你不懂，这 DV 不简单。话落 DV 显示屏上出现了张涛，古旧胶片颗粒感十足，画面偏白，让张涛脸色苍白，眼睛泛绿。谭院长肉眼可见的虚。拍摄内容从会议室里张涛的自述开始。作为亲历者，秦墨没去凑热闹，只是转头看着张涛。张涛现在像是卸下了连日来的惊吓担忧，昏睡如猪。他没有再掐自己，也没有再喊一些怪话。为什么？秦墨稍一想这问题就肝疼，直觉告诉他，在他吸入那口灰雾的时候，问题已经不在张涛身上了。就在这时，殷敏敏带着哭腔喊道：墨姐，你来看，张涛在急救室是不是冲你去的？秦墨从思绪中抽神去看 DV。 拍摄这段时，殷敏敏很慌，镜头乱晃，生生挣断2根约束带的张涛落地后朝着一个方向爬去，那个方向恰好站着秦墨和急诊医生。当时被医生挡住的秦墨还以为张涛是要攻击医生，可现在从旁边角度再看，张涛仰着脑袋，脸一直对着秦墨，医生只是恰好挡了道。秦墨长出一口气，内心有无奈，也有一种猜测印证的落地感。他还算淡定，但在看见张涛扭转脑袋喷了口灰气在秦墨脸上后，老苗、老刀和谭院长3人发出尖锐的报名。谭院长抖手拿起电话，通知人去把已经消杀过一次的急诊室再消杀一遍。快去抽血体检。老苗攥住秦墨左胳膊，老刀叼着的烟屁股都快烧到嘴唇，扯着秦墨右胳膊赶紧拍个 CT。 你要出点什么事，我怎么给秦志国交代？老刀嚎得难听无比。抽了多少管血，秦墨已经不记得了，只知道全部折腾完已经快到晚上。秦墨按着棉签头，殷明明往他手里塞了一大瓶蜂蜜牛奶。这是非同一般，秦墨的检查结果出来的很快。还是那间办公室，谭院长老花镜搭在鼻梁上一张一张的翻看。秦墨吸着牛奶，垂着眼睛想，他要是中招了，把韩风献祭过来的瑶草泡茶喝不知道行不行。毕竟据韩风说，瑶草是疗伤延寿的珍稀玩意，就算垂死的老人服下瑶草也可应声吊命延寿1年。若是瑶草不行，秦墨也可以试试驱虫霹雳的肥姨，
或者在乡中世界寻找自救之法，他算是有底气，因此不慌。但老苗几个不知道啊，一个个着急的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终于，谭院长放下手里的一大把检查单，老苗细看他神色，心中咯噔一下。果不其然，谭院长蹙着眉道：嗜酸细胞、白细胞都偏高，血红蛋白目前正常，但总体不太乐观。他叹了口气，对老苗道：像是感染寄生虫的反应，你尽快上报文保所高层吧。老苗看着秦墨道：别担心，我马上就上报，一定没事的。话是这样说，他拿着电话出去时脸色白透。走廊隐约传来他打电话的声音，尹敏敏有点害怕的握住秦墨的手：墨姐，你可别怕啊。秦墨冲他笑笑，注意力更多的却是放在谭院长口中的文保所高层。看文保所穷困潦倒，一个个混子一般，没想到居然还存在高层。而且从警方的介绍信和医院一路开绿灯来看，或许文保所并不是秦墨一开始认为的草台班子。且不论他心中如何想，老苗很快打完电话回来。这时负责出去买盒饭的文浩和老刀也回来。秦墨想回家是不可能了，张涛睡得扇他嘴巴子都没醒，他们今天晚上只能住在医院。作为重点观察对象，秦墨吃好盒饭就被老苗赶去睡觉。不管情况是不是真坏到那个地步，他都得好好养精蓄锐。秦墨躺在病床上，耳边听着监护仪滴滴的声音，身旁守了好几个人。这种情况下，他能睡得着才是神仙。瞪着眼睛看天花板，一直躺到了晚上9点。老苗都无语了，正要说什么，病房外的走廊上突然传来啪嗒啪嗒的走路声。老苗还以为是在隔壁看守张涛的老刀。老刀，张涛那边离不开人，老苗说着，下意识转头看门的方向。这一看没看到老刀，却看见病房门观察的小窗上无声凑了张脸，是张涛。老苗下意识骂了一声，尹明明也跟着站起来。秦墨躺着的角度看不见，但他晓得有情况，一个翻身下了床。他们的动静不大，却惊到了外头的张涛。张涛像是兔子般跑开，秦墨他们追出来，只看见他跑向走廊末端的背影，那里是一扇窗。为了防止自杀或者跌落，医院所有的窗户都是卡死的，只能开一半。张涛就冲着那扇只能开巴掌大缝隙的窗户去了。老苗追在后头骂：你跑什么？秦墨倒是麻利追去，穿着拖鞋也不影响他的速度，但张涛比他更快，像是脚不沾地一般，眨眼间冲到了窗户前。接着在老苗、秦墨和尹敏敏的注视下，他像是一团没骨头的棉花，硬生生从窗户缝隙挤出，并没有什么从9楼坠楼之类的惨剧。上半截挤出窗户后，张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风中化为一蓬灰。秦墨顿住脚步，吱呀一声，另一间病房门打开。老刀莫名其妙问道：你们跑什么呢？在他身后的病房传来如雷鼾声。秦墨和老苗对视一眼，走到那间病房门前看，只见病床上张涛盖着被子，鼾声如雷。尹明明也看到，脸色惨白结巴起来。啊，刚刚跌出去那个是他的魂儿啊，离魂了。秦墨摇了摇头，不是，是另一种长得和张涛一样的东西。他示意所有人看地面，只见医院拖得干干净净的淡绿色地板上，突兀的出现一行灰。这灰很少，换在别的地方根本不容易看出来，但医院的地板上却还是有些显眼的。这些灰被秦墨等人踩乱，幸好还能隐约看见轨迹，从窗户到秦墨的病房门前，再到源头张涛的病房里，一直延伸到张涛的病床上。看着张涛病床上那点薄灰，尹敏敏咽了口唾沫，那跟张涛长得一模一样的东西是从他嘴里出来的。尹敏敏指了指张涛嘴角的灰尘，其实不必他说，答案已经呼之欲出。秦墨冷冷道：或许那个东西趴在门上是来看我的，就像跌进污水池的那个影子是去看张涛的一样。口说无凭，秦墨他们很快找到了关键的证据。9楼病房的监控里根本没有出现张涛，只有秦墨和老苗他们追出来的身影。看到这时，尹敏敏害怕的拉住秦墨的手，他正想说什么，却浑身一抖。墨姐，你的手怎么那么疼？你发烧了？病房的白炽灯光下，所有人都看见秦墨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发红。秦墨晃了一下，觉得眼皮很沉，在无法抵挡的睡意来临前，他看向老苗，含糊说道：我想说什么秦墨忘记了，他摇摇晃晃晕厥过去，陷入了深深的梦中。秦墨双眸紧闭，像是沉睡在无光无声的黑洞中，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坠下。或许只是一瞬，或许已经很久。秦墨突然被一个声音叫醒：上神，您怎么了？这声音很突兀，猛将秦墨从深眠中唤醒。他意识复苏，但身体无法动弹。这种鬼压床式的感觉，秦墨很熟悉。成年前，自记事以来，他几乎每晚都会鬼压床，有时可以梦见些光怪陆离的场景，有时却只梦见一个黑影趴在床沿，死死捂住他的口鼻。应对鬼压床，秦墨理论上说非常有经验，这种时刻只要靠意志力做起来就行。但这一次有点艰难，身上好像压了一座山。就在秦墨不知道自己还要掉多久，老苗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叫醒他时，
方才那个声音又响起，上神，是您在呼唤我吗？秦墨一震，认出了这个声音。他想说话，竭尽全力把嘴唇张开丝缝隙，只发出一声无力的呻吟。但足够了。往下掉的秦墨落进一个怀抱，他后肩磕到一个圆圆的木头珠子似的东西，这丝丝疼让他神志更清醒，背靠在结实的胸膛上，甚至感觉到耳廓拂过气息。寒风，他惊疑不定叫道。在。身后之人回答着，扶着秦墨的肩，稳住他的身体。秦墨站在黑暗中，想转身看一眼，却转不过去，只听见身后传来寒风的声音。寒风映照而来，猛然一道微光亮起，他们倏然站在一片萤火漫天的红色荒原。秦墨的脚埋在满地蓬松松的灰尘中，目之所及是一种深红似蒲草3人高的植物。秦墨神情一动，问道：这是啊，那些草是什么？他没法回头，却听见了寒风的声音：这里是您的梦，那些是怀梦草。怀梦草。秦墨一喜，你为什么在我的梦里？怀梦草是什么？有办法让我醒来吗？他的问话还没有得到回答，老苗的声音先传来：秦墨，醒醒！整片荒原开始晃动，秦墨将要醒来，像是站在急速行驶的过山车上，失重让他下意识向后寻找个靠处，或许是察觉到他的不安，一双手臂环住他的腰。上神别怕，取怀梦草叶片服食即可不再受控。怀梦草半生鬼影藤，你小心，有人恶意。寒风的声音消失，秦墨想回头看一眼，但这想法破灭。病房白炽灯晃眼，他猛然从病床上坐起，围在左右的谭院长和老苗等长松口气。乡中事件。寒风一身冷汗从茅草堆上醒来，茅草旁的篝火，火光跳跃在他的侧脸。他领队出了云武郡城，正在四处驱逐肥役异兽。坐在篝火旁的王昶笑道：都多大人了，还做噩梦？莫不是白天那些小赖皮蛇把你吓到了？寒风不答，抬手按上胸口正中的朱砂色红点，手臂还残留着拥住柔软身体时微卷发尾拂过皮肤的触感。秦墨，他默念了一声后，心失序狂跳数下，旋即却又生出无尽的担忧。上神为何唤他入梦？是遇上危险了吗？神界亦有纷争吗？他仰望无尽夜空，翻身而起，一边套上皮甲，一边问王昶：云武郡南幽云闹里有怀梦草，对吗？王昶愣愣点头：有。怎么了？寒风从旁一把抄起佩刀挂在腰间：此处劳烦兄长，我要去幽云闹取怀梦草，尽快献给上神。不知微末之力能不能帮上忙，但即便是无用功，他也要去做。寒风这一出让王昶愣愣张着嘴巴：你是半夜想起歌来唱啊？取怀梦草干什么？随行的队伍中陆续有人醒来，朝这边看。寒风牵来一匹马，跃上马背，驱除肥夷之事，暂交给各位，我很快回来。说话间，他已纵马冲入夜幕。哎，王昶嘴巴开合数下，最终只对着他喊了一声：怀梦草附近必有鬼影藤，你小心点。夜晚的医院病房，心跳监护仪有节奏的响动。秦墨坐在病床上，湿发搭在额头前，谭院长和2个医生正围着他检查，时不时询问他的身体状况。老苗和尹敏敏站在床尾等着，还得观察。谭院长从业几十年，第一次遇上这种情况，他也说不准现在的秦墨到底怎么样。离开前只得交代了一句，让秦墨继续留院观察。医生走后，秦墨这才摸了摸自己的脖子，感觉没什么痛感，只是体温还是偏高。他问道：我睡着了没掐自己吗？尹敏敏摇了摇头，递来录像的 DV。 他很贴心，知道秦墨要看什么，已经先倒好了录像带。秦墨接 DV 按下播放键，录像中的他因为拍摄设备脸都糊成了马赛克，浅栗色的头发搭在枕边，任由尹敏敏他们呼喊推让都没醒来，一直到老刀往他脸上泼了一杯冰水，他才睫毛微颤抖，有苏醒的迹象。秦墨心中疑云笼罩，总觉得自己将要抓住些什么。他一遍又一遍倒带，重复观看自己睡去的这6分0 18秒视频。尹敏敏拿了包纸巾帮他擦拭湿发。秦墨突然手一顿，他看见 DV 镜头下的自己，嘴唇蠕动，似乎含糊说了些什么。他问尹敏敏：敏敏，我睡着时说了什么？是和张涛一样喊杀人偿命吗？尹敏敏摇了摇头道：没有喊，你叫的好像是寒风。寒风是谁？尹敏敏小心看着秦墨的脸色，不知脑补了什么。秦墨垂头盯着腿上的被子，如此说来，他在梦中真的见过寒风，梦中出现那一片血红色荒原。如果这些都不是他睡糊涂了，那么怀梦草和鬼影藤。秦墨想到些什么，把 DV 还给尹敏敏，扭头找他的手机。扭头的动作有点急，他觉一阵晕眩。一直站在旁边的老苗急道：秦墨，你还发烧呢，别急。秦墨没答话，手飞快在手机上点了几下，果不其然，他很快在搜索引擎上找到了怀梦草的词条。出乎意料的是，怀梦草并不是记载于《山海经》，而见记载于另一本志怪小说《洞明记》。《洞明记》卷3有梦草，四蒲，色红，昼缩入地，夜则出，怀其叶，
则知梦之吉凶。秦墨点进蒲草词条，仔细对比后，自己梦里所见那种3人高的红色植物与蒲草极像，确实是怀梦草无疑。他又去搜鬼影藤，但这一次一无所获。鬼影藤未曾见任何古籍记载。老苗见他沉默不语，以为他又睡着，心急走过来问道：“你怎么了？”他手已经去摸旁边的水杯，打定主意，要是秦墨再有睡着的迹象，他就把杯里的水泼上去。没等他动作，秦墨突然抬头：“我在梦里看见了一种奇怪的植物。”他在手机上找出怀梦草的描述，展示给老苗看。怀梦草，老苗扫了2眼，惊疑不定：“确定？”秦墨点了点头：“确定。除了这个，还有一种奇怪的藤蔓，我梦里没看清。”其实梦里秦墨根本没见过鬼影藤，但他必须得将从韩风那里得到的情报说出来，因此换了个法子。那种藤蔓和怀梦草似乎是半生关系。说着，秦墨一把掀开被子，想从床上坐起身。张涛现在怎么样了？问着，他刚一站起身，便感觉浑身发冷，忍不住抱住手臂。张涛现在睡死了，根本叫不醒。老苗一边回答秦墨的话，看他模样皱眉道：“你先躺下。”秦墨摇了摇头，没时间了。他觉得整个身体都热烘烘的不舒服，无力靠坐在病床沿。张涛体内的东西选择了我作为下一个寄生体。韩风在梦中所说的鬼影藤、鬼影，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在病房外窥看又坠楼消失的那个张涛，那种不被现代监控拍摄到的生命形态，会不会就是鬼影藤呢？急正事实，张涛挣脱约束带目标明确朝他而来，扭着脖子冲他吐了那口带药味的气。从那一刻起，秦墨就中招入局了。病房外窥视的那个张涛是来看我的，就像是母亲来看自己的幼崽。老苗脸色不好的接嘴道。秦墨听了他的话，更觉头昏脑胀，忍不住白了他一眼：“能换一种不太吓人的说法吗？”老苗没接这茬，手托着下巴道：“污水处理厂那个影子也是来看张涛的。”秦墨点了点头：“没错。”说话间，他已经用脚在旁边够了拖鞋穿上。我们得往上查，以张涛目前昏睡的情况看，上一任母体应该也在哪个地方入梦昏睡。你有关系接到警犬吗？带上张涛病房地面的粉末，带上警犬，我们去污水处理厂附近找张涛所说的那个拾荒婆婆。秦墨扶着尹敏敏的手臂站起来，开着空调的病房里，他简单一个动作，竟冷得发抖。见他嘴唇发白，尹敏敏问：“墨姐，我给你倒杯热水吗？”秦墨本想答应，但他突然想起高温天气下张涛穿着夹衣抽烟的样子，他浅浅吸口气，断然拒绝：“不用。”说话间，秦墨一把扯下尹敏敏搭在他肩头的那件衣服，在尹敏敏不解的注视下打了冷战。反倒是老苗见状，嘴皮子一哆嗦，顿然明悟，和温度有关，那东西需要高温度生长。只是猜测，秦墨舔了舔干涩的嘴唇，所以警犬虽然不想给他舅舅添麻烦，但是小命要紧。要是老苗他们没办法，秦墨就找秦志国。老苗道：“不用警犬，我养的老鼠探探不比警犬差。”秦墨不多话，直接道：“走。”没时间耽搁，老苗回家接他养的老鼠探探。在他去的这段时间，秦墨换回自己的衣服，腋下夹着瓶冰水，坐在医院大厅猛喝冰可乐。7月大热天，他硬是坐在大厅长椅上抖得筛糠。老苗家距离医院理论上往返20来分钟，可仅8分钟他就开着一辆破烂小面包，一脚刹在了医院门口。上车后，蹲在前座的肥老鼠探探见到秦墨，吓得一个出溜窜到了前排座椅的空隙里。在路上汇合了拿着发现的粉末去检测的老刀和文浩，两车一前一后朝着污水处理厂去。车里空调调到最低，秦墨嘴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由白转为青紫。与此同时，乡中世界，寒风在夜色奔马，朝生着怀梦草的沼泽而去。夜幕几点灿星，城市的喧嚣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老苗那辆破面包车叮叮哐哐的声音。这车哪都响，颠得好像游乐园里的碰碰车，充斥着汽油和灰尘的味道。秦墨胳膊搭在摇下的车窗上，被颠得又冷又恶心。见他一头冷汗，手里还抱着好几瓶冻成冰坨的矿泉水，尹明明很担心：“墨姐，不然你把窗户关一下吧。”秦墨摇头拒绝，他身上衣服湿透，用来降温的矿泉水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化了一小半。幸好别看老苗一把年纪，开车技术堪称恐怖，小破面包车插2翅膀就能起飞，一路不知闯了多少红灯，一个甩尾漂移，车轮摩擦出青烟，急刹在污水处理厂门口。秦墨手软脚软，开门下去，只觉得胃里难受的要死。跟车在后面的老刀前后脚也急刹停下。文浩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里面装着的是他们在病房发现的粉末。文浩和老刀拿去送检，走到半道又被叫了过来。老苗的手在他养的那只叫做探探的肥耗子背上重重的抚摸。探探啊，我们就指望你了。这样说着，他把肥耗子凑到公文袋旁边。探探很通人性的胡须动动，文文秀秀。老鼠是一种嗅觉十分发达敏锐的动物，有些方面甚至超过狗。
老苗手上这只显然经过训练，长长的胡须颤颤，很快滋滋两声。好孩子，老苗一喜，将它放在地上。路旁昏暗的路灯下，探探拖着长长的尾巴，一溜烟朝着污水处理厂的门卫室去。门卫室灯光微弱，天热门大大的敞开，一个保安坐在风扇前呼呼大睡。在老苗他们叫人时，尹敏敏扶起秦墨，手挨到秦墨小姑娘一惊，墨姐。秦墨的体温高得太不正常，眼皮子像是坠着秤砣，几乎睁不开眼，时不时就迷糊一下，几乎要沉入梦乡，全靠几瓶冰的胃疼的冰水醒神。我没事。他强打起精神，往头上淋了一瓶冰水，一个机灵后身体更难受，但精神了很多。这时老苗他们叫醒保安，打开了大门。保安估计有点睡迷糊了，拿着手电直挠脑袋，这文保所是什么单位啊？话说着，前面的老鼠探探见没人跟上，焦急滋滋了两声。老苗没工夫扯皮，忙道跟上跟上。他扭头本想安排秦墨在保安室坐，没想到秦墨已经跟了上来。污水处理厂昏暗的灯光下，老鼠探探一路文文秀秀，绕了个圈来到了侧门门卫室，蹦上窗台，从窗户缝隙钻了进去。在里面，老刀身上还有伤，这回才说话。夜里被叫醒的污水处理厂保安开始还有点不耐烦，但后来发现好像有点热闹可以看，也就积极配合起来。不需要老苗催促，他上前去开门，嘴里还道各位神了，张涛夜里都值守侧门，在这待的时间最长。被尹敏敏和文浩搀扶着的秦墨闻言强打精神跟着进去。这门卫室里面一股子汗臭味，探探在靠窗的桌子上团团转。老苗亲手养出来的耗子，他最清楚脾性，只看了一眼就道桌子靠墙的缝里有东西。老刀来搭把手，不用，我来。污水厂保安鼓到热肠，袖子一撸上手帮忙。桌子刚刚移开一些，只见里头一团黑黢黢的东西。探探迫不及待钻进去，将这东西拖了出来，是一只很脏很脏的棉手套，在手腕圈口处钉着个丑丑的猴子装饰。兄弟，能认出来不？老苗拍着污水处理厂保安的肩膀，这保安年纪也比较大了，眼神不大好，开了电筒照看了一眼就一拍手，这是经常来捡垃圾那老太婆的手套。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污水中有各种垃圾，出于安全考虑，一般是不允许拾荒者进入的。于是污水处理厂的保安常跟拾荒者起冲突，其中几个麻烦刺头自然有印象。污水处理厂的保安道，这老太婆脑子有病，不知道是哪里流浪过来的，在外头搭了个窝棚住下，清醒的时候自己会买菜做饭的，但是疯病一发，爱犯浑，拿脏东西砸人。想起些什么，这保安哎两声道，对了，张涛出事前就跟这老婆子在这隔窗吵过架，污水里捡的垃圾伤水砸了张涛一身，要不是我们拦着，张涛那狗脾气说不定就动手打人了。这只手套可能就是当时砸张涛的。老苗听到这神情微动，拍着保安的肩膀直道谢，多谢，帮大忙了。这时倚在门框边上的秦墨有气无力问道，大叔，张涛和这婆子吵架那天，你有看见这婆子对张涛做出什么特殊怪异的举动吗？比如张嘴朝他吐什么？在秦墨的提示下，保安顿时记起来，有，我们那天骂张涛，问他跟个疯婆子计较，张涛说那疯婆子冲他打嗝，还是什么甘草片尾，我们还笑他呢。老苗右手在左掌心一砸，兴奋道，对上了。老道，捡起这手套，我们去找那个拾荒婆子。他们跟着老鼠探探在隔山转了一圈，然后出了污水厂。临走前，老刀摸出身上没开封的一包烟，塞给了保安。在保安的目送下，一行人走了5-6分钟，站在了一处破破烂烂纯由垃圾废料搭建而成的小窝棚前。这窝棚前垒的土灶上有口被柴火熏得黢黑的高压锅，住着的老婆婆不知道是拿去卖还是纯有囤积品，垃圾堆得没地下脚，想进那窝棚得爬过垃圾山。秦墨本来就身体不舒服，靠着尹敏敏的手臂干呕了好几回，这进窝棚搜查的事情自然不必他们上阵。老苗、老刀、文浩3个对视一眼，竟都没半点犹豫上前去，第一脚踩在那垃圾山上，只听簌簌的声音不绝于耳，鼠妇蜈蚣蟑螂齐齐炸锅，从各个缝隙窜出朝人身上爬，最起码20来只大耗子拖儿带崽的窜出来。秦墨看得头皮发麻，一瞬间都感觉自己精神了很多，反倒是尹敏敏还挺淡定，踢走了一只慌不择路乱撞的。窝棚前从领子往外掏蟑螂的文浩扎稳马步，垫着老苗老刀2人翻过堵在门前的垃圾山，里头擦擦的声音不绝于耳。没待一会，就在秦墨耷拉着眼皮，耳畔几乎出现幻听时，里面突然传出齐齐整整3道骂声，娘的！秦墨猛直起身子，你们怎么了？问话声音未落，老刀以缺德路人翻栏杆的利落伸手翻了出来，他手里抱着块破布包着的东西，刚一落地就朝旁边呸呸吐口水。在他之后是老苗、文浩殿后，等他们3人出来，老刀脸色极差的走来，向秦墨展示那团破布里包着的东西。那是一只手臂，一只
斩得要断不断。主办熟散发肉腥的手臂，堆满垃圾的窝棚里发现一个鬼和发现一截人类残肢，显然是需要不同处理对待的。尤其那只人类残肢被砍了好几刀，要断不断的连着层皮，就像是一锅炖不下，特意砍断好塞进锅里。秦墨身体沉重，脑袋都抬不起来，他只抬了抬手指，指向窝棚前那口被柴火熏得黢黑的高压锅。老刀拿着从保安手里借来的电筒，光柱一动向那口高压锅时，几人心里都莫名生出一股寒意。倒不是害怕残肢被炖这事，而是一切证据都表明，无论这只手臂是不是拾荒婆的，都还存在着一个第三方。常和警方有联系的老刀开口道，湿地公园出了碎尸案，还没眉目，从种种迹象表明可以并案处理了。老刀果断道，走，凶手还未归案，他们这帮人老弱病极齐了，还带着简直寻死。老苗显然也晓得厉害性，直接道，文浩明明，你们驾着秦墨先走，直接回去。他没提自己和老刀，显然两个老家伙是打算守在这等警察来。这关头秦墨并不打算玩什么我不走大家一起走的墨迹套路，但他站定原地轻声喊道，都别动。他的手紧紧扯住尹敏敏的胳膊，有东西过来了，别动。尽管认识不久，但在场人没有不听劝的犟种，所有人站定，周围一片死寂，只有夜风拂过林子和窝棚上蛇皮带的沙沙声。随着时间推移，如秦墨所说，确实有什么东西过来了，穿过低矮的灌木丛，速速贴地爬行。惊吓和生命威胁是最好的兴奋剂。秦墨心跳加速，体温升高，先前那种不舒服的感觉竟如潮水般退去。他以极慢的速度扭头，服用过益寿当护后新长出来的双眼夜视能力极佳。他见隐隐绰绰的灌木丛，藤蔓似的东西朝着这边来，十来步之外，一个接着一个身影站直，高矮胖瘦，有男有女，10来个人形生物，就这般静静的站定。老刀大着胆子用电筒扫了一下，电筒强光照射下，这些人瞳孔没有一点变化，更不必说眨眼之类该有的动作，非人类特征十分明显，全直勾勾看着秦墨。突然他们齐齐笑了，一左一右搀扶着秦墨的文浩和尹敏敏，两人下意识侧身挡住他。比起藏在后面，秦墨更愿意直面怪异，但他这时没有逞强，而是脑中急转，借着文浩尹敏敏的遮挡，他视线在周围一扫，最终落在了窝棚前的土灶上。韩风明确说过，怀梦草与鬼影藤半生，不管是草还是藤吧，秦墨就没听说过真不怕火烧的。在灶边有干柴，这遍地是易燃的塑料袋。秦墨视线移向老刀，刀叔点火。他的声音很小，却打破了僵持，四周的人影笑脸还挂在脸上，一步步朝着秦墨的方向挪了过来。沙沙沙沙，不紧不慢的脚步声像是催命符。秦墨左右看看，心中开始规划第二套方案。假设这些东西都是来看他的，那么他单独跑开，老苗他们4个反而会安全。没等他研究跑路路线，第一个人已经逼到了近前。看外表是个中年男人，微微胖，就是上下公交车朝9晚5那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男人。他笑着冲秦墨伸手，身上穿着的薄冲锋衣袖口蹭了一圈黑边，笑容竟有些慈爱之意。整个世界都仿佛变慢。秦墨听见尹敏敏和文浩急促的呼吸声，突然后面一道火光亮起，秦墨听见老刀喊，你们3个后退。老刀手里挥舞着一截点燃的蛇皮袋，朝着那中年人抽来。剧烈的焦臭伴随塑料燃烧的黑烟，朝秦墨伸手的中年人脸上如人一般露出畏惧神色，但他没有退走，而是双臂一张朝着秦墨抱来。滚蛋！秦墨大长腿倒也不是白长的，抬脚就踹，只是他这一脚像是踢进了沤烂的棉絮里，一只脚掌竟陷进了那人的腹腔，只露个脚脖子在外，潮乎乎水哒哒的触感让秦墨汗毛竖起。他急急抽脚，带出不少黑色汁水，臭倒不臭，纯恶心。没等他恶心够，一团燃烧着的玩意从后面丢过来，正正砸在那人身上，砰一下炸开，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那人嗖一下以一种怪异角度后仰，然后就这样躺着向后游去。老刀没多事去追，他挥舞着那截燃烧的蛇皮袋，护在秦墨3人身前。老苗在后头竟挑选了易燃的塑料，布团子随意打个疙瘩，点燃就投。看架势如扔手雷，且准度极高，几乎每个从林子里来的黑影都能分到1-2团。如此操作下，那些聚来的黑影纷纷退至远处。但这样也有弊端，这处垃圾堆满地，可燃物太多，地面星星点点燃起火焰，不至于引发大面积火灾，但周围温度骤然升高。在这越来越暖和的环境中，秦墨身体的不适感彻底消失。火焰之外，那些鬼玩意的微笑注视下，秦墨胃部一阵难受，什么东西在他的胃里惬意的翻了个身。秦墨干预了一下，说来很奇怪，他能明显感觉到身体内部多了点什么，但是那不知道什么东西的鬼玩意
在秦墨体内翻身打滚时，他一点没觉得难受或者疼痛，反而有种触发奖励机制似的舒服和喜悦。先前秦墨用冰块冰水降体温，没有给他适宜生长的温度，他便折磨处罚秦墨。现在在垃圾燃烧的黑烟烈焰中，他得到了适宜生长的温度，便给秦墨发放奖励，如同训狗吹响狗哨，舒适充盈全身。秦墨缓缓站直，隔着火焰与站在灌木丛中的其他成年体对视，一阵又一阵的善意从对面传递过来。秦墨这冷性的，竟然不由自主对那些非人类产生了同类的亲切。身体激素的变化告诉秦墨，他应该接受并且保护他体内的寄生物。这种感觉几乎很难抗拒，几乎。火越来越大，黑烟滚滚，围在外围的那些异类终于向后退去。曾朝秦墨伸手的那个穿着薄冲锋衣的中年人忽而向后一缩，避开火光退入黑暗中，而后在众人的注视下倏然炸开，人形躯体像是一把被裁开的纸条，冲锋衣的颜色迅速被藤蔓独有的表皮替代，就地化为一团藤蔓潜入泥中。跟随他之后，站定在火焰外的异种们也纷纷褪去变色龙似的拟态，钻进泥土之中。走了。刨垃圾的老苗整个人脏得没眼看，一滴汗水从他的额角滑落，滚了半张脸已成黢黑颜色。现在最镇定的反而是秦墨这当事人，他冷冷道：走了。一直搀扶着他的尹敏敏察觉到他微妙的情绪变化，担忧道：墨姐，你怎么了？他见秦墨捂着腹部，又问：胃疼吗？秦墨眨了一下眼睛，举手掩住口鼻：没什么，就是无性当妈了。啊，现在不是解释的时机。秦墨扭头看老苗和老刀，这里太热了，我得马上离开。他说话有些结巴，精力全部用来抗拒身体的本能。老苗不笨，看他样子就知道有意，对尹敏敏道：扶着墨姐快走。说罢，他带着老刀和文浩开始灭火。秦墨不耽误，攥着尹敏敏的手臂就要走，只是还没走2步，就听见几声暴喝：站住！你们干什么的？都别动，老实点！几个人影不知从哪窜出，大步朝这边跑来。尹敏敏没经历过这架势，还在发懵时，秦墨已无奈一闭眼，缓缓举起双手：敏敏，不要怕，把手举起来。话音落，2、3个彪形大汉窜到了眼前，看架势是要抬脚踹家擒拿的。但见秦墨和尹敏敏2个老实举手站着，就没太动粗。正在窝棚附近灭火的老苗3个待遇要差点，都背面朝下按倒在地。窝棚附近的几个起火点很快被几双大脚踩灭，秦墨几个被压着在马路牙子蹲了一排，红蓝灯光忽闪忽闪。尹敏敏靠着秦墨抖得像小鸡仔，多老实点啊！一个脸阴沉的中年人大步走上前来，官方话术还没说出口，就见抱头蹲的几个人抬起熏得黢黑的脸，被人叫秦队的中年人大致一扫，发现5张脸里竟有3个熟人。他气势一泄，抓住嫌疑人的喜悦顿时化为乌有，原地站定，绝望一闭眼，只听对面3声喊：秦志国！老秦！大舅！秦志国咬紧了后槽牙，猛然睁开眼睛：你们在这干嘛？云南市医院，刑警大队长队长秦志国站在走廊上破口大骂：刀宏伟，我外甥女才第1天上班呢！秦志国竖着一根手指，唾沫星子横飞，第1天上班就出事。老苗算是前辈家长辈，秦志国不好对他发火，便冲着老刀龇牙：我让秦墨去文保所是为了他的眼睛，现在眼睛还没着落。秦志国懊恼靠墙一蹲，薅了一把自己的头发。老苗和老刀2个恨不得将脑袋夹在裆里。面对秦志国的质问，2人都不敢言语。这时被迫加夜班的谭院长从远处走来，手里拿着2张片子，情况不乐观。CT 显示秦墨的胸腔被一团阴影覆盖，他身上那种东西的生长速度比张涛体内的要快得多得多。谭院长的话一出，围在秦墨病床周围的人统统脸一白，尤其秦志国本来为了案子就连熬2宿，身形一趔趄，险些站不稳。见状，还是老刀扶了他一把。病房中一片死寂。怎么了？我又不是马上要死了。打破这死寂的是秦墨，他身上衣服脏得没眼看，换了医院病号服，脑门上贴着降温贴，腋下腿弯，身体各处都垫着冰袋，冻得脸色发青。但现在情绪最稳定的是他，一股子能活不能活死背的洒脱。他视线在众人脸上一扫，先看向文浩：文浩，你有拍下那些东西的长相吗？秦墨注意到文浩掏出手机拍了好几张照片，那种藤蔓拟态的人应该都是受害者。认出受害者，说不定能辨别出幕后凶手的活动范围和挑选猎物的标准。被点名的文浩一脸晦气，他掏出手机无奈叹了口气：我有好好拍的。但是他展示了一下手机里的照片，照片中可以看见灌木丛，看见地上的垃圾，唯独看不见站在灌木丛前的10多个人。手机拍摄不到那些东西的样子。文浩的手机在众人手里传阅，最终到了秦墨手中。秦墨倒也没太失望，他又看秦志国：舅舅，
你们为什么会去污水处理厂的？秦志国长叹口气，透露了一点案情。我们在湿地公园的水里打捞到很多尸块、衣物碎片之类。经过排查，在一块衣物碎片内侧找到小半张单子，经过痕迹检验复原，确定是污泥资源化处理的出料单。我们刚到污水处理厂，就听门前保安说来了陌生人。秦志国他们带着人追过去，没想到按住了老苗几个。想到这秦志国一个头两个大，下意识在口袋摸烟，但想到这是病房又停手。坐在病床上的秦墨道：大舅，在那些鬼东西里，我见过一个中年人，微微胖，下3白眼，右边眼角有个点痦子留下的疤，他身上穿着件春秋季的黄色冲锋衣。秦墨努力回忆着道：冲锋衣左胸口印着 Jeep 字样，失踪人口里有这个人吗？其实秦墨最后一句都多余问，在他说到黄色冲锋衣时，秦志国已经双眼一亮。有，他说着在手机找了一阵，找出一张照片给秦墨看。是他吗？只一眼，秦墨就确定照片上的人就是鬼影腾的人形拟态之一。尹敏敏和文浩都确认后，秦志国猛一拍手，没跑了，就是这个叫李和顺的。他是一家饭店的厨子，工作的饭馆就在污水处理厂附近。一直旁听的老刀双眼刷的一亮，又是污水处理厂。莫等他们说出个1、2、3，尹敏敏突然一声惊呼：莫姐！几人转头一看，只见秦墨双眼紧闭，背靠着枕头不知何时睡去。秦志国几人顿时乱作一团，慌乱中他们没留意到秦墨嘴巴翕动，用细弱蚊蝇的声音低低喊道：寒风！秦墨又睡着了，他再次站在一片血红色荒原上，赤裸双足埋在一层包子似的灰中，没过了脚踝。秦墨像是一只站在花园里的小蚂蚁，左右都是3、4人高的巨大草叶。和上次入梦不同，这一次秦墨很清楚他是在梦中，因此行事肆无忌惮起来。他踮脚观察这些叫怀梦草的植物，仔细看怀梦草巨大的叶片，左右转头都不见有鬼影腾的踪影。秦墨顿了顿，他试探着呼唤道：寒风！他的声音在空寂的荒原荡出回音，接连喊了几声，秦墨的心沉了下去。寒风没有回应他的呼唤，是喊法不对，还是上一次是意外？就在他蹲身刨地，决定自己探索真相时，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上神，您召唤我？秦墨一喜，转头就看见一个滚得跟泥人似的大高个站在他身后，半干的泥巴将来者的脸糊得看不清鼻子眼睛，但听声音来的确实是寒风。见他出现，秦墨松口气，寒风反倒心中忐忑又愧疚，他还没找到怀梦草，想来要叫上神失望了。他不安垂下头，身高1.9米，却像是只忐忑的小狗崽子，气势矮了蹲着的秦墨一头。他单膝跪下，请上神再等一等。他已经连夜赶到了幽云闹，只要找到鬼影腾的踪迹，就能寻到怀梦草，割到叶片，他一定第一时间献祭给上神。他的担忧羞愧如抛媚眼给瞎子看。秦墨注意力压根没放在那，侧手看了看他，他问了自己最想问的问题：我有个朋友被鬼影腾寄生了，怎么办？他到底想保留点逼格，随口无中生有。韩风对他的话却是全听全信的，闻言微微皱眉。鬼影腾与怀梦草是半生关系，他说着挪了2步，蹲在秦墨旁边，继续秦墨之前刨地的工作。在他手下，蓬松松的灰尘很快掘出一个窝窝。秦墨这才发现，灰尘下是大团大团烂软的黑色湿泥。知道秦墨对异兽一直不了解，韩风解说很是用心。怀梦草借鬼影腾繁殖和生长，寻到合适的宿主，鬼影腾会将孢子连带着怀梦草的草籽一起喷出，在活体宿主中扎根，合适的温度下汲取宿主身体养分，最后宿主体内长成的鬼影腾会带着怀梦草的幼体脱出，只留下被吸干的宿主空壳。听到这时，秦墨后背都有些刺挠。韩风的手插进刨出的坑里，扯出一根2指粗细的藤须，看表皮果然就是秦墨见过的那种。脱出宿体后，鬼影腾会带着怀梦草嫩芽重新扎根泥土，抚养保护怀梦草，一直到草叶长大。草叶长大后，无论怀梦草还是鬼影腾都会进入相对安静安全的阶段，除非被人惊扰。韩风话音落，被他攥在手里的藤蔓须突然蛇一样扭动，眼看着就要锯成一个人头模样。他撒开手，拉起秦墨向远处撤开。他只是扯了一下藤蔓，并未做出伤害怀梦草之举。鬼影腾蠕动2下，又缩回泥中。秦墨倒是心中庆幸，他刚才没有手欠，直接去撕叶子。最危险的就是寻找宿体与鬼影腾抚养怀梦草长大这2个阶段。秦墨忍不住吐槽，这2东西还挺纯爱。韩风不知什么是纯爱，他信了秦墨瞎扯的鬼话，很是关心他那不存在朋友。上神的朋友若是被寄生，切记待在温度低的地方。他扭头郑重对秦墨承诺，上神不必担心，我一定尽快割取怀梦草草叶，只需腐蚀草叶就可排出体内的鬼影腾。秦墨猝不及防对上他的眼睛，发现他的瞳孔有一圈很淡的铁灰色，他心中倏然一松，
我相信你。秦墨这句话很平常，但韩风极不经夸地垂下头去，半干湿泥遮掩下的脸红成一片。鬼影藤生长有什么规律？秦墨安抚狗子一样安抚了一句，继续追问：鬼影藤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吗？韩风摇头，为了守护幼年怀梦草，鬼影藤一定不会离太远。秦墨这才长长舒了口气，这就意味着那些鬼东西确实在污水处理厂附近。至于为什么退下的素体尸囊会被剁碎炖熟丢到了湿地公园，大抵是幕后之人为了掩藏行迹。说话间，熟悉的天摇地动的感觉再次出现，秦墨晕眩了一阵，又听见人喊他的名字。韩风忙伸手稳住他，眼见孟静将醒来，他急在秦墨耳边说出了最后一点情报，身上涂抹湿泥，可不被鬼影藤发现。韩风说话的气息似乎还残留在耳朵间，浑身湿透，秦墨在病床上睁开眼睛，劈头盖脸又迎来了医院冷喷雾机喷出的一波寒雾。他诈尸似的坐起，瑟瑟发抖之余对众人道：去污水处理厂。夜晚温度没有降下多少，好像前几天突然降临的大雨只是一场意外。整个云岚市浸泡在一股粘稠的热意之中。行驶向污水处理厂的车上，空调开到了最低。秦墨仰脖灌了一瓶冰水，分神从后视镜看他脸色发青。秦志国道：你该好好在医院休息的。秦墨摇了摇头，关乎性命，怎么安心躺得下去？秦志国闻言不再言语，但车速又一次提高。这一次再去污水处理厂，有随行的2车专业人士，安全感更足。见他们又折返回来，污水处理厂的保安都纳了闷。老苗养的耗子探探极肥硕，成人一只手都圈不住，毛光水滑，抖着胡须在一些东西上纹纹绣绣。除了在拾荒阿婆窝棚前发现的鬼影藤粉末，还有秦志国调来的一些证物。秦墨大致一扫，看见了很多东西，有剪碎成米粒大小的身份证碎片，有一些朽烂的衣物残片，不知道他们怎么辨别是有用证物的。想来工程绝对繁琐而专业。老鼠探探胆子小，能嗅到这些东西上不同寻常的气味。老苗连着给他喂了好几颗花生，才哄得他愿意干活。他在证物上挨个嗅嗅，突然耳朵立起，老苗大喜，将它放在地上。探探猛朝一个方向窜去，跟上。老苗别看一把年纪，折腾半宿腿脚还是很利索。秦墨依旧是被尹敏敏和文浩搀扶着走，但是考虑到这2个的战力，秦志国安排了一个下属跟着。老鼠探探的路线很绕，似乎线索过多，干扰了他的小脑瓜。他时不时在路口停下或绕个小圈。秦志国看得心中七上八下，只盼着在各路口设卡拦截的部署能起到点作用。一帮人身上都抹着湿泥，看着魂似山里的野人，在老鼠探探后边追。就在这时，探探停下，他小爪收着，朝天纹纹绣绣，而后发出尖锐的滋滋声。秦墨第一次听见老鼠能叫出这种动静。秦志国已扫了一眼周围地形，迅速部署一番，一行人该掏枪的掏枪，朝着探探指示的建筑围拢过去。秦墨体温一降，触发了惩罚机制，身体里的怀梦草和鬼影藤作乱。他身上没有哪一处是舒坦的。比秦志国他们晚了一点才到，闪烁的路灯下，秦墨看见了眼前这栋建筑门前挂着的招牌：固废处理研究所。秦墨望着灰扑扑的水泥矮墙，倒是没想到会有人在研究机构折腾那么些破事。来前秦墨借口梦兆，告知过湿泥涂在身上或许能干扰鬼影藤，左右他到底梦到什么谁也说不清楚。本着信不要钱原则，秦志国他们刨了医院的一个花坛泥，一个个泥人似的握枪走在死寂的研究院，暂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就在他们靠近眼柱的半波门时，老刀突然喊道：停，别动，在前面打头阵。准备推门的警察瞬间惊出一身冷汗，手举在半空站定不动。只见半波门后灯啪嗒亮了一下又熄灭，这短暂的光亮让所有人都透过门上的玻璃看见了游荡在大厅中的人影。女性，长披尖发覆脸，瘦骨伶仃，脏兮兮的长裙，一步一顿在大厅徘徊的样子，完全符合普遍对女鬼的刻板印象。伸手准备推门的警察汗如雨下，面对穷凶极恶的持枪歹徒都没耸过的汉子，竟觉得有些站不住。他求助的斜眼看老刀，老刀没有持枪资格，手里握着个冷光手电负责照路。他小心的用手电扫了一下那个游荡的人影，只听细微而整齐的吸气声响起，门前站着的警察险些腿软坐下去。要不是现在不敢动，管老刀什么身份，他绝对会挨一顿暴骂。在数双眼睛的注视下，厅里的那个人影没有一点反应，依旧是披散着头发慢吞吞的游走。见他无异动，所有人悬着的心稍微放下来一些。将站在门前的警察想问，不料老刀猫腰走了过来，他动作很轻，几乎没有发出声音。蹲下身，他似在看什么东西，随后问道：谁带指甲刀或者剪刀了？门前将站着的警察一脸卧槽，心说抓犯人谁先出屁了带把指甲刀。这念头方起，他看见老刀用尾指在距离地面20公分位置轻轻一拖，冷光手电的光线下，他的手指肚上赫然出现了一根极细的鱼线。这根鱼线两头连接门后，
推门就会扯动鱼线拴着的东西。这下是个人都能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秦志国心跳前所未有的快，爆炸物。老刀只拖了那么一下，就小心放下手，抽空答道：“对，是战场上布置鬼雷的手法。要不是老刀是参战过的老兵，发现门的状态怪异，稍留心了一下，在推门瞬间，门前几人绝对没有好下场。”秦志国冷汗浸湿衣衫，心中庆幸老刀在，随后又涌出一股失落。如果已经布置了手段阴他们，那里面的人十有八九已经跑路了。这时，老苗悄默声凑上前，递来一把瑞士军刀，里面有迷你小剪刀。老刀手很稳地处理了鱼线，只听吱呀一声，门缓缓敞开，露出门后2捆自制雷管，也露出了大厅里游走的女人。无需言语，他们分头行动。老苗和老刀2个老兵处理用胶带粘在门背后的雷管，秦志国则领人谨慎合围上去。走到近处，秦志国突然神色一变，别开枪，是个活人。安静的大厅，人喘气的呼哧声十分明显，而鬼影藤是不会像人一样呼吸的。秦志国骤然抱起，一把将这游荡的女人按倒在地，一顶脏兮兮的假发滑落，女人光头上密布纵横刀疤，被秦志国反擒住手臂也不挣扎，只是嘴皮子一动一动，无声一语。等将他翻身过来，就看见脸已经被人为的包去了，整张脸都是紫红斑痕，一时难以从外貌辨认这女人的身份。又翻看手掌，食指指纹都是同样情况。秦志国心里狠狠骂了一句，有先前那一桩凶险，接下来他们行动更加谨慎。在排除掉楼梯口与走廊的2处自制雷管后，他们找到了2楼一间实验室。实验室门大大敞开，灯也堂皇大亮，迎面可见一块白板隐蔽式的立着，白板上的暗红色血迹抹画了一个小丑，小丑唇角夸张，朝两边咧开。地上放着一个红色方形纸盒，上面插着标签，上书礼物喜欢吗？盒子里是植物焚烧的灰烬。老刀说这话时避开了秦志国的视线，那个刻意摆放在空荡荡实验室的红色盒子里装满了植物焚烧后的灰烬，至于是什么灰，大抵也可以猜得到。幕后之人极恶嚣张，却又谨慎，整个实验室清理的空荡荡，大量资料都被焚毁，除了幕后之人特意留下的女人和那个惊喜的礼物盒子，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秦志国心沉了又沉，在技术部门检查痕迹时，他站定在一面玻璃墙前，玻璃后是一片湿漉的人造泥淖，原本应该是种植着植物的，但现在只剩满地的坑洞，里面种植的东西都被挖掘出来，尽数焚毁。偌大地方，他们连一枚指纹也没发现。这间实验室是合法建立的，但建立者已经失联。老鼠探探在焚烧的灰烬上徘徊不去，似乎再也找不到什么线索。秦志国挫败，揉了一把脸，他心中烦闷，想躲到外头抽几根烟。一出试验所院门，却看见秦墨坐在马路牙子上。秦志国脚步顿了一下，朝他走去。我找关系联系了最有名的胸外科专家，那种东西手术玻璃也是一样的。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笑容有多僵硬。人宽慰秦墨道，别担心，没多大事。秦墨见状配合的嗯了一声，我知道，不担心。他这话倒是真情实意，除却他本身自带的天然死感，他知道还有一线生机，因此并不太慌。看他这样，秦志国反而眼睛一酸，即转头过去，眼中泪意，就是你快回去医院休息，手术前都要控制体温，要遭老罪了。秦墨摇摇头，提出一个要求，我能进去看看吗？在秦志国拒绝前，他道，我总觉得和那些东西有隐约的联系，说不定能发现点什么。我的那些梦没有缘由，人是不可能梦见没见过没听过的东西的。秦墨从没见过怀梦草，却在梦境中进入了那片红色荒原，还有那些鬼影藤对他的善意。秦墨抬头看着秦志国，我总觉得这些东西会不会是共享记忆的族群，彼此之间相互联系，记忆共享，所以秦墨才会在梦中站在那片便生怀梦草的荒原。询问张涛是不是也做了梦已经不可能，他一直在沉眠，尝试很多手段都没能把他唤醒。秦墨神情很是认真，秦志国思索了一阵，走到一旁打了个电话。没一会，他回来对秦墨点了点头。在他的带领下，秦墨换上鞋套，穿过警戒线进入研究院，四处都有人走动。秦墨蹙眉四处看，如秦志国所说，确实没有找到什么线索。上到2楼，秦墨面前是那块画了挑衅小丑的白板，那个礼物盒子，还有那个写着字的标签，这些都是血写的。做下这一切的人十分疯狂，不过那人确实有狂的本钱。他在云岚市犯下多少桩案子，杀了多少人，到现在都还没查出来。分辨湿地公园打捞的无数碎尸骨头，是史诗级难度。要不是老刀还没老眼昏花，开门时的自制雷管必是又一起轰动大案。这种情形下，凶手跑了，难怪他敢挑衅。秦墨摇了摇头，见到他，老苗和老刀2个老头都别开头，心虚又羞愧，不敢看他。秦墨走到实验室的玻璃墙前，他静静看着那些挖掘出的坑洼，突然萌生出一个念头，
他想再次入梦，并不是向韩风求助，而是自救。幕后之人折腾怀梦草绝不会只是为了好玩，他真的舍得这些全部烧掉吗？如果他带走了1-2株怀梦草和鬼影藤呢？如果怀梦草真的如秦墨所想，是族群共享记忆呢？那么秦墨是不是可以通过梦境寻找到蛛丝马迹？这念头一起，他唇不自觉扬起。某些人见血就兴奋，触发赌徒机制时会一改平常的性格，好死不死秦墨就是这种人。他强压住情绪，没有擅自行动，而是将计划告知。秦志国内心是不同意的，只是现在这种情况他没有选择的余地。说是外科手术剥离，但清除那种密密麻麻扎根在内脏的东西难于登天。在秦墨的坚持下，他回到了医院，重新躺回了病床上，耳边是监护仪有节奏的滴滴响声。谭院长他们准备好了叫醒秦墨的工具，在他们的注视下，秦墨缓缓闭上眼睛。他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只是攥着一把从那间实验室里带出来的泥土，脑中不停回想那间实验室的场景，脑中忽而嗡鸣一声，像是沉入深海。他呼吸一滞，眼前是大片大片的光影画面。秦墨似沉睡又似清醒，在这种状态中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他闻到了一股恶臭，刺鼻的浓肥腐臭。他好像是一株栽种在泥里的植物，正有人往他脑袋上浇灌恶臭的肥料。成了。秦墨竭力去看给他施肥的是谁，可最后只看见一个穿着厚厚铅衣头戴防毒面具的巨人，他像是一根矮小的小草，整个笼罩在巨大黑影中。秦墨有一瞬间觉得自己失败了，但旋即他又想明白，或许这些怀梦草来自乡中世界，乡中世界3人高的草叶，在这个世界还没猪多肉高。对比之后，秦墨心咯噔一下，那么按照比例换算，那个世界独自去寻找怀梦草的韩风将会面对多么巨大的鬼影藤。这一惊吓让秦墨整个都精神了一点。就在这时，眼前场景一花，他发现自己身处摇摇晃晃的车上，照在块黑布里，汽车音响播放着一首钢琴曲，窗外响起报时的钟声，商场促销的嘈杂声响中有男人的声音烦躁道：这些吵死人的肥料。随后一只手以极轻的力道隔着黑布抚触他的草叶。方才说话的男人又道：没吓到你吧？男人声音十分年轻，话音低沉，宠溺感十足。云兰市古城有一口400多年的大铜钟，古城改建后那口钟依旧挂在钟楼，每到整点时就会敲响报时。钟声和商场促销声两者一交汇，可得出一个结论：携带着怀梦草离开的人恰好在整点时路过古城。秦墨只恨梦中自己不能长出手，掀开蒙在脑袋上黑布，看看这犯下累累血案的混蛋长什么模样。他只能侧耳倾听，尽量记下各种声音。那个男人只说了一句话，就再也没有出声，这叫秦墨大失所望。他跟随着车子摇摇晃晃，突然梦境撕裂，寒凉的喷雾带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有人扒开秦墨的眼皮，用手电照了一下他的瞳孔。谭院长焦急问道：秦墨，你醒了吗？秦墨主动睡去前与谭院长等约定，在他沉睡30秒后就要唤醒他。他眨了一下眼睛，侧头避开刺目的光，醒了。微眯着眼睛，秦墨扭头看向秦志国。幕后之人果然没有烧绝怀梦草与鬼影藤，他清晰将梦中一切交代。携带一切怀梦草和鬼影藤潜逃的是个男人，开的不是什么好车，发动机哐当哐当，正好在钟声响8下时经过古城。同一时间，某家商场在搞促销，秦墨听见牛奶8折的喊话。结合监控，以上信息足够让秦志国他们迅速排查嫌疑人车辆。秦志国一阵激动，他转身欲走，却又停下看秦墨，显然还是有点放心不下。秦墨催促道：舅舅快去，抓住人带回怀梦草的草叶。草叶？秦志国反问。梦中我得知，拔出体内的那种东西，要服食怀梦草叶片。秦墨这话倒也不假。秦志国一听峰回路转他小命又有了指望，顿时精神一振，只交代了一句话就跑出了大门。同在病房的老刀和老苗相互看看，老刀自觉跟了上去。秦墨又经过了一次体检，坏消息是攀附在他内脏上的寄生物又长大了一团。老苗默默坐在旁边道：敏敏去给你买粥了，你要不要先吃点？秦墨想了想道：给我带包榨菜。事已至此，等秦志国消息吧。该吃吃该喝喝，秦墨心态倒是比较稳。喝了凉透的白粥，他周身垫着降温冰袋，冻得嘴唇发紫。尹敏敏和老苗排排坐在病床边，那样子就不像是看护病人，而是在参加丧礼。秦墨觉着有点晦气，不由道：要不你俩玩玩手机吧，别用那种瞻仰遗体的样子盯着他了，等待的时间总是格外漫长。外头天蒙蒙亮时，秦墨双眼干涩的不行，他困得不行，却还是强打精神撑着，撑得双眼干涩。就在这时，搁在枕边的手机响起，秦志国满是喜悦的声音从听筒笔端传来：车子查到了，幕后凶手行事谨慎，研究院附近的监控全都因不知名原因坏掉，但百密一疏，凶手估计也没想到会有秦墨这号人能清醒入梦，靠梦境寻到了踪迹，我们正在实施抓捕，
你千万撑住，别又睡着。秦志国那边估计在开车，风声呼啦呼啦，隔着手机都能听出他车开得有多快。到了中午，秦墨眼皮子像是挂了2个铁秤砣，强撑吃病耗饭，好几次都快把脸埋进餐盘里昏睡过去。秦志国和老刀文浩回来了，老苗见他们回来，先还高兴，可旋即看见3个人一个赛一个的脸黑，不由回头看了一眼没精打采的秦墨，心中咯噔一下，人跑了。秦志国抹了把脸没说话，答案不言而喻。文浩扶了一下眼镜，没抓住，车子遗弃在国道上，人不见踪影。老苗一听就发现了猫腻，不是，消息怎么走漏的？2次都能提前跑，那个凶手一定是在警方行动前就收到情报了。秦志国哑着声音道，已经内部自查了，或许是烟抽多了，他咳嗽了好几声。老苗急得原地转了几圈，那草呢？老刀给他使了个眼神，默默摇了摇头。病房中陷入一片死寂，打破这凝重气氛的还是秦墨。他半坐起，揉了揉眼睛，我想回家一趟，洗个澡换身衣服。他这模样一副自暴自弃准备后事的架势，但秦墨有自己的考量，这边指望不上，他得看看箱子里韩风那边了。他没法去解释，只是看着秦志国，舅舅，我要回家一趟。秦志国僵站许久，这才点头，好，我送你回去。古城老城区街道狭窄，秦志国的车开上街道，将街道占了一半。秦志国没进去，坐在车里一根接一根的抽闷烟。陪着秦墨的是尹敏敏，熬了一夜，这小姑娘也是眼眶区青。一进门她鼻子微动，墨姐，你们家什么香氛啊？真好闻，很提神。秦墨现在脑子迷糊，反应慢几拍。尹敏敏说了，他才嗅到弥漫房间的甜香，似果又似蜜，是很柔和甜腻的味道，却意料之外的提神醒脑。秦墨仿佛裹着雾障的脑子顿时都清明不少，他顿时意识到箱子里的人或许给了他新的祭品。秦墨精神一振，随意将尹敏敏糊弄过去。秦墨家1楼没什么奇怪不能被看见的东西，他招呼尹敏敏随意做自己倒果汁喝，打开空调调低温度，上了2楼。卧室门一开，浓香犹如实质，一团直扑面门。秦墨忙进去，将门反锁，到箱子旁一看就是一愣，箱子前静静躺着3株小小的红花，每一株都有秦墨拇指长短，换算一下在箱中世界应该很高。两瓣卷曲红花瓣簇着长而粗壮的穗子，乍一看形状十分不正经，花香味很霸道，这些香味将一直缠着秦墨的困意一扫而空。秦墨打开箱盖，放眼望去，只见箱中是一片荒原，大片生长着苔藓和低矮的蕨类植物，灰绿色苔藓，突出的白色岩石和如镜面的洼地水泽，景色十分之美。只是寒风在哪？莫等他找到寒风，像是触发了什么机制，静谧荒原骤然一乱，山石乱飞，大量蠕动如章鱼脚的玩意从地底破出，细细看去，竟是无数深红藤蔓狂暴乱舞，四处抽打地面。从秦墨的视角，能清楚看见那些脾气不好的深红藤蔓肆虐，像是一团团纠缠的蚯蚓。山丘水泽和遍地的苔藓都不复存在，漫天乱石飞溅，就是站在箱外的秦墨都看得心惊肉跳。在这惊心动魄的场景中，一个灰绿色的小点正快速移动，数次险之又险地避开抽打而来的藤蔓。是寒风。箱中太乱，秦墨没法看清，他掏出手机对准那个移动的小灰点，数次对焦后，这才确认就是寒风。他满身裹着湿泥，披着一整块伪装用的苔藓，脸上蒙着一块厚厚的自制面罩，迅捷移动脚步避让危险，手中忙不停，正往一个东西上裹满泥巴。秦墨好几次看见比他腰粗的藤蔓贴着他后背抽下，但都被他险之又险地避开。他在荒原奔逃，如同玩跑酷。秦墨看得眼皮跳，这要是被抽中，直接变酱酱。他有心相救，但拿起搁在旁边的烤肉夹子，却数次没能下手。箱里乱成一团，寒风像是沸腾火锅里的一粒小花椒，精准夹住他还不失手，弄死太考验人。秦墨没敢冒险，他皮肉发紧，脑中急转，这些红色藤蔓应该是鬼影藤，许也未火。秦墨转身要去厨房拿点火器，就在这时，箱中突然恢复平静，像是出了鬼影藤的栖息范围。漫天蚯蚓般的藤蔓骤然一缩，藤蔓上鳞状表皮张开一条条缝隙，土包子一样吐出些灰色粉末。寒风也不再奔跑，而是闪身到一处山石后藏匿，灰色粉末在远处活物般徘徊，雾障似的笼罩被夷平的山丘。一个怪影从深红藤蔓中探出，鲜还红皮肤，表情僵硬，须臾间却以拟态完成化为人形，连身上衣裳都模拟的一丝不差，占据一整个丘陵的成年鬼影藤。不知在这多少年月，寄生母体身上衣衫样式十分古旧，这拟态母体站在灰雾中，双手拢在袖子里，样貌举止如活人，就连那左看右看找东西的样都活气十足。若是不知情者，一定会受骗。箱子外的秦墨一想到自己身体里还有这东西，就觉得一阵膈应。幸好的是，
韩风似乎已经脱离了危险，他单臂怀抱着那个怪异的泥团子，像是只灰狼在荒原穿行。没确认他那边是不是已经安全。秦墨没有说话，惊扰害他分心。谁知掠过一处山石后，韩风突然仰头，上神，是您吗？秦墨还没说话，他已用雀跃的语气道，我取到怀梦草了。虽说是取，实际是又偷又抢。身为专门狩猎异兽的玉衡君，韩风没觉得哪不对，他憨厚笑着举高双手托起他抱着的那个泥团子，好让秦墨可以看清，这泥团里头就是他新新鲜鲜割下的怀梦草叶片，割了就跑，裹在泥团里，方能避开鬼影藤这庞然巨物的探查和追捕。只需服下，您的朋友便会无碍了。韩风说话时还有些气喘。秦墨看着他脏兮兮的样子问道，那种红色花也是你献祭过来的吗？鬼影藤只会在怀梦草附近活动，出了那个范围便安全了。韩风放松不少，抹了一下额头，在自己脸上开出3道手指印。听见秦墨的问话，他答道，那是加绒草，10之3日不眠，我来时路上遇见便摘了。他轻描淡写带过了摘加绒草时与附近轮鱼群的恶战，也没说为什么要采摘提神使人3日不眠的异草。但秦墨心中明悟，他只是想用加绒草帮忙拖延入梦的时间。秦墨缓缓垂下眼睫，郑重道，谢谢，他会回报他的。后话还没说出，韩风以惶恐称当不起谢字。见他那样，秦墨没再说什么，以后后报便是。秦墨本想直接用夹子把怀梦草夹出来，但对比了一下，到底害怕损毁，韩风还要去寻猎物设计将怀梦草献祭出来。但秦墨觉得太麻烦，直接对他道，你就在地上随意画个圈就行，不讲究繁文缛节。过几天中元节，秦墨也打算这么烧纸钱。且不说他这祭祀有多潦草晦气，韩风忐忑试了一下，发现还真行。看着消失的怀梦草，韩风心中感觉有点复杂，上神越来越不讲究排场了。韩风抱着的泥团子出了箱子，世界只有小红豆大小。秦墨小心地托在食指上，屏息看，他都有些怀疑这丁点够不够用，但韩风说就是2人用也足够的，他便姑且信之。返程路上，韩风一人无碍，秦墨和他说了一声就关上箱子。他小心地将那丁点玩意洗干净泥，一小块深红怀梦草湿漉漉躺在纸巾上。秦墨小心用眉刀1分为2，一半给自己，一半看情况给张涛。分过之后，这东西更加的小，不知道吃了会不会像吃当户那样昏睡。秦墨并没有当场服用，而是准备去医院再吃，全当突然生变，莫名其妙他就好了，不然黄怎么都扯不远。这点叶子保存不易，秦墨掰了2颗维生素，夹在药片中间，然后妥善放在药盒中。等他收好加绒草，外头响起尹敏敏的声音，墨姐，你没事吧？尹敏敏担心他昏睡，又不好推门进来，孤儿站在门前焦急问，没事。秦墨应了一声，劳烦你多等一下。他这个冷水澡洗得很麻利。等他披着头发带上药盒出去，尹敏敏松了口气。秦墨本想让他也去洗洗，突然尹敏敏的电话响起，是老苗打来的。尹敏敏接后脸色一变，墨姐，我们快回医院。他带着些喜色道，上头来人了，事情或许还有转机。上头来人？文保所的上头。尹敏敏没工夫解释，拉着秦墨往外走。见他们出来，满身烟味的秦志国忙开窗散味。听了尹敏敏的话，他也神情一变，车子及时向医院。一路回到病房，还没推门进去，就听人在房里怒骂，看你们惹出来的破事。2位一把年纪，退休回家带孙子吧。在病房里拍桌喊叫的中年男人，一身行政夹克，脸蒙油光，戴着副无框眼镜，看着级别不低。他吼得震天响。面对面吃盒饭的老苗和老刀，却连一个眼神也没分给他。你受伤了，吃点肉。老苗把自己盒饭里的肥肉片夹给老刀，看着友好，全然忘记自己偷吃烤肠的事。尽是肥肉，老刀嘀咕抱怨，但也吃了下去。看他2人都不当回事，行政夹克难气极。你们知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要死人的。他还想说些什么，但留意到这是公共场合，所以咽下了后话。眼尾余光看见门前有人，又稍稍收敛了怒气。秦墨他们进来，老苗简单给介绍了一下，这是文保局的应急管理处李文博，李副处长。一听老苗特意强调副处长，秦墨就知道他们跟这李文博不对付。副字谁也不爱听，正处不在时特意强调副处长，显然是给人膈应，属于细枝末节的人情世故。果然李文博有一瞬咬紧了腮帮，不过他明面上没有跟老苗计较，而是仔细打量秦墨。听说就是你能入梦？他从旁拿起厚厚一叠检查单，一页一页的翻阅。他的问话和慢条斯理的动作，秦墨感觉不舒服。他被寄生，1分1秒都赶时间，上面来人不说立刻解决事儿，在这拿枪拿掉，实在令人不喜。他不答话，眼睛一闭向后趔趄了一下，被秦志国和尹敏敏扶住后，一手扶额，似要睡着似的含糊反问，什么？其实他来前吞过一株加绒草，一点不带困的。
但是出来混嘛，多少都有点演技。他这一装，李文博顿时急了，哎，别睡啊，别睡！每次入梦怀梦草和鬼影藤都会长大。揉着眉心的秦墨，手极细微的停顿了一瞬。李文博出现，毫无疑问是叫人讨厌的，但他是第一个肯定说出怀梦草特性的人。文保局这个架构职能完全不明确的机构，果然藏着大秘密。秦墨被人七手八脚搀扶到病床上，或许是察觉所有人，尤其秦志国对他的不友好，李文博不再摆架子，他道：“我带了救治方案来。”闻言，所有人眼睛齐刷刷一亮。秦志国忙问，但李文博举手拦了一下，转头看向秦墨：“小秦，你是第3文保所的，本次事件你表现十分优秀。”夸了一句后，他神情严肃，话音一转：“你的情况相信你已清楚。我连夜从省里赶来，确实带了救治方案，但是在他的示意下，一行字站在窗边不吭声的2个陌生人走过来。这2人形象板正，保护着一只转运箱。这种箱子多半用于转运器官，可以为箱中低温保存的器官供氧，并实时检测。李文博没有打开这只箱子，只是示意秦墨看，里面是一片亚成年怀梦草，理论上服食后即可驱除体内寄生。秦志国匪夷所思问：“理论上？”李文博严肃颔首：“确实是理论上，我们从来没有培育出过成年体怀梦草，你们从来没有培育出过成年怀梦草，你们……”秦志国不愧是老刑警，捕捉到了关键点，四处逃窜杀人的跟你们什么关系？那王八蛋手里的怀梦草，是不是你们那流出去的？秦志国问话时自然而然带着审问的架势，李文博没发怒，也没回答，这种默认已经表明了某种东西。秦志国一把攥住了李文博的领子：“死了多少人？你们知道吗？监控拍不到那王八蛋的样子，是不是也和这些鬼玩意有关？”护送箱子的2人瞬间警觉，手摸向怀中，老刀横跨一步拦在2人中间：“我们工作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队伍里也确实出现了败类。”脖领子还被秦志国抓在手上。李文博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但是你们警方就没出问题吗？”秦志国闻言暗骂一声，撒开了手：“当然也出了问题，而且出问题的位置级别还很高。乌鸦落在猪身上，2个一样黑。”李文博示意他松开手：“有些事情你们还不能知道，我也无权先说，先救人吧。”一直旁听的秦墨适时开口：“舅舅。”李文博没有撒谎。秦志国松开手，现场气氛稍微缓和。李文博把话题重新拉回：“我们以石蟹猴作为素体，培育出的怀梦草至多生长到亚成年，每一株都在传播草籽后，就会和半生的鬼影藤一同死亡。归根究底，没养成成年体的原因，是他们保留着底线，从未拿人类做过实验。同样的，也缺乏应对人类被寄生这一情况的经验手段。倒霉的张涛和秦墨是首例。”李文博问秦墨：“你愿意试试吗？”话是这么问，但秦墨没有选择的余地。很快，单独的手术室准备完毕。换手术服时，秦墨有片刻独处时间，他将夹着怀梦草的维生素压在舌下，另一粒捏在掌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找机会喂给张涛。只是进到手术室，他就知道把东西喂给张涛的计划不可能成功了。手术室中2张并排的手术床，8架手术摄像机环绕全方位拍摄，还有穿着铅衣戴防毒面具全副武装的谭院长李文博等合计5人，旁边摆着2只1米高的箱子。这种情形下，秦墨根本没有施展的余地。他暗自叹了口气，在进门前困顿打哈欠一般把手里的维生素塞进嘴里，2颗夹着怀梦草叶的维生素压在舌下，默不作声，按照指示躺在手术床上。那口转运箱被打开，里面是2粒绿色的胶囊，里面就是李文博所说的亚成年怀梦草。李文博递来1粒和1杯浮着冰块的水，秦墨接过放进嘴里，和舌下的2粒维生素一起咽下。旁边的张涛就倒霉一些，插了鼻饲管硬灌了药。1日不见，他脸色肉眼可见的浮出一股青绿色，皮肤上有明显的藤蔓状纹路。秦墨转回头不再看他，只盯着头顶的无影灯看。手术室中很安静，秦墨听着自己的心跳声。突然尖锐的声音响起，张涛那边的检测设备齐齐发出报警声。张涛如癫痫发作，被击墙直角攻反，浑身肌群剧烈抽搐起来，他青紫血管鼓鼓的跳，大量暴走的藤蔓在皮下游走，张大到不可思议的口中缓缓探出一根细细的藤。滴，手术室中心电图机、血压检测仪、血氧饱和度监测仪齐齐发出尖锐的报警，这些声音是紧张的最强催化剂。从医40来年的谭院长听得头皮发麻，更遑论手术床上还有个眼看着跟丧尸变异似的张涛。张涛的抽搐强烈又古怪，好像有只无形的大手，熊孩子一样将他随意又暴力的摆弄。他数次抽搐着险些跌下床去，但被手术室中2个穿铅衣的大汉按住。他喉咙深处探出的那根藤蔓比大拇指粗一点，探出嘴巴一长节，水管一样甩来甩去，1根2根，粗粗细细的藤蔓从他的嘴巴鼻孔冒出更多。最终这些藤蔓合为一束，纠结成一团，
很快化为一臂长的人形，样貌身形，连身上的手术服都是张涛等比例缩小版。这样的场景毫无疑问是极为怪异的。稳住！李文博厚重隔离面罩后的声音微抖。那个藤蔓版本的张涛接连喷出好些灰色的粉末，手术室中顿时一股子干草片的味道。秦墨闻了一下，谭院长就在他脸上扣了一只隔离面具。他还没来得及道谢，便见手术床上的张涛猛然爆发，竟将压在他身上的2个壮汉甩出。他朝着秦墨这边一跃，秦墨只来得及推开谭院长，张涛的双手已经扑到了他的手术床边，钳子似的双手攥着秦墨的胳膊。那藤蔓拟态的小人与秦墨对了个正眼，一股哀求的情绪传递过来，寄生在张涛体内的鬼影藤和怀梦草，其奇象既是同族又是后裔的秦墨，更准确说是秦墨体内的寄生物求助。秦墨心脏像是被人狠狠捏了一把，情感上他揪心的疼，理智上他抬脚就踹，这一脚像是踹在厚牛皮上，脚腕子被反震的生疼。他被折腾了一天，力气实在算不上大，但足够了。本就没站稳的张涛一个趔趄，叮叮哐哐打翻了器械推车，仰倒在地，一股被背叛的悲愤传来。秦墨拿起了旁边的不锈钢托盘防身，快按住！李文博勇烈了一回，合身扑到张涛身上。几人正又惊又骇时，张涛不要命的挣扎突然停止，他口比藤蔓组成的拟态小人爆发出一阵绝望的哀泣惨叫，然后藤蔓褪去拟态，肉眼可见的枯萎扁塌下去，根部深深扎根张涛血肉之中的鬼影藤一枯。张涛像是凝干水分的干尸，只一眨眼身体收缩成一团，他哇哇直吐，伴随淡绿色汁液呕吐出大量枯藤，最后吐无可吐，竟哇的吐出一口鲜血，在那鲜血之中裹着一粒像开心果但要小很多的草籽，这粒草籽表皮破开，已经冒出2片深红色草芽，十分接近于亚成体怀梦草。吐出这粒草籽，张涛像是被抽了虾线，趴在地上再无声响，脸上还扣着防毒面具。秦墨闻不到手术室里是什么味，目之所及都是看着恶心的玩意。到底是谭院长医者仁心，上前去查看了一下张涛后道还活着，先前看的架势以为这人死定了呢。谭院长忙组织救治，李文博等心有余悸起身，迅速将张涛呕吐出的草籽和枯藤包括呕吐物收集起来，看样子是要封存带走。秦墨看得直犯恶心，别开头去。许久李文博等收拾完毕，众人心中觉得似乎哪里不对，视线齐齐落在秦墨身上。你怎么还没事？李文博脱口出，2个一起服食怀梦草的，怎么一个这死样，一个还坐在手术床上看戏？秦墨顿了顿，无奈一耸肩，其实我有点想吐，不知是看满地狼藉，还是看李文博他们用小铲子铲呕吐物，反正秦墨胃里直翻腾，且这种恶心感越演越烈，他突然干呕一声，吐着来。李文博丫鬟似的双手捧着个不锈钢盘，看他隔离服上还有粘液，秦墨再也忍不住，扯下脸上的面罩干呕2声，什么也没吐出来，只是感觉喉咙麻麻痒痒，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正在往外爬。秦墨气喘着又干呕了2声，一阵接着一阵的晕眩让他脑中一黑，喘不上气，紧接着喉咙一阵疼痛，他连呛带咳吐出了一整藤蔓团。和张涛的埋汰不一样，秦墨吐出的这团藤蔓十分完整并且干燥，咚一下掉进了李文博捧着的不锈钢盘里。吐出那团东西后，秦墨身体一轻，这几天以来一直萦绕身边的寒冷之感骤然消失，脑中异常清明。他捂着嘴看面前的金属盘，里头的藤蔓很细，蠕动了一下后聚成一团，眨眼竟拟态为秦墨样子。小小一只跪坐在不锈钢盘里，仰着头看秦墨，伸出细细的胳膊想要重新被接纳。秦墨从没觉得看自己的脸那么惊悚过，他猛向后一仰，对李文博道：“赶紧拿开！”李文博死盯着不锈钢盘里的迷你版秦墨，倒吸一口凉气，这不大对啊，这主怎么那么精神？不是离体就该死了吗？难道还没等他难道完，不锈钢盘里的东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褪去拟态，散开成一团枯藤，在藤蔓包裹的中心同样有一颗小小的草籽，只是这一粒草籽更小得多，只有半颗茴香子大小。李文博来不及多想，忙喊道：“拿收容箱来！”他们将秦墨吐出的鬼影藤和怀梦草籽一起收容进金属盒子中，目前看已经没问题了。谭院长再次仔细看秦墨的 CT 片子，对照之前的2张，可以看见他身体内那团阴影已经完全消失了。闻言，尹敏敏先欢呼一声，老苗等也长出口气。秦墨靠坐在病床上，想到些什么，问道：“那张涛呢？”听见张涛，谭院长默默摇了摇头，还活着，但是人废了，他身体里还有枯藤残留，后续需要很多次手术取出，张涛能不能经受住折腾就不一定了。正说着，房门突然被推开，李文博风风火火闯了进来，一脸喜意：“你体内排出的那粒草籽还有活性，这太有意义了。小秦，你就是我们文保局最需要的人才，调来我们应急管理处吧。”李文博话音未落，
病房里前后脚响起几声滚，李文博全当耳背眼盲，谁也没理，只看着秦墨。黛玉好说，老苗老家口音都骂出来。李文博，给你好脸了是吗？他又看秦墨，别搭理他，我们这。老苗想总结一下自家第三文保所的优点，但思来想去没找到。工资低，待遇低，似乎不是啥留得住人的地方。秦墨需要治疗眼疾的药，在文保所还得打报告申请，慢慢等着。但要是去了应急管理处，以李文博的权限，说不定明天就能搞到。就在老苗哑口无言时，秦墨开口道：不了，谢谢。第三文保所离我家近，上班方便。他的理由细思来也挺合理。李文博一时无法反驳。他复盘怀梦草这事件时，看见秦墨表现还不错，加上从秦墨那得来的怀梦草草籽净保留有高活性，算是比较珍惜的样本。样本上交总局后的功劳，李文博不是很想分给第三文保所，这才临时起了挖人的心思。他还想再说些什么，可对上秦墨的眼睛，话便再也说不出口。秦墨是杏仁眼，右眼角有一粒小红痣，原本是明媚柔和的长相，可他正正看人时，审视感太过尖锐锋利，好像没有人能在他面前撒谎，所有算计无所遁形。李文博下意识皱眉，移开视线，小心思被窥见的感觉让他打消了挖人的念头。应急管理处本就一堆刺头，大可不必再添这一个。李文博顺势道：那我尊重你的选择。说罢，他简单交代道：携带怀梦草的凶手还在潜逃，至多后天会有外勤组下来，希望各方配合抓捕工作。他这话是说给老苗和秦志国听的。简单说完，李文博便要告辞，即刻起身将秦墨和张涛身上取到的样本押送回洛京总局。李文博一走，尹敏敏一把抱住秦墨的手臂：墨姐真够义气。秦墨冲他微微一笑：你先回去休息吧。尹敏敏跟着连轴转，眼睛跟兔子一样红。秦墨还要在医院隔离留观一整天，不必所有人都陪着熬。他们走后，吃过加绒草的秦墨也像是十分困倦，拉上床帘，闭目在床上干躺了一夜。第二天9点多有警察上门来做笔录，毕竟牵扯连环凶案，这是必须要走的程序。这件事牵扯了一些没法放在明面上说的东西，警察只是简单询问后就离开了。秦墨在医院留观了24小时，吃了一顿病号饭和尹敏敏提溜来的炸臭豆腐。出院时已经是下午，来接他的是秦志国。一路上，秦志国握着方向盘一言不发，车停在楼下，他才突然开口：秦墨，还是把工作辞了吧。秦志国是真的怕了，原以为给外甥女找了个混吃等死的闲差，没料到第一天就遇上堆破事。最重要的是，秦志国打开车载音乐，将声音调高后，他看着秦墨，一字一句问道：你眼睛是不是已经好了？秦墨颔首，戴隐形眼镜这种借口只能糊弄不熟的人，瞒不住秦志国的。得了他肯定的回答，秦志国深吸一口气，他扒拉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没有继续追问。你长大了，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别乱来。秦墨又笑，临下车前他道：知道了舅舅。你少抽点烟。秦志国无奈摇头：你还管起我来了，在家好好休息几天吧，我还得回队里收拾烂摊子。秦志国一脸晦气，这次事件还不知道要波及多广呢，一提起他就来气。目送他的车子离开，秦墨回家先好好洗了个澡。掐算一下，湘中世界已经过了几天，不知韩风是不是安全回到了云武郡城。他打开箱子，见视角挪到了云武郡城上方，顿时觉得安心许多。视线在云武郡城中找了一圈，看见韩风在城墙上，似乎是在日常巡视。秦墨本想将他叫到角楼，问问湘中世界的变化，可还没开口，先传来一声雷鸣。只眨眼间，湘中世界哗啦啦下起了雨，是四处游走不与缓解旱情的白鹿夫猪回来了。这白鹿馋嘴且得寸进尺，每隔几日回云武郡领一次口粮，前2次啃点白米也能凑合，后面却开始要肉吃。发现韩风和他一样有上神的气息，所以夫猪每次都冲韩风耍赖，堵在云武郡城门前满地打滚。他虽无伤人之心，但那么老大一只岩石堵住城门也是个麻烦。韩风不得不妥协，在外驱赶象征旱灾的异兽时，会捎带手的带回些肉食猎物之类。郡守府的厨子烹煮后，一车一车运给夫猪吃。夫猪得了便宜还卖乖，每每边吃边翻白眼，嫌弃云武郡厨子手艺不行，不如上神亲自做的肉。今天恰好是夫猪大爷来领粮饷的日子，韩风早早准备了2车烤制的猪羊，并2坛酒捞。雨越下越大，夫猪洁白似玉的蹄子踏水而来。韩风正要命人将食物送出，却皱了皱眉。他看见夫猪雪白的背脊上不停有血珠涌出，路瞧着也不大精神，以往那种无赖气都淡了不少。韩风眉头一蹙，披着蓑衣去接。走到近前，他更清楚地看见夫猪身上的伤痕，他应该与某个小型异兽族群遭遇并发生过战斗。看见韩风，夫猪有气无力地悠悠叫了2声：肉，要吃肉，讨好的肉。韩风与馋货相处很有经验，招手命对正上林押送烤制好的肉食来。接触了几次，
上林和郡都尉徐谭都对夫珠不再畏惧，两人也跟来看情况。夫珠大口大口在雨中吃肉时，徐谭绕着夫珠走了2圈。他并不像玉衡君专业与异兽打交道，认不出是什么伤了夫珠，纳闷道究竟是什么玩意，敢随意招惹灾兽夫珠。嘴里叼着半拉烤肥的夫珠人性化的抬头，冲他翻了个白眼，此人好生无礼，哪有当面说路是灾兽的。徐谭讪笑说秃噜嘴了，别介意。他想问韩风和上林伤了夫珠的是什么，一转头却看见这两人脸色都不大好。徐谭见状心中咯噔一下，又来事了。不待他往坏处想，韩风上前在夫珠的梳水的皮毛间摘下一根褐色的羽毛，这羽毛上沾着丝丝血迹，徐谭稍凑近些，嗅到了羽毛上浓烈的臭味。之前云武郡中大旱，到处都有死人，那些逝者的尸体在烈日下半腐化时的气味就是如此刺鼻。徐谭举袖掩鼻，还没等他对徒手摘这玩意的韩风心生敬佩，就看见上林接了这根羽毛凑到鼻端闻。徐谭忍不住犯恶心之际，上林抬起头，腐臭加上硫磺味，是鱼鸟。雨中3人和与嚼肉的巨大4脚白鹿站在一块，见人类脸色难看，夫珠抻着脖子探头看了一眼，有鸟，那些不要命来袭击他的4目人面玩意就叫鱼鸟吗？臭了吧唧的。这样想着，夫珠嘴里炒菜似的发出巨大咀嚼声。鱼鸟，徐谭显然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他扶了一下挡雨的斗笠，是什么惹来大乱子的东西吗？韩风借着雨水搓洗双手，答道：令秋之山无草木，多火，山中有鸟鸣鱼，状如枭，人面4目生双耳。上林将那根恶臭的羽毛收好，接着韩风的话头继续说道：鱼鸟喜食硫磺热炭，喜食晒死之半腐尸，喜旱喜炎热，水气潮湿。听见鱼鸟厌恶水气和潮湿时，徐谭已经明白夫珠被袭击的原因了，这不妥妥的天敌吗？但他还是没弄懂一件事，云武郡中大旱，灾兽横行，韩风等玉衡军四处清扫驱赶灾兽，可以说韩风以及他麾下玉衡军是徐谭见过最精锐强悍的军士。面对虫灾蛇潮不见半点惧色，为何唯独对这个爱吃腐肉的鱼鸟那么在意？徐谭将自己心中疑惑问出。韩风微叹了口气，鱼鸟现世则大旱，只这样说你可能不理解，但徐都尉想来应该听说过鬼有大旱，灾兽也分等级，鱼鸟生在深山，唯一一次现世便是在鬼有大旱前，他是旱魃的使者。说到这时，上林和韩风对视一眼，使者已至，正主还会晚吗？徐谭神情凝滞了一瞬后，被恐惧取代，当真自觉这场席卷数州的旱灾已经十分严重时，他便听人说过100年前南地还发生过鬼有大旱，正值朝廷动乱，无暇顾及，那一场旱灾整整持续了8年，8年滴雨不落，南地3州宛如炼狱，一直到新皇登基，玉衡军才倾巢出动灭杀旱魃，解除旱情。但南地人口百不存一，百谷必平原，云武郡也会发生那样的大旱灾吗？徐谭浑身汗毛倒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的畏惧韩风看在眼里，可现在没时间说场面话安慰他。太守府还没有回信吗？韩风问上林。王昶、林校尉等人来到云武郡城时，说过他们遇到了未成型的旱魃，这是谁都知道，大意不得，因此急遣人手上报云武郡上层的环州太守。上林摇了摇头，不知为何一直没有传回消息。照理来说，这场大旱与旱魃将出事的锅甩给了激起民愤的郡守，太守只有高兴的份，可为何迟迟不见援军？上林一介底层玉衡官军，实在弄不清楚这些官场的弯弯绕绕。听闻求援之事无果，韩风忍不住叹息，他不再说什么，叫正在吃肉的夫珠伏低身子。3人身上都带着些伤药，韩风收拢来帮着背揽白鹿，处理了身上微小但容易感染的伤口。做完这些，他叮嘱夫珠暂时留在云武郡城，便带着徐谭与上林2人回到城中，一路直奔郡守府。鱼鸟已出现，州府的支援迟迟不到，他们便得妥善商量个对策，及时掘井储水，或是探查到旱魃底细，总该要做点什么才行。郡守府中，整个销售了一圈的李主簿听闻这个消息一趔趄，所以是鬼有大旱要重现的意思。一直坐镇调度，李主簿整个人忙得毛滋滋的，要不是在桌案上刻了个红色中字，以神谕鼓励自己，他说不定早卷铺盖跑路了。这番听闻还有噩耗，耳朵嗡鸣不已。见状，韩风一把将他搀扶住，拎鸡仔似的拎到方坪上。李主簿也顾不得什么礼仪不礼仪，鸡句儿就往嘴里灌了壶凉水，才缓过气来。前些时候还说只是未成型的旱魃，他扯开领口，烦躁喘了几口粗气。一直沉默的韩风沉声道：环州太守不管，我们便越过他向洛阳求救。李主簿一听就摇头，林校尉中肥衣蛇毒至今未醒，即便醒了，调动玉衡大军干系重大，只凭人证和一根羽毛，只怕分量不够。李主簿的嘴巴仿佛开过光，话音刚落，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王昶一路跑来，见这么多人都在神情一喜，林校尉醒了，所有人急起身往郡守府后院去。
林校尉，你昏睡太久，先喝点米汤。吴二手中捧着只木碗，对一个中年人道。在榻上昏睡许久，即便照顾得不错，林校尉还是黑瘦得不像样，撑着喝了2口米汤，便猛咳嗽2声，呛出带着血丝的痰来。林校尉此番遭了大罪，身体败坏了，没有天才地宝补元气，想来得从玉衡军中退下。吴二看着心酸，林校尉却很看得开，反而宽慰他，别这般作态，我中毒极身在忘川蒿里走了一遭，还能活着已是万幸。他说完这2句话，抬袖擦了擦嘴角，恰好看见进来的韩风等人，他虚弱抬手一招，你们来了，多谢救命之恩。他心态挺好，可进来的韩风等人都心事重重，犹豫片刻，终究不敢耽误这等大事。韩风道，今日在城外发现了鱼鸟，他将那根恶臭的鱼鸟锚地上。林校尉没接，呆若木鸡，僵住片刻后，方才喝下的米汤噗一口喷出。不可能，汉魃生长已110年纪，这才几天啊，就要成熟出关了。汉魃。秦墨坐在书桌前，换了个舒服的方式支着下颌。他家这片本来就是多古建的老城区，还保留着很多沿袭下的古老习俗，比如老一辈的老人会在还活着时，就早早给自己准备寿衣棺材，准备好的棺材很多就大喇喇停放在家里，每年7一次。所以要是在这古城区看见谁家明晃晃摆一口棺材，真不是什么稀罕事。7、8岁时，秦墨跟人躲猫猫，为了赢他，脑瓜子一转，跑去藏在了别人家的棺材里，藏了1个下午。小伙伴和他外婆简直找疯了，电话找来秦志国，傍晚时才把他从棺材里揪出来。那天秦墨被抽了10下手板，为了吓唬他，让他看了一晚上的奇幻恐怖片，因此对汉魃这种东西，秦墨的印象还停留在尖尖指甲戳穿棺材板，跃下出来吸血的怪物。韩风等人都在屋中，秦墨只能看见屋顶的青瓦，看不见屋中众人的神情。秦墨凝神听，同时心中生出一丝丝抱怨，这箱子视角太局限，严重影响代入感，要是能像背后灵一样挂在韩风头顶，沉浸式观看就好了。他只心中默念了一下韩风的名字，可韩风似是感应一般，胸口目珠并着落下的红点同时一淌。上神又在看他们了吗？韩风不由一晃神，他这一出神，手臂被林校尉一把攥住，方才还歪在草席上的林校尉回光返照，一般脸憋得通红。他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紧紧抓住韩风。阿烈，你立刻回洛阳，将此事上报。从云武郡到洛阳沿途经历37个驿站，每一驿换马前行，日夜兼程8日可抵达洛阳。只有你有耐力和体力撑住8日不眠不休的赶路，旁人必然生生累死。一枚3指宽的牌子塞到了韩风手中，林校尉才解了蛇毒苏醒，还不晓得云武郡中微妙的形势，以上官的身份对韩风下达了命令，在有大旱后必有大疫，必须立刻告知太守，让百姓撤走。林校尉，您先躺下。见他似是要痰迷心窍昏厥过去，韩风捏着那块校尉腰牌，强将林校尉按住。他力气极大，林校尉被他按回仆席上，晕头转向的林校尉2回起身未果，又急得翻起了白眼。一旁的老大夫终于找到时机，上前一步，手如闪电般在林校尉头上扎了10来根银针。林校尉翻着的白眼倏然一睁，额上的青筋也消退下去，整个人瘫在床上动弹不得。老大夫缓缓收手，用了那般珍贵的药，便好生躺着。林校尉被放倒，只剩一对眼珠子能转，屋中倒是突然安静，此处无外人，没有走漏风声的可能。众人索性席地而坐商议。林校尉事态复杂，你先听我们解释。吴二向太守府传信时，已将全部黑锅扣给了郡守，但太守府迟迟没有反应。再有百姓撤离之事，除非出动郡兵驱赶，否则各里的李长色夫不会听命。况且撤离之事干系重大，刚才闹过旱灾的云武百姓经不住折腾，说不得便伏尸道中，没有绝对的证据，不会有人敢动。同理，回洛阳求援也是一样，只凭一枚校尉腰牌、一根鱼鸟毛，就想请玉衡军大军出洛阳，简直天方夜谭。林校尉仰躺在草席上，老大夫在他脑门上扎了好些针，让他冷静不少。他听完当下的状况，忽而长叹，只怪我等人威严轻。叹了一声后，他脑袋清明许多，闭目细思片刻后，斜眼看吴二，你可记得汉魃器官上的字？吴二是林校尉的副手，两人默契非常。蹙眉沉思了一瞬后道，金安。林校尉沉重喘息一声，没错，就是金安山。一直暴毙像是局外人的李主簿插话道，云武郡城往北300里的赤峡金安山。李主簿是云武郡地头蛇，对郡内事务了如指掌。他忍不住捻须，随后面色大变，你是说汉魃在金安山中？你们进金安山去了？林校尉仰躺着回忆道，我忽而记起一件要事，云武地区传言金安山中有座神祠，是掌握地火的山神居所，有雷电环绕，人类不敢忘进，只有正月15那日向神山进献骏马，才能停雷霆风暴1日，百姓便可趁机入山，在岩壁上寻找一种珍贵的草药。反应过来的武二脸色霎时苍白，我们进去时，
金安山中并未见雷霆，也不是正月15啊。李主簿神色未变，但他失手拽下来的胡须可窥见内心翻腾。金安山中白玉遍地，在白玉和青色恶土之间，会长出一种能延年益寿的珍贵草药，名不死草。2年前，洛阳朝廷曾下令云武郡每年上贡不死草仙99株，这数字让一直旁听的秦墨心中暗骂了一声。不死草和不死草仙一字之差，便是天壤之别。仙得全虚全已带着土将这贡品送到京中，保证贵人们拿到手时叶片湿润新鲜。云武郡地处西北，照林校尉方才所说，云武郡和洛阳之间整37个驿站，只怕距离不下3000里。这几千里的路程送99支仙草药进京，还要保证存活，得一个驿站一个驿站不停歇的接力运输，期间消耗的钱粮足够拖死许多百姓。箱子外的秦墨拖着下巴计算了一下，算上这种药草的稀有度和运送途中的折损，若要保证每年99株贡品，百姓只每月15进献骏马入山采集，是绝对不够的。为了应付这徭役，百姓一定找了别的办法破除掉雷霆，让他们可以常进常出采药。秦墨的话音突然在韩风耳边响起，他还没来及反应，林校尉接着就道：默契被打破，只怕才是变故根源。米谷花的光照亮屋中，李主簿脸色惨白，大汗。也是从2年前有了迹象，2年前的政令让金安山中规矩被打破，2年前出现大旱，林校尉他们在雷霆消失的金安山看见了旱魃栖身的棺材，答案似乎已经呼之欲出。屋中响起林校尉带着恐惧的声音，所以棺材里的旱魃说不定早已成型不知多少年月，只是受困于雷霆之中，休整2年，他要出来了。黑暗中，米谷花的冷白光芒洒在仆席磨损的纹路上，林校尉的一句他要出来了，宛如说恐怖故事。旱魃一出，灾受肆虐，滴雨不落，百姓没有活路。再怎么糟乱的世道腐败的朝廷，终究存在着一些热血还未凉的人，比如这位才解了蛇毒的林校尉。鬼有大旱，整个南地千里无人烟，我大夏朝不知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又牺牲了多少英杰，方才斩杀旱魃。林校尉说到英杰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视线落在了垂眸的韩风身上。他深吸一口气，下了结论：旱魃不是我等可以应付的，先撤离百姓，能跑多少跑多少。这最后一句丧气的紧却又莫名悲壮。林校尉转动眼珠盯着韩风：阿烈，你马上动身去往洛阳报信，你不可以折在这。话说到此，不知是情绪激动还是旁的原因，林校尉攥住韩风的手掌收紧，手背上发乌的青筋鼓起。林校尉，韩风忙反握住他的手。在这紧张凝滞的气氛中，突然悠悠然插入一个声音。林校尉好偏的心，全程走神的王昶酸溜溜道：阿烈不能折在这，我们就能啧。所有人的视线都看向他，527的脸色铁青，这个不会看气氛的蠢猪，但要站起身去扯他耳朵时，王昶抠着牙缝里玩腐的葵菜叶，纳闷道：你们到底怕什么？上神不是在呢吗？王昶的想法很单纯，传说中的旱魃是可怕，可随手一挥就引来雨水，这等天象变化的上神就不可怕了。上古凶兽蟾蜍被晾晒的干皮死不瞑目，后面这个大恐怖可是他们的庇护神，所以到底怕啥？这憨人憨语成功截断了刚刚成型的悲壮。52摇头叹息：你当上神是任你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吗？你打算献出什么祭品换得上神庇护？那种等级的存在，不是谁家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阿猫阿狗，高坐天端的神之为何帮他们？图他们磕的那2个不值钱响头，还是无足轻重的感谢？一直没说话的韩风听见秦墨带着些笑意道：这52倒是通透。他支着下巴轻声道：不过这次你们不用担心，我会一直看着你们，出了怀梦草的事，老苗很不好意思。手一挥给秦墨批了假期，他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好了，看心情回去上班。秦墨又吃了可使人3日不眠的加绒草，他现在很精神且无聊。脑中过了一遍旱魃的情报，秦墨飞速打开手机，他对韩风道：你们做2手准备，一方面下达文书，令各里各村做好准备，必要时朝云武郡城撤离；另一方面组织一支5人精英小队，前往金安山中探查寻找关键物证，当然能直接除掉旱魃最好。可秦墨不太有把握，所以没把话说死。这支小队只有一个要求，你必须在，只要有韩风在，秦墨就能随时看见这支队伍的动向。至于为什么是5人，那不是下副本标配吗？韩风安安静静侧耳听着，得了他的准信，长出一口气。上神有指示，有秦墨的参合，事情几乎没有什么阻力。数个信使被插着3角，令其出城。他们携带着一份不那么正式的文书，命各里正告知百姓做好撤到云武郡城的准备，同时郡城中郡兵出发，携带老大夫制作好的蛇药，尽量清理官道附近的肥夷。韩风等人刻不容缓组成一支5人探查小队，这支探查小队以韩风为首，52和王昶都在队中，上林留在了郡城中准备策应。秦墨在手机上按来按去，
既是他让韩风五人去冒险，就要尽量保证他们的安全。若遇上危险，他得护着这些人的命。秦墨犹如被害妄想症，在脑中模拟了无数遍可能发生的事情，掰着手指算了他们路上可能遭遇的3灾8难5劳7伤，都各自规划了应急方案。他没有出去买东西，箱子世界他不看着时间流速极快。他去超市又回来的功夫，箱子里几天过去，黄花菜都凉了。因此秦墨选择了在超市小程序下单，除了吃的喝的，他还买了好些卫生纸、保鲜盒、锡箔纸、棉签、一次性冰袋。考虑到那些蛇虫和怪鸟，秦墨家购了一瓶杀虫剂和长柄点火器，买了一口1人食的小高压锅，要是情况不受控，就把高压锅反扣在他们头上，给他们一个临时的安全屋。秦墨买的这口高压锅很小巧，但锅壁3毫米的厚度，放进箱子世界后会放大到接近0.9米。以高压锅的强度而言，在箱子世界，一口倒扣的高压锅称呼声苍穹铁壁绝不为过。若是这接近1米的钢硬度铝合金都能被撞烂，那秦墨也无话可说。除了这些，他还给小小侦察队准备了临时歇脚的地方，一套木质的微缩小屋，半个巴掌大小的芭比粉小屋里一共2层，小床小沙发甚至浴缸都有。超市货中做工已算精致，小屋顶可以掀起，屋里的灯能亮。对韩风他们来说，这10晚小屋还是大了点点，但秦墨现在没地去搞定制，到时候撕点纸巾碎碎给他们垫床，能凑合凑合吧。待他从楼下把买的东西拿到手，箱子外的时间已经是晚上，而箱中恰好是黎明。韩风5人穿着蓑衣，骑马立在细雨中。走吧，还要赶路。韩风一扯缰绳，他坐下的马儿打了个响鼻。慢着，李主簿缓缓走过来。带上这些，他一张手露出掌心里的5个桃符，木质的桃符刀痕很新，想来是李主簿一刀一刀刻下。桃符正面是填了朱色的大中字，背面刻着2行大字：重拾自信，一展雄风。李主簿将这些桃符一一分发给韩风5人。王昶这浑人扫了一眼，看着桃符背面的字，嘿嘿直笑。李主簿，他扫眉打眼，冲李主簿挤眼睛。您啊，他龇牙吸凉气，把后面半截话咽下。吴二默默收回掐他胳膊的手。在夫珠的注视下，5人纵马出了云武郡城。韩风他们出发后不久，白鹿夫珠也紧跟着出发。他傻狍子一样迈着欢快的步伐，掉在韩风他们身后不远处，跑了小半个时辰，来到无人烟的荒林，他才仰头悠悠直叫。这时云层翻卷，伴随夫珠而行的墨色雨云中探下2根巨大木柱。夫珠一阵狂喜，非但不闪避，还主动迎了上去，被那双木柱夹住，带入云中不见踪影。乡中世界顿时雨停云散。骑行在前的王昶抽空艳羡，回头道：我也想去神界见识见识。那小洛当真好运道。他这一分神，坐下马匹险些失蹄，摔倒在湿泥中。队伍最前端的韩风倏然回头，作为这支临时队伍的队长，韩风很清楚他们此行的危险，脸上再没有往常老好人的模样，厉声道：认真点。任务时王昶触他，急忙回神拽住缰绳，将注意力放在赶路上。云武郡西高东低，南部是大片幽云闹，而北部却是大片的荒漠。出云武郡城往北进入荒漠，走2天便会到达大片红沙砾岩的赤峡地区。当然这只是理论上，实际马匹不可能一直保持奔跑，且云武郡中时不时就会出现灾兽，4鼠又4兔的鼠，6足4翅，一头双身剧毒无比的肥夷，各种灾兽杀也杀不完，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尤其在越发靠近荒漠一带后，他们的不得不放慢速度，更加小心谨慎的前行。箱子外，街上哗啦啦下着雨，秦墨手边的书桌上摆着个养乌龟的小圆鱼缸，白鹿夫珠躺在里头快活的打滚，嘴里吧唧吧唧吃着猪肉脯。从属性看，伏珠属水，生来带雨，应该对旱魃有一定克制作用，否则那些鱼鸟不会成群结队袭击它。夫珠对韩风他们的行动是有帮助的，但它极容易吸引鱼鸟群攻击，在路上会带来麻烦，所以秦墨先将它带出箱子，等韩风他们到达目的地，再将夫珠送下去帮忙。秦墨小时候在家里后院捡到只奇奇怪怪的断尾巴乌龟，养了一段时间，那乌龟神秘失踪了。秦墨外婆念旧，一直收着这小鱼缸，这回他重新洗干净，拿来安置夫珠。秦墨往里面填了些纸巾，撒了把干果一块肉干，夫珠在里头吃得幸福打滚。他一高兴，窗外雷声隆隆，刷手机等韩风他们赶路的秦墨立时投来警告视线，收敛一点，不然没收零食。夫珠急急点头，控制住心里的高兴，探头探脑想看秦墨的手机为啥会发出声音。在现实世界将近晚上11点时，韩风等人已走进了荒漠，这里风沙极大，气温很高，从高处俯瞰，荒漠由无数深浅不一的黄色堆叠而成。风沙拂过，带着风貌行走的韩风等人就像是几只小蚂蚁，风沙时不时裹挟来一些东西，象征旱灾的灾兽，还有荒漠中本就有的蛇虫鼠蚁，他们随时都得保持警戒，砍杀灾兽。
行走了小半日，除了韩风状态上佳，其余人都明显疲惫很多。秦墨决定让他们先休息，避开下午毒辣的日头。他看了一下视野，在他们将要经过的沙丘后，用花园里的花铲挖掘了一个小坑，然后拿起特意买的尖叫饮料。这种饮料有独特的瓶嘴，可以通过挤压瓶身来喝水，这方便秦墨在箱子外将水滋进他挖掘出的小坑里。这一切他做得很低调，并未被韩风等人看见。他可不想王昶的大嘴巴看见天上滋下一道水线，喊出上神在撒尿之类的蠢话。很快，一块硬币大小的清明味小水坑在沙丘后成型。秦墨把咖啡袋里的冰块用矿泉水瓶盖了一颗，放进微缩娃娃屋里。他晚上没工夫做饭吃的还是外卖，将就着给5人小队分一口，几粒米饭，1小溜葱油鸡肉丝，装在微缩娃娃屋里的小盘子，然后用铁丝勾住微缩娃娃屋顶粘的胶带把手，直上直下，将娃娃屋放在了清明味小水坑旁。韩风他们队伍中有马，秦墨还给那些 QQ 的迷你小马准备了碎麦粒、细砂糖，一块拇指那么大的苹果粒，是秦墨上神用手动研磨器嘿咻搅碎的。几匹小马正好可以吃，怕小马们没地休息，秦墨买了好些插在蛋糕上的小纸伞，打开后用夹子夹住，插在小水坑旁。等他布置完，5人小队也走进山丘附近了。吴二哥，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有？王昶抻长脖子，鼻子在空气中闻闻嗅嗅。武二倒是没骂他，因为武二也闻到了一阵果香。韩风侧耳听了听，一指他们前方的沙丘，大家去那里歇息不解。秦墨视线移动一下的距离，他们走了10多分钟，待到绕过沙丘来到背风处，风沙中他们先看见的是秦墨放下的芭比粉微缩小屋。这玩意在荒漠中摆着，怎么看怎么怪异突兀。王昶心最大，欢呼一声，牵着他的马一起朝着那离奇出现的闭塞小水坑跑去。他还算理智，翻身下马后没有直接踩进水坑里，而是趴在坑边用手捧了一些到嘴里。作为乡中世界第一个尝到清明口味饮料的人，王昶刀疤脸上一双眼睛亮晶晶。相比起来，王昶的马就不太有素质，直奔秦墨放的小苹果张嘴就咬，咬下一口后又去舔10块大小的糖粒，欢快的跺蹄子。吴二的脸挡在风帽后，他深吸了一口气，朝着天空一礼，谢上神恩德。韩风的视线落在那个芭比粉娃娃屋上，上次那好吃的肉块就是这个颜色，这种颜色上神似乎很喜欢。他暗自在心中记下，扬声道：下马暂歇1个时辰。和他们同行的2个人，一个叫程轩，一个叫王放，都是随韩风从洛阳出来的老族，目睹几次神迹，早已经是秦墨的信徒。几人规矩先在沙坑边叩首，随后才走进前去。他们分别打了些清明味的水，一通狂饮后，几人也跟着王昶齐齐喟叹出声。在沙漠中行走，能得到一口水喝已是极致享受，更何况这水中还有一种从未吃过的甜丝丝水果味。待狂饮一通后，他们先将马匹安顿在怪异的遮阳纸伞下，然后5人并排站在了那栋芭比粉的微缩屋前。所有人都在看韩风。韩风提步沿着小屋台阶走了上去，轻轻将门推开。微缩娃娃屋里面的东西对他们而言还是有些大，比如1人高的沙发，1人高的床。他们像是误闯进巨人国。王昶在微缩屋转悠了2圈，站定在冰块和秦墨留给他们的饭前。秦墨手里方糖大小的冰块放在箱子世界有1人多高，散发着丝丝凉气，让娃娃屋里和炎热的荒漠形成了明显的温度对比。王昶打了个哆嗦，笑道：竟然还有冰，当真是神仙日子。说完他嚎着谢了上神，然后扑到地上的大圆盘旁，盯着盘里手臂长的米饭里和那根裹着葱油的鸡肉丝。咱能先吃饭吗？完事了睡一小觉。他钝感力十足，只想着吃好睡好，但其余4人并不这么想。韩风的靴子踩在微缩小屋地板上，环视四周奇怪的摆设。7月半焚烧的纸房子做得再细致，终归是让人别扭的。这微缩娃娃屋家具太高，不合时宜的粗糙感更是加深了不协调。吴二盘腿坐在那摆着米粒的盘子旁，不自在扭了扭脖子，又看盘里的大米粒，总觉得他们好像是被上神喂养的什么小蚂蚁。程轩和王放也是玉衡军军士，平常与危险的异兽打交道都是敏锐之辈，他们同样察觉到了这种不协调，有些坐卧难安。这种不安是人类的本能，无法避免。察觉到他们的不自在，韩风打断道：不要胡思乱想，都先吃点东西。韩风以腕刀在秦墨撕下的那根鸡肉丝上切下拳头大一块，用腕刀插着递到武二面前。因他们没有携带餐具，5人就像印度人一般，用冰块化的水洗手，就着盛放食物的大圆盘吃了顿饭。乡中世界除去满街乱逛的异兽，生活水平大致处于汉代。虽有一直异兽，但没有出使西域的使节带回西域香料和植物，所以这里新的主要调味是生姜和茱萸，连胡椒都没有，不必说更晚传入的辣椒。秦墨照顾他们饮食习惯和身处的特殊环境，买了清淡的葱油鸡等比例放大后的鸡肉纤维粗有点柴，全靠现代复合调味料撑着。
王昶大嚼大吃一番，突然奇思妙想，上神给的这是什么肉？他向往道，会不会是龙肉？所有人齐齐看他，随后又齐齐垂下头懒得搭理。这人真是想瞎了心，做什么黄粱美梦呢？王昶自讨无趣，索性化无趣为食量，往嘴里狂塞裹了葱油的米饭，一边吃还一边点评，真好吃，就是肉柴了点，米饭有点稀。王昶，韩风叫了王昶的大名。本欲阻止的武二见韩风神情严肃，暂停下动作。稍熟悉韩风脾性的人都晓得这个他平常和气，有事相求，十有八九会相助，但你莫要真的招惹他。王昶讪讪笑，打自己的嘴，瞧我这破嘴，我真不是抱怨，就是。他后面的话在韩风的默然注视下渐渐小声下去。韩风这才道，我们没有抱怨的资格，这晒死人的荒漠中有片瓦栖身，就该感恩戴德，更何况这样好的条件，这样好的吃食。王昶觑着他的脸，不小心回忆起从前在洛阳被这小子在演武场胖揍一顿的事，那时也是因他多嘴惹怒了韩风，那拳头捶人是真疼，他掉了2颗臼齿呢。王昶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右脸，终不敢再嬉皮笑脸，正色道，我晓得了，再不多口舌，得了他保证，一直暴毙看好戏的武二打圆场。行了，好生吃饭吧，长点记性。吃好饭，王昶4人就这般合衣在冰块附近假寐。娃娃屋的小床上，秦墨撕了好些纸碎给他们当褥子，但他误判了这荒漠的日头和天气，加之那床太高，与其爬上爬下一帮臭男人挤大通铺，倒不如就这样睡在冰块旁的地板上，凉爽还舒坦。秦墨听见此起彼伏的打鼾声，都羡慕他们的睡眠质量，正想移开视线，让箱子中时间流速加快，跳过他们的睡眠阶段时，他听见脚步声，细一看，一颗小黑豆子没睡觉，是韩风在用外头的沙子擦起沾了葱油的脏碟，那几乎有他高的碟子被他毫不费力搬来搬去，颇有小蚂蚁搬东西的架势，要是搁在箱子外，也是可以挑战人体极限的猛人。秦墨静静看着他用沙子擦干净盘子搬回小屋，然后出来照顾马匹，挨个给五匹马擦拭汗水，用刀凿了娃娃屋中的冰块给马腿敷关节。从秦墨的角度看，他小小一个忙碌是件很有趣的事，他索性托腮看了会，一直到韩风把娃娃屋中都简单清理了一遍，小睡的4人醒来，程轩张放2个不好意思的很，韩队帅，应该让我们来的。韩风晓得自己不需要休息，没同他们假客套，一摆手道，灌满水囊，准备启程。秦墨看见王昶急匆匆从娃娃屋跑出来，还以为他要做什么，不料他走到无人处，开始解裤带。秦墨并不想看奇怪的细节，移开视线，只是下一瞬便听王昶杀猪似的叫声，好个不要脸的，掏奶公的裤裆，掏裤裆。这秦墨就感兴趣了，他一看忍不住嘶了一声，只见王昶在他方才撒尿的沙地中滚，一个人形生物用标准霸总姿势把他的手按在头顶，另一只手在他腹部掏，具体是掏呢，秦墨看不见。王昶很慌，但他也嘴贫，哪来的好色死鬼，哎呦别，祖宗，去掉我嘴里了。秦墨听他嚷嚷都觉得埋汰，摸花蝉想要仗义相救时，听他喊声追来的韩风一马当先将按住王昶的类人生物扑倒，2只胳膊钳住这生物的脖颈。秦墨只听一声嘎嘣脆响，就见韩风一把将那玩意的脑袋拔下。箱子外，秦墨一激灵，小狼狗有点残暴啊，一秃噜嘴喊出外号。秦墨自觉失言，急急闭嘴。拎着一个人头的韩风浑身一僵，上神喊他什么？是错觉吧？一定是错觉，应该是风太大，王昶太吵，他听错了，自我开解了一番。韩风把右手拔下来的人头提在手里看，随后蹙眉，是黄沙之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沙漠中的活尸自然是风干老辣肉壮。韩风手里的人头，头发稀疏，但眉骨高耸，骨架高大。吴二也走了过来，他看着蜡制人头道，沙民死在这，因旱魃氏的影响变成了活尸。捂着裤裆庆幸自己逃过一劫的王昶跳着过来踢了一脚沙丘上的五手干尸，臭流氓，险些给奶公摘了去。哗啦，他这一踢让干尸在沙丘上滚动了2圈，一抹亮银色从干尸腹腔滚出，掉在沙砾上，是只银匣子。这具干尸死时牢牢护在胸前，他死后这盒子嵌紧干化的腹腔被王昶一踢才滚出。看见是亮闪闪的颜色，王昶高兴，让我来瞧瞧是什么。说着他就要去抓，但那匣子一震，一道银光直直扑向王昶面门，触到他鼻尖前，被韩风的环手刀拍落。王昶这才反应过来，什么玩意？他去看沙丘，只见黄沙半埋着一只银色瓢虫。王昶脚动了动，被武二及时薅住头发往后扯，你这蠢猪，脚痒想踩是不是？王昶头皮生疼，没敢言语。韩风单膝跪地看沙中的瓢虫，秦墨也交几眯眼去看，但箱子中一只瓢虫对他来说实在太小，他什么也没看清，只得竖着耳朵听韩风他们说话。半晌，
韩风道：“是沙丘民的通信用的沙瓢虫。荒漠区中散居的沙民部族大多靠放牧为生，他们聚居点相隔极远，因此用这种沙漠中的瓢虫交流沟通。行动前，找离主部疯狂补习了这片区域情况的韩风给52等人解释。他拿起沙中的瓢虫，将这坚硬似金属的瓢虫鞘翅轻轻撬开，露出下边的魔之翅膀。薄薄的魔翅上歪歪扭扭写着几行汉字：村野遭逢异兽之困，无水无粮，惶惶不可终日。即待天兵降临，以纾民厄。”韩风放开瓢虫翅膀，这只瓢虫一振翅，在空中绕了几圈，徘徊不去，做事要引路。风卷着漫天黄沙吹过，韩风看着地上的无头尸身道：“是沙民向朝廷的求援信，怎么办？”52神情凝重，问韩风：“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两条路，是照原计划去金鞍山，还是跟着这瓢虫去沙民部族？”世居赤峡地区的沙民显然遇上了大麻烦。那只巴掌大的银色瓢虫嗡嗡在韩风肩头飞舞，它虽是虫，却极为忠诚，一心想要带着救兵回部族去。韩风心中有主意，但他仍以秦墨的意志为主，便让52他们先去看着马。他在沙丘上向秦墨请示，对韩风抛来的问题，秦墨有些犹豫。他们此行关系重大，但是那沙丘部族说不定知道金鞍山祭祀内情，知道那山中山神的情报。秦墨手指支在下颌，看着沙丘中跪着的小黑点道：“先去沙民部落，抛开值不值得绕路的问题。如果瓢虫翅膀上的求援信是真，那个部族的人一定是遇上了要灭族的大麻烦。先去看看吧。”他话音落，韩风心一定，上神和他想法是一致。5人在娃娃屋前叩首，随后一中包着砸下的碎冰灌满了水出发。他们临时变更了目的地，跟随那只银色沙瓢虫的指引，朝着沙民部族而去。他们走后，秦墨将微缩娃娃屋用铁丝勾了上来，在空中抖了抖沙粒，秦墨将那微缩小屋拿到手，险些烫的丢出去。箱子世界中荒漠的温度比他想的还要可怕，他蹙眉生出些担忧。路程这才走了一小半，已经这样炎热，再往里走会不会更热？他想了想，下楼去了厨房。改建过的大厨房岛台中间堆满秦墨买回来的东西，他分批搬了一箱矿泉水和电解质饮料。冰箱里倒是有冰的，但那种极热环境下喝冰水是要出人命的。顺带着从药箱翻了一盒藿香正气水。做完这些，他用保温杯从冰箱里装了一杯冰块，然后在浇花水壶里灌满直饮水。就这样，时不时在韩风他们头顶洒点水，在他们的路上丢2块冰。有他这箱子外的神帮助，韩风他们接下来的路程并未有什么波折。到了夜里，荒漠温度骤降，北面隐隐有雷霆风暴，行程不得不暂停。秦墨照旧把微缩娃娃屋掉进箱子里，这一次他先把娃娃屋改造过，外墙贴了暖宝宝裹了锡箔纸。他们用不了娃娃屋里的家具，干脆全拆了，在里头塞了好些保暖的棉花。觉得还不够，秦墨找了个铁瓶盖，用双面胶粘在了娃娃屋的地板上，折了好几节木棒棉签丢进去，给韩风他们当柴烧。他这一番苦心倒也没白费。冻得哆哆嗦嗦的王昶一进娃娃屋便哇哇大叫，看顶上亮着小灯稀奇，看棉花稀奇，看棉签棒也稀奇，又看见秦墨给他们的晚饭，一小块嫩嫩的牛里脊。虽然是超市货，但大夏人没有吃耕牛的习惯，这口牛肉比许多异兽都珍贵。王昶围住装肉的碟子转圈圈，这一次没人骂他。韩风在娃娃屋中走来走去，他发现屋中摆设变化，心中不由一暖。上神当真如姐如母，关爱着世人，万事怕脑补，带上滤镜一美化。秦墨偶尔脱口而出的不靠谱之言，在韩风这也变成了亲和。他见秦墨折在娃娃屋里的一小堆棉签，取了火石，将地面粘着的铁瓶盖当作火塘生火。干燥的棉签每根都有韩风小臂粗，上面的棉花头一点就着，整齐垒在汽水瓶盖里，很快燃起如篝火，让小屋中暖意融融。他们换着在外头看马值夜，正好轮到王昶的班，小屋里安静很多。韩风割了一块牛里脊，插在刀上烤，与52低声商议接下来的行动。一夜就这般平静过去。箱子外的秦墨移开视线，趴着看福珠。小鱼缸里的福珠没觉得被关鱼缸有什么不对，秦墨见他什么都吃，就每种零食都分给他一点，一丁丁点辣条，吃的福珠汗水哗啦啦淌。外头雨势跟着变大，秦墨用食指拖了一滴甜牛奶给他，福珠十分珍惜的吸了那滴牛奶，吃到了甜味，又高兴的满鱼缸打滚。福珠长得不丑，雪白皮毛卖乖时还是比较讨喜的。秦墨食指点在他湿漉漉的鹿角上，福珠受宠若惊，用脑门蹭他的指腹。打发了一会时间，秦墨在看箱中，恰好捕捉到箱中世界由快转为慢的瞬间。风沙没像白天那么狂暴，正好处于天降亮未亮的阶段。静谧的沙丘上大片大片深深浅浅的黄色堆叠，秦墨心中有些遗憾，要是能看看星空就好了。辽阔壮美的天空密布星子，一定是现代看不见的美景。抱着环手刀窝在棉花团里和马匹们挤一堆职业的韩风突然抬头，银色瓢虫趴在他的肩头，他胸口的红点发烫。韩风问了一声，
上神，是您吗？被他声音惊扰，吉匹在娃娃屋墙边睡觉的马不安顿了顿蹄子。秦墨以为是他说话吵醒了他，答道：你继续睡吧。韩风犹豫了一下，回忆起自己半梦半醒间听见的话，他迟疑道：上神想要看星星吗？秦墨微微讶然，而后又笑，想看也看不到，他们视角不一致。他倒想趴在韩风肩膀上当背后灵，沉浸式体验呢。秦墨随口一说，韩风却是一震，他从秦墨的无奈中解读出了许多。难道上神被困在某处吗？否则有通天手段的他为何连看星星也不成？韩风琢磨着，却不敢贸然探听，就此止住话头。他吃过瑞兽麒麟的肉，体质是队伍中最强的。见天快亮，站起身喂马。娃娃屋中棉签木柄不太耐烧，篝火已熄灭。王常几人窝在棉花团里，仓鼠一样睡了一夜。到冷白天光头下，几人陆续醒来，用秦墨给的水简单洗漱后离开。秦墨照旧回收了娃娃屋。乡中时间过了约1个时辰，秦墨听见一声欢呼：我们果真来对了，这支沙民部族居然就生活在金鞍山附近。喊话的是王昶。韩风等人立马站在山丘上，沙漠因迅速升高的温度，蒸腾起雾气，空气似乎都扭曲，红、橙、黄、褐等暖色堆叠，交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景象。在这些色块中间有一片村落，那引路的银色瓢虫振翅朝着村中飞去。韩风等人远远跟在后面，保持着警戒。瓢虫飞到村口，还未见人影，突然沙砾中一丝紫蓝电弧闪过，引路的瓢虫在电光中化为一团焦炭。随着一阵强过一阵的噼啪声中，天上暗下雷云聚集，雷云深处一声轻笑，有巨鸟之影穿梭，黑云堆叠雷霆回响在山谷之间。只是一瞬间的事，秦墨只见团黑棉花似的云霎时间占据整片视野。在这些黑棉花中，可听刺啦的电弧声，伴随一声似轰雷的叫，暗光流转的紫蓝翅间划破云层。这叫声十分威猛，有穿透力，便是箱子外的秦墨都听得生出一层鸡皮疙瘩。鱼缸里的孵猪被毛直竖，不安踱步。韩风紧握缰绳，控制住坐下马匹。面对高位格的雷鸟，马匹没有直接跪倒或是发疯跑走，已算训练有素。二哥，天上是什么？王昶脸上的嬉皮油滑进去，他仰望漫天雷云，低声问武二。武二眯眼细看，想从云层中穿梭的庞然巨影上看出点端倪，但天上的玩意速度极快，只偶尔在雷云外露出一根暗光流转的羽毛。武二还想细看，天上雷声忽然跃响，隆隆震的山谷都在抖，一阵烈风卷起沙砾，直扑人面门，朝着韩风等人跑来。他脸上覆满脏布条，露出的一双眼睛满含希冀。可是玉衡军大军到了。韩风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从马鞍侧摘下水囊抛给他。满身包裹脏布条的男人，身上气味像是6月天生蛆的咸鱼，臭得吓人。接住水囊的简单动作，一股子恶臭从他身上扇来。王昶闭眼摇晃了一下，先前和云中瑞兽擦身而过，虽没受伤害，但他乱糟糟的头发胡须因电弧影响纷纷竖直，像个炸毛栗子的他忍不住竖起手掌在脸前扇了扇。兄弟，你这位比我三叔的脚丫子还呛人。身上满是布条的男人却不理他，兀自仰头狂饮水囊中的水。韩风水囊里灌的是秦墨提供的电解质饮料，可以快速补充身体水分和电解质。男人狂饮时，1、2滴从他的嘴角滴落，布条划开了线，可见他缠着布带的皮肤上满是烧伤痕迹。烧伤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流淌下黄色脓水。男人身上那股恶臭便是因为这个。他面容可怖，但韩风几人都未露出嫌弃之意。韩风一拱手道：多谢相助。男人的个头和韩风差不多高，只是要消瘦很多。他喉头滚动，狂饮几口后，恋恋不舍放下水囊，一抹嘴道：我是村长阿曼，敢问诸位，大军可在后方，可有吃的喝的？说到吃的喝的，他双眼放光，只是他的期盼只怕无法圆满达成。我等从云武郡城来此，得先了解发生了什么。韩风的话让叫阿曼的男人眼中亮光熄灭，不是洛阳玉衡郡，是云武郡来的。阿曼捏着水囊的手缓缓攥紧，他冷哼一声，怎么郡守大人又要指派什么任务了？可现在什么都不成了。阿曼一指身后的村落，为了采摘不死草，村民们都死了。在他的示意下，韩风等人走到一扇被木条封闭的窗户前，阿曼徒手一掰，脆朽的木板被他硬掰开，一阵粉末状的烟雾从木条断裂处炸开。韩风屏气避开一瞬后，看清了屋中情形，不大的小屋，层层叠叠落满直挺挺的干尸。阿曼信手丢掉手里的碎木道：为了不死草，都死了，活着的也活不了多久了。他扯开自己脸上的布条，露出面皮都被烧烂的脸，用中原人的话说，都是报应，是我们违背契约的报应。他声音悲壮怆然，才喝了水有些清亮的声音又变得阴哑。我们沙民部落曾与大夏缔结盟约，可我们的忠诚换来的只有奴役，只有你们的不守诺言。韩风正要说话，耳边传来秦墨的声音：别拦住他，让他发泄吧。雷云散去，
韩风他们走进这村子，秦墨从高处可以更清楚看见村子的破败，整个村子一片死寂，看起来已经没有几个活人了。可听村长阿曼问：带水了吗？带粮食了吗？还有那死也要将引路瓢虫送出去的干尸，这村子应该还有需要救援的人。这种情况下，让对方发泄一下胸中怨言更好。秦墨说着话，已开了2瓶矿泉水灌进浇花水壶中，并往里加了2支补液盐。阿曼在失望后发泄着心中怒火，但他拔高的声音惊扰了什么？村子深处传来细细哭声。阿曼立刻闭嘴，回首看去，只见一个坐在沙地上哭泣的大肚婴孩，沾着脓水的破布条堆在脖子上。阿曼急步朝着坐在地上的大肚孩童走去，他小心给孩子喂水。这孩子看着圆胖，但见过饥荒的都晓得，这是久饿导致的浮肿。这孩童有一双沙民独有的金色眼瞳，他仰着头，贪婪吮吸水囊中的水。孩子真可怜，慢点喝啊，伯伯这还有。王常把自己的水囊摘下，塞给小孩抱着，然后转身又在马鞍侧的口袋里找，嘴里嘀咕：等会啊，我给娃找点吃的。阿曼斜眼看他几次，没说话，但脸色缓和了些，没得站在大太阳下说话的道理。阿曼做了个请的手势，引他们往村子深处走。箱子外的秦墨数次尝试从移动视线看看别的地方，但都失败了。和在断家务必的情况一模一样，在陌生地方时，他的视角只能锁定在韩风的身上。我以前曾在洛阳游学，荒废的村落中，引路的阿曼如此说道。他指天指地咒骂了一番，情绪稍微平静，讥笑一勾唇道：莫看现在荒废，其实我们村子从前很富庶的，虽没有丰美的水草，没有大片的耕地，但这村子靠近金鞍山，山中遍布玉璧，还有珍贵的药草，每月15进山采一次，再与中原交易，足够这里的百姓过上富裕日子。韩风追问道：后来发生了什么？阿曼嗤笑一声：后来朝廷要不死草，黄沙中的36部沙民归附大夏，与大夏百姓一样需要承担赋税劳役。朝廷一道上供不死草仙的命令，只2年就榨干了沙民部族的血。与需要宣泄情绪的阿曼不同，韩风较为冷静，他环视覆满黄沙的村子，问道：你们做了什么？阿曼抿紧嘴唇，扯动脸上的黑红的烧伤疤痕，瞧着无比狰狞。我们打破了与山神的约定。山神？韩风精神一振，直觉告诉他这就是金鞍山之变的根由。说话间，一直照着他们头顶暴晒的阳光突然被阴影遮蔽。韩风发现他们来到了2座石山之间，清爽的风拂过面门，这2座石山上部靠拢，呈夹角形，恰好在山底形成了一片阴凉的区域。在这片区域有不少歪歪斜斜的布帐篷，里面坐着好些木呆的人，或骨瘦如柴，或全身忙道：我们随身带了水和一些米饼，可以煮点糊糊，找个能顶事的来，我们先给孩子们分一口水一口食。闻言，阿曼换来一个古铜肤色的中年女人，帮着52几人分食物，他则领着韩风进了最深处也是最凉快一处的帐篷，这是萨满的住处。阿曼撩起羊皮帘子，示意韩风进去。帐篷里刺鼻的羊膻味如实质一般涌来，中间还夹杂着潮乎乎的水汽。韩风适应了黑黢黢的光线后，便是一愣，这最高最大的帐篷中，竟有一口石头垒砌的泉水。虽只有浅浅一层，但想来每日匀一口吊命还是够的。大概就是因为这眼泉，这只沙民才没有在如此极端恶劣的情况下灭族。泉眼旁是一个浑身烧焦的人，只用一块破布缠在腰间，袒露着上半身。韩风只看了一眼，便移开视线。从这烧焦的人某些特征看，这人应该是个女子，于情于理不该直视。他这礼貌的举动让身侧的阿曼眉头微松。仰躺在一块白石上的人笑了一声，他嗓子被烧坏了，声音沙哑。远来的使者。阿曼上前2步，将浑身被烧焦的萨满搀扶起。和阿曼一样，这萨满巫身上的烧伤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坐在韩风对面，散发出浓烈的臭味。韩风像是鼻塞闻不到一般，开门见山直言道：我们来调查金鞍山和导致这场大旱的元凶。元凶？不知是不是祖传阴阳怪气？听见元凶2字，萨满和阿曼一样嗤笑一声。元凶？难道不是贪婪向我们讨要不死草的金钟贵人吗？为了采摘运输不死草，一个个沙民村落消失，对大夏朝廷他们早已不那么敬畏。韩风叹了口气，若贵方还不能端正态度，大家便一块去死吧。那烧焦的萨满愤愤闭嘴，一双赤红的眼睛看着韩风，但到底不敢说出死就死之类的话。这一吃瘪，韩风顿时得到了话题的主导权，他像是审问一般开始问询。金鞍山附近的村落一直遵循着规矩，每逢15驱赶骏马到山前祭祀，如此掠食了骏马的巨鸟便会歇息1日，在巢穴消化美食，这期间封山的雷霆就会停下，沙民们可趁着这一天进山寻找品相极好的玉石，采摘可驱病的不死草。如此祭祀持续了不知多少年月，一直到前年朝廷征收不死草仙的政令下达。山中山神可怕，朝廷催税的官军同样可怕。
不死草本身就稀少，就是全员出动，1月一次进山的机会也是远远不够时间采摘的。曾有人尝试滞留山中，但最后都化为道旁的一团焦炭。沙民们流了无数血，依旧补不足漏洞。为了避免死在崔税官的刀下，这支沙民部族不得不生了别的歪心思。盘腿坐的萨满佝偻着背，我们想要毒杀金安山守山的巨鸟，因此献祭骏马时做了手脚，在马腹中填了毒药。韩风心中咯噔一下，箱子外的秦墨也吁了口气。从徘徊在村子外的雷鸟看，村子中的沙民绝对是失败了，而且遭到了报复。秦墨手指在箱子上点点，他道：朝廷征收不死草先逼的沙民们出了昏招，金安山中雷鸟来报复汉魃。秦墨突然一顿，他压低声音问韩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守山的雷鸟是看守，那嘴馋大鸟是在以雷霆关押封锁山中汉魃，后来看守被人毒得擅离职守，汉魃才有机会出来肆虐。漆黑略潮湿的帐篷中，在听见韩风转述秦墨的观点后，阿曼和部族中的萨满同时沉默。韩风细看他们的神情，心中了然。作为事件当事人，他们并不是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只是人总是下意识推脱责任，并适当美化自己的行为，就是这种心态让他们将自己的罪责推脱。秦墨只能从两扇的缝隙看见一角帐篷的顶子，但从帐中异样的沉默，他知道自己猜中了。秦墨没觉得有多大成就感，他低声问韩风：你觉得他们的错事打破了规矩吗？韩风本就挺直的背脊一僵，答案难以启齿，可他知道不是。村子一个个毁灭，人一个接一个死掉，滚滚黄沙掩埋无数生命，终其原因是来自朝廷的尖刀在后逼迫，是苛政不给人活路。韩风沉默着，就在秦墨以为他不会回答时，他道：不是。沉默的帐中，韩风突兀的声音引得阿曼和萨满同时看来。韩风抬头看向两人，眼前的两人周身皮肤焦裂，可见红黑的肉，未愈的伤口糊着些被脓水打湿的药草沫，但这些苦难绝不是因为他们反抗规矩，他们只是在为自己的部族祈求活路。韩风看着他们，却在回答秦墨的话。为了活下去破坏规则并非过错，真正错的是1年99株不死草仙，是下达这命令人，是以刀斧胁迫沙民执行这项命令的人。阿曼和萨满同时神情一动，阿曼举起裹着脏绷带的手在右胸一抚，行了一礼。他并未说话，但先前对韩风的隐约敌意散去不少。箱子外的秦墨满意点头：小狼狗代行者，脑袋还是清明的。他嗯了一声，算是赞许，随后对韩风道：那还等什么，拉拢他们。在韩风还没反应过来前，秦墨道：举行个什么仪式吧，随便点个火盆，摆个桌，上神我呀，来下一场雨。秦墨说的轻松又草率。韩风看了一眼阿曼和萨满，秦墨并不知道沙民都有信仰，如眼前的萨满便是天地神信徒，沙民顽固，恐不愿意在部族中祭祀外神改信。韩风垂眼细思一瞬后问：听闻贵部信仰天地神，论及宗教，最为熟悉的自然是部族中的萨满。被雷电烧焦的萨满沉重喘息一声：是。韩风又问：天地神可曾在困境中显灵？这问题毫无疑问极为冒犯，要不是他方才那一番话攒了点好感度，阿曼便会毫不犹豫拔出弯刀和他搏杀。萨满不悦问道：天神一直在看着我们，为我们指引前路。韩风无视他们投来的不善目光，继续问：天神可有为你们降下雨水，投来米粮？阿曼都被气笑，你们中原人信仰的神就给你们降下雨水，投下米粮了。他本想讽刺韩风，不料韩风抬头，脸上写满认真和虔诚：是的，我们的神不但给降下雨水，投下米粮，还为我们带来了药品，能润肠通便呢，还为我们降服了灾兽伏诛，一夜修葺了城墙，带来了异兽大金和如山一般的蟾酥，便是来金安上的路上也仰赖神明一路护持。阿曼一句沙民部族骂人俚语脱口而出，眼前这中原人生的相貌英俊，人模狗样，怎地满嘴胡话？假若真有神，神应是高高在上，视万物为刍狗，这中原人口中的不是神，是谁家老娘？阿曼以为韩风同他说笑，恼怒起来：你莫要说疯话。听阿曼有点生恼的言语，韩风依旧一本正经：我是不是说疯话？你们可敢一试？是就是。阿曼真不信能显出个神明来。激将成功的韩风面色不改，又问：我们赌上一赌，若是上神施下雨水，你们如何？这要命的关口，这人还胡扯。阿曼越发火大：你说怎么赌？韩风挺直背脊，沉声道：赌信仰，若我赢了，我要沙民改信上神。听见这赌注，阿曼微微张大了眼睛。不待他回答，一直没说话的萨满道：若你输了呢？若我输了，千刀万剐刀，砍斧劈，任你们处置。许久，帐中传来萨满略沙哑的声音：赌了。韩风出了帐子后，阿曼中稳不住问萨满为何同意这样的赌约。萨满默不作声，白了他一眼：他输了，我们亏了什么？阿曼讷讷不言。他赢了呢？萨满又问。
阿曼细细一算，要真如韩风所说，他们可以得到水，得到粮食等等，好像不亏，但改姓。阿曼挠了挠瘙痒的脸，觉得有点过不去。萨满无言看他一眼，去帮这个叫韩风的官军筹办祭祀。他虔诚信仰的天地神，从未在绝境中回应过他。相比起来，一位能带来实际雨水的上神，信又何妨？去帮助那叫韩风的人。萨满费力喘了口气，最后命令道：取3株不死草为祭品。因这一赌约，在部族中祭祀外神的仪式迅速筹办，不到2刻钟，在山石的阴影与阳光的交错处，已摆上一个简陋的祭台，2块石头1块木板，左右插着2支火把。唯一的祭品是村中存着的3株不死草，不死草制成干药，显得灰扑扑黏哒哒。若说瑶草是延年益寿、补精益气，不死草的作用就是可疗愈因物理导致的外伤。要不是村中的不死草，萨满和阿曼那样严重的烧伤绝不可能活下来。不死草绝对是珍贵的，但3株不死草就摆桌祭祀了。阿曼看得汗水都快下来，忍不住问韩风：如此草率，这架势比他们祭祀先祖还不如，哪个上神这么没排场？韩风心虚的要死，总不能说这祭台就是上神指导着搭的。上神意在拯救苍生，一般不太在意形式主义。拽着从秦墨那听来的词，韩风脑中急转找补道：可惜了李主簿不在此，否则定能扯出一堆深意赞颂上神。阿曼嗫嚅着嘴唇，可这也太草率了，小孩过家家，还有区分一下谁演阿爸的仪式感呢？秦墨本着绝不轻易暴露真名马甲的原则，只让韩风竖了块无字神牌。神明也没有，真的能沟通上天吗？阿曼后半句话哽在喉中。天黑下来，巨大的影子投在黄沙上，他们的村子如卧在那巨影的执掌之中。立在山石阴影下的萨满手一抖，愕然望向天空。神灵！阿曼仰头看，遮天蔽日的影子遮挡了天上毒辣的太阳。1滴2滴，脸盆那么大的雨水哗啦啦从天上降下。没有人生祭品，没有唱跳一夜的仪式，还真招来了中原的上神好随便，不是怜悯世人，这才是真正的神啊！天上落雨汇聚成水线，沿着黑色山石的缝隙淌下，滴了好些在阿曼的头顶。他一激灵后，快走2步跪在了雨中。黑石山中不少嘴巴爆皮的沙民迟疑着走出，他们到底是畏惧天上那影子的犹豫之时，听见一声沙哑的呼喝：都去吧，那是神带来的雨水。黄沙戈壁本就极少雨，在金安山生变后，族中那口终年有水的泉眼也渐渐干涸，有多久没能敞开喝上一口水？阿曼已经记不清了。他站在从天而降的雨水中，仰着头接雨水。别说上神就是不一样，下的雨是甜的，不仅仅是甜的，还有咸味有果味，这就是传说中甘霖加了补液盐和维生素的雨水，让阿曼和部族中其他人一样，张开手臂在雨中欢呼，喜悦几乎溢出箱子来。上神拿着喷水壶站在箱子旁，却不太满意，喷水壶的洒出的水实在太大了。寻思着回头买个补水仪，让水雾更细密的上神对韩风叮嘱道：把他们拉着点，别被雨砸死了。闻言，韩风对闻讯而来的武二等人招呼一声，他们5人连拉带劝，往场合身将阿曼拦腰抱住，应声扯回了黑石山遮雨处。阿曼本身被雷电烧伤，这种烧伤面积没死，全靠村中不死草。这一番淋了雨，身上绷带湿哒哒的恶臭，王常险些被呛了一跟头，甩着湿哒哒的手嫌弃道：兄弟，你不想死就老实点。哎呦，这位哦。阿曼哪顾得上他，短暂从激动中清醒过来后，急忙道：快蓄水。他们村中已经没剩多少人，优胜劣汰，能活下来的多半都是听话聪明的。听了阿曼的话，急忙四处取东西蓄水。青壮挖掘沙坑，妇女推来各式瓦罐，稍大一点的小孩脑袋上顶着木碗，高兴的转圈圈。这种发自于内心的快乐，就是王场这大喇喇的也笑着摘了自己油臭的头盔去接。2座黑石山最深处，萨满仰躺在地，有雨水从帐子缝隙滴下，形如焦炭的他扬起唇角，脸上烧伤结成的壳又撕开，露出底下黑红的肉。多谢上神。大雨持续了很久，因雨水持续许久的高温也降下许多。喝了个水饱的阿曼终于约束族人齐齐整整跪在了那简陋的供桌前。先前他们还只是站得远远的看，现在却是诚心的很。人本就是这样的生物。这时韩风侧耳倾听了一下，对他们喊道：小心，上神将会赐下食物。话音落，只见一个桶形的巨物从云中探下，半人高的米粒落下，在沙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没待一会，便在黑石山前堆起一座米山，在米山前还有一小堆粉色的散发着香味的东西，似是肉块，但又是方块形，齐齐整整落在米山旁。是肉。见这东西，王场就高兴，他是真喜欢吃这个。待声响平息，他领头冲向了肉块堆。考虑到什么肉投放进箱子放大后，都纤维变粗10分的柴。秦墨这次往下丢的是切小粒的火腿肠，
这些半个黄豆大小的肉块，被王昶张臂抱住，像抱枕。他香得哈喇子直流，正要张嘴咬下，但看到一个肚子大大、浑身浮肿的小孩，先掰了一块递去。来，上神赐的这玩意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一大一小就这般蹲着吃火腿肠，同时眼泪汪汪。最高兴的自然是阿曼，这一场雨和这些干粮肉食，足够他们村子再撑一阵。他动员了所有能动员的青壮，开始搬运。韩风一直未干涉，只在看见有人要啃生米时才上前阻拦。他叫住阿曼，对他道：我们来聊聊正事。阿曼本以为他是要聊赌约的事，不料重新进了萨满的帐篷，韩风说的却是：我们需要一个进入金鞍山的向导，雨也好米也好，终究只能解一时一地之危困，最重要的还是那金鞍山中的旱魃，旱魃不除，天下永无宁日。他们不能永远只是向上神索取讨要，即便上神不在乎。帐中，阿曼扶着萨满，喂他一碗水，又取出一种不死草制作的药膏给萨满涂抹。听到韩风的话，他神情坚定：我带你们去。换做昨日之前，阿曼听见天上雷霆声都害怕，但现在不同了。他深深看了一眼韩风，此人应当是上神的神眷者，他们的成功几率会大大增加。阿曼道：我自小随我阿爸入金鞍山采不死草，毒杀巨鸟的计划，我也是执行者之一。那时他们去了66人，全被烧死，只有他与萨满不人不鬼的活了下来。阿曼所言并不假，当时他们为了毒杀天上巨鸟，确实下了不少苦功。秦墨看见他们推出一辆有高高铁线、有接地铁链的木车出来时，都微微惊讶，这不就是简易避雷针吗？难怪阿曼和族中萨满能侥幸逃得性命。重新用布条将自己裹住的阿曼脚上套了高尺木铝，握着推车的把手。有此车，天上巨鸟来袭时，雷霆落下相对安全。看那简易的车架子，再回想天上那巨鸟。王昶说话最直，道：这跟寻死有什么区别？阿曼露出不带缝隙的双眼，立忙一闪即逝。与这些灾兽斗，本就是违逆天意、赌命之举，赌不得啊！自古赌徒无好下场。王昶苦口婆心劝，还想让阿曼再想想有没有别的更安全的办法。行了，韩风截住了他的话头。若阿曼的村落不足，还有别的法子，他们不会落到这般下场。韩风将身上金属扣带子全数摘下，扬声道：不必太担心天上那只巨鸟，因为上神说他找到了苍蝇拍，上神还说他打羽毛球贼厉害。韩风不知什么是苍蝇拍，什么是羽毛球，但是上神说他很厉害，他就一定很厉害。韩风对此深信不疑。阿曼他们部族的黑石山，距离金鞍山有大约3天路程。若换作平原，这3天路程走起来轻轻松松。巨变的赤霞地区有无数变故，越往里走环境越是恶劣。云武军中的普通马匹已经不能再作为代步工具，他们得准备另一种更合适的坐骑，准备解毒药剂。且在作为向导离开前，阿曼也要履行他作为村长族长的职责，安顿好族人。因此韩风等人预计会在阿曼的部族中休息等候2天。夜里，阿曼的部族多了些活力。这片赤霞山夜间温度很低，2座呈夹角形的黑石山能挡住风沙，一堆堆篝火燃起，驱散了夜里的寒气。篝火上吊着的铜锅里，碎米粥咕嘟咕嘟，粉红色的碎肉粒在粥中翻滚。阿曼幸存的族人围坐在篝火旁，火光跳跃在他们偏金色的眼瞳中，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抑制不住的笑。年纪小点的孩子安分守着锅，有稍年长的大人习惯性的3指按在心口，想要感谢他们一直信仰的天地神。可手举了一半，倏然想起向人间洒下雨水和食物的巨影，遂收拢手指，失了中原的礼节，口中道：多谢上神恩泽。一声接一声，一族语言诵念着感谢之言。韩风听不懂沙民之语，阿曼便给他解释了一番，他满意的点了点头。阿曼并没和族人坐在一起，而是与韩风5人围坐。阿曼往火堆里加了一把赤霞地区独有的沙陀刺，他道：今夜我带诸位先去找坐骑。他说的坐骑是一种生长在赤霞山区的沙溪，这种沙溪很大，足够成人，周身尖刺看着狰狞，脚掌生着蓬蓬的爪垫，这种厚笨重的爪垫中有动式的半固体，这种半固体能吸热，可使沙溪稳稳行走在滚烫的热沙上。在沙民部族，沙溪是不逊于水源的珍贵资产。阿曼部族繁荣时豢养了大群的沙溪，他们毒杀天上的雷鸟未遂，被雷鸟报复困在黑石山下1年多，但雷鸟只针对人类，阿曼索性将沙溪群放走，免得跟人类一起困死在这。现在他们要去金鞍山，还得将这些大家伙召回。说话间，他们身后萨满的帐篷中传来哆哆声响，是萨满在帐篷中研磨草药。沙民部族进献的不死草，秦墨将一小株收好，剩下的又还回了乡中世界，好让萨满调配些路上用得着的药物。深夜，韩风几人披着带山味的毯子挡风。靠近村外的地方，阿曼从颈上摘下一只10指长短的鼓哨，并未吹响，而是拽着皮绳呼啦啦转圈。夜风从鼓哨中穿过，
一种古朴似风声的声响回荡在夜间。许久未见动静，阿曼的脸色逐渐难看，以为沙溪群已经覆灭。韩风抿唇遥望远方，他心中在想，如果沙溪不来，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就在阿曼心中难过达到顶峰时，远方沙丘忽而飒飒作响，凹陷下一个坑，一只类似壁虎爪但臃肿很多的白色爪子从沙中探出，紧接着一个满是尖刺的头冒了出来。阿曼大喜，招手便见那只马匹大小的沙溪像是狗一样朝着这边跑，第一只第二只，许多右前爪用红色颜料画着标记的沙溪跟随之后跑来。阿曼大致数了数，原本100来头的沙溪已经只剩14头，且这14头身上多少都带着点伤。阿曼心疼得很，一只一只安抚。这些沙溪天性傻乎乎，加上被人豢养长大，极亲人。见韩风几个生人也不害怕，纷纷凑来。其中一头脑门上有片红绫的，用脑袋拱了一下韩风。韩风在他额上一抚后，伸手抓住了他头冠侧长出的尖刺。吴二等人也各自寻到剑状坐骑，只有王昶抉择不定，一会想要脚长大的，一会想要头冠花纹好看的。韩风等人懒得理他，牵着自己的沙溪朝黑石山下去，打算先给自己的搭档喂足水和碎米。阿曼抚摸着自己的老伙计，心疼道，瘦了许多，想来只能嚼吃些枯刺，许久没吃过仙草了。他只那么一说，他在箱子外看热闹的秦墨却当了回事。吃草好啊，他荒废的前后花园里都是草，大可以试试这些沙溪吃哪种，秦墨就给他们摘哪种。秦墨站起身，往装着白鹭孵珠的鱼缸上盖了一本厚厚的书。这回孵珠在打盹，雨势不大，他懒得打伞，冒雨下到1楼后院，打开夜灯，在荒草堆里薅了2把。刚直起身，突然听见后院院墙远方传来一声接一声的狗叫。古镇多古见，家家户户习惯养猫养狗养防鼠患，无论猫狗都常在街上溜达，一般不会咬人吠叫。这种叫法大多是有外来的陌生人。秦墨眉头皱起，望院墙，攥着那把草，迅速退回屋中，将门锁死。在他关掉后院夜灯的一瞬间，一个黑黢黢的影子缓缓从他后院冒出半个头，苍白脸上一抹笑。屋里，秦墨拿出手机，犹豫要不要打给老苗。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敲响，秦墨心跳快了一瞬，就听外头喊，墨姐。是尹敏敏的声音。秦墨顺了一把水果刀藏在居家服袖子里，走到门旁问，敏敏，有什么事吗？他从门禁监控看见尹敏敏站在门前，身后跟着2个7月大热天穿长风衣的男人。秦墨的疑心淡去不少，3伏天穿黑长风衣，看着脑子不太好使。门外，尹敏敏答道，墨姐，总局来人，有重要情况要告知你。秦墨攥着水果刀的手松开了些。尹敏敏没有撒谎，他去开门，尹敏敏在门外双手合十，歉然一笑，打扰你休息了，墨姐，但是上面来的比较着急。秦墨让他们3人进来，右边那个风衣男伸出右手与秦墨握手，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是文保局应急管理处第2行动队宗立。宗立看起来30左右，抛开大热天穿风衣的傻缺行为，看着是个挺利索的人。一关门，先朝秦墨抛了个炸弹。我们今天到云岚市，和警方一起追查那个携带怀梦草的凶手。根据线索痕迹，我们发现他混进了古城区。宗立定定看着秦墨，他的目标或许是你。细雨敲窗，宗立静静述说着，我们得到总部的命令，就立刻搭乘专机赶到云岚市，配合警方的追查。我们有些手段，一路追踪犯罪嫌疑人到了古城，然后失去了他的踪迹。宗立看着秦墨，档案里他看过秦墨的照片，那种卡头证件照也能看出是个漂亮的人，实际看见才发现真人很不上相。那照片没有本人一半好看，但本人气质更锐利，审视感让人有点不舒服。在凳子上变换了一个姿势，他才继续道，李处长送回总局的那枚怀梦草种子是近60年来最有活性的一颗。你知道怀梦草都有感应，携带怀梦草的，宗立微妙停顿了一下，携带怀梦草的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盯上你这位优秀的素体。秦墨坐在餐桌旁，状似困倦地支着下颌，静静听到此才开口，那个人到底是谁？宗立摇了摇头，抱歉，我没有权限告诉你。秦墨微微挑眉，那你们接下来的行动是什么？别告诉我，只是通知我一声。宗立道，当然不是，接下来我和张朗会一起在暗处保护你。说罢，他指了指跟他一起进来的黑风衣男。秦墨和尹敏敏同时望向这位仁兄，他2个都有素质，比较积口德，没去调侃这怪异的名字。自进屋就一言不发的张朗却一机灵，受惊般缩了下脖子，模样看着有点不太能顶事。宗立却是神色一变，眉头拧了个疙瘩，张朗，你发现什么了？他手抓住张朗的肩膀，张朗过电一般把他的手甩开，像是受惊的兔子，双手环抱住自己。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张朗结巴着，我说不上来是什么，但是很可怕。秦墨面色不改，但他心中也有了几分猜测。他卧室床下的那副小龙骨，吱嘎一声响，宗立猛站起身警戒。
一手探入黑风衣的中摸索。秦墨适时道：“其实在你们来前，我在后院察觉到些异样，我刚刚想要打电话给老苗，你们就来了。”宗立神色大变，对秦墨和尹敏敏道：“你们待在屋里，锁好门。”说罢，他一把拉起张朗。张朗人高腿长，就是很瘦，两条腿细细在裤腿里晃荡。秦墨打开后院的门，指了指他觉得不对劲的院墙。宗立拖着张朗来到墙下，一跃攀上墙头，伸手到利索，踩着墙头走了一圈。他显然发现了点什么，用身上带着的透明物证袋取了一点东西。他站在细雨中，回头看向秦墨，脸色如同便秘。物证袋中是鬼影腾的灰色粉末，这些鬼东西不会被监控拍到，因此窥视行为堪称胆大。宗立将物证袋丢给张朗，张朗抖着手将物证袋贴在鼻子前，他双眼紧闭，鼻翼翕动，在细雨中如猎犬一般闻闻嗅嗅。许久，他朝着宗立摇了摇头，气味很乱。我找不到。宗立的手不安点动了两下，他转头望向秦墨，他已经来过了，来看你。这个文保局的通缉犯居无定所，四处游荡，他从前下手的对象都是社会边缘人、流浪者、瘾君子或者酒疯子，都是失踪不会立刻引起注意的人。等到这些人的家人发现，他早已逃之夭夭。秦墨是第一个可以明确的目标，是一枚绝佳的饵。宗立心中挣扎了一瞬，还是问秦墨：“你要立刻转移吗？”他出于人道主义，将问题抛给了秦墨：“跟我们转移到洛京总部。”秦墨无需考虑，立即摇了摇头：“我不想离开家，箱子里正是要紧时刻。”听见他的答案，宗立心中有点卑鄙的松口气。秦墨的选择意味着他们可以守株待兔，只有尹敏敏担心拉住秦墨的手臂。秦墨安抚道：“没关系，我心里有数，他不会坐以待毙，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躲不掉的。”见说不动，尹敏敏也无奈。夜深了，秦墨不想留宿外人，宗立三人很是识趣的告辞。至于宗立所说的保护，秦墨表示拭目以待。他们走后，秦墨清理了地面的鞋印，锁死门窗，关灯上楼。他关紧卧室门，将窗帘拉开一条缝，就看见楼下路灯旁有人站着，看身形是宗立和张朗。秦墨拉拢窗帘的缝隙，这才露出点烦恼的样子。卧室里全是秘密，就这样大喇喇的摆着无处藏，让他很没有安全感。他攥着从后院拔来的草叶坐下，视线移向四仰八叉睡在鱼缸里的夫猪。秦墨打开微信，联系帮他改建3楼的阿才。秦墨：阿才，我家院子要加装红外光栅、门窗传感器。秦墨：还有高压电网。大晚上，阿才回复很快：阿才，私装电网犯法的，咱别做法外狂徒。秦墨啧了一声，暂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他晓得寻找个防身的东西迫在眉睫。秦墨最大的指望自然是箱子里，他想找到点不起眼可控又杀伤力强的小玩意。存着这份心，正要打开箱盖，问问韩风能不能帮他找到东西。手指刚刚触碰到箱盖，箱子繁复的雕花上金色纹路漾开，随着一阵淡淡的烟雾，一些零碎玩意出现在箱子前。带着浓重沙民部族风格的木箱中，满满堆放着珠宝金饰，还有一些色彩艳丽的手工编织的地毯。小小一卷，只有秦墨半截为止长，是改信后的沙民们在向他们的新神献上祭品。秦墨拿起那个小小的木箱打开，双指捻起一条宝石小得看不见的项链，不由失笑。他掀起箱盖，第一眼看见黑石山阳光与阴影的交界地上那场祭祀，周身烧焦的萨满领着仅存的族人进行仪式。秦墨耳边传来了一阵接一阵的祷告声，用的是异族语言，但他就是莫名听懂了。秦墨看着领头萨满，本想掏手机放大细看看他的伤势和长相，可没等他动作，箱中世界好似已经感应他的想法，朝着一个点骤然放大。最终秦墨的视线悬停在萨满的头顶几丈，正往3族金色铜鼎中焚烧香料的萨满突然仰头望向天空。您在看我吗？他金色的眼瞳盯着天上的云，心脏砰砰跳动，一种直觉告诉他，在刚才的某一瞬间，神在看他。因为信仰，秦墨对黑石山附近区域的影响增强了。在察觉到箱子视角变化时，他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的他可以像是操控平板，小幅度的调整视野，看到更大片的区域，并且他能扯来一片浓云遮挡自己，不让影子再透射进箱子中。这些变化没有谁手写说明书告知，但冥冥之中他就是知道。秦墨乐此不疲地将箱中世界的云朵扯来，手掌悬在箱子上方虚握，将墨色浓云揉成各种形状。玩了一阵，秦墨把他从后院薅到的草叶投进去，让韩风等人喂食沙溪，然后合上箱盖，细看信徒供奉的迷你珠宝和织毯。这些东西手工都极精致，小小的平添几分可爱。秦墨觉得他可以买娃娃屋来，正好可以摆放这些东西。他摆弄着小玩意，时间来到了夜里3点。吃过加绒草的秦墨一点不觉得困，估计箱中世界已经过去2天。他重新打开箱盖，恰好看见黑石山祭台前，韩风为首的6人正举行出发前的祭祀仪式。随后
他们走出黑石山，走进灼人的烈阳中。沙溪先行出村时，天空还烈阳高照。待韩风几人推着简陋到有些闹着玩的避雷车出村，只听雷霆之声响起，天上雷云聚拢，巨鸟振翅的声音伴随隆隆雷霆而来，闪电如银色的鞭子划破天际。一瞬的明亮后，众人听见云中其余4人纷纷不淡定，他们4个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口音的骂人俚语齐齐朝着阿曼问候。王昶大嘴一张，就要酝酿甜言蜜语，但下一瞬只听轰隆一声响，水桶粗的闪电自天上落下，弯折着打在几人推的木架子车上，电流通过接地的铁链引走。并足站定原地的几人没受什么伤，但个个须发皆张，像是毛栗子。好像还真有点用。王昶心有余悸，还想说点什么，天上的巨鸟已然认出他们推着的破车是什么玩意。与雷霆共舞的巨鸟十分记仇，直冲出雷云。他第一次在韩风等人面前展露真容，果然是雷鸟。作为狩猎异兽的玉衡君，辨识各种异兽是基本功。在天空中的巨鸟张开羽翼时，韩风终于坐实了他之前的猜想。凤玉九雏，雷鸟行八，是位格极高的瑞兽。吴二心一颤，扭头去看阿曼，大爷的，你们还真向雷鸟下毒。阿曼哪晓得什么瑞兽不瑞兽，一问一个大张嘴。啊你个腿儿，这是瑞兽啊！王昶还欲骂，一直神情凝重望着天空的韩风先呵斥出声，都闭嘴，守好避雷车。话音落，天上紫蓝巨鸟忽而收拢翅膀，直朝着他们俯冲而来。不知是谁骂了一声，众人围着引雷车迎战。即便心大如王昶，直面传说中的瑞兽时，还是手臂肌肉发紧，耳边传来阿曼叽里咕噜的祈祷声。王昶本也想喊一声什么注意下威势，脱口而出的却是一声娘哀。只见比乌云更高处猛探下一张巨大的扁平的网，这方形巨网通体红色，正拦在雷鸟的袭击路线上。在翅间裹着闪电的巨鸟都反应不及时，咻的一挥，传说中的瑞兽雷鸟避让不及，雄赳赳煞气凌然，可引得天地异象的雷鸟竟被方形巨网拍了个正着。众人眼神都挺好使，清楚看见雷鸟被那巨网拍中的瞬间，像是一只被斜拍在墙壁上的苍蝇。只听一声呼啸，气势汹汹的雷鸟裹着它半生的雷云，彗星一般在天空划过一个弧度，倒飞向远方。耶！天重新亮起，隆隆雷霆消失，天上传来宏大的神音。咚！阿曼跪下，用沙民的语言开始祷告谢神恩。看他跪了，吴二几人也跟着跪。韩风出了一头汗，别人听不见，可他听见了。上神说的是耶，我真厉害，还顺带哼了几句歌，似乎又走掉了。韩风看磕头极为虔诚的几人，终究没多嘴。上神这样说这样唱，必有道理。上神开心就好。箱子外，秦墨捏着融化的苍蝇拍得意。他小学羽毛球冠军果然不是白拿的，就是武器有点不顺手，苍蝇拍几乎都化掉了。趁着那小鸟被拍飞，秦墨下楼寻了把耐高温硅胶铲，没了天上雷鸟的阻拦，韩风一行成功出了村子的大门。因他们的前行，秦墨看见了更多的风景。连绵起伏的沙丘呈现一种瑰丽的红色，被风要是能亲自站在沙地上看就好了。可紧接着他就光速打消了这种想法。自远处的沙丘出现一群密密麻麻的黑色细线，如行军一般有组织的集结，行过的地面留下蜿蜒纹路。若是细听细看，能听见不绝于耳的嘶嘶声以及蠕动的怪异蛇躯，是一头双身张着6足4翅的灾兽肥夷。造物主制造这种怪蛇时，要么在走神，要么就是在开玩笑。这玩意6足4翅全然无用，坠生的瘤子一般随着蠕动的2条躯体向前。秦墨生出一层鸡皮疙瘩，他警示韩风道：小心，有大群肥夷。其实在肥夷沙沙行走过沙丘时，吴二等人已经警觉，他们都曾在这种怪蛇身上吃过大亏。而阿曼更不必说，这种玩意大多诞生在赤霞金鞍山，他们村中不少人就亡于蛇口。韩风反应速度也不慢，他高呼道：布火圈，准备防身护符，既要来探查，晓得这有肥夷，他们便不会愣头青一般直头直脑来。来时，武威郡中老大夫为他们准备了驱蛇药，驱蛇药囊中最重要一味便是万金难求的蟾酥，这万年肉汁饵后脓包的提取物，既可解蛇毒，也天然克制肥夷。随着韩风一声令下，他们在环身的沙丘上浇淋火油，点起熊熊烈火。远处，第一只肥夷已自沙丘上露出生着黑鳞的类人头颅，怪异蛇目看韩风等人。吴二从皮口袋中取出4块拇指大的蟾酥锭，东南西北各丢了1块入火中，蟾酥入火圈焚毁，未见黑烟升起，但汹涌而来的肥夷竟是齐齐一顿，而后在蟾酥焚烧的烟气中乱作一团。世间一物克一物，恰如蟾蜍对肥夷的克制。4块蟾酥锭抛入火中，让整个肥夷群陷入慌乱。前方有强大天敌的畏惧，甚至超过了旱魃对肥夷群的操控。本就不是群居的肥夷，霎时间全部乱了套。肥夷群前端的向后逃，后端的却往前涌，
见迟钝挡路的同类张嘴便咬，一时间挤成一团蛇球，肥衣密密麻麻，有些类人的丑陋脑袋挤成一团，像脆骨丸子，只是原材料是一嚼一嘴巴细鳞的蛇。咦，秦墨的坏毛病就是看见什么就自动联想一下口感，心里给犯贱的自己一嘴巴后，他催促道：赶紧全烧了。他在天上看见他们准备了像是鸡尾酒燃烧瓶的玩意，一定是用来对付这些东西的。果然，韩风低声应了后便下令攻击。吴二王场还有相对话少的程轩张放，同时取下些格囊，这些格囊是异兽鸟胃制成，延展性极好，扎好口子可装下很多东西。韩风他们往里灌了火油，用标准的投铅球姿势将这种装满火油的胃囊扔出，烧焦的黑烟冲天起，无数肥蛇在火中挣扎，丝丝吐信。秦墨理论而言应该是闻嗅不到的，但当他不小心凝神时，便嗅到了这种烧轮胎似的臭。他眼鼻后撤半步，移开视线，让箱子中的时间加速。箱外世界大约过了几分钟，秦墨再看，便见黄沙上余火未熄，蛇蛆遍地。韩风他们在清扫蛇尸，肥夷凶残剧毒，但肉可治疗麻风病，可杀死人体内的寄生虫。一头双身，每条都有2颗肥壮的蛇胆。韩风戴着一层薄薄的羊皮手套，拎起一条烧得半死的肥夷，腕刀一挑一弯，抠出纯黑的蛇胆，放进一只装着酒的酒囊。若接下来的路程谁因皮甲捂出了背疽，可研磨蛇胆，涂抹清热除脓。韩风并不贪婪，剜了10来颗蛇胆，估摸着够用，便罢了手。恰好吴二也领着其余人割取了一小部分蛇肉路上食用。几人再次收拾停当，上路。他们这御横军打扫战场的手段很正常，同行的阿曼却是十分高兴。他没想到那么棘手可怖的肥夷群竟解决得如此轻松，心中不由得升起一丝期望，如果能解决金安山中导致旱灾的旱魃呢？想到此，他自顾自独自开朗乐观起来。他们走后，秦墨的视线并没有继续跟随他们移动，而是停留在满山坡的肥夷焦尸上。杀都杀了，再恶心也不能浪费啊！勤俭持家的上神掏出垫着一次性冰袋的保鲜盒，用烤肉夹将沙丘上的烧焦肥夷夹了一撮。他看保鲜盒里面烧焦的肥夷线一样缠成一团，满是蛋白质烧焦的气味。嗅到这气味，鱼缸里打盹的伏猪耳朵一扇，站起身来。秦墨用烤肉夹拨弄了一下，在其中发现了几条烧半糊还没死彻底的，正惊慌丝丝吐信在保鲜盒里扑腾。秦墨小心夹了一条活的，用细胞夹在灯下仔细观察畸形的玩意。夹在尖嘴细胞夹中的肥夷比养鱼的红线虫小一点，受秦墨屋中那具龙骨惊吓，不停扭动，一头双身的蛇躯扭动，畸形无用的爪足与翅膀瘤子似颤抖。秦墨空出的那只手忍不住想扶眼镜，却摸了个空。他现在有些遗憾，为什么之前没有买点制作标本的工具？正想着，被他夹在细胞夹尖尖上的肥夷伤重，又惊厥而死。秦墨把这条蛇丢进垫了冰袋的保鲜盒，觉得他需要添置2台新冰箱，分荤素收纳这些要保鲜的新奇玩意。鱼缸中伏猪得顿蹄子，它是水质灾兽，与肥夷鱼鸟等玩意天生不对付。秦墨见状，丢了一条肥夷进鱼缸。嘴馋伏猪并没有下嘴吃蛇辣条，而是前蹄扬起，将秦墨丢进去的肥夷踩成了带鳞片的肉骨泥。秦墨没管他，先收好了这一小保鲜盒肥夷尸体，重新在箱中扫了2圈，最后才在一块山石的阴影下发现了韩风等人。在地头蛇阿曼的带领下，他们找到的这个遮阴处相当不赖，便听见一声接一声的啪啪啪声。秦墨手一顿，按照以前养成的习惯眯眼去看，山石阴影处并没有发生什么难以启齿的场景。他们在吃午饭，只是动静大了点，吃的是方才收取的烤熟肥夷肉，还有哈哈哈哈，这是我们赤霞山特产，叫美味蘑菇，肉质肥厚，十分好吃，只是力气大了些，爱打人。阿曼爽朗笑着，特产的名字取得相当随意。如他所说，这些蘑菇脾气很大，就算切成了块，装在木盘子里，还是能跳起来打人。最贪心拿了最大块蘑菇的王场，双手抓着蘑菇，脑袋晃来晃去避让，但每次一次，都恰好被蘑菇的梗扇脸扇得啪啪作响。不一会，晒得脱皮黝黑的脸便红肿起来。吴二几个都看热闹，不嫌事大，唯有韩风还算是个人，用腕刀帮了王场一把，被肢解成麻酱小方块的蘑菇，蹦蹦跳跳往沙土里钻。阿曼手快抓住，塞进嘴里一嚼，吃得喷香。有王场做笑料调剂，这危险旅途中的午餐也算用得开心，只是叫箱子外的秦墨开了眼界。等他们走后，上神本想捡一个种在多肉盆里玩的，但烤肉夹子把沙丘都薅平，也没找到这个所谓的美味蘑菇，只得暂时作罢。不大高兴的往韩风几人头顶洒了点水。韩风等人有沙溪代步，一路朝着金安山去，期间遭遇了几次异兽袭击，但韩风等人补给充足，都很轻松解决。走了约有2-3日，他们进入了一整片赤红色的山脉。秦墨第一次见到这样赤红如玫瑰的山，但那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
赤红山脉上漫山遍野密密麻麻生着的各种兽类蛋壳，擦擦，细细的声响中，裹着粘液的肥夷幼蛇破壳而出，须臾间蛇身粘液在风沙中吹干蛇鳞变硬。扭头朝着韩风他们看来，前面就是金鞍山了。韩风一行5人寻了个块荒漠中突出的大石下休整。阿曼浑身被雷鸟烧的8成的皮肤都烂掉，他解了包裹皮肤的绷带，在进山之前最后一次处理伤处。韩风人高马大，但人心细手也轻，进了手在帮阿曼的后背涂抹不死草制作的药膏。吴二和王昶几人遥望着远处的赤霞金鞍山，王昶从怀中掏出巴掌大的一个酒囊，他一路从云武郡城武在怀里带来的，就是为了祭奠死在金鞍山中的弟兄。大夏的酿酒技术还十分粗糙，酒水普遍度数较低。王昶揣来的这囊酒，高热环境加之在他怀里捂着早就发酵变质，一开目色，醋一样酸。王昶眼泪哗啦啦掉，将这酸醋酒倾倒在赤色山石上。埋骨金鞍山中的弟兄们，你们别嫌弃，将就喝一口，都是从洛阳一块出来的袍泽，如今连尸骨都找不回。王昶越想越是难过，哭得鼻子眼泪淌一脸。吴二心中也难过，可他关注的点却是在别处。吴二舔了舔自己的手背，将手背伸出阴影放在烈日之下，须臾便嘶的一缩手，手背上添了道晒伤痕迹。吴二面色越发凝重，他们之前误入金鞍山时，并未经过赤霞沙漠这片吃人荒漠，而是从金鞍山后的霍山山脉追捕异兽匪匪误入。那时的金鞍山虽荒凉，但并没有这般极端的天气，只短短10来日，这山竟像是个炭炉子般灼人。想来山中旱魃真的快要破关了。韩风帮着阿曼绑缚布带，在他腋下打了个结。听了吴二的话，他在石缝中抓了一把沙搓去手指上残留的油性药膏，遥望远处起伏的山脉，神情凛然。突然他耳朵一动，听见了秦墨的示警，有大批肥夷孵化朝着你们来了，需要帮助吗？秦墨想要试试杀虫剂加点火气能不能达到灭杀效果。对上神友好的询问，韩风道：多谢上神美意。韩风突然对着空气说话，众人这段时间已经习惯了不少，知道他是在与上神沟通，心中只有羡慕的份，纷纷侧目关注，想看上神有了什么指示。韩风话音一转，却摇头道：但上神已给了我们克制肥夷的禅酥，我们火油充足，若如此都需您出手，这般无能之徒哪配信奉于您。闻言，箱子外的秦墨赞许勾起唇角，不错。他远眺了一眼迫近的肥夷群，命令道：那上吧，可别死了。韩风说话时，阿曼拉起了蒙脸的绷带，哭哭啼啼祭奠同袍的王昶一袖子擦去脸上涕泪。吴二查看火油，一直相对沉默，没有什么存在感的程轩、张放默默抽刀。他们很快行动起来，将装着火油的鸟类胃囊放在手边，颈肩挂饰。除了那闹着玩似的桃木护符，还有装着块蟾酥的布囊。沙沙沙沙，不绝于耳的沙沙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听不清敌人究竟从何处来袭，但秦墨却看得分明。沙丘上黑泱泱蛇群精准地朝着韩风等人涌来，蛇潮翻涌，竟盖过了玫瑰沙粒的颜色。秦墨没有密集恐惧症，但他心中依旧生出种微妙的感觉，心理上不适的同时，一种淡淡的暴虐油然而生。真想全用脚踩死啊！再看韩风他们所在的那块石头，犹如一个小小的孤岛。秦墨舔了舔唇，强压下用硅胶铲子去压的冲动，耐心看着，便是冒牌天神。也因乐于看见代行者与信徒成长，秦墨这思维发散的短短时间内，当先的蛇群已经涌上山丘。韩风他们对付肥夷的还是老办法，焚烧蟾酥，让蛇群狂乱后以火油焚烧，累累蛇尸在荒石丘上堆积，烈火燃烧。秦墨不放心的在韩风他们头顶用喷水壶洒水降温，免得他们在高温中被烤熟。秦墨降下的及时雨显然是极为有效的，大颗的雨水冲去汗水，韩风他们周身一轻，精神一振。于是赤色荒漠上形成了一幅奇景，极度高温下熊熊火墙燃烧，大雨唯独关照荒漠中的一块山石，朝着那处倾泻。一直观察的秦墨很敏锐发现一件事，这些新破壳而出的肥夷虽然外形是成年体，但暴虐程度远远不及，而且他们虽都从金鞍山中出发，却似乎始终围绕着一个点。神视角的秦墨可以更好的通过蛇群的走向发现要害点。他见韩风等人暂时应付得来，便心念一动，切换到更高视角。如此果然能看见源源不绝涌来的蛇群有一个中心。秦墨看了看手里的硅胶锅铲，某宝20块粉嫩耐高温硅胶，长度正好合适。秦墨心动手就动，他握着铲子去扒拉那蛇群团成的蠕动球体。巨大球体由涌动的蛇躯组成，肥夷蛇畸形的身体相互缠绕蠕动，黑色的哑光鳞片让人头皮发炸。秦墨脸上嫌弃，一铲子拍在了这蛇球上，硅胶锅铲拍下，能感觉到微微的蠕动和弹中带硬的手感。
许是鳞片，许是蛇的骨头，左右，恶心中带着点爽感。秦墨抬手再拍，魂像厨子，再炒3不沾。几次起落后，铲子变得黑红一片，上边沾了不少小线虫似的肥衣尸体，将原本肉粉色的硅胶锅铲染的变色。秦墨自己都没发现自己有些病态的低低笑声。在乡中世界看来，那从天而降起落的巨大勺子，却凭空因庞然体积多了许多暴虐之感。烧蛇的烟气熏满脸黑，又被天降大雨冲刷的一道一道的王场忍不住看韩风。他压低了声音弱弱道：“咱上神是不是和蛇有点仇怨？”韩风被身不答话，总不能说上神边打还边笑呢吧？这大抵是上神见肥义为祸人间，有些发怒了。漏洞百出的为上神找不后，韩风面色一肃，自己先信了。就在这时，秦墨咦了一声：“什么玩意？”他拍散了蛇群，看见蛇尸堆中一个异物，一口被肥义电身拉着的火柴和大小的玩意，像是棺材。秦墨还记得进金鞍山是找什么的，急忙用铲子去压那口棺材，只是这一次铲子压了个空，那口棺材见势不妙，竟遁入沙中，须臾不见踪影，只留下满山蛇尸，黑烟滚滚，焦臭无比。立在石上的几人熏腊肉一般被烟糊成了黑色。王场热得受不住，拉下遮阳的风帽，呼呼扇着透气。吴二看见便骂他：“日头这般毒辣，脸不想要了，被烧伤绝不是闹着，我们应趁势追击。”韩风作为此次行动的对律，他的决策无人会去反驳。虽疲惫，但温度降下后，体感温度舒适很多。他们踏着遍地蛇尸，朝着赤霞金鞍山去。途中遇上些逃散的还没烧死的肥夷，但这些肥夷没有再像之前那般有极强敌意，见人就逃窜入沙丘或山石阴影中。秦墨照旧加了一些净保鲜盒，满满一盒子蛇尸滚着细沙，像是团蚯蚓。秦墨不想自家冰箱被污染，只得左右各包了几个一次性冰袋，暂时保鲜。等这桩事情了结，先去买台冰箱。活动酸痛的脖子，坐到箱子旁。秦墨手里那硅胶铲子满是焦糊之物，已经报废了。他寻到一处沙丘，用铲子在沙丘上蹭好几个来回，直到一座沙丘都被铲平，勉强蹭掉了铲子上沾着的黏糊之物，这才拿出箱子，寻了个塑料袋套上，白天在院子里用火销毁。乡中世界温度降下，加上没有异兽阻拦，韩风他们1日后走到了赤霞金鞍山前。这座荒漠中沙民们崇拜的神山整体呈马鞍形，通体赤红色的山石分层深浅不一的红，入口处相对较窄，有一道向上的山坡，坡上有明显的人类活动痕迹，两侧立着煞民们堆砌的小石堆，上边悬挂着狼牙、蛇脊骨穿成的链子，风拂过相互碰撞，闷闷的响。因雷鸟徘徊，石阶积年累月被雷霆封锁，坡面上呈现一种黑曜石般的玻璃化质感。阿曼重回这石阶，身上的皮肉灼烧般幻痛起来。当日为了毒杀雷鸟，他们联合附近部族出动了数百青壮，又精心挑选了66个勇士，可都不在了。韩风他们将逮捕的沙溪留在山外，自己背了行李往山中走。走过缓坡时，阿曼视线扫过倒在道旁的一具焦黑骨骸，不由红了眼眶。他道：“从这进去，便可见一处满是乱石的平缓之地。”话音未落，相对沉默的程轩哎呦一声，他踩的催化黑石块裂开，陷了个大坑。幸好韩风眼疾手快，扶了他一把。阿曼来看，顿时皱眉，不该如此啊！这座密布石块与白玉的地方，他来过很多次，不该出现这样的流沙坑。韩风等人走得越发小心，绕过山口，突然脚下触感一变，嗅到阵阵腥气，同时他们踩到了2指高的一层黏糊液体，也看见了遍布满山的白色蛇蛋。蛇蛋大多破裂，里头的粘液淌了满地，还算新鲜的半透明粘液中夹杂着细细的黑鳞和在洛阳价值100斤的无瑕白玉。乖乖，肥衣都是在这孵化的。王场见脚边有枚发育不良的蛇蛋，半透明蛋壳里隐约有小蛇在动，他大脚一踏，将这脆脆的蛋壳踩碎，蛋清淌出，里头的小蛇掉了出来。肥衣一头双身，6足4翅，像是畸形的小牙，被王场随身携带的蟾酥克制，嘶嘶叫了2声断了气。吴二看他业障，忍不住骂了他一声：“无理由不杀母兽幼兽，狗吃了你的记性。”王场讪讪收回脚，我也没想他就死了啊。肥姨应该没这么脆弱的。就在这时，他方才脚踏处猛陷落出一个坑洞，约有100油桶粗细，若不是武二拉他一把说不得，便踩了进去。众人围拢来看，只见竟有一尸身盘腿，头朝下到树洞中。看尸身皮甲样式，韩风几个御横军齐齐色变，带一绳索将尸身套住拉出。王场一眼认出这干尸的脸，老七。他一声喊，韩风几人也心中戚戚。地上这头朝下的干尸，正是那日随林校尉等误入金鞍山的同袍，风干的面皮紧贴颅骨，还是隐约能辨认出容貌。王场一把将干尸抱住，呜呜哭。韩风上前将他拉开，检查尸身，发现尸身干皮发紫，应是中了肥夷毒，盘坐死在某处。
被肥姨拖来藏匿，或是作为诱蛇的储备食物。韩风胸口起伏数下，一股子怒意油然而生。他留意到尸身手半握拳，似乎拿着什么东西，便蹲身去看，在尸体手中寻得张涂着血渍的布，一看便是100上撕下，咬手指书写而成，字迹十分潦草。很耐心辨别后才辨明这是一封遗书，叮嘱妻子养大儿女，又道他曾借林家大哥40大钱，希望妻子得了抚恤金记得还上。王昶越看越哭，嘴上骂道：你这王八蛋，自己好好活着多好。吴二默默将这份血书卷起，收在怀中，若还有命回去，他会将这封遗书带回。现在无处处理尸体，也不能让尸体就裹在地面的蛇蛋粘液里。他们用卷毛毡将尸身卷了，本想掘个坑将尸体放进去，暂时用玉璧掩埋，看回来时有没有机会带走。只是还没等王昶哭哭唧唧开始挖坑，韩风将他拦住：不用挖了，上神会将老七先带走。秦墨原话是，他们不好携带袍泽尸身，可以先放他们，等脱离险境再还交给他们。但所有人显然是想劈叉了。老七简直走了狗屎运。王昶艳羡仰头看天，这是登仙飞升了。阿曼嘴上不说，但神情同样艳羡。他们走后，秦墨用烤肉加花生一样，把那具包裹着毛毡的尸体取出箱子，怕尸体带出什么不可控的病毒之类。秦墨没上手拿，喷酒精消毒，装进了一个空掉的马口铁糖盒，然后用塑料袋密封。等他把烤肉加消毒，再看箱子里。韩风等人已经走进了金鞍山内部，路上偶尔遭遇些肥夷，都乱刀砍杀。过了平坦的一片荒地，地面山崖上的蛇蛋肉眼可见少了很多。他们在赤色山石上行走，终于在一处断崖下看见座藏在山崖阴影中的白色石头庙。阿曼摇摇一指，咬着牙道：那便是金鞍山的神祠。阿曼手上缠着的脏兮兮布条垂下一截，顺着他手指的方向，韩风他们都看见了荒石滩尽头那座巨大古朴的石头庙宇，有明显雕琢痕迹的巨石，还有某种稀有的矿物，在阴影中闪烁着星辰般的暗芒。庙宇极高，造型古朴，从秦墨的角度看，韩风等人被这庙宇衬得更加小了几分。他忍不住心中微微啧舌，几乎可以想见沙民们见到这栋巨大建筑时的惊恐与敬畏。难怪这里会被称为神祠。秦墨细观察后，一个疑惑浮上心头，这神祠对照韩风等人的体型，相当于秦墨站在一栋20层的高楼前，这高楼还是以一体的巨石修建。别说以乡中世界人的科技水平，就是秦墨的世界也不可能出现这种规模的建筑。那么问题来了，是谁在这遍布白玉的沙漠中修建了这座神祠？秦墨正猜测时，被这宏伟建筑所震慑的韩风率先回神。他深吸一口气，出声问道：阿曼，你们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吗？碎石滩上有丝丝凉风，阿曼扯下了蒙脸的布条，露出被黑色烧伤药膏涂满显得格外狰狞的脸。他怔怔看着煞民部族祭祀了不知多少年月的神祠。听见韩风的问话，阿曼收回视线，摇了摇头：不知，我从没进去过。这座宏伟非人力可修筑的神祠，在沙民36部中一直有十分崇高的地位，族中口口相传告诫，绝不允许靠近神祠范围。沙民捡拾荒石滩上的白玉璧，寻找不死草都会默契远离，别说进去，就连周围有什么，阿曼也不知道。听了他的回答，韩风等人都有些失望。情报越少越危险。王昶不甘追问道：你们就那么守规矩？真没人进去过？我不信。他也是走南闯北的玉衡军老猎人，深刻知道一件事，人是一种不守规矩且极爱作死的玩意。王昶真不信这神祠处在这不知多少年，每月进山的沙民就没有一个不好奇的。过往无数年月，当真个个都守规矩。事情也如王昶所料，阿曼略一思忖后，视线游移了一瞬，阿曼脸上涂了黑黢黢的药膏，眼珠子心虚一转，格外显眼。王昶一拍手，高兴道：我说什么来着？你们绝对有人进去过。阿曼嘴唇嗫嚅2下，韩风也看出些什么，直言道：此行凶险，有越多的情报，我们就多几分成功的希望。阿曼内心挣扎了一下，最终说了实话：族中倒有个老人家常说的故事，不过不知真假。王昶见状催促：说吧，是真是假我们自会判断。吴二也道：我等玉衡军猎人寻觅异兽，常在故事或传说中获得关键线索，你便先说吧。赤霞荒漠中的沙民部族由萨满一人掌握字源文字，族中历史多半靠萨满手中羊皮册子，以诗歌或者神话的形式记录。这过程中或有萨满死亡导致某段记录失真失传。在众人的注视下，阿曼说出了一个只流传在沙民口中未被萨满记录的故事。赤霞西山有个部族名鬼方，鬼方部最早归附大夏，与大夏通商，因而十分强大富庶，强大之下必生暴虐。100年前，鬼方部中出现了一位极有野心也极为残暴的首领。这位首领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把父亲的头。这首领还极有野心，试图统一沙漠中的部族和大夏叫板。他雄心勃勃，想象的很是美好，但实际操作却出了点问题。
他并没有支撑他野心和暴虐的实力。雄赳赳气昂昂出了赤霞沙漠，却被大夏边军撵得像狗，最终他狼狈逃回。这首领心有不甘，常规力量不行，他便将目光投向了他处深藏金鞍山中的神祠。这位首领带领族中勇士，在以骏马祭祀雷鸟后，违背祖训进了神祠之中探寻，试图得到力量。但这位暴虐的首领消失在雷霆之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赤霞沙漠沙民也在此后又分裂为36部族。阿曼说到这，韩风和武二都明白他之前为什么支支吾吾了。毕竟100年前沙民之乱直接促使云武边郡建立，此事被大夏定义为叛乱，说到底是比较敏感的。王昶拳头在掌心一砸，道：会不会汉魃就是那个什么鬼方族长？他还想向阿曼询问更多细节，可阿曼苦笑一摊手。沙民之乱发生后，大夏曾出兵震慑，可以说沙民重新分裂成36部就是大夏的手笔，鬼方部屠了个干净，相干人等全被牵连，杀得人头滚滚，杀得沙民部族从此不敢起半点异心，宁愿想法子毒杀雷鸟，寻不死草，也不敢反抗大夏暴政。这件事的知情者早在那时死干净了，故事都没敢记在羊皮册上。现在想叫阿曼说出更多细节，显然不可能。见实在问不出什么，王昶恼恨挠了挠头皮，气氛一时僵持。最终韩风站起身，看了看天色后对武二道：我与阿曼进去走一趟，劳烦武二哥你们在外接应。韩风的安排十分符合玉衡军探查行动惯例，但武二略有些迟疑，他蹙眉看着韩风道：你一个人？阿曼说了那个故事后，既有汉魃可能是沙民的猜测，武二心中便有些顾忌，担心阿曼不可信，有心想叫韩风多带一个王昶，但韩风拒绝了。王昶伸手接好，因此才要留在这保障后路。他宽慰武二道：二哥不必担心。上神在看着他们。此话没有说出口，武二长叹一口气，既做出决定，双方各做准备。他们寻到一壁光平坦处，重新分配了装备。韩风二人并未带太多食物补给，这里满山都是蛇不缺吃食，他们只带了足够的水，又分配了携带的蟾酥。而武二等人在这必经之路上扎营，等着接应或者在韩风身亡后将消息带出金鞍山。半个时辰后，两支队伍各自准备停当，武二等人围着避雷车，在沙石中埋了一些蟾酥防备肥夷，而韩风则与阿曼踏上前往神祠的道路。红色砂岩地面遍布上等的白玉，韩风和阿曼朝着神祠进发。阿曼，你有没有发现这条线后没有再看见肥夷卵了？韩风在一道极突兀的白色砂岩线前蹲下身。阿曼是个有见识有学问的，知道韩风等人对他有些忌惮，因此相较之前只是这一看微微愣了愣神。地面的白色砂岩呈线状出现的极为突兀，倒好似有人在神祠周围特意布了一个圈。阿曼点脚看远方，想找这道砂岩线的尽头，但无需他费劲，箱子外的秦墨早借着俯瞰优势看清楚了全地形。秦墨眉头紧蹙，轻声道：这道赤砂岩组成了一个图形，形状很抽象，也有残缺，但秦墨很肯定这图形有点像是一个雷公嘴的人。由于线条过于抽象，秦墨只勉强看个轮廓，别的细节就再看不清。他取来一旁记得密密麻麻的小笔记本，翻开新一页，将这图形画上，同时把自己所见转告韩风。韩风蹲在那道赤砂岩前，他用衣角包了一些白色砂石凑在眼前研究。听了秦墨的话，思索许久也没有找到什么线索。他与阿曼继续向前走，越靠近神祠，地面的白色玉璧成色越来越好，随便一踩就踩到1-2块能在洛阳换宅子的无瑕美玉。显然沙民们捡拾玉璧很少越线。又走了一段距离，阿曼突然抬眼看了看天空。韩队帅，你有没有发现似乎又热起来了？一滴汗水从韩风的鬓角滑落，他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之前荒漠中那种把人身体生生烤干的温度，这绝不是好兆头。汉魃极有可能已经恢复了伤势。韩风和阿曼对视一眼，两人都同时心中一沉，加快了速度。又走了一截，地面已满是白玉，不见砂岩。他们也走到了那座巨大的神祠前，靠近这传说之地，阿曼连气也不敢大声喘。韩风倒还好，毕竟他连1人高的米粒都吃过，见过大世面。神祠无门采用了十分古老的立柱式建筑，没有石阶过渡，只见一条白色玉璧铺就的道路。阿曼踩上这些玉石都生出一股愧疚，两人小心警戒往前走。神祠巨大的柱石映入眼帘。韩队帅，阿曼口干舌燥，想问问韩风有没有看出点什么。就在这时，他右侧白石突然传出一阵响动，只听得一声如兽的嘶吼，一个火红的影子猛从地下扑出。阿曼作为敢给雷鸟下毒并在雷鸟急怒之下存活的人，胆气身手都不差，见一张滴着咸水的巨口朝着喉咙咬来，他不闪不避抽刀迎上，手中弯刀显之又显，正卡住尖齿獠牙，一股热气直扑面门。阿曼却没有嗅到属于野兽的臭味，再定睛一看，发现一只毛色火红如焰的犬正被他的弯刀卡住兽口。
阿曼怒儿一声骂：“好一条恶犬！”他正要使劲将这红毛狗推开，韩风却伸手拽住了他腰带。阿曼直觉一阵巨力袭来，竟被韩风扯着朝后退了几步。不待他问因由，韩风一脚踹出，脚正印在那红毛犬的腹部。只听一声呜咽，红毛犬倒飞出去，撞入地上的碎玉中，爪子扑棱了一下，没爬起来。他朝着韩风两人怨恨一瞥，随后夹着尾巴朝着远处退去。阿曼不解道：“韩风望着那红毛犬离开的方向，缓缓摇头，不是狗。”他示意阿曼看手中的弯刀，是兽吼。阿曼垂眼一看，瞳孔骤缩，只见他磨得锃亮锋利的弯刀上出现了一个玉石似的牙印，形状正和方才那狗的兽口形状。兽吼！阿曼在心中默念了一遍这名字，又听韩风道：“兽吼，食火泄欲，口中唾液可使物欲化。”阿曼手中弯刀正是沾染了兽吼口中唾液而化为白玉。要是韩风刚才没有拉开阿曼的弯刀便会整个断掉。同时，若是阿曼不慎被咬中，咬中处也会随之化玉。韩风面色难看，只解释了2句，便打算扯着阿曼先撤走。兽吼食火为生，吞下火焰却排泄出玉石。兽吼因泄欲的特性早就被捕杀殆尽，至少500-600年前便记载了这种异兽灭绝。可这里如此多的白玉数量，只怕存活兽吼数量不少。阿曼反应过来后，他的脸色更难看。感情他们部族的圣地遍地都是排泄物，他嘴皮子发抖，只觉荒诞的很。他们千百年来都在捡兽吼的屎去卖，他们一直祭祀的是阿曼如见天塔。箱子外的秦墨也嘴巴抽搐了一瞬，莫名觉得他们可怜的紧。他提醒道：“别跑了，待在原地。”那只兽吼逃走后去搬了救兵。从秦墨的视角看，遍地白玉像是沸腾的粥，每一个白玉泡泡中都钻出一只皮毛似火的兽吼，正成合围之势，朝着韩风2人而来。韩风是十分听话的，秦墨叫他停下，他便停住脚步，站定原处。道教阿曼焦急无比，推搡他道：“韩队帅，你怎么了？”韩风不答，只仰头看天。果然，下一瞬天上云层搅动，一个银光闪闪之物从天而降，如倒转的杯盏，朝着他们头顶扣下。阿曼目瞪口呆，站定原地，一时嘴巴也忘了闭上。远处的武二等人站起身来，他们看不见韩风这边的危机，但他们知道上神出手相助，必是生了变故。武二面色一沉，起身命令道：“警戒，若有异动，立刻准备撤走。”王昶一改之前的不靠谱，面色一肃后道：“是。”阿曼只觉天暗下，他们像是被倒扣进了神的杯盏，四周充斥一股金属独有的味道，厚厚的墙壁隔绝了兽吼惊慌的叫声。阿曼心神俱颤，发生何事？我们在那哪？在我的锅里。阿曼惊慌的疑问后，韩风听见了上神带着点调侃的回答。且不说韩风复杂的感觉，把高压锅整口倒扣下去，当做临时安全屋的秦墨一点没觉得自己行为有啥问题。箱中事件，从地底钻出的红毛兽吼在这荒无人烟的地界繁衍生息，成日里食火而生，相互追逐玩耍。何时见过这大场面？遍地白玉上，比之神祠高度不算矮的高压锅倒扣，从土中钻出的兽吼不知是不是脑子不好使，惊慌过后竟翘着尾巴围着高压锅舔。兽吼能使物质玉化的哈喇子粘在高压锅上，一团一团白色印记晕开，钢制的锅壁玉化出一小层薄薄的壳。如果给这些兽吼足够的时间，舔废几条舌头，他们说不得可以让整口高压锅锅沿变成玉石质地。神祠旁高高的岩石上，一只体型格外硕大的兽吼独立，它脑门顶一撮长长的白毛斜斜搭在两眼中间。以人类的审美而言，这只快有小牛犊子大小的兽吼，帅气中带着浓浓杀马特风。作为首领，他威风凛凛，仰天长啸，召集同伴来猎杀闯入者。但在秦墨那口压力锅扣下来时，他双眼一突，利齿咬在自己舌头上，将后半截笑声咽下。天上掉下来的那是什么玩意？倒扣的高压锅，在赤霞金鞍山独有的偏红光线照射下，显得非常的贵。这只兽吼望向云中，浑身毛发炸开。兽类独有的直觉告诉他，云上更高处有一个更高位面的存在正注视着他。这兽吼往尾巴一垂，夹在双腿间，本能后退一步想逃走，但想到同伴又急忙停下，喉咙一震，发出一串市井之声，汪汪汪！噗！箱子外的秦墨本还有点紧张，突然听见这正宗的狗叫声，他笑出了声，一只手去摸放在旁边的烧烤架，将目标对准了站得最高的那只红毛兽吼。要怪就怪这家伙长那撮杀马特白毛实在太显眼，秦墨想抓出来仔细看看。箱中狗叫声越发急促，兽吼群发生骚乱，把高压锅当稀罕物件舔个不停的兽吼们意犹未尽，徘徊在附近，一个个对着高压锅刚才反射出的影子吼叫，偶尔一两个已大着胆子凑过去照莹莹。眼皮子直跳的兽吼首领见状，气急败坏，在喉咙里嗷呜嗷呜骂街。徘徊不去的兽吼们这才相互看看，向后退去。喝退了族人，
岩石上站着的兽吼王习惯性一甩脑门上的白毛，也要撤走。他头朝下，以一个标准跳水姿势，从岩石上跃起，朝着地面玉臂扎去。只是跳到半空，他发现自己像是被什么钳住，并没有回到白玉之中，反而离地面越来越远。他口中汪汪汪的叫声越急，兽吼这种走兽，如无其源，一辈子都不会离地3丈高。现在享受到吊在高空4脚晃荡的待遇。兽吼发现他可能恐高，尾巴并着4爪尖垂下，脑门一搓，白毛的兽吼往嘴角嘟噜出好些白沫子。突然周身一湿，被云层裹住，随后眼前一黑。等他再睁眼，便看见一只奇大无比的眼睛，还有雷霆滚动般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他双眼一翻，便在惊觉中失去了意识。被抓走首领的兽吼们一点不讲道义，四散而逃。秦墨看见被烤肉夹住的小红毛狗，嘎一下昏过去，先还有些慌，以为把这小玩意弄死了。他把它放在保鲜盒盖上，凑眼观察，见它爪子还在抽抽，这才放心了些。考虑到它的哈喇子可以让东西玉化，秦墨把它单独关在一个加厚保温盒里，放在鱼缸旁，让夫猪监视它。夫猪一张露脸贴在鱼缸玻璃上，看稀奇一样看仰躺着4脚抽抽的兽吼。做完这些，秦墨用烤肉夹子和筷子配合，回收箱子里倒扣的高压锅。只见韩风还站着，但阿曼昏厥在地，想来吓得不轻。秦墨不由问他没事吧？重见天日的韩风仰头答道：多谢上神相救，阿曼没事，就是受了点小小的惊吓。韩风蹲身往阿曼脸上泼了些水，他这才哆哆嗦嗦醒来，一睁眼咕噜从地上爬起，咽着唾沫左右看，上神收了神通了。他想到些什么，突然振奋道：方才我们是不是被上神收进袖袋里了？他在洛阳游学时也不知学了什么东西，脑袋里全是奇思妙想。韩风见他如此精神，放下心来，将他扶起身。箱子外，秦墨用纸巾包着收回的高压锅，喷了几圈酒精消毒，笑容却渐渐淡下。特种刚才的高压锅，被兽吼舔过的地方都化为一层极薄的白玉壳子。秦墨用棉签一碰便碎掉，露出底下刚才的银色。这让他意识到一件事：箱中世界的危险诡异，还要超出他的预期。他已在思考，是不是干脆让韩风等人退走？要是韩风折在这，实在太过可惜。只是没等他决断，箱中传来一阵惊呼。红毛兽吼们退走后，地面出现大量深深浅浅的空洞，一些原本藏在玉石下的东西也被翻了出来。阿曼看到了一只玉化的大腿半埋在土中，看形状是人的。韩风和阿曼对视一眼，戴上皮革手套，同时上前。他们顺着这大腿向下挖掘，起出了穿着沙弥服饰的半个玉人。白玉化的下半身还保留着奔跑的姿势，但上半身已经朽烂，只剩灰白枯骨。这半具玉尸瓶放在地上，韩风戴着手套的手在尸体身上一寸寸翻找。阿曼紧张地紧接着左右。突然韩风叫道：阿曼，你来看这个图腾。他将半具玉尸侧翻，指着尸体玉化的后腰问：这是鬼方部的图腾吗？只见玉尸后腰有一青色图腾，似火焰又似飞鸟，随着主人玉化，这图腾也永远的凝固住，没有朽烂。阿曼仔细看，半晌方才不太肯定地道：是鬼方鸟，但有些细节不一样。韩风点了点头，不同时期的图腾都会有细微的变化，这很正常。他肯定道：这是鬼方部的人。曾说过的故事中提及鬼方部首领曾带着勇士进了神祠，这半具玉尸毫无疑问佐证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韩风站起身，望向矗立在几十丈之外的巨石神祠。阿曼问：我们进去吗？韩风正要回答，却神色一变，遥遥望向远方，拍打翅膀的飒飒声伴随浓重的硫磺味和腐臭，由远及近来。这声音传出箱外，鱼缸里的夫猪耳朵一只棱，是鱼鸟，夫猪的仇敌。不待他愤怒，秦墨对箱中韩风道：你们去神祠，找个有顶的地方躲藏。说罢，他拿起了一旁的杀虫剂和点火器。我要放火了。众所周知，杀虫剂的罐子上一定会印上安全提示，请勿接触明火。杀虫剂喷雾中的微型物力，遇火会燃烧甚至爆炸。秦墨一手捏着杀虫剂，一手捏着打火器后，在箱子边准备当一个玩火尿炕的狂徒。他看见韩风将阿曼扯住，朝着神祠方向跑。阿曼身上都是烧伤，身体素质落了韩风一大截，哪里跟得上他的速度，一个踉跄险些摔倒。韩风见状，援臂一张将阿曼整个扛在了肩膀上，脚步不停朝着神祠跑去。多谢韩队帅。阿曼个子不矮，长手长脚搭在韩风肩头，刚说了几个字，便觉半边天暗下，鱼鸟独有的硫磺和腐臭气味伴着热气涌来，黑色羽翼在空中结成乌云。秦墨第一次看清了这种被称呼为旱魃使者的异兽，外形像乌鸦，但比乌鸦大了很多，体型快有小型犬类大。黑羽、喙和利爪洁白如玉，隐有火焰似的纹路，每一只都是四目重瞳。飞在空中时，密密麻麻的眼珠看得秦墨犯密孔。他咬着一边唇角，问韩风：你们跑到地方了吗？韩风正扛着阿曼狂奔，他长腿一跨，
猎豹一样越过一块地面凸起的岩石。天空与鸟群渐渐遮挡了天空，它们双瞳抖动，发现了在白色玉壁上奔驰的寒风。只听得阵阵沙哑叫声，一些鱼鸟收拢翅膀，摆出掠食姿势朝地面俯冲而来。它们背部和头骨是一个整体，尖尖的爪子似匕首，可以轻易啄开普通人类的头骨，挖出眼睛。阿曼趴在寒风肩膀上干着急，见鱼鸟群俯冲而来，他仗义地张开手臂想护住寒风后背。就在这时，他只觉身下颠簸，却是寒风一跃，跃上了神祠前2人高的石头台阶。阿曼听见寒风回答道：到了。什么到了？没等阿曼想明白，他只觉一阵刺鼻的香味中热浪来袭，被鱼鸟群黑色羽翼遮挡得严严实实的天空被一股艳红颜色撕裂，是火焰。阿曼愣愣望着天空，蒙脸的布袋发出一阵阵焦糊气味。天空中鱼鸟群被从天而降的天火整个撕裂，来势汹汹的鱼鸟化为一个个火球从半空掉落。阿曼脸上灼烧的疼，心惊肉跳，看见那道天火直扑面门。就在他心道无命休矣时，周身一轻，满目烈火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闪烁着微光的白石立柱。千钧一发时，寒风扛着他躲在了神祠的石柱后，火焰自身边掠过，在白石上留下一层黑黑的痕迹。阿曼嗓子发干，连咽了7、8口唾沫，被寒风放在地上，喘了几口粗气，这才带着点哭腔道谢。相比起看见火焰撕裂天幕这一奇景，而心灵受到极度冲击的阿曼，一心逃命，只是身体稍微疲惫的寒风反倒好些。他伸出一只手将阿曼拉站起来，关心道：没事吧？没事。阿曼明明没跑几步，但气喘得比寒风还急。神火，上神降下了神火。他抬起胳膊闻了闻，突然振奋，神火还带香味，上神真讲究。虽然香味似乎有点刺鼻，秦墨看了看手上柠檬味的杀虫剂，默然一瞬。寒风却将阿曼的话当了真。且不说2个大傻小子藏身立柱后编排小剧场，白石神祠外遍地焦黑的鱼鸟尸体，鱼鸟群被那一波火焰烧死绝大多数，就是少部分没烧死的，也被火燎掉羽毛，摔死在地。待黑烟散尽，寒风和阿曼方才探头看，满地焦尸，叫他们心中发毛。2人谢过上神后往神祠里走，秦墨只能看见神祠白色的石质屋顶，他心中遗憾，想要暴力掀开，但烧烤架戳了2下，他发现这神祠是一整体的石头，十分坚固，没得奈何，只能听寒风口述转播。置身神祠之中，寒风和阿曼首先看见的是一条长长的石道，这条路不见半丝缝隙，是一整块石条铺就，看着像是祭台御道，但宽大的不像是给普通人走的。石道2旁立着好些同样白石雕琢的巨鼎，每一只巨鼎都有近4人高。寒风神情微动，走到一只巨鼎旁，在神祠之外有一些绘制成雷公嘴的白色砂岩线条，寒风撕了衣角包裹了一些，线下取出与巨鼎一对比，他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对秦墨报告道：上神，外头地面的砂岩线与神祠和神祠中巨鼎的材质是一样的。说罢，他冲阿曼道：阿曼，帮我垫个脚。闻言，阿曼双手交叉放置在腹前，寒风敏捷一踩借力，高高跃起，攀上了巨鼎边缘。看清鼎中装着的东西后，寒风呼吸乱了几拍。箱子外，秦墨没听他说话，心中焦急，里面有什么？他只恨不得伸个脑袋进去看。听他问话，寒风声音干哑答道：鼎中是人，巨人种。白石顶入一口圆形的棺材，里面有一个4肢修长、皮肤死白成蜡制的干尸屈膝团坐。只看头颅大小，这干尸体型十分巨大，即有寒风2倍高，额上生着兽角似的鼓包。这些巨人是祭品，凡祭鼎烹的仪式在大夏一直延续。眼下寒风一眼认出，这种鼎中烹人的仪式也是祭祀的一种，只是和他所认知的不同。这里鼎中坐着的祭品要稀少昂贵很多。寒风一只只鼎攀上看过，鼎中都是巨人种，若是细看，可以看见这些白色蜡质皮肤的巨人种身上有明显的宰杀鞣制痕迹。盘坐鼎中的姿势统一面西仰头望天，他们是死后被人为摆放成这样的。寒风没有去动鼎中巨人，回到地面后，学着这些祭品的姿势转向西仰头望天。在旁警戒的阿曼不解其意，但他没有分神跟着去看或者问话打断寒风。片刻后，他听见寒风有些发紧的声音道：这些祭品也在仰望神明。闻言，阿曼仰头看了一眼，旋即呼吸一滞。神祠顶端有无数大小方形的石块组成，只有他们，阿曼嘴巴蓦然开合，说的却是自己最直观的感受。天空俯瞰的幼年神灵望着人间正在哭泣，这白色神祠中空荡荡，阿曼的问话当出回音。寒风耳中嗡鸣，竟好似神魂都抽离，胸口目珠并着心口正中的朱红烙印齐齐发烫。怀梦草的梦境中，他曾见过上神，直觉告诉他神祠顶端的眼瞳与上神有关，更准确严谨一点说，神祠顶的眼瞳可能就是幼年时的上神秦墨。这些屈膝在顶中的祭品全是为了祭祀他。寒风心神不定，老是将所见到出。
箱子外，秦墨举手摸了摸自己右眼角的红痣，后背生出一层汗。他清了清嗓子，问：你能看出那双眼睛大概是多大年纪吗？韩风不知他心中作何想法，凝神看后答道：应该如人类3、4岁幼童。3、4岁？秦墨脑中回忆了一下，发现自己对这些毫无记忆。小时候他生父生母之间感情还不错，带着他在外地生活。秦墨只对一件事有印象，白色的幼儿园，班上学生只有5、6个，午餐时的蜜瓜特别甜。还有他似乎暴揍过要抢他蜜瓜的同学，其余的就什么都记不得了。见他不说话，箱中韩风有些着急。上神，您没事吧？秦墨揉了揉眉心，觉得头有点疼，深吸口气后道：没事，你们继续。站在神祠中的韩风嘴巴开合数次，终究不敢继续探听，对阿曼道：向前走，小心点。身处神祠之中，遇上变故，秦墨是无法庇护他们的。高处眺望时，可见神祠后半部嵌在山体之中，真正行走才能发现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间。越往里越是空荡荡，光线也越来越暗。韩风和阿曼不得不打起自制的火把，一寸寸搜寻关于这座神祠的线索。但让他们失望的是，神祠中空空如也，除了那些摆放祭品的白石巨鼎，神祠中就再也没有别的线索。韩风心口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就在他手中火把忽明忽灭闪烁时，突然前方场景一变，冲天红光中，一道巨大玉璧矗立在道路尽头，隔着老远，韩风二人都能感觉到一阵接着一阵的炙热温度直扑面门。走到边缘，阿曼看了一眼就立刻缩回脑袋。只见玉璧前方有一个直上直下的巨坑，边缘齐整为人工修筑，里面流淌着熔熔岩浆，高度让人头晕脚软。阿曼忍不住向后退了2步，韩风却神情一喜，更凑近看火坑前的玉璧。白色玉石上简单的线条雕刻着图画，一个长发披散的人将双手和长发被捆缚在一起，悬吊在一棵巨树上，是微球叔叔。韩风认出了火光后的壁画内容。箱子外的秦墨骤然沉默，什么玩意？上神不知道，上神在思考怎么问不会丢脸。幸好旁边还有个阿曼，阿曼代替秦墨问出了他最想问的话：什么是微球叔叔？韩风猛然抽神，解释道：图中的人叫微，大夏上古神话中微曾与2父共杀人首蛇身的亚羽，后天帝以不死药救活了亚羽。本性情老实善良的亚羽复生后，却神志迷乱，变得残暴，化为怪物。为惩戒杀害亚羽的人，天帝将微拘禁在传说中的叔鼠之山，给他的右脚戴上镣铐，将他的双手与头发反绑在一起，吊在树上。阿曼在洛阳游学过，能理解韩风的大概意思。他挠了挠被岩浆烤得发烫的脸道：啊，难道金鞍山就是传说中的叔鼠之山？这里还囚禁着微？出乎意料的是，韩风摇了摇头，并非如此。微球叔叔的壁画常在画在监狱囚笼中，仅代表……阿曼接话道：代表这里是囚笼。韩风蓦然颔首，阿曼忍不住又挠了挠脑袋，这与上神所说的相符。秦墨早先就曾怀疑过，金鞍山中可能关押着东西，浑身雷霆的雷鸟便是看守。这下误打误撞蒙对了。韩风视线又在那幅微球叔叔图上扫了2圈，无意扫至某处时，他眼瞳一缩，大步走了过去。阿曼急忙跟上，走了2步，倒吸一口凉气。只见竖直的坑边竟有人凿石打桩，搭了一架向下的绳梯。阿曼急步上前，拇指食指扯了扯那绳梯后道：是沙溪皮编制的，特殊制作的绳索，水火不侵，千年百年依旧坚韧。沙溪只活动在金鞍山附近会用沙溪皮编绳的，只有附近的沙民部族。阿曼忍不住看向韩风，鬼方部的人下去了，去了烈焰环绕的囚笼中。阿曼口舌发干，几乎不敢想这神祠底岩浆中关押着的东西是个什么状态。他提议道：不弱，我们想办法将大鼎中的祭品带走一具，想来作为证据应该是够的吧。阿曼自己都越说越心虚。韩风面沉如水道：我下去一探。他其实不必如此冒险，上神虽无命令，但胸膛正中的烙印一阵接一阵发烫，他总觉得下面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此前上神曾说连星空也看不见，或许他是被囚禁在某处。想到这，他下去一探的念头越发坚定。阿曼听得啧舌，玉衡君军士再强横也是肉体凡胎，这下头可是岩浆，如何顶得住？这般说着时，韩风已摘去了身上套着的皮甲，脱了中衣。他取出泡着肥衣蛇胆的水囊，捏破蛇胆，将苦黄胆汁涂抹在身上，很快手脚麻利，做好了下去的准备。阿曼劝不住，只得从旁协作，帮他涂抹胆汁。这些胆汁可帮助他稍稍抵挡热气。准备完毕，两人约定一个时辰为限。韩风赤裸精壮上身，口中横雕环手刀，沿着沙溪皮编制的绳索向下爬去。微球叔叔玉璧前的坑洞直上直下，有明显人工雕琢痕迹，站在边缘便觉热浪扑面。阿曼眼睁睁看着韩风后腰挂着临时打包的水囊等物，孤身攀爬下去。他心中焦虑，强忍热度探头道：韩队帅，
你小心！踩在沙溪皮制成的软绳梯上，韩风暂停动作，他叼着刀，仰头冲阿曼笑。许是他笑容有点过于爽朗灿烂，阿曼心中稍定，我会为你守好退路。他面部布条散开，露出干巴紧缩的脸，瞧着有些狰狞。韩风一颔首向下爬去，橙红色半凝固的岩浆在脚下100丈位置缓缓流淌，时不时刺啦燃烧一团火焰。坑洞中异常安静，只有韩风略微粗重的喘息声。箱外的秦墨听得真切，不自觉跟着紧张。为了避免失足掉下去，摔得青一筷子一块，韩风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尽量身体紧贴岩壁，以防沙溪绳梯突然断裂。就这样下了一段距离，韩风发现了一处突兀的平台，约有棺材大小，是人为以木板搭建的临时落脚点。木板脆朽的不像话，上面躺了一具残缺的干尸。这干尸死在这不知多少年月，在下边岩浆的烘烤下，变成了近乎腊肉之地，厚厚覆盖着一层灰。韩风试探着往台子上踩了一下，只听擦擦声不绝于耳，烤得脆朽的木块簌簌往下掉，平躺在上的尸体也跟着滑落。韩风见势不妙，张臂一捞，他个高手掌，一把将那躺了不知多少年月的腊尸拦腰揽进了怀里。尸体风干多年，落满火山灰，并没有什么臭味，只是腊尸面皮紧缩龇牙咧嘴的脸几乎贴在韩风的胸口。他不是让开些距离，一手绕过沙溪绳梯固定身体，他将咬在口中已被不时之需的长刀向后一挽背在背上，固定住身体，正要细看着腊尸服饰，找找能不能发现点什么线索时，突然身前传来呵呵喘气声。韩风皮肉一紧，立刻扼住怀中腊尸的脖子，将他提远一些。腊尸手脚颤颤，眨眼间竟开合嘴巴，学着活人般呼吸，睫毛茬儿浓密的眼皮像是2片没水分的瓜子壳，以极缓慢的速度试着张开。此处有旱魃尸出没，干尸活化十分正常。韩风并不慌，他一手挽住绳梯，扼住腊尸的那只手抖了2下，将覆盖在尸体表面的火山灰抖落。这哼哼唧唧如100岁老头卡痰的腊尸身上服饰彻底展露无遗，热气烤制多年的衣裳脆得像薯片，褪去了昔年鲜亮的颜色，但腊尸脖子上粗大的金链却在抖落了灰尘后散发微光。金链上有古老鬼方鸟的金牌，上头嵌着的黑曜石裂开从空中落下，是鬼方部的人。赵世平等级看应该是族长身边禁卫。这般想着时，韩风手中的腊尸总算费劲地睁开了眼睛，他头一垂，便要撕咬韩风的虎口。韩风神色不变，信手将他往岩壁上一按，只听咔嚓一声后，腊尸的脑袋脆生生被他按扁。韩风拽下尸体脖子上的金链，随后撒手任由脑袋瘪瘪的腊尸自由落体，最后咚一下摔在岩浆上，下头的越来越热，汗滴顺着韩风隆起的肌肉向下滑，没入裤腰。他感觉肺都快要被热气烧烂，但他习惯了不抱怨自己忍着，因此调整呼吸，一直到脚踩在坑洞底部白色石道上，方才松口气，沙哑着声音给秦墨报平安。上身，我下到地下了。这般说着，他四处打量，人工搭建的石路悬在流淌的岩浆上，这里处处覆盖着厚厚的灰烬。韩风脚底咔嚓咔嚓踩碎了些白色玉壁，在灼热的空气中，他嗅到了一些狗臭味。蹲身在白色玉壁之间，发现了好些纠结成团的红色毛发。兽吼食火声，这里是兽吼的伙房。寒风话落，秦墨的视线不由一转，看向了被他抓出箱子的那只杀马特兽吼。这一看，便见那只杀马特兽吼不知何时醒了，一声不吭的蜷缩在保鲜盒一角。秦墨早前担心的越狱等情况都没有发生。这杀马特兽吼十分识时务的将脑袋埋在2爪之间，一旁的夫猪不知是不是故意，嚼着秦墨给的零食，俨然将这兽吼当成了热闹看。秦墨斜了夫猪一眼，见这杀马特兽吼似乎没有那么野性不驯，他心念一动，拿起关着兽吼的保鲜盒，一抖手将4爪扑腾的他倒进了夫猪的鱼缸，问夫猪命令道：能收服吗？福猪鹿脸上写满不乐意，他是水之灾兽，跟这些爱吃火浑身小狗味的家伙不对付，不过上神的命令他是一定要执行到底的。福猪精神昂首走到红毛兽吼前，他体型碾压兽吼，加之萦绕屋中的陌生恐怖气息，兽吼早吓得不行。在福猪垂下脑袋展示他的鹿角前，兽吼嗷呜一声窜向了秦墨的方向，自脑门正中挤出一个亮红色犬牙虚影，是他的臣服印记。本着要拜山头就要拜最高那座山的原则，兽吼冲秦墨呜呜咽咽亮出肚皮，那谄媚模样激得福猪想要上前踩他。早前经历过福猪臣服，秦墨已经知道这虚影是什么意思，略迟疑了一下，他抬手接下了这枚印记，印记化为一行字符，没入秦墨的掌心，消失不见。相较于上一次福猪臣服，或许因为位格问题，动静小了很多，但对秦墨对这只兽吼的掌控却高于福猪，一种微妙的可沟通感，让他看见这只兽吼仿佛看见家里养了很久的小狗。秦墨伸出手，在鱼缸底部打滚的兽吼小心翼翼凑上前来，在福猪骤然写满嫉妒的钢蓝色眼睛注视下，
花生大小的瘦猴用他热乎乎的脑门蹭了蹭秦墨的指尖。湘中世界，韩风独自站在沿江石道上，他嘴里含着混了肥一蛇胆汁的水，小口小口咽下。作为玉衡军中数一数二的追踪猎手，辨别方向这种事情不算难。嘴里的蛇胆水苦的直冲脑门顶，韩风蹲身查看地面肥夷爬动的痕迹，石道上时不时就有一两个路标式的鬼方部尸体为他调整方向。他信手将一个矗立道旁，将要起事的鬼方部蜡尸推入岩浆。在蜡尸被岩浆烧得噼啪作响，韩风隐约听见刺啦刺啦的声音，很有节奏，成群结队。而远处出现了2根巨大的立柱，韩风毛腰疾步前行一段距离，藏身在立柱后观察。立柱后是一片巨大的白石广场，中心是一团被灰烬覆盖的巨大玩意，上面是一层厚厚的烧焦壳子，实在看不清是什么玩意。在这玩意附近有许多游走的蜡尸，这些蜡尸环成圈状，有规律的游走。韩风喉头一动，缓缓将口中含得温热的蛇胆汁水咽下。这里的温度更高，积雨在炭炉中无益，他身上连汗水也烤干了，裸露的胸膛背脊尤其2只手臂起了一串水泡，只是因他吃过麒麟肉，烧伤这才没有恶化。这样近的距离，韩风发现了一些事情。这空洞中无尽的岩浆，竟然都是从广场中间那隆起的巨物身下流淌出来的，像是流淌的鲜血。他强忍眼不着痛，看那隆起的形状，想辨明究竟是什么未果，只能看见那物被成人大腿粗的链子束缚住。那会是这金安山中的山神吗？韩风脑中念头急转后，四下搜寻祭台，若是山神，必有神位领主。这一找，倒真的被他发现了些东西。只见那隆起之物的右侧有一方石台，常理而言，那便是祭祀之处。可韩风却看见石台周围散落着些半融化的金饰、陶罐，还有武器弯刀。石台上大块木料堆垒，不像祭台，倒好像棺椁，明显仿造了最高规格的帝王黄肠题凑。那些堆垒的木料看着挺像样，可真正的帝王棺椁都是地修木堆垒。地修木又称不愁木，生于少室，水火不侵，万载不化，哪像那台上的劣质玩意，已经肉眼可见的朽烂。见那劣质的黄肠题凑和周围游走的蜡尸，韩风心中已有答案，只怕棺椁中躺着的正是多年前引发沙民之乱的鬼方首领。被大夏打败的鬼方首领来到了这里，或许是发现自己的努力无用，或许是想借歪门邪道的力量。总之他鸠占鹊巢，霸占了山神祭台，为自己做了个不伦不类的黄肠题凑。王昶先前的猜测是对的。韩风举手掩口鼻，缓和呼吸间灼烧的疼痛，他决定冒险过去一趟。韩风以极慢的动作摘下后腰水囊，饮了一口胆汁水，又在口中含了一口。随后他将火油挪到随手可以拿取的位置，摘了长刀在手，拱背前行过去。游荡在棺椁附近的蜡尸没有多少杀伤力，但韩风恐惊扰别的玩意，动作极轻，将一具巨蜡尸拖到柱后，拧断脖梗推下岩浆。很快广场上的蜡尸竟然清理大半，至于零星几个实在太靠近中心，不好下手。韩风从柱子后伸出头观望，脸上密布烧伤的红痕。他又仰头喝了一口苦涩的蛇胆汁水后，朝着那最后几个蜡尸而去。这一次他出手快了很多，几具蜡尸躺倒在地时，他以双手攀上了石台。只是往石台上的椁室一看，韩风心凉了一截。椁室之中空荡荡，不见彩棺。摸着烫热似炭的椁室木料，韩风将腰间装满火油的水囊全砸进了椁木上，清亮的油脂将椁木内外浸透。韩风并未点火焚烧，而是转身欲要退下石台。刚退一步，他神色一变，加快速度退出，同时跃下石台，往广场中央那被铁链束缚住的巨物脚下一滚，就地蹲坐在烫热灰烬中，只留半张脸露出在外。他刚藏好，只听远处传来密集的嘶嘶声，周围温度骤然又拔高一截。韩风一动不动，如在炭火中，身上各处被灼烧，蠕动的肥夷簇成团潮水一般涌来，及至石台上，肥夷群散开，露出一口彩漆棺。这棺材近看比较粗糙，左侧面画着一个戴冠冕的领袖领着勇士踏入火中，火上有金安二字。韩风半蹲在灰烬中，将一切尽收眼底。他越发笃定，这就是那个即将出关的汉拔师。在肥夷的簇拥下，棺材换了个方向，缓缓推入椁室。这一让一退，棺材另一面展现在韩风眼前。他瞳孔骤缩，相比另一面，这面的内容精致复杂许多。上面描画了一株通向天界的巨树，作为通道的巨树熊熊燃烧烈火。巨树有5只树根，其中一根下，人首蛇身的亚羽首尾相连盘踞，周身铁锁加身，终日以自己伤口淌出的岩浆焚烧着。一个木偶，不只是焚烧，也是囚禁。韩风心跳快了几拍，呼吸也有片刻混乱。这时已进入椁室的汉拔官突然一停。汉拔师和他的御史肥夷等都不是那么聪明，不太具备思考这种能力，但本能还在。察觉有异，遍地肥夷骤然支棱起身子，
无数畸形的类人脑袋朝着韩风这个方向看来，见藏不住，韩风抛开杂念，骤然从热灰中暴起，扬手朝着肥夷群抛洒出一把蟾酥粉末。蟾酥天克肥夷，肥夷群顿时乱作一团散开。咚的一声，彩色旱魃棺落地，棺盖震出一条缝隙，一只漆黑似墨有经纹的干瘦手掌从缝隙中探出，手腕一转，便要掀开棺盖。就在这时，韩风攀上高台，跃起双膝，重重朝着棺盖一压，开了条缝的棺材又严实合上。韩风双掌握刀，刀尖朝着棺材板一定，应声定死棺盖后，弃刀后撤。一根点燃的火折子打着旋落在有火油的地面，烈焰升腾而起，呼啦，火焰升腾而起。这极热的地下空间顿时一股子焦臭弥漫石台，满地肥夷在蟾酥燃烧的气味中四处乱撞，成团的滚进火焰和岩浆中。彩漆棺材静静躺在火中，棺身上描画的彩漆烧得卷边翘起，逐渐焦实。韩风后退一步，将身上最后一袋火油扔向棺材，火焰顿时爆燃。韩风所在的距离实在太近，火焰舔上他的右边脸颊，他自己都能听见右脸颊被烧伤的声音。他细微倒吸一口气，旋即咬紧牙关。在秦墨问他发什么事时，哑着嗓子回了一声没事。只是下一瞬，火焰中的旱魃尸棺发出一声闷响，韩风定住棺材板的环手刀锃一声弹开，彩漆棺被一只漆黑有经纹的粗大手臂猛然掀飞，露出了棺中旱魃尸的真容。在这神异之地占据神台，棺中尸首早已不复人类模样，裸身入棺的尸体化为竟有2个韩风高的人形怪异，似墨的漆黑皮肤上爬满经纹，经纹只差脚背那一丁点就能密布全身。经纹长满时，就是旱魃尸成熟出棺之日。照着人类体型制成的棺材不合体，旱魃尸为了藏身其中，不得不侧身屈之，身体骨骼多有异变。旱魃尸沐浴火中，抖动手指发出清脆的骨骼噼啪声。被迫提前出棺的他倏然张眼，扭头看着韩风，沙弥独有的金瞳浑浊无比，旋即变形的手部一撑，像脱壳一般从棺材中拖出。棺材中挤压变形的扭曲肢体似竹节虫，手足并用在火焰中朝着韩风爬来，一边爬一边发出一种极怪异难听的嘶吼。任何人都不会原地等死。韩风从石台跃下，这里到处都是肥夷，被蟾酥逼得发疯的怪蛇胡乱相互攻击。韩风从高台跃下，身上便被咬了好几口。他恍若未觉，将一只毒牙深深钉入他上臂的肥夷扯下丢开，朝着他佩刀弹飞的方向跑去。高台上，还没成熟就出棺的旱魃尸在烈焰中仰头长啸，仓促出棺的旱魃尸乱爬乱滚，沾了更多的火油，被烧得跌下石台来。又见遍地肥夷不听使唤，半焦的旱魃尸看着韩风的方向，金瞳闪过如人一般的愤恨。他颤动喉部，又发出一声接一声的怪叫。远处传来扇动翅膀的声音，山脉深处仅存的鱼鸟群应旱魃尸召唤，成群结队飞来。韩风就地一滚，避开一只朝他后脑啄来的尖喙，将烫热无比的环手刀捡回手中，向后一撩，半空将一只鱼鸟斜斩为2半。韩风起身回头，只见四目双瞳的鱼鸟簇拥着畸形无法独自站立的旱魃尸，漫天黑雨掠过岩浆，虎视眈眈朝他而来。韩风心脏在胸腔中砰砰直跳之际，远处石道上突然传急促的爪子哒哒敲击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的狗叫声中，成群兽吼如涌动的火焰朝着这边扑来。为首的正是那只脑门中间斜搭着一缕白毛的杀马特兽吼，兽吼实火，无惧岩浆的温度，身轻加上速度极快，可帅气踏着半凝固的熔岩奔驰。万物相生相克，有自己的生存规则。兽吼从来只在外围吞噬火焰，从不会多事踏足这片地下白石广场。此番反常集结而来，漫天鱼鸟飞行的轨迹都乱了一瞬。韩风捉刀斩杀了一只鱼鸟，心中疑惑之际，听见许久未出声的秦墨道：“这些小狗是友军，跟着他们撤走，福珠会在外面接应你们。”秦墨一直没说话，自然不是只在旁边看着。在杀马特兽吼臣服后，他来不及给自己的新小狗取名字，就将它连同福珠一起放回箱中。杀马特兽吼口吐白沫落地后缓了一阵，就立刻召唤部下来到他们食火的食堂。兽吼群两配合，与飞扑的鱼鸟撕咬成一团。韩风听闻秦墨的话，只愣怔了一瞬，随后他看向为首的兽吼之王，一人一兽隔着火焰对视了一眼后，瞬间达成默契。旱魃尸。韩风一指被鱼鸟群簇拥的旱魃尸。杀马特兽吼脚步不停，周身蓬松红毛似火，脑门搭着的那撮白毛乱甩，嘴上应了一声汪，2个一前一后朝着旱魃尸扑去。杀马特兽吼身边有9只体型硕大的护卫，跟随之后扑入火中，嘴巴一开一合，竟将火焰如棉花糖般撕咬吞进口中。一时间满场红毛黑羽厮杀在一起，护在旱魃尸左右的鱼鸟应接不暇，竟被2道身影同时近身。在旱魃尸后退半步时，杀马特兽吼扑在他的后背，张嘴咬住了他的左肩。
而韩风手中环手刀正劈在他的右颈。汉拔师身上黑皮十分坚韧，这一丝一刀竟只破开了表皮，但韩风与兽吼对视一瞬后，齐齐朝着两边拉扯。在汉拔师如喉咙生锈的嘶吼声中，他被从右颈撕开一道直抵颈骨的裂口。韩风抽刀又劈下，烫热的刀刃砍在汉拔师的颈骨上，只听当的一声，颈骨崩开一条缝隙，韩风的刀也出现了一道裂痕。韩风满是烫伤的双手虎口迸开，鲜血如注。汉拔师胡乱挥动手臂，一掌挠在韩风赤裸的胸膛，他胸前挂着木珠的皮绳顿时断裂，胸口正中烙印的红点也被撕扯开，仿佛慢镜头，木珠飞在半空，烙印红点处流出一滴如红浆果似的血，木珠落入灰烬中，顿时升腾起火焰，一股奇异的木香霎时间充斥地下空间。火焰中的木珠上半截皮绳化为灰烬，但那不知在韩家流传了几代的木头珠子竟轻轻一动，缓缓生出一个极细的嫩芽。这嫩芽摇摆在烈焰中，汉拔师也好，漫天的鱼鸟和红毛兽吼也好，全都呆愣在原地。韩风紧紧握着断掉的佩刀，耳畔传来了他自己的心跳声，一种令众生避忌的搏动骤然在空洞中回响，如死物一般被铁链束缚在广场中心的庞然巨物突然一动，身上覆盖着的厚厚火山灰大片大片裂开，露出下面鳞片暗淡早已死去的人首蛇身异兽。亚语人首蛇身象征囚笼谋杀与疯狂，大片大片灰尘抖落，凝结在亚语身上的黑灰色壳子裂开，露出下面的一具尸体。这古老强大的生物毫无疑问早已死去，盘卷的蛇躯上密布刀砍斧劈的伤口，这些伤口中日夜不停流淌出的是灼灼岩浆。粗大的铁索深深捆住亚语的身体，将他的尸体牢牢固定在这地宫不知多少年月。当覆盖在亚语身上的熔岩壳全部脱落，韩风嗅到了浓烈的腐臭味，身侧传来些声响，却是汉拔师不知何时早已如罪人一般抱头跪倒在地，瑟瑟发抖。杀马特兽吼挂剑一样，利齿还叼在汉拔师的颈侧，红毛炸成一团熔球。火焰中，木珠生出的嫩芽只长了一个小小的芽头，就好似没了后劲，静静躺在灰烬之中。亚语尸体又是一动，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竟缓缓抬起流淌岩浆的头颅。他无手无脚，人首蛇身，体型极大。这一抬头，整个地下都随着他的动作晃动。岩浆横流之际，亚语张嘴朝着那颗小小的珠子咬来，动作间岩浆流淌，窃据人家祭台的汉拔师动也不敢动，被岩浆淹没。滋滋啦啦的声音中，很快化为一团焦骨。漫天鱼鸟各自奔逃，红毛兽猴也骚动起来，隐约可见不顾兽王约束拔腿逃走的。杀马特兽吼心颤颤，叼着韩风的裤腿扯了一下，示意他准备跑路。这个等级的存在不是他们惹得起的。韩风方才一通恶战，脸烧烂了半边，满身都是烧伤和鱼鸟抠抓的伤口，只是肾上腺素作用下不太觉得疼。被兽猴扯了一下，他骤然回神，他不是什么脑子进水的蠢玩意，这要命关头冒险去捡珠子，只心中有些遗憾，每次秦墨现身，这木珠都会烫，遗失总觉与上神的联系少了一层。他暗自遗憾，挪动脚步便要和兽吼群一同退走。就在他转身之际，脚步一顿，迟缓起身来叼木珠的亚语盘曲的蛇身松开了些。韩风看见了被亚语蛇躯裹在最中心的东西，是一个木偶，如成年女性般大小，做工粗糙古朴，手脚直挺挺没有关节，脑袋光秃秃没有五官，辨不清男女，腹腔不敞开，里头空荡荡呈现原木色，肢肉眼看十分平平无奇，没有半点被亚语这种上古异兽尸体困住的理由。韩风胸口正中被汉拔师抓烂的那红印处，前所未有的发烫，他撤离的脚像是被钉子钉住，一股强烈的直觉告诉他，那应该是属于神的东西，他应该去拿到那样东西。和他一样停住的还有杀马特兽吼，一人一兽又对视一眼，随后齐齐朝着亚语师奔去。亚语尸体死了不知多少年，身体一部分闷着烂，一部分已经石化，因此动作十分缓慢。两道影子窜去，相互配合着靠近。韩风在兽吼背上借力踩了一下，高高跃起，攀着亚语朽烂露出体外的骨骸，整个人钻进了亚语蛇躯中。兽吼却是四脚一转，先亚语师的人面一步叼起了燃烧烈火的木珠。兽吼使火，木珠燃烧的火焰香的他一边跑一边哈喇子直流，可使物质玉化的唾液浇灭了木珠上的火焰，却从嫩芽上划开。亚语师早已死去，是不具备任何神智与思考能力的，来衔木珠只是因他还残存的本能。被兽吼将珠子叼走，亚语师亦傻乎乎去追，如此一追一逃，反倒方便了韩风。他跳蚤似的攀爬在亚语身体里，扯着石化的内脏向中心去。很快他便爬到了亚语团着的木偶旁，木偶腹部胸腔都空荡荡，岩浆滴落在上，留下一片焦黑痕迹，但焦黑又很快恢复褪去，倒好似这木偶内部有无限生命力，可无限自我修复。韩风左右扭头观察退路后，
趁着空档一把将木偶抱住后急往外撤。傻乎乎和瘦吼你追我追的，亚雨师脑袋一顿，走。韩风并未因亚雨师不动就心存侥幸，长了眼睛都能看见亚雨师身上大片大片的崩坏裂痕。他抱着木偶一落地，便对瘦吼招呼一声，瘦吼叼着珠子爪子点动，脑门上的白毛一甩，示意韩风跟上。两个拔腿狂奔，刚跑到白石道上，只听见后面发出什么东西垮塌的声音，不必回头都能感受到那种烫人的热度。两个头都不敢回，自也看不见崩塌的亚雨和他身体里流淌出的无尽容颜。在瘦吼的带领下，把木偶夹在手臂间的韩风没有从下来的沙溪绳踢回去，而是随瘦吼群进入了一个兽爪挖掘出的兽道。前脚刚进去，后脚灼热的岩浆漫来，岩浆不似洪水声势浩大，但压迫感却远远胜过。韩风沉重喘息着，身上没一块好肉。黑漆漆的通道中，他与兽狂奔，身后的岩浆如活物追逐。就在体力渐渐不支时，韩风心一横，他可以死，但东西得送到上神手中，此物或许可助上神脱困。奔跑中，他咬开指腹上烧得快熟的伤口，舌尖尝到了自己肉的气味，他任由鲜血滴下。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在心中默念献祭的祷词。就在岩浆烧上他的脚后跟时，他手中一空，夹在臂弯的木偶消失不见。韩风踉跄几乎向后栽倒时，几只兽吼扑来顶起了他的后背，勉强将他背起向外奔跑。将木偶献祭后，韩风泄了口气，新伤旧伤的痛苦一起涌来，他手脚发软，瘫在兽吼背上，一时竟精神恍惚，眼看着就要睡去，突然眼前一亮，他被兽吼们暴力拖拽出地下，从神祠侧面一个岩洞中钻出，一滴两滴热乎的雨水从天而降，掉在韩风的眼皮上。迷糊之际，他听见了悠悠鹿鸣，听见了阿曼急切叫他的声音。他仰躺在杀马特兽吼的背上，两只被烧伤的脚耷拉在地，拖得血肉模糊，已经感觉不到疼痛的他，看见遮天蔽日的影子立在天端，朝他伸出手。寒风，下了一夜的雨停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宛如细密的丝线，穿过云层洒落在老城区。三个一身腱子肉的大爷去护城河旁晨练，从秦墨家门前经过，他们练习吐纳呼吸的长啸，穿透力极强。这种有点扰民的噪音中，韩风在10平米的粉红大床醒来，身下垫着一大团湿润的医用棉，整个像是在棉花里做窝的鸟。充血赤红的双眼勉力眨了一下，他不知自己身在何方，目之所及的一切都大得难以形容，让他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躺在屋子里，还是躺在一片平原上。韩风心惊之下挣扎着坐起，烧伤之处结的胶壳顿时撕裂开来，露出下面鲜红的肉。他在棉花团里挣扎了一下，手触到身下睡着的大床，突然一顿，这粉红颜色好熟悉。突然他听见有人有些着急的道：你起来干什么？躺下。韩风瞳孔巨震，后看见一个巨大的人靠近，看着他的眸子黑白分明，线条流畅，睫毛纤长，右眼尾有一颗小小的红痣。韩风将坐，失去了反应的能力。他在神界。秦墨看着棉花团坐着的他一阵着急，他将韩风用只勺子从箱子里挖了出来，细一看，早已昏厥的他伤势触目惊心，乍一看还以为是颗烧半糊的花生豆，难以想象正常人烧成这样还能活。秦墨不敢乱动他，研碎了一株箱子里献祭出来的不死草泡水，沾湿消毒棉窝在他身下。来到箱子外的韩风太小了，秦墨捏着细胞夹，实在不知从哪下手，火急火燎出门去买药。他去得很快，回来的也很快，见韩风坐在棉花团里一点反应也没有，越发着急。没等他去找细胞夹，轻轻捅跪下，韩风突然躺倒在湿润的棉花团里，蜷起身子，若非现在一副焦炭样动弹不得，说不得早已武当修成了一只虾米。韩风想说他没事，但他嗓子被烟气熏伤，说不出话，团身躺在湿棉花里，羞涩于自己衣不蔽体。其实他的担心纯属多余，秦墨视力再好，也不可能从一粒胡花生上看见什么羞羞小细节的。还道他是痛，忙放下了手中的购物袋。秦墨买了烧伤膏，还买了止痛的乙酰氨基酚，只是药量把握不住，恐用量过大给韩风吃个器官衰竭。秦墨拿着药物说明算用量，他如今巨大的体型让他脸上的情绪在韩烈这一丝一毫都遮掩不住。韩风半张脸藏在湿棉花里，清楚看见了秦墨脸上的担忧和纠结。他心中一定，上神如此坦荡关心，他扭扭捏捏反倒小家子气。上神俯瞰人间，什么东西没见过？他暗自给自己鼓了把劲，挣扎着坐起来冲秦墨比划。秦墨开始还没留意到，等他抽空看见，不由眼角一抽，你可别动了。韩风悻悻垂下头前，一指秦墨面前的小碗，里面是秦墨研磨的不死草，小小一株混水磨了也只得了浅浅一个碗底。你是说泡进去？得亏秦墨现在视力超好，否则都看不见他在比划什么。闻言，韩风点了点头。秦墨依言照做，将他连人带棉花从娃娃屋的粉红芭比床上移进了装着不死草汁的小碗里。
嘴上不忘叮嘱小心点，别抢水了。想了想，秦墨不放心，又给他调整了一下躺着的姿势。韩风现在体型随他轻松摆弄，须臾便被凉丝丝的药水包裹，只觉浑身火辣辣疼的皮肤被一股凉意抚过，他不由轻轻发出一声轻叹。秦墨细观察他，见他状态不错，松口气之时，心里也遗憾，那么帅气一人，现在满身烧伤，实在让人扼腕叹息。恐韩风难过，秦墨一点没提这事，取了一根小汤勺和新买的勾线笔，用酒精消毒后，打算给韩风上点烧伤膏。只是还没等他实际动作，已被垂着脑袋的韩风连连摆手拒绝。若让上神用那细笔似的东西给他上药，倒不如死在岩浆里算了。他没法说话，只得示意秦墨将勺子放在他身边，让他自己费力涂抹，那样实在造孽。就是秦墨这样冷心肝的，也有些不忍移开视线，去给他研磨瑶草。瑶草在小功夫杯里用勺子被研碎，秦墨取了一滴喂到韩风嘴边。韩风看着有他脑袋大的水滴，谨慎凑脸过去吮吸。他伤的实在重，秦墨看他每一个动作，忍不住屏住呼吸，生怕大喘气，他就死在那只小碗里。待喂完了药，才侧过头去长出一口气。秦墨在回来路上买了一碗白粥，韩风喝了一滴米汤后，可能是确定自己现在很安全，又可能是体力不支，他这才沉睡过去。秦墨用细包夹了一小丝棉花给他盖在身上，对接下来如何处置他倒是一时犯难，并不是他不想照顾，实在是生怕一个不小心把人养死掉。秦墨将韩风连人带碗带到书桌旁，书桌正中是秦墨的丝绒耳环盒，里面的红色衬布上躺着一个小小的人形木偶，这就像是他掉下去的手指头，是身体的一部分，却又离开了身体无法操控。这种感觉让秦墨很不舒服，索性暂时收好，不再去看。打开一旁的箱子，箱中世界一片灰蒙蒙，或许是失去了韩风这个锚点，秦墨的视线只能定在神祠左右。在他救治韩风的时候，箱中世界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飒飒细雨不止，让占据大半赤霞山的岩浆半凝固，漫天灰烬落下，玫瑰色的砂岩都显得灰蒙蒙。秦墨的视角定格在神祠上空，他不知随韩风一起进金鞍山的阿曼等人如何，是否已经逃出了岩浆的范围。歪着身子尝试卡视角看得更远时，突然见半凝固的灰色岩浆上有灰影晃动，细看是阿曼和留守原处保证后路的52等人，跟随他们身侧的还有几只在岩浆里蹦跶的红毛兽猴，肤珠傲慢的仰着头在远处行走，一副不屑与他们同行的样子。52等人一路走一路寻，找到了韩风被秦墨带走的地方，蹲身往地上放了一只铁签筒，里面是留给韩风的讯息。52等人一个不少，秦墨彻底放下心来，他有想过要不要将韩风送回箱子。52等人跟他同体型，应当会方便照顾，可他们来去时爬高上低走的险象环生，身手最差的阿曼好几次狡猾看着要摔进岩浆里，秦墨索性歇了念头，免得将一个重伤员送进去祸害两方人。52等人离开，消失在秦墨的视野中。半埋在岩浆里的神祠没什么看头，秦墨合上箱盖，他去查看韩风的情况，却听见他在睡梦中发出细碎呻吟，想来定是十分疼的。秦墨将买娃娃屋时送的防尘罩扣在韩风躺着的碗上，以他目前的体型，随便一只蚊子能将他吸成人干。丝毫没留意到自己家里压根没再出现过蚊虫之类玩意的秦墨去了厨房，打算炖个排骨之类，等韩风醒来给他补充点对恢复有利的蛋白质。下到一楼，秦墨对着林后院的窗户洗菜，突然他手微不可察地顿了一瞬，又来了那种暗处的窥视感。秦墨猛抬头去看，围墙上却什么也没有。他冷面擦干手上的水渍，摸出围裙里的手机，拨打了宗立留给他的电话。电话很久才接通，听到那边迷迷糊糊传来一声喂的时候，秦墨都有一瞬无语。说好的保护呢？就睡大觉去了。电话那头宗立说话带着浓浓的鼻音，放心吧，张朗在那边呢。昨夜下雨的时候，是宗立在秦墨家楼下值夜，他一不小心就有点感冒，白天张朗去换班，宗立这才抽空回文保所补觉。不过他的解释没让秦墨放心，那个叫张朗的哥们看着实在靠不住。秦墨有礼貌，没将这话说出口。电话那头的宗立却仿佛洞悉了他的想法，道：张朗只是性格有点窝囊，他身手是我们组里最强的。话说到此，秦墨觉得没有继续纠结的必要，将自己感觉被窥视的感觉告诉了宗立。宗立倒是很重视，说他会叫张朗马上去看看。挂了电话，秦墨往炖汤的砂锅里丢了2片姜，把汤炖上，回到2楼。不等他看看韩风情况，外头街道上传来单方面的争吵声，街坊老姨们熟悉的大嗓门嚷嚷开来。秦墨走到窗边一看，就是一愣，街尾的许姨妈手上拎小鸡一样拎着一手长脚长的人。许姨妈1米5个子，但气势2米，硬是压得那高个男人大气不敢喘。细一看那身黑风衣，不是张朗又是谁？这人1米8几，窝囊囊被许姨妈提溜着后颈，双手交叉在脸前，一副不要打脸的德行。秦墨都忍不住惊奇，
人怎么能窝囊成这样？许姨妈性格在奇葩遍地的老城区也是有数的泼辣，人强她强，人弱她更强，饭在她手上，天王老子也敢撸袖子较量一番。更不用说张朗这一眼窝囊废。秦墨不知张朗怎么招惹了他，站定窗前细听，只见许姨妈一手拽张朗领子，将他扯得跟他同高后，另一手利落拔鸡毛一样去薅张朗的头发，嘴上骂骂咧咧，我就听说这街上来了陌生人，就是你昨天在路灯下站了一夜吧？说你挨着看什么？张朗淋了一夜雨风衣像梅干菜，双手护脸抱头，嘴里道对不起，他我了半天也没说出个一二三来。这下许姨妈更是生疑，要拉着他去报警。这街上少有不爱看热闹的，许姨妈大嗓门一喊，街尾麻将是嗖嗖伸出5-6个脑袋，看黑眼圈和头发油腻程度是奋战了一夜。见街上嚷嚷的是许姨妈，街坊们以为出事，纷纷围拢过来。幸好的是张朗模样太窝囊，倒没人跟他动手。大清早去烫头的石婆脑袋上还顶着卷，他很有法律意识，眯着眼睛在手机上划拉报了警。一直到张朗被扭送走，秦墨都没有出去，他静静站在楼上观察，视线锁定在许姨妈身上。楼下众人吵吵嚷嚷，却没有说谎的。但许姨妈出现太过巧合，秦墨才发现有人在看他。没多久，张朗的工作就被干扰，尤其许姨妈说过的一句话，听说街上来了陌生人。听谁说的？秦墨观察着许姨妈的背影，掏出手机给宗立打了个电话，你那个伙计被热心街坊扭送警察了。脑门贴着退烧贴的宗立诈尸一样坐起来，啊！秦墨又重复了一遍后道，你去捞一下人。宗立脑袋疼得好像被刀劈过，秦小姐，你待在家里不要走动，我会很快处理好这件事情。他没有抱怨秦墨为什么没下去帮忙澄清，任何时候没有让受保护人离开家去管这破事的道理，只是临挂电话前小声嘀咕，这倒霉催的。3小时后，满屋都是排骨汤的味道。韩风昏睡未醒，秦墨将他和箱子放进衣柜藏着，然后拿大海碗装了一碗排骨汤，径自去了许姨妈家。许姨妈家孙子念小学，中午一定在家做饭。秦墨去时他还在摘菜。许大姨，秦墨将汤碗往桌上一放，先说了登门拜访的借口，马上7月半了，我外婆生前最爱吃您做的凉菜，我想请你那天帮忙做一点。老城区人情味浓，街坊平常相互叫吃饭送菜才很平常。许姨妈想也没想一口应下，也收下了秦墨的排骨汤。这时秦墨闲聊似的提起，对了许姨妈，听说您今年往警局扭送了一个什么人，怎么回事啊？一提丰功伟绩，许姨妈就得意，拉着秦墨的手唠开来，嗨，就是个看着跟电视剧小流氓似的人，怎么看都可疑。许姨妈一拍大腿，大热天一身黑风衣，不是坏蛋就是脑子不好使。秦墨默默坐在一旁，无声微笑。在许姨妈絮叨的描述中，秦墨还原了当时的情况。这事细细说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因沟通无效引发的巨大误会。张朗在持续高温的情况下，穿着一身和天气和老城街道格格不入的长风衣，想去秦墨家后院查看时，被许姨妈抓了个正着。这老城区10多年前是出了名的毒窝，瘾君子和小毒贩无数，每年扫黑除恶，街坊个个警惕得很。张朗面色苍白消瘦，在许姨妈看来，那是妥妥的白粉仔。看见他想往后巷走，脑中警铃叮叮叮直响，上去一把扯住张朗衣领子，把人薅到街上嚷嚷开来。张朗又是个3棒子打不出个屁的，这才出现了之前那一幕，直接被各路热心群众送进去喝茶。许姨妈还炫耀道，那小子跟哑巴一样，一看没憋好屁。末了还叮嘱道，你一个人住要小心点。全程秦墨都只听着，这时才轻轻点头，许姨您做饭吧，我先走了。许姨妈在围裙上擦手要送他，临跨出门前，他突然问，对了许姨，你刚才说是谁告诉你老街来了陌生人的？他问得很突然，许姨妈下意识脱口而出，就一个路过的小青年，好像是来玩的游客。话说完，许姨妈自己都愣了一下，一个陌生的游客告诉他街上来了陌生人，似乎哪里不对劲。秦墨哦了一声后问，小青年是不是又高又帅？秦墨的问话极有技巧，在他引导下，许姨妈忘记了违和，八卦之心大起，不遗余力向秦墨描述起了那人的长相。是帅，白净又高。许姨高高举起手比划了一个高度，年纪跟你差不多，一身白色运动服，背个棕色包，全是名牌，脸上随时带着笑，说话也文质彬彬的，就是这样一个形象的人，许姨妈才会下意识相信。秦墨将这些信息默默记下，打趣道，我就说不是帅哥，您不能轻信。许姨妈一恼，做事要打，死丫头，都到我头上来了。秦墨笑眯眯闪开，径自出门回家去。关上门的瞬间，秦墨脸上笑容消失。对方对宗立和张朗的太了解了，他清楚知道张朗窝囊的性格弱点，这是一个下马威。秦墨捏着手机，检查了出门洒在窗户和每道门缝下的面粉，鬼影腾过处都会留下一种灰色的粉末，如果有东西进过他家，就会留下痕迹。他仔细查看，发现洒下的面粉都完好，
检查到后院时，秦墨在后院院墙发现了极少量的鬼影藤粉末。对方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在他不再时进他家，只是受到了什么阻碍。秦墨心念一动，自然而然想到了他床底下那具龙骨，会不会对鬼影藤也有一定震慑作用？他不确定，但从鞋盒中取了几片焦黑的细鳞，放在屋子隐蔽处，又在前后花园都埋了2片。他从杂物间捡到的龙骨本来就不大，脱落的细小鳞片更只有米粒大小。秦墨往缝隙墙根一塞，自己都不一定再找到。做完这一切，他洗手回到家，坐在书桌旁捏着手机细思。无论是幕后之人布置下那样嚣张的大场面依旧从追捕中逃脱，还是他对蟑螂2个的了解，无一不表明警方也好，文保局也好，都落如筛子，靠不住。他得靠自己。秦墨被接二连三的事情折腾的脑仁疼，吃下去的加绒草效用也快要过去。他打了个哈欠，去衣柜中把韩风躺着的那个小碗取了出来，想要看看他的情况。这一看，秦墨顿时皱眉。韩风更糊了，原本只半糊，现在肉眼看上去身体却已经裹了大半焦黑的壳子。秦墨小心用一根棉签触碰了一下韩风，感觉他身上覆盖的黑壳并不太像是烧伤结痂，更像是爬行类动物新生的细痂。喊了2声，半边脸都被一层黑壳爬满的韩风双眸紧闭，没有一点反应。幸好呼吸平稳有力，不太像要出事的样子。秦墨目前没有太好的办法帮助他，只能给他换了新的医用棉，以不死草之水湿敷。秦墨炖的排骨，韩风到底是没吃上。他在湿润的棉花团里昏睡了1天1夜，他身上逐渐被那种黑色甲壳爬满包裹。秦墨不知道他最终会变成什么样，醒来后还会不会是人。他冷眼观察了许久，用之前那口高压锅将韩风放了进去。这一夜秦墨睡得很踏实。早上查看韩风，发现他已经整个被那种甲壳包裹如蛋。秦墨伸手轻轻触碰，发现甲片还是偏软，又热又烫，敏感的指尖能清楚感觉到甲壳内部的呼吸起伏。还活着就行。秦墨在高压锅上压了2本书大部头的书，留下2条细细的出气孔。做完这些，秦墨洗漱后去了文保所。并不是他热爱工作，爱到一定要在这要紧关头到处溜达，只是有人盯上了他，那么一直龟缩在家太被动。秦墨从小疑心病重，他受不了这样被人盯着的憋屈日子。和文化馆门口看门大爷打招呼后，秦墨一路进了第3文保所。他本以为第3文保所的人这时间一定在摸鱼睡懒觉，不料一进门就看见院中大槐树下堆满了各式纸扎，纸扎的男女试衣上纸鞋子，纸扎的豪车别墅只是基础。秦墨还看见一打纸扎的爱马仕铂金包放在纸扎的麻将机上，喜欢的朋友可以拍了，数量有限，手快有手慢无。什么 P8 字，中元节期间这项业务暂停。老苗支了张条桌，架着手机直播，他直播话术一套一套，文浩没出镜，在旁边帮忙。在老苗面前的桌子上，秦墨看见了纸扎的猫条、猫罐和狗粮，业务堪称十分之广。秦墨面无表情站在门口。从此钱总总，他能看出这文保局上下似乎都不太靠谱，但现在想来他还是保守了点。扎着小花头巾的尹敏敏甩着手从卫生间出来，他脸上一喜，无声对秦墨喊：墨姐，你怎么来了？会议室中满是黄纸的气味，桌面地上都被7月半中元节要焚烧的冥包材料占据。7月半画冥包是云南市的地方民俗，白纸封皮包一叠黄纸，调酱糊和好后封死后，上书中原画福包，再写上先祖的名字。男性先人写顾显考某某老大人，女性先人则写顾显比某某老孺人，落上孝子贤孙的名字，在封口处写下封字。在民俗中，这些冥包是孝子贤孙供奉给先人在下头花的钱。随着时代变迁，很多人为图省事都不再这样做，但在老城古镇这种新旧交替的地方，画冥包是7月半每家都要干的。几乎所有在这长大的小孩都有被抓去封冥包写冥包的经历。一看见这些，秦墨就觉得手腕子换疼。见他站在门口不往里走，用根冰棍棍挑浆糊的尹敏敏抽空看了一眼，这里乱糟糟的，不然墨姐你去我办公室坐吧，或者去文浩那看电影。在他旁边是捏着毛笔写出残影的老刀。秦墨在满地冥包中找到张可以坐的凳子，老刀问：你怎么来了？在家好好休息啊。他抬头说话时，手上写字动作一点不停，细看字迹还挺好看，堪称绝活。秦墨随手在桌上拿了一包冥包，问道：这是上头的什么工作吗？第3文保所，好歹单位名有个神秘文化保护研究。秦墨还以为是什么地方文化保护宣传之类的上级任务，不料如流水线女工在封冥包的尹敏敏耿直答道：不是啊，这是我们接了活在赚经费。秦墨手一顿，默默扭头看他，赚经费？莫不是开玩笑？他没啥表情，尹敏敏没读懂他复杂的眼神，自若道：我们这几乎不出什么事，上头批的经费少。秦墨问了问带封带写的费用，又默然片刻，廉价到可怜。这时外头传来2个脚步声，人还没进门，
秦墨先闻到了一股子味，衣服被雨水淋湿后捂干的馊味，转头果然看见宗立和张朗一前一后，穿着他们那显眼至极的黑风衣。张朗垂着个脑袋，不敢跟人对视。不等他们说话，秦墨从休闲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递去，里面是鬼影藤的粉末。我在后院发现的。宗立皱眉展开，就是一愣，包着粉末的纸上有字。宗立看一眼秦墨，将这纸包叠好，捏在掌心。我知道了。秦墨将消息传出去，和老苗他们打个招呼后就离开。看见尹敏敏他们封名包，他才记起快到中元节，绕道去了文化馆前面的那条街。不愧是全市牛鬼蛇神集中地，将近7月半，这里热闹得很。最显眼就是一家特别显眼的纸扎店。日新月异的年代，就是民俗也折腾出了新花样。店里各种纸扎品类齐全。秦墨怀疑老苗是在这进的货。秦墨不差这点钱，一整个上午都在四处买，不管有用没用，别家先人有的，他也要给自家长辈安排上。买的东西太多，听说他就住古城中，卖家热心给他送到家门口去。于是一整个下午，秦墨家里不少生人进进出出。秦墨提前买了矿泉水，给每个来送货的师傅都发1瓶。下午4点左右，他订的2台冰箱到了。古城街道狭窄，小货车开得很艰难。送货师傅生出些抱怨：美女，你一次性订2台双开门冰箱干什么？秦墨侧耳细听他的声音，没有答话。送货的除了司机，还有2个搬运工，头上戴着印着商家 logo 的鸭舌帽，估计都比较内向，只埋头干活。2台沉甸甸的冰箱卸下车，他们抬着往秦墨家里走。在后面的那个搬运工在经过前门时，突然猛打了个哆嗦。他这一动作，手里抬着的冰箱顿时摇晃。前面的那个搬运工急忙回头看，可已经晚了。沉甸甸的双开门冰箱脱手，重重砸在地面。为了防止磕碰保护里面的机器，包装外都钉着木条。砰的一声，发出一声巨响，木条裂开巨大的口子。怎么了？司机见状上前来问。前面的那个搬运工急忙撇清，跟我没关系啊。是老于。他又看站在旁边的秦墨，急切道：妖妹，你在旁边看见的，跟我没关系啊。他怕赔偿，一直辩解。相较于他，那个叫做老于的搬运工一直沉默垂头站着，鸭舌帽的帽檐遮挡了他的全部脸庞。炎炎夏日，他浑身颤抖，像是遇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许是他这样，司机上前来打圆场：没事，看看是不是坏了，没多大事。说着话，他手朝着老于的肩膀拍了一下。这一拍不要紧，刚刚还直挺挺站着的老于发出一声悠长的闷哼，像是人便秘很久蹲马桶上痛苦呻吟。司机听着动静，以为出事，就要去掀开老于的鸭舌帽。这时一只手从后伸出，将他扯开。在秦墨拉开司机的瞬间，老于浑身大幅度的颤抖起来，整个人瘫倒在地，浑身抽搐，后脑以一种极限的角度贴向后背，同时脚直挺挺的向后弯，整个人弯成了一个括弧。他戴着的鸭舌帽掉下，满是汗水的头发散开来。司机关心他上前看，一看脚步就定在原地，狠狠倒吸了一口凉气。抽搐着的老于眼口鼻都在冒血，嫣红的鲜血不要钱一般汩汩涌出。司机和搬运工呆愣片刻后，2声高亢的惨叫回荡在街巷之间。这时街上传来宗立的呼喊：张朗！话音落，张朗一改之前的窝囊，如箭一般沿着长街追去。在街口转角处，一个人朝着远方逃去，他弓着背，脚步踉跄，似乎受了伤。秦墨没有跟着去追，他看见躺在地上的老于，耳朵眼里爬出一条红红的细线，垂搭在耳垂上，微微蠕动。狭窄的老城街道多窄巷暗巷，以从前的菜市口为中心延伸18街道，外来人极容易迷路。张朗跑步时深深佝偻着背，看着也是一副窝囊样，但速度极快，追逐着那脚步踉跄的人，眨眼间消失在街道转角。宗立速度稍慢追了过去。秦墨家门前的小院，送冰箱的司机和另一个搬运工在受惊了一瞬后，同时要去查看老于的情况。毕竟青天白日的，谁也不会往邪门处想，都以为他是突发了什么疾病。司机惊慌之下絮絮叨叨：老于，我就说你再缺钱也别不要命。近1个月，云南市天气诡异的炎热空调卖脱销，他们这些送货的也跟着连轴转了几天。司机扯着衣服下摆，想给老于擦嘴，正打电话叫救护车的秦墨，眼尾余光看见忙空出一只手将他扯开。秦墨靠近时，瘫在地上的老于又扑腾了一下，噗的从口鼻中呛出一口血。老于离得近的货送司机手腕上也被溅到了几滴，但被烫到似的一缩手。旁边的搬运工指着老于结巴道：鼻子耳朵里有什么？闻言秦墨侧头细看，就见老于的鼻孔里堵着一团红红的东西，乍一看像是血块，可那血块分明在蠕动。这时街上已经有人听见动静要过来围观，秦墨不想让这些街坊看到这些玩意惹上麻烦，快走2步，先关上院门，然后对着司机和搬运工随口扯了个谎，应该是蛔虫，肠胃功能紊乱的时候
寄生虫会从鼻孔爬出来。秦墨说话的时候语气十分笃定，慌成一团的司机和搬运工瞬间迟疑，真是蛔虫。没等他们思考这是靠谱不，秦墨指向院门前，你们去那站着，别碍事。院门前第一块踏脚石下有他埋下去的一片龙鳞，老于跨过那块石头就犯病。秦墨有理由相信那片龙鳞对这些虫一样的东西有克制作用。司机和搬运工哪见过这样的事，都很慌，但看秦墨扫过来的视线，两人不约而同照做，乖乖束手并排站在院门前，像是听训话的学生一般。秦墨迅速回家拿了一双加厚洗完手套，想了想那玩意的形态，秦墨又从装着肥衣蛇尸的保鲜盒里取了一条烧焦的蛇尸。这蛇尸小如线虫，烧得看不清原本的怪样。秦墨扯了片菜叶子包住，刚出来就听见司机打着抖问，老于是不是没呼吸了？秦墨几步走过去一看，只见老于死死咬紧牙关，脸色发紫，哪里是他没呼吸，分明是被异物堵住呼吸，倒出不了气。秦墨一咬牙，戴上洗完手套，人命关天再恶心也得上了。他少少做了一下心理建设，一手掐着老于的脸，拇指和食指去抠老于鼻孔里堵着的东西。司机和搬运工两个看得同时别过头去，即便戴着塑料手套，秦墨还是能感受到血的滑腻温热和堵在老于鼻孔里那东西脆而柔韧的手感。秦墨有一项特质，越是见血或者危险，他越是能摒弃畏惧和恶心等负面情绪，咬着唇角，费劲拽住了堵着老于右边鼻孔的东西往外拔。那东西上裹满了血，秦墨费了些劲才拔出一小截，只见那物呈现扁长条，若不是通体鲜红，看着像是一根面条。被秦墨扯出一指来尝时，这玩意突然一动，显然极不想出来，挣扎着往老于鼻孔里钻。活的，是活的！眯着眼睛又恶心又想看的司机尖着嗓子喊。秦墨做事很烦被打扰，瞥了他一眼，没好气道，活蛔虫怎么了？司机心想，他虽然只初中毕业，但蛔虫哪长这样？不过他不敢反驳，这徒手拔虫手套上满是血的姑娘也让人害怕得很。这厢秦墨将那挣扎的玩意在手指上绕了一圈，更方便用劲。随着他逐渐用力，老于鼻孔中约有1米长的东西被他硬生扯出大半，最后大如蚕豆的一头被秦墨倒拔出来。在场3人都清楚地听见“啵”的一声轻响，秦墨每扯一点就绕在手掌上，正好抓了满把毛线似的东西。他略举起细看，便见这拔出来的玩意一对芝麻小眼，脑袋长了一对缩小版的人耳朵，那对耳朵外形构造都跟人一模一样，以缓慢速度扇动。这东西脑袋耷拉着，不知是死是活。老于重新借着疏通的右边鼻孔喘起粗气，秦墨左右看看，将这团玩意塞进了一个空置的花盆，又去扯老于另一只鼻孔里的东西。秦墨善学习，拔过一次就迅速总结经验，这次下手比上一次迅速很多，照旧将拔出的怪玩意扔进花盆。他这才将老于的头掰向一侧，看他耳垂上耷拉着的东西，这玩意明显比堵在老于鼻孔里的东西细小，却棘手得多。秦墨上手扯了一下，老于就疼得满地打滚，死死咬紧的牙关中溢出极致痛苦的呻吟，那红线也含羞草似的，悄无声息缩回了老于的耳朵眼。秦墨看了一下，耳道里汪着发黑的血，手指去挖是不可能了。他顿了顿，看向旁边的司机，你们去挪车，别堵在门口影响救护车来。方才那场景，司机和搬运工早恶心得够呛，听秦墨一说，两人如得大赦一般开门出去。就在开门的空档，秦墨硬掰开老于咬紧的牙关，将肥衣蛇尸捅进他满是血的嘴巴，亲手拔出了2条。秦墨很确定这就是某种虫类，肥衣蛇肉食之可驱虫治疗麻风病，应当是有效对症的。现在情况紧急，秦墨没有专业的喂药道具，他硬掰开老于的牙关，用戴着洗碗手套的手指将这条肥衣硬进了他满是血的嗓子眼里。做这些时他手速极快，无论是司机还是搬运工都没有留意。没等秦墨松口气，老于突然蜷缩起身，随后面朝下大口大口呕出血。若是细看，可见血中有许多淡粉虫卵和大大小小的虫，不只是秦墨拔出来那种红虫，还夹杂着扑腾的蛔虫跟一些看不出品种的。要不是亲眼看见，谁也想象不到一个大活人体内竟然会有这么些玩意。秦墨退后2步，摘下手套随手丢在了地上。这时由远及近响起了救护车的警报声，一辆送货车和一辆救护车将街道堵得严严实实，根本错不开。为了让救护车过去，送货的司机不得不开车让道。临去前，他对秦墨说公司会重新派人来处理后边的事。2辆车开走，秦墨家前院一大滩血和2个来不及搬进家门的冰箱，门前的街坊早好奇得很了，就要上前看那一滩血。秦墨却先一步堵在门前，送冰箱的人突发恶疾，大家不要靠近，免得是什么传染病。一听传染病3个字，门前闲人立时散开，老于吐出来的那些东西全都死了。秦墨没有处理，只是耐心等着。没一会，中断直播的老苗跟谭院长同时登门，2人蹲在秦墨拔出来的2条虫旁，龇牙咧嘴看。
谭院长抱怨道，退休前怎么竟遇上这种刺激事？前脚送走一个身体里长怪东西昏睡不醒的，这又见着了长耳朵的怪虫。谭院长心中苦涩无比，总觉得自己这退休之路不太顺。7月半要给先人多烧名包别墅，他这抱怨换做以前老苗必插科打诨说2句俏皮话，可现在老苗却神色严肃。老苗的破烂小面包就停在秦墨家门前，他们带来了十分专业的设备。他们先将2条最大还动弹的虫收进类似器官转运箱的箱子里，然后将地面的血迹并着里头的虫一条一条捡起。秦墨丢地上的2只手套都用物证袋装走，最后取出一瓶无标签的喷雾，对着那滩血迹喷洒，一股奇怪的味道散开来，并不刺鼻，反而有股淡淡的草木味。老苗对秦墨道，走吧，你家里也去一下。秦墨神情不变，伸手去接，我自己来，以后这种事也得学。老苗寻思也对，将这瓶洗洁精大小的喷雾递了过去，这是局里配发的，可以消除毒瘴病疫，撒下蟑螂都绕到300米走。秦墨接在手里，闻言故意道，不就是驱虫板消毒水吗？老苗摇了摇头，略压低了声音道，这玩意可比消毒水金贵1000倍，是熏草花提炼的，只有总局生物研究部每年能折腾出一些。乍然听见老苗嘴里说出一个那么正式的部门名称，秦墨都愣了一下，直言道，还有研究部啊？总觉得总局是什么草台班子呢？秦墨的话倒也不算冒昧，他接触到这个文保局，从李文博到宗立张朗，再到第3文保所诸位，无不透露出一股混日子的不靠谱。老苗面子挂不住，但细想又觉得没法反驳，只为恼道，以后你就知道了，我们可是利剑单位。秦墨扯出一个礼貌微笑，不回应这话，只问宗立和张朗那边怎么样？那2人追人去了，到现在还有回音。秦墨不敢贸然联系。老苗自若道，只要碰上了，有张朗在人跑不掉。他说的笃定，秦墨也暂且一听，拿着老苗给的熏草喷雾，正要回屋撒一圈，突然秦墨家2楼传来一声响，老苗也听见了，神色一变，没等他问秦墨已到，养的宠物又把东西推下来了，我去看看。他神色实在太自然，好像这事经常发生。老苗信以为真，转头去帮谭院长收拾东西。秦墨转身进屋才脸色一变，几步走上2楼卧室，把门关上锁死，四处查看。第一眼他看见了打开一条缝的衣柜门，秦墨神色巨变，衣柜里藏着那口箱子，还有装着韩风的高压锅。难道韩风出了什么事，还是说箱子里生了变故？他小心走过去，拉开衣柜门，一眼就看见盖得严严实实的箱子，出问题的是箱子旁的高压锅，受伤的韩风就在高压锅里。当时秦墨怕有东西爬进去，也怕盖上高压锅盖把他憋死在里面，因此往上头盖了几本厚书，只留下透气的缝隙。现在这几本厚书全部歪东倒西散落在一旁，刚才的声响就是一本硬票书落地，撞开了柜门。秦墨拿起来，便见书的一角被啃咬得稀碎，细看可以看见小小的牙印子。秦墨深吸一口气，往高压锅里看，果然只看见空荡荡的瓷碗，韩风不见踪影，他跑了。即便已经猜测到，秦墨还是深吸一口气，他下意识先看了看自己的鞋底，确认鞋底并没有可疑的血迹或者肉块，然后他小声喊道，韩风。许久都没听见回应，韩风是故意逃走，还是变成了什么披鳞戴甲的东西，失去人性跑了？以他目前的体型，随便藏在哪秦墨都很难找到。秦墨正举起手时，突然听见了一阵很细微的擦擦声，声音是从秦墨床底下发出来的。秦墨心中一喜，喊着韩风的名字，小心靠过去。最后他的视线落在了装着龙骨的鞋盒上，鞋盒角同样啃了个洞。秦墨轻轻将鞋盒挪出，跪坐在地，打开鞋盒就是一愣，一个秦墨食指大小的玩意，正背靠鞋盒手捧有他高的龙骨，啃咬的咔嚓作响，头上2个小小的角，身上覆盖着黑色鳞片的人形，将龙骨当成薯片吃，类似狮尾但鬃毛为湛蓝色的尾巴甩来甩去。看见秦墨这小小的奇异生物抬头顿了顿，尾巴摇动速度肉眼可见的加快，张嘴嘶哑喊了一声什么。这生物双颊下颌也生着蛇鳞，露出的眉眼可以清楚看出轮廓与韩风一模一样，只是烧伤未愈，焦黑斑痕还在。韩风听见秦墨喊，鞋盒里的生物不舍看了看手里啃出些缺的龙骨，又看了看秦墨，最终还是弃了龙骨，欢乐小狗一样摇着尾巴跑来，轻松一跃，生着鳞爪的手爬住鞋盒边缘，偏灰色的水滴形瞳孔与鹿眼相似，水汪汪仰头看着秦墨。秦墨忍不住举手捂脸，事情的走向好像变得越来越奇怪了，怎么办？看着眼前眼睛水汪汪的小东西，3个大字在秦墨脑海里刷屏。片刻后他深吸口气，睁开眼睛，脸上神情已经恢复如常。老苗和谭院长还在楼下，他必须得尽快处理好。小小只的韩风2胳膊肘撑在鞋盒边上，在秦墨面无表情思考的时候，他眼里的小星星逐渐暗淡下，期盼摇晃着的蓝色尾巴
也没精打采耷拉下去。他跳回鞋盒站定。现在的韩风显然智商不咋高，背着手垂头等秦墨骂他。只想平时藏住自己小秘密的秦墨压根没注意到他的情绪变化。他迅速站起身，从衣柜里拿来高压锅，一手指着锅里的小瓷碗，尝试着对鞋盒子里的韩风道：回来。听他说话，韩风垂下的尾巴尖又悄悄摇晃起来，不舍看了看咬个缺的龙骨，又抬头看了看秦墨的脸色。秦墨看着他，评估他目前的危险性，体型再小也是他从未接触过的异类，被杀死的可能性并不是绝对的零，小心一点总没错。就在他观察韩风到底能不能听他命令时，鞋盒里的韩风轻巧地蹲下身形，屈膝一跳，蹦进了秦墨拿着的高压锅中。换成成人体型应该很是帅气的一跃，但现在却像是秃脸的虫。秦墨没想到他能跳出这么离谱的高度，吓得一抖手，韩风跳进了高压锅里，又老实爬回了他当成床的那个小瓷碗里，扯了已经干掉的棉花团捂在覆盖鳞甲的下腹上。他双手放在膝头，安分跪坐在碗里。秦墨立刻将他上锅炖了，也绝不反抗一点。秦墨自己都没发现自己脸上漾出笑意，不知是因为韩风乖乖听话，还是他现在体型这样动作有点可爱，或许都有。他这一丁点情绪立刻被韩风捕捉到，他身后蓝鬃毛的尾巴缓缓翘起，刷刷摇晃，还带着烧伤痕迹的脸上也跟着露出傻白甜笑容。一根白白的东西被秦墨塞到了他旁边，秦墨柔软的指尖还沾着洗完手套的塑料味，在他脑袋上极轻的一点，老实待在这，哪也不许去。韩风抱住一截比他高的龙骨，一整个愣住，反应过来急忙点头时，秦墨已经没再看他，把高压锅放回衣柜，又在上头盖了几本书。楼下传来老苗的声音：秦墨，怎么了？秦墨说来看养的宠物，但一直没声响。老苗担心他中了暗招。没事，秦墨扬声回应，一边将衣柜门关上。他拿着那瓶熏草花喷雾，迅速在家里各个角落喷洒了一些。这瓶号称喷了蟑螂都跑到300米开外的玩意，气味弥漫在秦墨家，但别说蟑螂，就是蜘蛛马路都没看见一只。秦墨不由质疑地看了一眼手里的瓶子，心里再一次留下文保局一整个是草台班子的印象。他下到楼下，老苗手里提着跟前院浇水的水管，正清理地面的血迹。谭院长一把年纪，在将装着虫的2个大箱子搬上车。秦墨见状，先把手里没屁用的喷雾还老苗，然后去帮谭院长搬东西。老苗看前院2台冰箱，好奇绕了2圈。你买2大台冰箱干什么？秦墨面不改色回道：我嘴馋爱吃，冰箱多好囤货。老苗这人对什么都好奇，硫酸都要尝尝咸甜。闻言追问：囤什么货要？谭院长跟他多少年的老交情，那还不知他狗德性，不耐截断道：人家明星家里还有冷库呢，稀奇什么？走吧，医院还有一个呢。本来退休前遇上一堆破事就烦。老苗还没说话，他兜里的老年机响起，铃声又炸又难听。谭院长和秦墨齐齐看来，老苗对这种视线视若无睹，接起电话说了2句，正色对秦墨道：张朗宗立那边抓到人了。就是。从老苗的话语中，秦墨觉得事情走向不妙，但他也称不上多失望。发现鬼影腾尝试进入他家，秦墨心里就隐约有了一个比较粗糙的计划。好奇心不只能害死猫，鬼影腾无法进入秦墨家。秦墨不信他不好奇，他没有进来的机会，秦墨就帮他制造，结果也还算过得去，炸出了一堆虫。只是不知搬运工老于是不是共犯，听说幕后之人和张朗都在医院，秦墨自然是要去看看的。临去前，他以看宠物的名义上楼看了一下韩风，体型长到食指长的韩风坐在棉花堆里啃龙骨。秦墨告诉他绝不许随便乱跑，这才上了老苗的那辆小面包车。秦墨坐在后排，看了一眼后面堆着的几个生物安全运输箱。这些东西是什么？秦墨笃定道。幕后之人消息精通，是就是因为这些玩意吗？秦墨近距离看过这些虫，这些玩意长着的那对人耳绝不可能只是装饰。叮叮哐哐满是汽油味的面包车里，老苗和谭院长对视一眼。就在秦墨以为他会得到一句没权限说的糊弄时，老苗开口了：秦墨，你是云南本地人，你应该听说过小绳子。小绳子？秦墨愣了一瞬后微微挑眉。小绳子和巫蛊可是并驾齐驱的2大云南式怪谈。小绳子虽然名带绳子，其实却是一种作祟的邪物，上到踢翻烛台烧房子，故意用绳结吊死人，下到抠拉野史的人的屁股蛋，无恶不作，不怕是大不嫌事小。就是这玩意身上牢牢贴着的标签，相传被这种东西缠上，得请巫师驱邪和攘解。云南长大的小孩都被无良长辈用小绳子吓唬过。秦墨老实道：我外婆说都是骗人的。老苗却摇了摇头，不尽然。秦墨神情微动：你说那些虫是那种东西，不应该是蛊。老苗将车里的音响音量开大了些，笑道：蛊可比这恶多了，这种虫是小绳子中的一种。透过车内后视镜，秦墨在老苗的半张脸上看见了凝重，还有回忆。这种东西
只存在在云南市西部边陲的翠屏国家自然保护区深处。秦墨身侧手指一根根收紧，鼎鼎大名的翠屏自然保护区他自然是知道的，他跟随父母在那里长到5岁。老苗的破烂面包车行驶过街头，将近7月半，许多人特意来老城区买纸扎，路人手中举着纸房子和一些画着红脸蛋的纸人，车窗脏兮兮贴着灰色膜，从行人身边经过时，像是给这个世界添加了一重怪诞的滤镜。秦墨听见自己毫无情绪起伏的问话声。翠屏地区深处一直封闭，只有经过相关部门批准许可才可以进去。里面到底有什么？是谁带出了这些？老苗双手掌着方向盘，谭院长坐在副驾驶，他扭头看窗外，一言不发。很多年前，文保局曾针对翠屏山中有过一次大规模行动，那次死了很多人，很多很多。老苗往嘴里叼了一根烟，也有没死的同僚，却因为某些原因变成了敌人。15年前，秦墨脑中乱糟糟，他将这个数字记下。车吱嘎停在了医院，老苗看样子也不想再说，话题不得不就此打住。秦墨没继续追问，以后可以慢慢查，不必太迫切暴露自身。他打开门下去，发现老苗的车停在一座医院后的2层小楼前，楼前挂着的牌匾是传染病科，但门前拉着红绿塑料布遮挡。秦墨与一个持枪特警擦肩而过，他跟随老苗和谭院长来到一间病房，门前站着宗立，这人黑风衣上破破烂烂，全是口子，把走廊禁止吸烟的提示当放屁，正一根接一根的吸烟。稀奇的是，走廊里闻不到一丝烟味。秦墨看他抽烟的架势，已经不是伸过肺那么简单，而是他真的在吞噬烟雾，不需要吐。见秦墨他们来，宗立打了个招呼，舌尖一挑，将嘴上还燃着的烟道含进嘴里，嚼辣条一样吞吃下去，一边嚼一边道：张朗还要恢复一下，抓住的家伙在哪？宗立指向走廊尽头。经过病房门前时，秦墨侧头看了一眼，透过门上的探视窗，他看见一个人背对坐在病床上，看弓背的窝囊坐姿，就是张朗。他和宗立2个大热天都绝不离身的黑风衣搭在床边。秦墨脚步顿住，张朗一半身子很正常，另一半身体即变成一种怪异的状态，身似兔子，有绒毛，微侧的头部上是尖尖如笋的喙，身后生着蛇似的尾巴，人和异兽糅杂拼接，怪异的融合。秦墨自认接受能力不错，但看见背对他的张朗，还是一时出神愣着，察觉到了他的视线，背对坐着的张朗浑身一抖，他迅速扯过搭在一边的黑风衣蒙在头上，同时受惊老鼠一般闪身趴在床底躲避秦墨的注视。尽管他速度很快，但以现在秦墨的目力，他还是清楚看见在黑风衣裹上张朗身体时，他那半边畸变的身体变了，像是老旧电视机接收不良卡顿出虚影，风衣覆盖下的身体恢复了正常人的形状。秦墨恍然，怪不得这2人神经病一样7月天执着穿风衣。他的神情没有遮掩，宗立看见了，因秦墨协助他们抓人，宗立对他倒是友善，先侧行一步挡住秦墨的视线，这才苦笑：这下你知道我们不是神经病了吧？要不是有必要，大热天谁爱穿那玩意线呀？从第一次见秦墨，宗立就从他那双大眼睛里看见了看傻子的眼神，这回找到机会辩解一句。说罢，他舔了舔嘴唇，舌尖上还有嚼碎的烟丝。张朗胆小，需要点时间缓缓，你们先去，我守着他。秦墨冲他点了点头，从走廊上走过，他神情不变，却咬住了腮上的肉。张朗的样子和韩风很相似，只是他们化身的兽形态不一样，但为什么张朗明显保留着神智，韩风却傻乎乎的？箱子内外水土不服。秦墨强忍挠脑袋的冲动，咽下满腹疑问。谢尔老苗看出了他的好奇，低声道：应急管理处部分人比较特别。张朗身上融合了，老苗压低了声音：异兽球鱼是从古化石中提取的特殊基因，经过编辑后融合，与现代球鱼是2个物种。球鱼嗅觉发达，善奔跑挖掘，缺点是胆小。考虑到这些都是基本常识，老苗一股脑说了出来。他们穿着的风衣是……秦墨也压低了声音问。老苗却一摊手：那我就不知道了，只知道是行动队队员的标配，可以让身体变得像正常人，免得惹眼。话说到这，秦墨心中疑问没少多少。湘中世界御衡军同样会使用某种方式融合异兽，但韩风等人都正常，至少韩风在这次烧伤前一直保持着人形，为什么箱子外的人反倒那么不计保持人形，得依靠外物？秦墨垂下眼睫，挡住眼中的思忖。他开玩笑似的道：那有没有融合点龙凤、麒麟什么的？这样不是横扫？一直听着的谭院长这时才笑了一声，想什么呢？那些都是什么等级？且不说连基因样本都找不到，即便找到了，一般人也承受不了。谈及医学领域，谭院长有些感慨，能融合球鱼的张朗已经是幸存的佼佼者，依旧有很严重的后遗症。说来你不信，张朗从前性格可是出了名的胆大莽撞。3人说着话，在一扇门前站定。他们走进门后深深的回廊，一路经过4次检查，这才抵达目的地。门开前，
秦墨已经闻到了浓郁的熏草花香。随着门逐渐打开，秦墨看见了门后横绑在手术台上的人，年轻，烫过的头发微卷，很时髦，身上运动服撕扯得破破烂烂，满是血渍。但他是个人，一个很正常的人类，绑得堪比汉尼拔，脸上被打得没一块好肉。听见门开的机械声，他看来，血肿的眯缝眼中一对褐色眸子直盯着秦墨。看着看着，他忽然咧嘴笑，露出缺了3瓣牙的嘴。我们终于见面了，我很想你。他声音低沉沙哑，是流行的男神气泡音。我一直想要见你。这个男人张嘴吐出第一个音节时，秦墨确定他就是在云岚市犯下大案，蚁人种植怀梦草的人。在入梦时，秦墨听过他说话的声音，人是抓住了，但他没有觉得松口气。眼前的男人语气不对劲，我们终于见面了，怅然若失的叹息。我很想你，缱绻温柔，我一直想要见你，感慨。3句话，男人无缝转换了是3种语气。第一句似长辈，第2句话似见心目之人，第3句话却又像第一次见秦墨。秦墨面无表情看着他，你是谁？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男人唇角咧开得更大，说出的内容与秦墨的问话毫不相干。是我太心急想见你，才犯下低级愚蠢的错误，要是再忍耐一下就好了。他直勾勾盯着秦墨，老苗见状挡在秦墨面前，呵斥道，不是说见秦墨一面就交代吗？看不见秦墨，只能看见穿着文化体恤衫的老苗。手术台上的男人立刻收起咧开的嘴角，夸张死人脸面无表情。我应该再小心再忍耐一点的。他做着自我检讨，脑袋在手术台上磕1声2声，越来越用劲。他将人类视为肥料，对自己也极狠，3、4下就见了血。手术室中全副武装的医生上前来，轻车熟路给他注射了一支镇定剂。对这种看着不正常的，老苗一点不惯着，扯住这男人的脖领，说，剩下的怀梦草在哪？你杀了多少人？谭院长拉住他，老苗，离他远点。手术室中穿着防护服的持枪守卫上前，将像牛一样气得哞哞叫的老苗拉开。男人仰躺在手术床上，双眼肉眼可见的失焦，他即将进入梦乡。就在老苗破口大骂时，秦墨动了，他脱下右脚的红底小猫跟鞋，踮着脚尖走近，走位丝滑，避开了推攘的老苗等。在无人注意时，手高高扬起，3厘米的锥形鞋跟凿在男人的额头，发出一声闷响。手术室中人都保持着拉扯老苗的姿势，愕然转过头来。秦墨谁也没看，手起鞋落，又狠狠一敲。还想敲第3下时，并不太适合做武器的奢牌红底鞋鞋跟打着旋飞出，挨了2下的男人被疼痛从梦境中拉扯出来。他迷迷瞪瞪张开眼，看看秦墨，又看看他手里的鞋，又咧开嘴角。下一秒，秦墨一把扯住他头上被血打湿的小卷毛，装给你奶奶看呢，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世人看秦墨温良，却都忽视了一件事，他自小在奇葩频出的老城区长大，要不是外婆从小约束教育，他绝不是现在这副良民样。秦墨手快又狠，即便鞋跟飞了也没影响他继续下手，薅下了男人几撮头发。正要驱走时，一旁的老苗如梦初醒，快拦住啊！老刀可是被秦墨肘出轻微脑震荡，现在走路都还晕乎呢。闻言众人如梦初醒，上前来将秦墨架开。见2个持枪的守卫手有点重，老苗把秦墨扒拉到身后，小年轻莫名其妙摊上这些破事，命都险些丢了。冲动了，冲动了。他又看秦墨，假怒道，你老实点。秦墨甩了甩胳膊，将无根的鞋套回脚上。哦，他在暴走和平静之间转换如常，倒也叫看守不好发作，只警告道，打死他，大家都摊上大事啊。话音落，手术室中一声轻笑，头发乱如鸡窝，满脸血的男人在手术床上笑到前仰后合，笑着藏在乱发后的嘴唇蠕动，以极轻的声音说了一句话，以后还会见面的。什么？他声音太小，守卫凑近去听，手术台上的男人却笑容一收，又是那副要死不活的样。只是这一次他开口了，怀梦草在遇见花一方。说着他困顿打了个哈欠。老苗顿时一喜，遇见花一方就在古城里，得赶紧控制住。其实不必他提醒，手术室中的人齐齐行动起来，有人在走廊上狂奔。很快，宗立和张朗2人穿着破烂风衣出发。秦墨和老苗被请出手术室，秦墨右脚鞋跟砸飞，走路一脚高一脚低。这人到底是谁？老苗左右看看，见四下无人，脚后跟一转，带着秦墨走进了先前张朗待的那间病房。贼眉鼠眼将一张小纸条递到了秦墨手上，示意秦墨看。老苗递来的是一个人的资料，殷旭29岁，文保局生物研究部从事植物研究，是专注于植物基因领域的专家。3年前，携带从翠屏9号地区发现的怀梦草籽与一部分虫卵失踪。翠屏9号地区。见他看完，老苗从他手里拿过那张小纸条，揉一揉塞进了嘴里。我什么也不知道。说着话，
他自顾自开门出去。秦墨看着他的后脑勺，暗自气恼。不过他也理解老苗的苦衷，默默跟了上去。坐着老苗那辆破面包车回程路上，他们没有按照原定路线，而是绕了一下路。名叫遇见花一坊的花店停着2辆消防车封路，警报声此起彼伏，远处浓烟滚滚。秦墨和老苗去时，却只看见有救护车从浓烟滚滚的花一坊中搬运出2具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尸体，看身形应该是花店主人。秦墨看见很多灰影站在花坊玻璃门后，面无表情看着外面。这些灰影面如生人，穿着各色衣服，有男有女，不少穿着防护服的人走动，将花一坊中的植物一株一株打包清走。宗立和张郎2人身上抹着湿泥，在这些灰影间走动。秦墨和老苗2个被拦在警戒线外，见秦墨一直盯着那边，以为是他是担心，宽慰道：行动组的人清扫水平还是有的，活交给他们，不应担心。秦墨不耐看了看阻拦道路的警戒线，那个男的杀了那么多人，他会被枪毙吗？老苗以极细微的幅度摇了摇头，应该只会是收容关押，那个人还有很高价值，杀之可惜。秦墨讥笑道：难怪行事嚣张。听出他话中的些许怨气，老苗不敢言语，顿了片刻，他低声道：那你就加把劲，往上爬，爬上去了才有说话的权利。秦墨熏了一身烟气回家时，已是夕阳西下。老城狭窄的街道上，家家户户开始做饭。秦墨打开院门，先看见包装完好的2台冰箱，他这才想起些什么，拿出手机一看，上面好几个陌生来电，都是电器商家打来的。只是秦墨手机静音，没接到电话。他拨回去，却被告知已经下班，只能明天早上9点再派人来。秦墨理亏没有挑剔的余地，电话里致歉不停。做完一切，他回到家，绕过满客厅的纸扎纸钱，上到2楼，先看锅里的韩风。韩风区身团成一小团，怀抱着秦墨给的那根龙骨，在棉花团里睡觉。那根龙骨被他啃掉了一截，秦墨不知道他吃龙骨干嘛，只在心里猜测，或许对他伤势恢复有利，否则总不能是因为馋那干巴骨头吧。他转身去洗了个澡，擦着头发出浴室。折腾一晚上没吃饭，秦墨把炖的那锅排骨热上，抱着膝盖坐在桌边翻看老苗给的那本《山海经》，却不停在走神。箱子神祠中的眼睛，翠屏9号地区。他想得脑袋疼，手里的汤放到凉也没喝几口，正趴在桌上盯着韩风拼死从金鞍山岩浆中献祭出来的小木偶出神时，突然听见旁边的高压锅里传来细微的声响，像是狗崽子喉咙里的咕噜声。秦墨好奇一看，就见韩风醒来，坐在碗里啃龙骨，手捂在肚子上。秦墨挠了挠脸颊，赫然想起一整天除了给他一根干巴骨头，没给过水和食物，也忘记给他准备个猫砂盆之类玩意。秦墨视线忍不住游移了一下，试探问道：要不要吃点东西？韩风见他终于把注意力转过来，尾巴高兴的一甩一甩，他下意识猛点头，却又立刻摇头。秦墨盯着他的脑门顶，老实说，要还是不要？谜题已经够多了，他没工夫猜。听出他的意思，现在脑子可能不好使的韩风迟疑着点头，捂着挡住下腹部的棉花，嘶哑叫了一声。他熏坏了嗓子，叫声似牛。叫声刚落，便听见街道上此起彼伏的狗叫声，平常藏匿在下水道的老鼠乱成一团，顺着墙角以最快速度溜走。一时间，别的街道闹起了鼠患。秦墨也听见了此起彼伏的叫声，下意识竖起食指对韩风嘘了一声：不要叫。这样说着时，他心中却是念头急转。他记得韩风说过他吃了麒麟肉，麒麟为走兽之王，吉祥瑞兽，这小子身世绝对不简单。秦墨起身去楼下取了一个干净的小味碟，从锅里挑了一块排骨撕碎放到书桌上。他对韩风道：出来吃吧。话音落，高压锅里蹦出一个小影子，稳稳站定在秦墨的桌子上。想来是早就想出来了，只是秦墨之前命令他好好待着，没有指令他不敢出来。秦墨从旁边的水杯里往桌上倒了一滴水，对韩风道：过来洗洗手。韩风小步挪过来，冲那滴水伸出手。在他洗手时，秦墨趴下近距离观察他，只看形态，韩风与张朗的半球鱼身极像，但长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韩风的兽化程度更高更完美，不似张朗那样的怪异畸形，但二者又有不同。张朗明显智商高很多，能保持理智，韩风却不行。这个问题，秦墨想没兽化之前的韩风应该是能知道的。长发披散在身后的他忍不住喃喃：怎么才能让你恢复智商呢？要是韩风一直是这样，那就太麻烦了。韩风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捧那滴水搓洗爪子后，就仰头看秦墨，只等他说可以吃饭。去吧去吧。秦墨无奈示意了一下，大不了一直养着。韩风不晓得秦墨心中打算，跑到那只味碟旁撕咬起里面的排骨肉。他牙口极好，能啃龙骨，撕咬一点肉更不在话下，很快将有他大的肉全塞进了肚子，又凑头去喝残余的汤汁。看着他尾巴甩动的幅度，秦墨小小自责了一下，他为什么没想到给喂点吃的，忍不住摸狗一样亲触了一下韩风的脑门顶，慢慢吃。在韩风吃东西时，
他给老苗宗立谭院长都发了信息，约在明天吃顿饭，寄希望于能从张朗那打探到点事，让韩风尽快恢复正常。出乎意料的是，宗立最先回了个 OK 的手势，谭院长却拒绝了，只说还有事。老苗跟第三文保所的几位听说秦墨请吃饭，倒挺高兴，约好明天下午在文保所碰头。韩风脸上爪子上都是油花，他举着手等在旁边，哪也不敢碰。秦墨凑脸过去看，便见他脸上烧伤伤痕结了痂，想了想，弄个品茗杯，装上小半盏温水，在水里倒了不死草和瑶草剩下的渣子，然后把这小品茗杯放到保温杯垫上，小杯大小正好够韩风泡药浴一样坐着。脚伸进水里时，秦墨看见韩风后背的鳞片炸开一瞬，见他还是拽着团棉花死死捂住裆部，秦墨不由失笑，别遮了，我看不见。韩风一僵，摇动的尾巴都垂下，不可思议的低头看。秦墨找不到，不是说你小的意思，即便兽化缩小，他身材还是很标准的，腹肌人鱼线该有的都有，只是确实没有什么遮挡的必要。两腿间都是鳞片，东西应该藏在鳞甲下，啥也看不见，遮什么遮。韩风默不作声，坐进杯盏里，拿个后脑勺对着秦墨，不知道是羞还是气。次日下午3点，秦墨出门时，韩风一直趴在玻璃上目送他消失在远处，这才垂头丧气坐回了他的小碗里。秦墨一路往文保所走，经过文化馆时，恰好遇见一对来参观的小孩，戴着小黄帽子的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入文化馆参观。秦墨不急这么一小会，停下让他们先进，与3、4个小孩擦身而过时，他听见一个圆脸小男孩信誓旦旦对同伴道：真的，我真的见到地狱犬了，就在我家门口。秦墨听见看向他，却闻到了这小孩身上隐约传来的淡淡硫磺味。周五下午的文化馆门口，圆脸小胖孩手舞足蹈给小伙伴说故事。昨天半夜，我起来尿尿，听见街上有啪嗒啪嗒的声音，像是压脚板在走路。我奶说过，这是鬼在走路。我想看看鬼长什么样，就躲在窗帘后面看。5、6年级的小孩正是吹牛最厉害的时候，口齿清晰地叙述着自己的经历。左右几个小屁孩顿时爆发出一阵阵惊叹，直呼哥们牛逼。秦墨有点在意，扒拉着手机跟在他们附近听。被吹捧得醺醺然的小胖孩越发得意。我奶说过，听见这种压脚板的鬼步声，只要拇指掐着中指，就不会被勾走魂。这小孩听说话语气就知道是老城区的小土著，离了老城区不会有大人给家里孩子说这种封建迷信糟粕。他唾沫横飞说着自己如何掐着中指躲在窗帘后，绕了半天才进入主题。原来昨天夜半这孩子起来尿尿，尿完回去听见街道上传来啪嗒啪嗒鸭子脚板走路的声音，但这脚步声远不像鸭子那么慢腾腾，而是以极快的速度由远及近奔跑。竖着耳朵听，前一秒还在街头，后一秒就跑到了家门前。换成大人绝不敢多事，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批孩子穿着条奥特曼裤衩，蹲身藏在了2楼窗帘后偷看。街上路灯昏黄，时不时刺啦闪烁。这孩子看见一个东西从黑暗中跑出来，嘴里叼着个什么玩意鸡仔似的玩意。这东西像火轮子又像狗，浑身冒着臭臭的烟气。说到这时，小孩哥顿了顿，可能是找不出语言描述这种臭味，可旁边的秦墨已经知道了，那种臭味是萦绕在小孩哥身上的硫磺味。秦墨若有所思放下手机，正想多嘴问问，他突然发现四周很安静，抬眼看就看见几个大人都佯装无事刷手机，其实全在竖着耳朵听八卦。连最爱外放某音的门卫大爷也不知何时关上了声音。现场诡异安静了下来，只有那小孩还在说话，只不过这回话题已经扯到他如何勇猛的出去跟妖怪大战300回合。这时穿个保安马甲的文化馆看门大爷咳嗽一声，其实说不定是真的。老头也是旁边无聊听闲的一员，他突然插嘴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正吹牛的小孩哥也闭嘴看过来，反正闲人不止他一个。秦墨放下伪装用的手机，大大方方听。门卫大爷清了清嗓子，在众人瞩目下说起了古城旧事。你们成天从菜市口路过，有没有见着过牌坊下的抱古石？在老城里住了一辈子的大爷对各种旧事了如指掌，没太注意过。答话的是另一个带孩子来文化馆玩的路人。大爷没能得到想要的配合，有点不满意。你们要是注意过，就会发现南面牌楼抱古石雕塑不一样。一般抱古石刻什么？大爷端起了旁边黢黑的搪瓷茶缸，刻蝙蝠刻鹿，刻喜鹊、麦穗和宝瓶，图的是福禄喜岁平安。但是南面抱古石不一样，左右刻的是2条狗。知道为什么吗？大爷已经拿出了说书的做派，只差一块响木。刚才说话的路人识趣，从口袋掏出烟盒，抖出一支递去。为什么呀？大爷不跟他客气，接了烟别在耳朵上。逗哏和捧哏原地组合成团，因为100多年前这古城南发生过一场大火，火光冲天，夜如白昼，死了多少人到现在没个具体数，只知道遍地焦尸，人烤熟的香味绕城3日不散。话题说到此，明显已经少儿童不宜。
但几个围着的小孩反倒更感兴趣。门卫大爷偶尔也会带着游客参观文化馆，手指头朝着展区一指，历史展区那根烧焦的横梁还有半个人影，就是那时候烧死印上去的。空口说和有实证是不一样的，想到物证就在不远处。刚才散烟的男人嘶了一声，啊，火灾跟这小孩说的什么地狱犬有什么关系？门卫大爷摇摇手指，这就是老一辈才能知道的事了。那场烧了半座城的大火，官面上说是因为衙门走水，但我们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100多年前县太爷姓吴，有一顽痞，好斗狗。100年前的吴县令不爱钱财美人，只喜欢斗狗，喜欢斗犬，撕咬个你死我活。后来越玩越大，每次都要斗死一条狗，吴县令才肯罢休。恰好他手底下有个斗鸡眼师爷，成天想法着投其所好，终于被他打听到城中有户人家，家中有条看门犬，据说是在有流星那天生的，一窝18只狗仔只活了这一只，吞火吐烟，勇猛异常。师爷寻上门去，果然见那家人养着一头牛犊似的神骏黑犬，这户人家的小孙儿早年走丢，是这头黑犬咬伤拐子户主救下，家里大人做主让孙儿拜了黑犬做狗叔，上桌吃饭那种。听说师爷要买家里的狗叔进斗狗场，自然不愿意，这不是忘恩负义吗？要被戳几两骨的。但斗鸡眼师爷心眼坏透，想了个法子，诬陷男主人偷盗，大家一扣老李一丢，才2、3日把人折腾的出气多进气少，男主人再硬气的骨头也给打折了，最后含泪送出了家里的狗。师爷高兴得很，把狗献给县太爷，还给这黑狗当场因喂食了一块烧红的炭。后来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当夜一场大火点燃整个县衙，县令也好，师爷也好，一个都没逃出来，烈火蔓延开，半城化为废墟。在那天，有目击者亲眼看见吞吐黑色烟雾的黑犬站在火焰中仰头对月吠叫，后来黑犬不见踪影，这是当时很多人都看见，流传很广，都说是天上火犬在星陨之夜掉进了狗娘肚子里脱生。后来重建的时候，官府特意将南面离火位牌楼的抱鼓石雕刻了成狗的形状，以避火灾。就这样，云岚市出现了独一份的黑犬抱鼓石。我小时候还有人专门拜犬老爷呢，门卫大爷把夹在耳朵会的烟取下叼在嘴里，最后道那会拜的犬老爷啊，就跟这小孩说的一模一样。文化馆门前，门卫大爷秀了一番见识，听得几个小孩哥双眼放光，路人也议论纷纷。门卫大爷趁热打铁，很是宣传了一下文化馆，唾沫星子横飞，说起了更多古城以前3教9流的奇闻怪事。几个小孩的老师过来，正好听见大爷在说以前青帮入香堂的仪式，什么刀拍背、过天地圈、饮3河水的，全是糟粕。老师面容扭曲了一瞬，忙把几个熊孩子弄走，免得这些皮玩意好的不学。刚才说故事的那个小孩嘴里嘀咕歃血为盟，饮了红花酒，生死与共，好帅。没等老师反应，一个声音道，红花酒里有人血和鸡血，喝了容易感染艾滋、甲乙肝梅毒和禽流感，上一批喝红花酒拜码头的扫黑除恶都被抓去吃枪子了。小胖孩向往神情顿时凝固，秦墨语言掐灭了一个小孩的作死心，收到了一个老师感激的眼神。见秦墨皮肤白皙，眉眼精致，老师询问他有什么事，秦墨冲他一笑，礼貌问道，我刚才听见小朋友说的故事，挺感兴趣的，想问问这位小朋友住几间，能不能采访一下？老师闻言笑容收敛了一点，断然拒绝，不太方便，现在网上乱七八糟，为了流量人什么都敢编，作为老师保护孩子隐私是他的职责。老师拒绝得快，但那小孩回答得更快，我家住9街，要不是有师德约束，老师只恨不得给这熊孩子一鼻窦。他不善看向秦墨，秦墨歉意一笑，是我冒昧了，放心，我不会打扰孩子的。说罢他转身离开，穿过展区，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门卫大爷说的故事发生地点是南城，这孩子住的9街在古城正南。在古时观念中，9是吉阳数，代表火能量的极致，当几处碰巧凑在一起时，关乎许多人的身家性命。秦墨没办法说服自己安心去吃饭，他加快脚步走向文保所，一进门就见人齐齐整整都在。宗立和张朗换了一身黑风衣，2尊门神一样坐在槐树下，而老苗几个在另一边直播卖纸扎，两帮人泾渭分明。尤其张朗对自闭胆小的人来说，太活泼的人如同毒药。在老苗活泼开朗一句句家人们的吆喝声中，他屁股下像是长了痔疮，坐立不安。见秦墨来了，两人齐齐松口气，倒也不是贪吃秦墨这顿饭，而是有秦墨作饵，他们才能那么快抓住殷旭。殷旭潜逃3年，携带重要危险品，抓住殷旭，回收怀梦草、鬼影藤和虫卵，他2个回去准备可领功了。所以就算他们再瞧不起第3文保所这帮游手好闲的，也还是卖秦墨面子来了。秦墨歉意道，不好意思，刚刚有点事耽误了一下，大概是因为不再执行任务。宗立今天头发梳得像是被狗舔过，身上有男士香水味，他爽朗一笑，没事，还想和秦墨搭搭话，
就听见他说，刚才在外面听到些事情，有点介意，大家要不放下手边的事，碰个头。话是这么说着，秦墨已举手对老苗比了一个暂停的手势，还在喊123上连接的老苗话音一顿，随后不顾弹幕疑问，关掉了直播。会议室中，宗立抱手坐着，见左右都是名包，他神色鄙夷了一瞬，视线挪到秦墨脸上时，面色又缓了缓。文保局应急管理处找对象一直是难题，内部人员相互看不上，大家都一抓一大把的光棍，难得有个可以孔雀开屏的机会。他和张朗一直都是他做主，他不说话。张朗缩着肩膀坐在名包堆垒成的堡垒后，从第一次见面他就没敢正眼看秦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怕他，只恨不得把脑袋夹进裤裆里藏好。在他们对面是文保所的4人，秦墨手指无意识在桌上点动，把自己来时听见的事情说了一遍。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2件事有联系，但就是觉得不妥。尤其7月半就在后天，7月半家家户户画名包，每年这个时候就是火灾高发期。虽然政府划分了一片集中焚烧区，但只有亲眼见过才能知道火光连成一片，漫天星海灰烬的壮观。摇曳的火焰是活人的浪漫，两世的思念，更是危险。老刀叼了一根烟在嘴上，悠悠道，要是没记错，今年的集中焚化区也在城南。老刀的话让会议室中寂静了一瞬，抱着手臂的宗立缓缓坐直，收敛了漫不经心。老苗刷刷翻着自己那个红皮小笔记本，等等，这个黑犬吞噬炭火，我怎么听得那么耳熟呢？一旁的文浩扶了扶眼镜，声音和宗立几乎同时响起，是霍斗。霍斗。秦墨和尹敏敏对视一眼，同时垂眼划拉手机搜索霍斗。老苗舔了舔嘴皮道，传言犬胎成型后，母狗被流星碎片击中，生下的就是霍斗，凡有霍斗现世，必然伴随着大火灾。会议室中安静无比，秦墨把手机放下问道，所以这些巧合凑在一起会变成什么？会变成镇绣大火。接话的人是宗立，他一改之前那骚包样，神色严肃，手肘撑在会议桌上。尹敏敏举手，这个我知道，镇绣大火就是倭国名利大火，据说是火化时少女的一只衣袖被风刮起，引燃了本庙寺。1657年3月正值风季，烈火从倭国本庙寺蔓延京都，烧了5天，约有10万人葬身火海。爆出这数字，尹敏敏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他惊恐看向宗立，跟霍斗有关。宗立点头，说出了大家都不想听见的答案。根据我们内部消息，极有可能在这场大火前，本庙寺有怪异黑犬的目击记录，根据描述是一种生着分叉尾巴的犬形生物，在火灾那天的黎明时分徘徊在本庙寺前。尹敏敏突然举高双手打断道，等会，火灾当天的黎明时分目击。他情急之下声音劈了叉，小脸惨白看向秦墨，那个小孩哥什么时候看见异样的？秦墨攥紧手机，面无表情回答道，凌晨3、4点。话音落，会议室中尹敏敏揪着自己的头发发出一声尖叫，完了，还来得及吗？下午4点，第3文保所会议室，所有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敏敏一直看着糟老头一样不靠谱的老苗，按住尹敏敏的肩膀，别乱，你先去拿 DV。 老苗视线再去和宗立之间转了一圈后，视线落在秦墨身上，我们先去9街。他说话时，会议室中一阵桌椅响动，秦墨宗立几人利索站起，这时倒可以看出这几人在高行动力上步调一致。尹敏敏小跑回他办公室，很快背个小包出来，手里拿着那部老旧的 DV。 到现在秦墨才算理解为什么老苗他们放弃使用手机拍摄，而采用这种老旧的设备。录像带在保密性上远超手机，秦墨心里打定主意，回头也要买一部，用以记录乡中事件。几人一起出了文保所，宗立想去开车被秦墨制止。在老城区行动，性价比最低的方式就是开车，几人转而选择了步行，直奔小孩哥目击霍斗的第9街。才刚到靠近第9街的位置，队伍中的张朗便打了个哆嗦，有东西。融合了易受求鱼的张朗对危险先天有比较高的警觉性，他脸色清白，站定在原地，不安地四处看。与此同时，老苗衣兜里传来尖锐的滋滋声，是他养的老鼠探探，脑袋朝下扎进他的衣服口袋里，不敢出来，只留一根粗长老鼠尾巴在外，不停颤抖。这里，老刀倒霉催的被秦墨一胳膊肘打出脑震荡，也没个好好休息的机会，叼着根烟蹲在一根电线杆旁，这电线杆子下生着青苔，一股狗尿骚气，是狗子们的公共厕所。老刀不嫌脏，用手拨动青苔。尹敏敏打开 DV 在旁边拍摄，文浩拿出了几个物证袋，这块黑印有硫磺味。老刀徒手摘了块青苔贴在鼻头，青苔上有一小块黑印，乍一看还以为是泥点之类。老刀把青苔递到秦墨面前，那个小孩身上是不是这种硫磺味？秦墨看着眼前这块湿润带着狗骚气味的青苔，沉默了一瞬，片刻一闭眼凑上去细闻，先冲进鼻腔的是狗尿味。肇事犬没走超过1刻钟，味道还很新鲜，但在浓郁的尿骚底味下，
秦墨捕捉到了些许的硫磺味，很淡，但确实存在。秦墨坚定一点头，是这个味道。老刀又把青苔递给老苗豢养的老鼠探探和蟑螂。蟑螂倒还好，探探瑟瑟发抖，挤出了几滴尿液，撒腿就想跑。老苗将他一把攥住，他转头在老苗的虎口狠狠咬了2口。老苗吃痛丝丝，倒吸凉气，将已经下疯的老鼠塞进了口袋，这才忧心忡忡道：探探很害怕，在这留下痕迹的东西等级很高，对比之前探探寻鬼影藤花粉就知道，在这留下炭灰的东西绝不好惹。秦墨心里一坠，这东西是目前的他们可以对付的吗？他转头看宗立和张朗，能不能请求支援。宗立铁青着一张脸道：我们带来的人手全都押送怀梦草回总局了，换言之，这短短时间就是摇人也来不及了。秦墨按了按眉心，又问：现代枪械能对这种东西造成有效伤害吗？宗立木然摇头，目前没有人类与霍斗正面对上的记录，不清楚现代武器能不能派上用场。秦墨本来还有第3个问题，问宗立和张朗2个能不能对付霍斗，听见宗立的回答，又看见张朗那窝囊样，他没有问出口，垂下眼睛思索了一瞬。目前最稳妥的办法竟然是他把箱子里的付珠带出来，下雨总比大火焚城好，只是这样到底治标不治本，不找到霍斗总有隐患，总不能让付珠永远留在这。这时巡查踪迹的老刀文浩又有了新发现，老刀指了一条暗巷道，朝那里去了。老城中多窄巷多古建，一个目的地高德地图能导出90条路，全靠老刀这部队退下来的老侦察兵手艺没丢，他们才能在各种明暗巷子里追踪。走着走着，秦墨觉得周围越来越眼熟，在翻过一座矮墙后，众人眼前豁然开朗。公园，他们竟然穿过了古城，来到了城南的水上公园。原本的老护城河保留了下来，折腾了好几个生态小岛，新修了一个占地不小的水上公园。附近居民遛弯跳广场舞，大多都爱来这。老刀在石桥栏杆上又找到一丁点黑色粉末，搓了搓放在鼻子前，嗅嗅，那玩意藏在这。他常来水畔跟人下象棋，这公园面积有多大他再清楚不过，正恼人疼时，秦墨却指向湖心一个小岛，可能在那。听他说的笃定，老苗奇道：你怎么知道？那个湖心岛不是说是租赁给什么人开了个会所，岛上高墙合围，里面听说是个不太正规的地，进出的长石桥上找了2保安，2个漂亮礼仪站着，居民闲逛时会被礼貌请走。秦墨淡定道：我小时候偷偷溜进去过，对倒霉孩子来说，不许进去的地方具有极强吸引力。秦墨就是一个有聪明脑瓜的倒霉孩子，闷声干大事，偷偷进去看过。那里面有个茶楼，茶楼下面是斗狗场，准确点说是斗兽场，不涉黄河毒，只斗狗、斗鸡、斗人，里面开着斗兽盘口，结合霍斗的故事和属性，霍斗说不得就生在这湖心岛上。他们朝那个方向去，果然又发现了一些端倪，只是还想查下去就不好查了。通往湖心岛的石桥上，保安和2个身材高挑的礼仪小姐礼貌请走所有非会员，青天白日硬闯不可能。文保局也不是警察这种执法单位，老苗和宗立各自在打电话找门路。秦墨趁着这个空档先回了一趟家，能不能找到霍斗解决霍斗尚不可知，秦墨必须把付珠带在身边，以防最坏的结果出现。他一路急行回家，开门上到2楼。韩风听见动静，见秦墨那么快回来，他很高兴，扒在晚言。秦墨搬箱子前食指触了一下他的脑袋，他把箱子放在书桌上打开，韩风哒哒的跟过来看。打开箱子，秦墨看见一片灰色赤红的金鞍山山脉被凝固的岩浆占据，箱子中哗啦啦下着小雨。秦墨松口气，下雨就代表付珠没有离开金鞍山附近。秦墨四处看了看，没看见付珠的身影，他手按在相侧的雕花上，尝试喊道：付珠。他的影子投在金鞍山灰色的山脊上，呼唤的声音也传出老远。约过了几分钟，远处传来一声鹿鸣作为回应，山脊上一个小白点迅速朝着这边移动。很快，欢乐小鹿付珠蹦蹦跳跳出现在了秦墨的视线之内，仰头对着天空悠悠叫。秦墨第一次看着馋嘴鹿这么高兴。站在书桌上，韩风绕着箱子转圈圈，好奇摸着箱子上的异兽异草雕刻，但他也一直分神留意着秦墨的一举一动。见他脸上笑容，小兵人一样的韩风垂头绞了绞手爪。秦墨没工夫关心他的情绪，从旁拿了一把勺子，在手要把付珠从箱子里带出来。还没动手，只见凝结的岩浆中陆陆续续钻出许多只毛色通红的兽猴，为首的正是那只额心中间搭着白毛的杀马特兽猴。这群兽猴红茸茸，像是毛绒玩具，聚在一起朝着秦墨俯首。秦墨没料到他们会突然出现，微愣神时，箱子边角一处兽猴模样的雕花突然镀上淡金，一个断续的声音出现在秦墨的脑中：上神范范。箱中杀马特兽猴立起2条前爪，朝着天空拜拜，他的族人们也跟着拜。秦墨这才反应过来，金鞍山中神祠毁了，流淌岩浆的亚雨如无意外已经消失，
没了这个终年从伤口中流淌出岩浆的大家伙，金鞍山整体的生态发生了改变。地下的火焰熄灭，食火生的兽猴们要么迁移，要么饿死，要么祈求上神。这几日，这些小红狗想来日子不好过。想通关节，秦墨愧疚感顿生，他真心道歉之余，用勺子将夫猪和兽猴群从箱子中分批舀出来。很快，秦墨的书桌上叽叽喳喳站了一堆小玩意，尤其兽猴毛色通红，体型较小，绒绒的站在一堆，一看手感就好的要死，大大小小约有110来个，大的像黄豆，小的像红豆，是全族都投奔秦墨来了。杀马特兽猴领着族中的护卫奔跑，汪汪的叫着约束，换了环境惊慌的族民。一时间，秦墨的房间里狗叫声、爪子哒哒的声音此起彼伏。夫猪被朝得跑到一旁的书架后，把脑袋埋在了蹄子中间。韩风虽然失了智，但还是眼里有活得很。一只手夹着一只走散的兽猴幼崽，热心送回了他们妈妈那边。一只胆大的兽猴咬鱼饵一般咬着它的尾巴尖，韩风也不恼，将那小东西摘下来用尾巴逗它。因夫猪的到来，窗外淅沥沥下起了小雨。见下雨，秦墨心里微松口气，他以最快的速度去楼下拿了一个腌肉的不锈钢盘和一瓶酒精。酒精在不锈钢盆倒了薄薄一层后，秦墨点燃火焰，酒精燃烧的蓝色火焰顿时升腾起，兽猴立刻朝着不锈钢盘涌来，几只小崽子馋得将不锈钢盘挠得擦擦作响。吃吧！秦墨用筷子在不锈钢盘旁搭了个小斜坡，方便兽猴进不锈钢盘去吞食火焰。韩风见筷子晃动，主动过去用脊背抵在筷子下稳住。第一只、第二只兽猴半点不畏，一个挨一个跳进了火焰中，跃动的蓝火被他们像是棉花糖一般撕扯吃进嘴里。正处于饥饿时的兽猴群第一次尝到了岩浆之外的火焰味道，一个个快乐的在火中打滚。在兽猴们食火时，秦墨以最快速度换了一身轻便好活动的衣服，从箱子底找到一只端午的艾草荷包，掏空里面的艾草粉包。他交代杀马特兽猴管束族人后，对夫猪打开漱口荷包的口子，来，我有事需要带你出去一趟。藏在书架后，嘴馋叼着一片便签纸嚼的福猪露脸一呆，出去。旋即他两只耳朵支棱起来，一头扎进了那个小荷包里，欢乐的悠悠声不绝于耳。秦墨正要收起荷包，荷包被轻轻扯了一下，韩风站在旁边不出声，但一只爪子死死拽着荷包下的穗子，他也想跟着上神出去。秦墨想了想，一头羊也是赶，两头羊也是赶。夫猪和兽化后的韩风体型都有食指长短，装在荷包里带出去应该丢不掉，但他还是竖起手指跟这两只约法三章，他们不可以随便叫出声，要尽量收敛自己的气息。还有，要是走丢了，就想办法原地藏匿，他会尽快去找回他们的。说罢，他很是公平的在福猪脑门上按了一下，又将食指伸向韩风。韩风肉眼可见的高兴，摊开覆盖黑鳞的手掌，轻轻印在秦墨指尖纹路上。这边简单教导两句，秦墨的电话响了起来。老苗道，他找了一个老朋友的关系，在这位朋友的带领下，他们可以作为观众，观看今天晚上湖心岛上的一场斗兽。秦墨挂了电话，给荷包里的韩风和夫猪一个发了小块牛肉干，把荷包挂在了胸前，打着雨伞出了门。与老苗他们会合时，几人脸上满是庆幸。墨姐，下雨了。尹敏敏高兴挽着秦墨，我们也太走运了，雨天应该起不了大火了吧？秦墨轻笑，应了一声。张朗缩在距离秦墨最远处，一直到他们踏上去湖心岛的石桥时，他都心神不定，时不时看向秦墨。老苗的朋友姓柳，是一个穿着黑色新中式西装的老头，满头白发，看着十分低调。在柳先生的带领下，他们成功通过连接的石桥。白色高墙后，茶楼各色陈设装饰都很奢贵，一路不少安保，四处都有监控。柳先生十分和气，将他们带进了一间仿古雅间中坐下，这才哈哈对老苗笑道：难得有你苗立新有求我的一天。湖心小岛茶楼3楼雅间，长茶桌后，茶艺师细手腕一转，娴熟泡茶。因有外人在，老苗不好说什么。接下柳先生的调侃，大喇喇道：换了别人，我可不会去求。柳先生应该和老苗老刀关系很铁。三人絮叨起了从前在部队里一些事。秦墨听了两耳朵，原来柳先生、老苗老刀都曾经是参加过南部边境战的老战友。请用。就在三个老爷子闲聊时，一只手托着杯垫往秦墨面前送了只品茗杯，金黄色的茶汤在素瓷里轻晃，更衬得斟茶的茶艺师手腕白的没有一丝血色。谢谢。秦墨手指在茶桌轻点，抬眼看斟茶的茶艺师，约莫30多岁，五官秀气，白的好像从不见太阳。秦墨保持着微笑，视线又在雅间中扫了一圈。从踏进来，他就觉得房子构造不对劲。这茶楼建在湖心岛上，是赏风景赏鸟的好地方，但招待贵宾的雅间里竟然没有一扇窗户，屋中的光源全靠灯光，这很违和。秦墨两指掐着品茗杯在鼻前闻香，脑中思忖时，旁边突然传来一声惊呼。他转头
恰好看见泡茶的茶艺师抖着手，将紫砂壶丢了出去。原来是老苗养的老鼠探探，不知什么时候爬上茶桌叼花生吃。虽然老苗坚称探探是花枝鼠，但一般人是不太容易从外观上分辨家鼠和花枝鼠的。当探探粉红色的尾巴扫过茶台时，茶艺师没有放声尖叫，是极有素养了。他抖手丢出的紫砂壶不知养了多久，装白开水都自带茶香，价值不菲。眼见着壶就要掉在地上砸个粉碎，一只极瘦青筋凸起的手险险探出抓住，是蟑螂。他用一种看着很别扭的姿势拧着腰救场。老苗也将肇事的老鼠探探抓回，嘴上不住的道歉。既是客人，茶艺师哪里好说什么，心有余悸离开。雅间的门合上，屋中已经再没有外人。老苗对文浩使了个眼色，文浩从包里摸出一个对讲机式的仪器，在屋中四处扫了一圈，然后低声道：没有摄像头。宗立这才问张朗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张朗头发耷拉在脑门前，弱弱摇头，这里的气味太杂了。柳先生对这事显然非常感兴趣，满脸好奇追问什么。他的热情唬了张朗一大跳。张朗吃不消的向后避开，稳神后才道：这里全是动物的臭味。柳先生闻言脸上带着些惊奇，耸动鼻子闻，真能闻到，那么玄乎。这也没味啊。围坐在茶桌上的老刀站起身，走，抽根烟去。秦墨搁下茶杯也道：我也出去走走。目前的情况是，所有人都知道这茶楼下头有问题，但他们没证据，只能照着约定好的分两头暗查。老刀宗立和文浩，张朗则跟着秦墨和尹敏敏，保护他俩的安全。尹敏敏挽着秦墨的胳膊出门，张朗远远跟在后头。秦墨察觉到他的手有点抖，轻声道：你害怕的话就留下。尹敏敏浅浅吸口气，掩住嘴小小声道：就是有点紧张。说话间，他们走出了长廊，从3楼的栏杆俯视可以看见中庭一些展示柜。尹敏敏调整了一下呼吸，用有点浮夸的语气对秦墨道：姐姐，我们下去看看。听他紧张的夹子音都没稳住，秦墨在他手上拍了拍，拉着他走下去。这中庭展示的东西多而杂，成套的瓷器，一些古玩和名家制的壶。尹敏敏左右看看后，轻轻扯了一下秦墨的手：墨姐，那节木桩子是不是很值钱？在他们几步之外，有一节乌色的木桩，平平无奇的摆在中间。尹敏敏认不出这是什么玩意，但这玩意大喇喇在各类古董中占据 C 位，一定很贵。秦墨顺着看了一眼后道：是金丝楠阴沉木。阴沉木是古森林树木因自然灾害埋入河床淤泥后，历经漫长时间缓慢碳化形成，纹理和光泽极有辨识度，只要见过一次认出不难。尹敏敏也听过阴沉木的大名，啧舌道：这么大一根得多少钱啊？就这样大喇喇摆着，连个罩子也没有啊。他惊讶之下声音略拔高了些，这本也无伤大雅，但秦墨和尹敏敏的头顶上清楚地传出一声轻笑：土包子。声音听着耳熟，秦墨一抬头，看见头发梳得像是被狗舔过的青年男人梅正行倚在3楼栏杆，他唇角扯出一抹笑：你跟枫木分手，就为了穿成这样跟个小土包子逛大街啊？秦墨，他没说什么特别过分的话，但薄唇一开一合，莫名刻薄得很。遇见糟心前男友的发小兄弟了，怎么办？秦墨面无表情看着他：关你屁事。他倒也不是在骂人，而是陈述事实。前男友都成过去式了，前男友的兄弟算什么屁？3楼上站着的男人呆愣了一瞬，随即瞬间破防：秦墨，你到底赚什么？秦墨收回视线，转头去看旁边的一只古董花瓶，压根没有搭理他的意思。如此一来，3楼上站着的男人更加破防。尹敏敏没秦墨冷静，被他盯得后背刺挠，不由小声道：墨姐，不然我们先回去，免得与人起冲突打乱计划。秦墨却淡定得很，垂头低声道：没事，搞不好还能借力一把。刚才说话的傻子叫林奕成，医药公司的小少爷，上边有个能干的大哥顶着，他只需要游手好闲，吃喝玩乐，喜欢极限运动和赛车，胜负心很强。这茶楼地下经营着斗兽场，爱刺激的林奕成跑到这来干什么，用脚趾头都猜到。看到第3个花盆时，听见后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秦墨没回头，只在林奕成气急败坏想从后面扯住他手腕时，突然一缩手，吻很准捏住他的大拇指，向后一拧。来势汹汹的林奕成花了1秒时间被反杀，双膝重重撞在地面。在右手拇指传来的剧痛中，他狼狈抬头看向秦墨，还想张嘴骂时，先闻到了超市沐浴露的香味，随后一只白皙的手在他视野里放大。啪！我最讨厌别人动手动脚。秦墨看了看自己的掌心，怎么老是学不乖？尹敏敏双手仓鼠一样缩在胸前，骇然看见林奕成耳朵比挨巴掌的脸先一步红透。他忙拉秦墨：墨姐，别打了，我怕他舔你手心。喝茶。秦墨反客为主，递了一杯茶给尹敏敏。茶桌一侧，林奕成捂脸坐着。秦墨断掌打人贼疼，只上楼这会功夫，他脸上浮现出鲜红的5个手指头印。野蛮人，你就是个野蛮人。
他红着眼眶咆哮控诉。见秦墨拿点心给尹敏敏吃，他更气，我的茶我的点心。他不爱喝茶，只爱烈酒，也不爱甜腻的点心，但就是喜欢跟人争。被他怒瞪的尹敏敏眼神游移，往嘴里塞了一块拇指大小的茶糕，耸归耸，不能亏了嘴落了秦墨的面子。在林奕成又要发大疯前，秦墨开口道：你哥知道你在这玩吗？听见秦墨提他哥，林奕成脸上青红交加，你不是把我们全拉黑了吗？你提我哥干什么？秦墨淡淡道：没拉黑你哥，这小子的哥哥是个靠谱的正常人，秦墨跟他关系还不错。林奕成暴怒，想要问秦墨跟他哥什么关系，但一看见秦墨的眼神，声音低了2个度回道：你不准跟我哥告状。秦墨一听就知道这玩意确实是来这看斗兽的，或许不只是看。你参加了？他的视线在林奕成身上上下打量，将他看得坐卧不安。见他不否认，秦墨道：林小少爷，介绍介绍你的新游戏吧。林奕成捂着半边脸，挑眼看了一眼秦墨，老实交代了他大老远来这的原因。如秦墨所料，他就是来斗狗的。有钱人家的小公子，什么刺激的都玩过了，最近结识了新朋友，接触到了斗拳，在新朋友的介绍下，来到了这个藏匿在小城市里的最大地下斗狗场。秦墨听了，脸上一抹嗤笑，这些有钱人可真是无聊。林奕成急了，撇清道：我第一次参加，斗犬都还没选好呢。这茶楼地下为客人培育最凶狠的斗犬，可以让客人玩个尽兴。这里出的斗犬据说十分猛，放眼世界也是有数的。秦墨微微挑眉，他倒不知道老家的公园里还藏着怎么个地。他想了想，突然扬起笑脸，既然碰上了，带我们见见世面吧。相比起再看台看，跟着林奕成去挑选斗犬，直接深入敌营了。他笑着，手指在衣内挂着的荷包上一按，荷包轻轻一动，不知是孵珠还是藏在里面的寒风隔着衣服回应了秦墨。林奕成神情犹豫，你想见世面，我就带你见世面，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他说话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片刻后垂下头，好吧，谢谢林小少爷。秦墨扬起一个友善的笑，我就不找你哥告状了。闻言，林奕成以极低的声音嘀咕道：才不是怕你告状。秦墨全当没听见，掏出手机给老苗他们发了消息。这时门被推开，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进来。林少。见雅间中多了几个人，他把准备说的话咽下，迟疑道：这2、3位是。张朗存在感太低，他险些把人看漏。林奕成对他不像对秦墨那样窝囊，没好气道：遇上了朋友，想跟我们一起去选狗。见男人还要说些什么，林奕成更不耐烦，不是问你意见。后面来的这男人到底想到林奕成人傻钱多，迟疑了一下笑道：当然欢迎，正好我来通知您，您的可以去挑选您的大将军了，要是合眼了，晚上就可以先上场热热身。听见林奕成取了个大将军这样中二病满满的名字，秦墨轻笑一声。林奕成闹了个面红耳赤，冲着中间人发脾气：废话那么多干嘛？带路。在这中间人的带领下，秦墨几人搭上了一座设置的很隐秘的电梯。叮一声，电梯显示下到了地下3层。秦墨本以为他会看见一个黑暗而脏兮兮充满野性的地下饲养基地，不料电梯门开后，明亮的灯光洒在长长的走廊上，走廊两侧都是玻璃，寂静无声，连一声狗叫也听不见。诸位请。中间人先走出电梯，踏上长廊，走了2步，便见长廊两侧都是玻璃，每一面玻璃后都是一个房间。尹敏敏还好奇着，突然眼尾余光看见一个黑影扑来，他吓了一跳，拉着秦墨往后退。一只咸水滴答的暗黑色恶犬，浑身肌肉看着拉丝，前爪扒在玻璃上，朝着秦墨他们吠叫。姓黄的中间人不无自豪地介绍道：这是纽波利顿犬，最早可追溯到马鲁索斯，是最先被培育为斗犬的犬种之一，性格忠诚凶悍，曾被黑手党训练作为警卫犬，力量强悍，有玻璃隔着不必担心危险。秦墨走近观察，玻璃后的黑犬见他靠近更加亢奋，嘴角咸水拉丝滴下，就算是斗犬体型也大得过分了。秦墨将近1.7米的身高，这狗目测站起来，前爪可以搭在他的肩膀，稍一低头，利齿能毫不费力咬住他的脖子。黄姓中间人得意道：我们采用了特殊的培育手段。秦墨挑了挑眉，这暴躁的脾气也是。走廊玻璃隔音极好，听不见狗叫声，但从这黑狗赤红的双眼看，他一定不会是对人手下留情的类型，跟疯狗一样。怎么样？看他认真思考买下后怎么饲养的架势。黄姓中间人忽略了他身上的比较地摊的休闲服，答道：这只狗晚上会上场，所以我们用了一些小手段让它暴躁了点。接着他带着秦墨等观看了这些小手段是什么。他在玻璃旁一个操控面板上点了几下，前爪搭在玻璃上的黑犬脖子上项圈电弧一闪，浑身肌肉的黑犬被突如其来的电击打得浑身一颤，歪倒在地，腹部剧烈起伏，淌了几息，须臾却又踉跄爬起，被仇恨染红的双眼死死锁定秦墨的咽喉。犬类的驯化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万年前，漫长的时间里，狗一直作为人类的伙伴出现，
但眼前的所见的每一只斗犬，好像完全被剥离了那段刻入基因的历史，每一只都如此真切憎恨着人类。特制的玻璃后，各国有数的猛犬见人就狂躁扑来，有那性格格外暴躁的一头撞在玻璃上，将自己撞得头破血流，项圈电弧一闪，又被电击在地。对犬只而言，此处即是地狱。天生养犬室和走廊的玻璃隔音效果极好，行走其中听不见一声吠叫，只能感觉一道道如淬了烈性毒的视线紧紧粘在后背。尹明明忍不住一缩肩膀，朝秦墨靠近了些，他的行动仿佛讯号，本就胆小的张朗也朝秦墨走了一步。林奕成这公子哥热衷于喜欢极限运动，胆子是不小的，但心跳加速的生理性刺激显然和眼前的状况不一样，左右都是憎恶的视线，明确告诉你他们憎恨着你，如有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将你撕成碎片，如影随形的死亡威胁。加之尹敏敏和张朗两个的表现，本着他们都可以我也可以原则，林奕成也朝秦墨靠了一步，场面变成秦墨面无表情在前面行走，三只金黄小废物黏着他。这场景让领路的黄姓中间人暗打量了一下秦墨，他脸上挂起笑容，对秦墨道：进来前我还担心吓到两位女士，现在看来是我眼界低了。说着他双手递来一张名片，鄙人姓黄，叫黄泽中，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他这回才递来名片，显得有些势利，但秦墨不在乎，顺手接了。名片上赫然写着智慧生态生物研议中心交易顾问黄泽中。智慧生态，秦墨指尖夹着名片轻笑，贵公司的业务很有趣。他扭头看了一眼玻璃后被项圈电得发狂的各色猛犬，听出他话语中的揶揄，黄泽中没所谓的笑了笑，一些畜生而已，能来这的绝大多数是凶悍戾气者，因此他说话肆无忌惮。秦墨没纠结这十有八九是假的公司名，只是不满意的摇头。这些狗确实看着都还行，但总觉得还是差了点。还有吗？黄泽中态度极好，继续引着他们在这地下繁育基地看，一直将整个基地逛了一圈。面对黄泽中口若悬河的推销介绍，秦墨只有一个说辞：不合眼缘。至于什么是眼缘，全靠他嘴说。本该是主角的林奕成，反倒一言不发，成了陪看的。到了最后，黄泽中都耐心耗尽。小姐，这就是最后一只，您真没看上的？秦墨摇头，不喜欢。黄泽中沉默了一瞬，寻思这桩生意怕是做不成了。见状，秦墨微微一笑，你是专业人士，应该知道眼缘这种东西很玄妙，有时候看中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你只管带我们全部看个遍就行。或许是秦墨这句话给了黄泽中启发，他犹豫了一下后，带着秦墨他们回到电梯。叮一声后，电梯停在地下4层。趁着开门的间隙，黄泽中道：这里的狗就不那么专业，只是些陪练。说话间，电梯门开了，一股臭味迫不及待从缝隙挤进来。这一层环境要恶劣得多，更加符合养狗场的刻板印象。巨大铁笼排列，大致一数约有50-60个。在他们几人出电梯的瞬间，此起彼伏的吠叫声响起，拴着铁链的狗笼摇晃，里面的各色犬只奋力撞击铁笼。怎么还有金毛啊？尹明明指着一处脱口而出。相比上一层的那些名犬，这里关着的狗品种杂乱。尹明明指着的方向，笼子里竟然关着以对人类友善热情著称的金毛，只是笼里的金毛不知道经受了什么磨难，脖子上戴着项圈，身上毛发打绺。看秦墨他们时，眼中的愤怒和恨意一点不比那些斗犬少半分。黄泽中没看尹明明，对秦墨笑道：这些都是新兵，说白了就是拿给上一层斗犬喂经验的炮灰。通常而言，这里的狗都注定死在斗狗场上。秦墨面色不改，冲黄泽中扬了扬下巴，带我们看看。正说着时，一直竭尽全力减少自己存在感的张朗结巴道：那边有什么？黄泽中微微惊讶，下意识摇头，那边可能不方便带诸位过去。闻言沉默许久的林奕成突然开口：带路就行，钱少不了你的。有钱能使鬼推磨，黄泽中很清楚林奕成的背景，想了想觉得不能跟钱过不去，他带着秦墨几人朝张朗指示的方向去，一边提前给他们打预防针。那里都是负伤或者没什么价值，等着集中销毁的狗，环境可能比较恶劣。话没说完，凄厉的狗叫声响起，一个手臂粗壮的男人用钢丝套索将一头黄色的田园犬从笼中拖拽出来。这条狗瘦成纸片一般，是只母的，乳房鼓鼓，应该才产崽没多久。钢丝套索深深勒进肉里，这只狗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从喉咙深处挤出一丝呜咽。见黄泽中带人过来，手臂粗壮，半边脸豆坑，像是被炮轰过的男人不高兴。黄经理，你怎么带客人到这来了？他说着话，手上用劲，把手里套着的纸片狗丢进一只铁笼。那铁笼上毛发、血渍、粪便都有脏臭无比，里面紧紧挨挨挤着好几只狗，最底下趴着只棕色的战败斗犬，身子肌肉发达，但脖子上一个硕大血口，呼哧呼哧喘气，没有救治必死无疑。但很显然，
这里的人并不打算救他。秦墨像是一点不在乎这惨状，略好奇问：要把他们弄去哪？黄泽中回答前，他做恍然大悟状道：宰杀剥皮当饲料吗？他语气轻松，带着点天真的恶毒。黄泽中笑容僵在脸上。那套狗的男人答道：这倒不会，我们的斗犬不吃劣等饲料。劣等饲料？秦墨视线扫过笼中，心里微微发冷，嘴上却道：那送哪去？看这狗的样子才产崽没多久，你们从哪弄来的？套狗的男人还没说话，黄泽中突然打断：诸位，这里脏臭，我们要不还是换个地方。不料秦墨一点不识趣，脚下站定不动。我要那只。他的手指直指向笼子一角。什么？黄泽中顺着秦墨手指方向看去，眯眼找了一阵，才在笼中看到一团黑黢黢的玩意，是一只黑色的半大田园犬，蜷缩在笼子角，小小一团，连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所有人的视线都看过去时，被铁丝套住的那只母犬突然拼尽全力呜呜出声。它只能算是小型犬，脖子也不过成人虎口那么一掐，铁丝深深勒进皮肉里收紧，让它的脖子像是被扎紧的荷包，一点声都发不出。狗鼻子呛出血，四爪不要命朝着秦墨指的小黑狗扑腾。这情景看得人心里难受。尹敏敏上前一步想要阻拦，林奕成不是道：那只是他的崽子嘛，差不多得了，别造孽。闻言黄泽中惊讶看向林奕成，秦墨侧过头，在黄泽中二人视线死角，冲林奕成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连着母的这只一起买下。林奕成不知是不是看明白了秦墨的意思，在黄泽中说话前从怀里掏出手机，2只一起20万。还想说不卖的黄泽中立时闭嘴，就是那握着套狗杆子的男人也啧舌一声，放松了手上的力道。这怕是不妥吧？话是这么说，黄泽中以努嘴示意把狗放下。套狗的男人嘴上酸溜溜，这两畜生走了大运，2条小土狗倒比一些名犬还值钱。他放下套狗杆子，戴上厚皮手套去抓笼子一角那只半大小狗，倒拎后腿将狗提了出来。借着天花昏黄的灯光，众人这才看清，哪里是什么小黑狗，分明是半边身子烧糊了。这小狗仔原本应该是花点子色，但又半边身子烧得结了一层黑壳，加上光线不佳，这才看起来像是黑狗。秦墨心中失落一瞬，看样子这只并不是他们要找的目标。不过他们已经离目标很近了。这半边烧焦的小狗，烧伤处有硫磺味。林奕成双眉紧紧皱紧，怎么烧成这样？说话间，他手在手机上一划了，已如约给黄泽中赚了20万。面对这人傻钱多讲信誉的，套狗的男人态度很好，解释道：昨天还好好的呢，谁知今天早上一看，莫名其妙就这样了，一窝全烧化了，就剩这只，可能是电线短路了。他找了一个自认为说得过去的理由，可秦墨和尹敏敏、张朗却知道，问题可能就出在这窝被烧焦的狗崽子身上。烧焦的小狗和狗妈妈被单独装在一个笼子。秦墨示意张朗去接，但黄泽中却道：哪能这样脏兮兮就交给几位，出门就死砸了我们的招牌，还请几位上2层稍等，我们处理好送上来。看几位似乎对上面的斗犬不太瞧得上，再等等看，稍后正式开斗，还有更勇猛的犬只可拍卖。林奕成的20万给的实在爽快，让他人傻钱多印象更深。黄泽中这才临时透露出另一个消息，在2层会有特殊场次，仅对受邀观众开放。林奕成怒道：你先前怎么没说？黄泽中点头哈腰致歉：公司规矩，公司规矩。在他的带领下，几人到了地下2层。不同于3层4层的压抑恐怖，这里俨然一个销金窟，金红色调的装饰极尽奢靡。黄泽中把秦墨等人引入一间有着巨大落地窗的房间后，就退了出去。门关上，尹敏敏才长长出口气。地下那种莫名压抑的氛围，正常人都会感觉不舒服。跟在他们身后的秦墨对林奕成道：给我个账号，我把钱还你。虽然林奕成这公子哥一开口就是20万，但秦墨没有让他出这钱的打算。他手边现金9位数，还有一些基金股票，比不上巨富权贵，可也不缺这点钱。林奕成斜了他一眼没说话，对他来说20万就是2顿饭钱，他更愿意秦墨欠他一个人情。见状秦墨不再说话，走到尹敏敏身边和他一起看窗外。只见下方竟有一个像是罗马斗兽场那样的圆形擂台，黑石台上围了个尖刺铁笼，看样子应该还通了电网。笼子尖刺上挂着没洗干净的黑血与一些刮下来的毛发血肉，环着黑色擂台有半圈宫贵宾喝着酒欣赏的雅间。当然想要满足暴力猎奇的心理，也可以选择去擂台旁近距离观看，说不得会有热腾腾的血溅在脸上，感觉好不舒服。站在柔软长毛手工地毯上的尹敏敏看着下面那个原始又血腥的笼子，抱紧手臂。秦墨伸手揽了一下他的肩膀，桌上有巧克力，去吃点甜食，示意他去跟张朗坐在一起吃点东西。秦墨独自站在窗户前四处观察，突然他视线落在一个地方，擂台供斗犬出入的通道被铁门挡住，门上有一个铸铁标志，形如豹，
双眼之间生着一只锋利似刀的独角，身后拖着5条尾巴。争！恶捕山海经的秦墨认出了这个铸铁的标志。什么？站在他旁边的林奕成没听清，下意识反问。这时包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一个罩着黑布的铁笼被推进来。黄泽中笑着掀开黑布，林少，您买的那2只狗。笼子里2只狗都简单打理过，毛发没那么脏乱臭，瘦成纸片的狗妈妈将烧伤的小狗仔死死护在身下。黄泽中道，喂过东西，也用了药。他示意众人看那只小狗，果然烧伤处涂抹了些药膏，刚才还一动不动的小狗状态竟肉眼可见好转了很多。秦墨眼底一暗，凑近观察，你们用了什么灵丹妙药，居然这么有效？黄泽中不答，看了一眼手机后道，还差半个小时开场，诸位请稍后。说罢他关门出去。在等待的半个小时里，原本空荡荡的包厢灯光一间一间亮起，下面空荡荡的看台也逐渐坐满。秦墨手按在落地玻璃上，细细点了点人数后，他以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喃喃：霍斗，真不知这货是天降还是人闯出来的。晚9点，水上公园正是热闹的时候，跳广场舞的，出门遛弯的，观鸟的，湖畔步道人来人往。在湖心小岛的地下1、2层，热闹却才刚刚开场。地下1层普通的客户观看区，柳先生和宗立老苗等齐齐面色难看坐在看场旁，他们距离斗狗的中心擂台不近不远，2条大高加索在擂台上撕咬。上场前，这些狗经过了长期反复的毒打电击，并使用过兴奋药剂，早就已经变成被愤怒填满不知疼痛的怪物，在认为圈定的尖刺铁笼中相互撕咬，每一次下口都奔着要害去，狗毛与鲜血齐飞。很快2条狗浑身血口子，其中1条稍弱的被叼住脖子咬死当场，满场欢呼声不绝于耳。在鲜血的刺激下，更多了兽性。获胜的狗就在台上大啖拜着的尸体，呼哧呼哧的鼻息和吞下肉块时的咕咚声，无不让老苗等人皱眉，配合着满堂的欢呼尖叫，更让场面添了几分讽刺。柳先生看得心发冷，别开视线低声道：这些人玩的也太过了，从前也有斗狗，但没听说斗得这样凶的生死局。老苗不答话，只偷偷在老刀的遮挡下摆弄裤兜里的手机，想要录像或录音。宗立和文浩坐在一起，宗立低声问：监控有几个？文浩鼻梁上架着眼镜，看着文质彬彬，平常也不是很有存在感，但他却是正儿八经的技术人员。扶眼镜的时间里答道：一共8个点位，5个在明，3个在暗。宗立听得牙疼，这么多监控，就代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皮子底下。他忙道：给秦墨他们发信息，让他们别擅自行动。如果他们所在地下1层都那么多监视，地下2层那贵宾区的监控只会更多。说话间，宗立神色一动，以膝盖撞了一下还在摆弄手机的老苗。片刻后，2个安保看似不经意的过来巡场，等他们走开，老刀才道：这些人警觉性很强，撤吧。老苗拍到了些东西，应该可以作为证据得到搜查权限。宗立也赞同他的说法，几人站起身，离开前给秦墨和尹敏敏发了消息。地下2层，秦墨站在落地玻璃前，他只看了一眼手机，就将视线重新转到下边的斗犬台上。比起上1层已经决出惨烈胜负，这里的还没有开场，只有一只罩着黑布的大铁笼安静摆放，2束聚光灯照在铁笼上，平添了几分压迫感。秦墨素来对某些东西感知敏锐，即便隔着黑布和玻璃，他依旧能感受到笼子里不同寻常的威胁感，好像里面关着的不是狗，而是虎豹之类的凶兽。尹敏敏见他不动，不由低声问：墨姐，我们不离开吗？秦墨正欲回答时，台上有主持人登场。这主持人穿着花里胡哨的红色亮片西装，一副笑眯眯的模样。主持人的声音清晰传入房间，他用有极强煽动力的声音祝福在场嘉宾享受一个美好的夜晚，故意将话筒凑近身边一只铁笼时，他用手拍了拍笼子，随后一阵闷闷的咆哮声响彻整个会场。尹敏敏一激灵缩在了秦墨旁边，更不用说本来就胆小的蟑螂。林毅成手不自然颤了2下，脱口道：他们弄了头老虎来。方才那声咆哮自带煞气，比之狮虎丝毫不差。坐在边场的人下意识想要逃开，别看这些人看斗狗叫嚷的欢，他们发泄戾气喜欢血腥的前提是保证自己的安全。现场骚动了一瞬，一直到台上的主持人顽皮笑出声：惊喜吗诸位，这就是我们智慧生态公司最新出品的斗兽。显然今天这一出是没有任何预兆的。秦墨所在雅间地势较高，能很清楚看见下方观众脸上的疑惑，还有主持人脸上一闪即逝的轻蔑恶意。主持人用一种不顾人死活的自嗨语气道：我敢保证，他一定是大家从未见过的惊喜。他大大张开手臂，可能是想听尖叫欢呼声，但能站在这里的都有点家底，喜欢猎奇且高高在上，没人愿意被戏耍，没人想听他的俏皮玩笑话。现场一片寂静，静默了片刻，无人发声。摆出双臂张开造型的主持人在灯下宛如小丑，半晌他干笑：
诸位似乎没什么幽默感，没幽默感的人可不会幸福。这话说得很是冒昧，实在不像一个专业主持人能说出口的。秦墨微微皱眉，黄泽中敲门而入，他亲自推来了只小推车，有些美食零嘴，冰桶里插着一支香槟。见秦墨站在落地窗前，他笑着来搭话：小姐，您满意今天的节目吗？说着他咦了一声，纳闷道：怎么还没开始？临时换了新节目和主持。秦墨猛扭头看他，黄泽中不明所以，垂眼看是不是自己裤子拉链没拉，却听见下面穿的骚包的主持道：开始吧。说罢他一把扯下了身侧铁笼上的黑布，笼中的生物露了出来，蹲坐铁笼中的东西油亮的纯黑色短毛，两只尖尖的耳朵竖起，宽宽的嘴筒子一看就咬合力可怕，体型像是头小1号的驴，但两眼中尖生着一只匕首似的独角。黄泽中视力正常，也看见了聚光灯下的这个生物，他脱口而出道：这是什么？狗还长脚了？他问秦墨，秦墨还想问他呢，听见他奇怪的问话，房中尹敏敏还想过来看，不料秦墨突然道：走，我们立刻离开。在所有人都反应不及时，他迅速转身拉住尹敏敏和林奕成，对张朗道：去电梯那。路过装着狗妈妈和狗仔的笼子时，秦墨听见笼中狗妈妈害怕的呜咽声，他脚步停了一瞬，左右看看，视线落在黄泽中推来的那辆推车上，手一扫，将上面的一阴食物扫落在地，把装着狗的笼子提到了推车上。冰桶里的香槟被他扫下砸碎，蛋黄酒液汩汩洒出，这玻璃破碎的声音仿佛信号。立在场上的主持人大笑着扯开了铁笼上的锁，只听砰一声，笼子打开，众目睽睽之下，笼中蹲坐的玩意不急不缓站起，一步步从笼中走出，聚光灯照在他的头顶，两眼中尖生着的怪异独角，尖端闪烁金属般的光泽。去吧，他们喜欢斗兽，给他们一场一生仅有一次的表演。话音落，生着独角的凶兽跃下高台，一头撞上围着的尖刺铁笼，一声悠长的吱嘎声回响，尖铁牢笼竟被血肉的脑袋撞得变形。离得最近的观众是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人，常年坐在第一排，喜欢看斗犬凶猛厮杀，花了不少钱，是这里的大客户。现在他也是有福，作为最近目击者，看见金铁笼子扩大出一个可供出入的口子，随着一阵腥骚气，呆坐的他双肩搭了一双大如盘的黑色脚爪，他愣愣仰头，正对上了一双带着灵气的兽目。下一瞬，一张巨口朝他面门咬来，强大的咬合力只一下就撕掉他肥嘟嘟的面皮，眼珠子不知滚到了何方，两腮没了肉都不住舌头。男人舌尖耷拉，从肺里破出一声喊叫，他像是被猎犬抓住的兔子，脖子叼在兽口之中，被带着在高背椅间奔驰，很快撞得浑身骨头断了大半，现场乱作一团。事关几身后，名为恐惧的东西迅速蔓延。莫姐，发生什么了？一声接一声的惨叫回荡在斗兽擂台，林敏敏帮着推小推车，吓出泪花。秦墨冷静道：不用管，立刻到电梯呢。张朗盯着点，有动静马上喊一声。不得不说，在乱糟糟时，秦墨的态度和样子看着就很可靠，连黄泽中都六神无主，跟着他们行动。到了电梯前，秦墨迅速按了2下按键，出乎意料的是，电梯停运了。不可能啊，就算停电也应该有备用电。黄泽中这人心态比较一般，扑上去啪啪拍电梯门，听见他失控的喊声和拍电梯时发出的噪音，秦墨烦躁扯住他的衣领拉过，不想死就闭嘴，这电梯不可能是莫名停运，最大可能是有人切断了电源，有人想要把所有人困死在这。秦墨扯着黄泽中问：消防楼梯在哪？黄泽中这人比较废物，完全慌神之下竟回答不上来。见他这样，秦墨反手扼住他的脖子，听好，有人想把我们困在这全弄死，要是你想活，好好回答问题，要是你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了，你就留在等死吧。他手指发力，恰好压迫住黄泽中颈侧的血管，眼前一阵发黑后，他反倒清醒了一点，抬手指了一个方向：带路。时间就是金钱，没有半句废话。秦墨撒手将他甩一趔趄，黄泽中满头大汗，可现在他除了听话没别的法子，软着腿带着秦墨几人往消防通道去。黄泽中在前，穿着黑风衣的张朗殿后，秦墨、尹敏敏和林奕成则居中，推着那辆载着狗笼子的小推车，奔过长长的回廊时，各个雅间里的人才回神乱了起来。幸好秦墨当机立断，恰好与逆向奔走的人群错开，他们不至于被堵在走廊，就在前面了。黄泽中明显缺乏锻炼，跑了几步就气喘吁吁，好歹是到了消防通道中，几人心一惊，通向2层的楼梯被一些木材茶几椅子等严实堵死，根本不可能向上逃。怎么办？黄泽中颤颤巍巍往下坐，被秦墨踢了一脚。消防通道堵成这样，你们都不知道。黄泽中只想哭，嘴上道：昨天还好好的呢。没等他多废话，秦墨看了一眼下去的楼梯，果断道：向下走。不行，林奕成立刻反对。林奕成虽然只是个20组，
但贪玩不是没脑子，他已经想明白这是一个针对所有人的局。对方既然切断了电源，还搬来杂物堵住消防通道，这就说明这里已经完全掌握在了对方手中。向下一层是斗犬豢养区，再下一层是销毁区，这两处都有大量专门饲养的斗犬。对方放出这种猛犬的概率极大，他们下去无异于送上门的肉。我知道林奕成都能想明白的事情，秦墨自然也能知道，但与其留在这层对上头能撞开铁笼，疑似争的玩意，倒不如冒险下去面对那些斗犬。好歹他们这边还有蟑螂，还有寒风，希望他这个形态对这些狗有震慑作用。秦墨小时候偷偷来过这里，他来的路正是底层防空洞，即便几番改建，但他还能记得大致方向。找到那扇铁门，他们就能出去。秦墨有赌的理由，但他不能说。这里有监控，说不准有人正吃着薯片在背后看他们老鼠一样逃窜。